震天关内混沌翻涌，3道仙白手掌同时抓住少年。双修，我先来。放屁！本尊的噬心魔焰压制了1000年，今日这纯阳之体归我，我体内的达幽冥毒等不得，今日他必须是我的。秦无夜刚恢复意识，耳畔便炸开3道怒气勃勃的女声。他费力睁开眼皮，入目是一片混沌的星空，星空中悬浮着一尊巨大的青铜古棺虚影，古棺上3个大字异常瞩目震天关，而眼前则是3位绝色女子分立对峙。红衣女子媚眼如丝，却杀气腾腾，紫裙玉洁指尖缠绕幽蓝火焰，白衣银发剑仙周身雷霆轰鸣，裙袂翻飞间，杀气比他们的颜值还刺眼。秦无夜一醒来，3女立即弯腰凑上前，3下5除2，直接将她身上的衣服撕开。3女的眼神虽透着一股睥睨天下的清冷，但此刻都蕴含着如狼似虎的饥渴和炽热。空气瞬间凝滞，秦无夜赶忙双手捂住自己的关键部位，怔愣地看着眼前3女。3女的绝世容颜令他窒息，但此刻的情景更让他震惊。他咽了口唾沫，试探着开口：“3位姐姐，你们把我扒得跟白斩鸡似的，总得给个说法吧？”“说法？本帝做事何须向你解释？”红衣女子冷喝一声，欺身而上，就要和秦无夜贴贴。紫裙玉姐眉头一竖，指尖幽蓝火焰升腾，寒冰般的美眸怒视红衣女子。“赤月，你若敢坏了本座大事，本座跟你玩命！”说着伸手就要把秦无夜抢过来。白衣剑仙清冷娇斥一声，素手轻抬，万道雷霆化作一只雷霆大手，把秦无夜拉入怀中。“这纯阳之体，我要定了！”秦无夜被3股力量扯得五指大张，悬在半空，活像砧板上的咸鱼。他嘴角狠狠抽搐了下，脸色因为痛苦而扭曲。这3个女神经病修为极高，再争下去自己非得被他们五马分尸。他迫不得已只好说道：“要不你们仨一起来？”3女齐齐一愣：“放肆！下流！也不是不行。”这3位女子名叫流萤女帝、赤月女帝、紫离女帝，她们本是上位面的先帝之辈，因与众多势力争夺上古神物震天关时，不小心被封印其中1000年。她们本就重伤，加上这诡异的震天关侵蚀吞噬，神魂早已暗淡不堪。若是不再吸收元阳之气，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神魂溃散，身死道消。偶然间，位面空间撕裂，震天关随同陨石天降，正好砸在了秦无夜身上，将他吸入关内空间。这纯纯的元阳之体是他们的救命稻草。3女眼神碰撞，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她们齐齐驻手，收敛气息，落回地面。秦无夜大口喘着粗气，他正想开口，却见3女竟然开始缓缓脱衣，香肩、锁骨、大长腿肌肤赛雪，吹弹可破，阵阵如兰四射的香气不断涌入秦无夜鼻尖。秦无夜只觉心头一阵燥热，目光逐渐迷离，理智迅速溃散沦陷之前，他听到一句：“小子，便宜你了。”3天3夜后，秦无夜猛然醒来，只觉腰间一阵酸痛，看到3女正围着自己打坐静修，身上薄纱轻掩，遮掩着春光。他低头一看，自己那被撕碎的衣服上竟隐隐流着几滩暗红血迹。他呆住了。这3个老仙女，她们也是处。正当他胡思乱想时，3女陆续醒来。她们看向秦无夜的神情虽依旧冰冷，但却多了一丝丝温情。红衣女子赤月女帝轻咳一声，率先轻启朱唇：“小子，虽然采了你的元阳之气，但你也得到了我们的元阴之气，根基已然修复。况且你那破碎的丹田，我们已经将其重塑，也不算亏了你。”秦无夜心头猛地一震，连忙内观体内，却见丹田处竟是一片混沌星海，像极了这阵天关的空间。秦无夜怔愣地问道：“我体内怎么？”银发女子流萤女帝冷笑解释：“这叫气海，我们用这阵天关的吞噬之气帮你重塑，可吸收容纳的灵气要比丹田强上100倍1000倍。等你开始修炼，你就知道有多香了。”秦无夜又惊又喜，自己能重新修炼了。想到此处，他的眼中迸发出一阵熊熊怒火。秦振坤、苏清雪这对狗男女，不杀了你们，我秦无夜誓不为人。这一切要从5日前说起。不行，无夜哥哥，清雪怕疼。大婚前夕，苏清雪穿着一袭薄纱溜进秦无夜房中，一脸委屈，泪眼盈盈。好吧，秦无夜有些失落，但他想不通苏清雪大半夜跑到自己家里撩骚，又不让他那个是什么意思。不是你。苏清雪见秦无夜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放弃，气得那叫一个咬牙切齿。我说不行就不行了，像这种时候你就应该霸道一点，还用得着我说吗？不用什么都要经过我同意，我是女生，我会害羞的吗？明日礼成后，你我便是夫妻了，现在人家都来了，你得主动一点嘛。苏清雪瞪了秦无夜一眼，
说得很直白。这……秦无业有些犹豫，但一想对方说的也对，便凑上前去。他刚碰到苏青雪衣带，就听见刺啦一声，少女突然撕破自己的衣裙亵衣。救命啊！秦无业要强暴我！房门轰然破碎，秦家家主之子秦振坤与一众长老、衙门之人破门而入，人赃并获，给我押去刑堂。刑堂之上，苏青雪跪地啜泣。民女今夜心有烦闷，本想与无业哥哥倾诉一番，谁知他竟然呜呜！你放屁！秦无业正的铁链滑响，分明是你主动相许。再说了，你我本是明媒正娶的夫妻，明日就要举办婚礼，何来强暴一说？放肆！衙门县令亲自赶来秦家办案，人证物证俱在。按大印刑典第250条，违背妇女意愿强行发生关系者，施暴者当剜血脉，除丹田，废修为，流放黑水牢。秦无业心中震惊，看向端坐高台的秦家家主秦云说道：家主，我……秦云拍案冷哼，打断他的话语，神色冷峻，义正辞严：秦无业，你仗着觉醒天雷圣脉便目无王法，今日我秦家定要清理门户。秦无业猛然惊醒，看着秦云、秦振坤、苏清雪等人的嘴脸，他笑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家乃是大印皇朝4大家族之一，族内子弟众多，势力庞大。除了坐镇帝都的秦家主家之外，还有4家分支分散于其他郡城。秦无业则是允星城秦家分支之人，他在16岁这年觉醒了亿万中无一的天雷圣脉，天赋绝伦，被誉为允星城甚至大印皇朝新一代的第一天才，一时间风头无两。在天玄大陆上，几乎所有的修士都会在16岁前觉醒血脉之力，但血脉之力有强有弱，分为1至9品，品级越高，血脉之力越强，修炼速度越快。拥有7品以上的修士就能称为天才，而在9品血脉之上，还有极品血脉、罕见的圣脉以及传说中的地脉。这些人无一不是各中翘楚、妖孽级的天骄。秦无业不知道的是，他觉醒的这天雷圣脉早已惊动了皇城里的主家，甚至引起了皇族当朝太子的注意。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的杀身之祸。可他又有什么错？错的是眼前这帮贪婪之徒。在秦无业被废掉修为半死不活后，旁听席上的秦振坤走来，当着他的面搂过苏清雪的腰肢，居高临下的发问：秦无业，你可知错？秦无业看着这一对狗男女，眼中蕴藏着无尽杀意。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秦振坤俯身在他耳边低笑：谁叫你个婢生子竟然能觉醒圣脉？做个普通人不好吗？非要当什么宇宙第一大天才？小子，你身体太弱了，经受不住我们长时间双修。赤月女帝的声音在秦无业脑海炸响，将他思绪拉了回来。你得尽快回到现实修炼。秦无业苦笑，虽说我有了这所谓的气海，但没有血脉之力，恐怕修炼速度将会异常缓慢。一向话少的紫离女帝开口了：相比起这阵天关，血脉之力又算得了什么？秦无业听此，疑惑地看向星空中的那庞大的官印，这阵天关到底是什么？紫离女帝站起身来，神色肃然地说道：镇天关乃9重天之上混沌组的诞生的上古神器，它可吞万物，葬尽诸天神魔，吞灭万古轮回。3界5行，无仙无神无不可镇，长元生灭，仙古神胎，尽做关忠臣。秦无业仰头望着悬于混沌星空的青铜巨关，喉结滚动，咽下满腔震撼。关身上斑驳的纹路似在流动，每一道裂痕都像在无声咆哮着湮灭过多少神魔。这阵天关竟如此霸道。秦无业目光炙热，忍不住开口问道：那能不能让他吞人？要是可以的话，直接把秦振坤那帮人给吞了。无知！红月女帝说道：镇天关熔炼的是天地法则，提炼的是仙灵之气，你当是街边屠夫剁肉呢？流萤女帝瞥了一眼：你能进入关内，空间不死，只能说你命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出去。紫离女帝清冷如山泉水的嗓音继续开口：下界灵气驳杂，仙灵之气万不存一，你能进入关内，说明镇天关对你有一定的认可，倒是可以操控它来吞噬万物，从中提炼出仙灵露。说着，紫离女帝指尖轻点，指腹多出了一滴亮晶晶、金灿灿的水珠。这就是秦无业盯着悬浮眼前的精液，体内气海突然沸腾。仙灵露，我们上仙修炼的本源之力。赤月女帝舔了舔红唇，放在上界也是抢破头的宝贝，对于你们下界修士，喝一滴至少能抵苦修3年。见赤月缓缓靠近的动作，紫离立马收手。赤月翻了个白眼，不屑地转过身嘀咕：哼，谁没有事的？刘盈这时说道：只要你天天当个搬运工，把天才地宝或高阶修士的血脉统统扔到关内，镇天关吞噬后提炼的量倒是能多上不少。
秦无业眼睛一亮，也就是说，我只要四处杀人越货，就能躺平升级？躺平？赤月女帝闻言冷哼一声，若是你3年内到不了灵宗境，下次定然经受不住双修。他走近秦无业，伸手轻抬他的下巴，届时本帝亲自帮你烧成灰，助你转世重开。秦无业讪笑着捂住腰子，脑海中闪过这3天3夜的惨烈画面。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修士等级：灵徒、灵士、灵师、大灵师、灵宗。好家伙，他现在修为尽失，连灵徒都不是。3年内冲上灵宗，这难度堪比让苏清雪当个好人啊！秦无业为难说道：“我外边有仇人，若是这般出去，不用等到您帮我重开，他们立即就会送我上路了。”赤月听后，饶有兴致的抱胸一笑，随后不怀好意的看向紫离：“紫离，我们3人中你修为最高，仙灵路也最多，你分1滴给他呗。”紫离冷着一张脸，不做回应。他是这里边修为最高没错，但被困在藏神关1000年，他们就是靠着仙灵路维持神魂不散，1滴也不能浪费。刘盈听后也幸灾乐祸的在一旁帮腔：“就是啊，1滴而已嘛，这小子的元阳之气你吸的也最多，你总不能看着他死吧？咱们可没能力将其他男人吸进来。”紫离也不傻，冷眸扫过这2人，既然如此，一人1/3，不愿意的话，便看谁能熬得过谁。赤月和刘盈都是小哼一声，随后不情不愿地凝聚出一小小滴仙灵露，3滴仙灵露汇聚成一粒绿豆般大小，悠悠飘到秦无业面前。秦无业连忙伸出舌头一舔，入口即化。下一秒，秦无业浑身巨震，他汗毛根根竖起，四肢百骸似有一股疯狂的力量在横冲直撞，骨骼嘎吱作响，经脉似龙蛇起伏，拓宽10数倍，全身肌肉瞬间暴起，又迅速瘪下，浑身经脉暴起，青筋凸显。他死死咬着牙，强忍着那扒皮拆骨的痛楚。如此反复数次，那狂暴的力量终于平息下来。他汗如雨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但此时的他已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宛如脱胎换骨，身上拥有了仙神才有的仙灵之气。灵徒6重境，他居然直接跨越了6个小境界。就在秦无业还处于惊喜状态时，赤月扑哧笑出声来。一向毒舌的他丝毫没给面子：“你这小子没有血脉，修炼资质是真差，吞了仙灵露才升了这么点修为，真是浪费。”秦无业心里腹诽：“那你倒是多给几滴啊！”但他根本不敢说，一看便知仙灵露对他们有多重要，他可不想因此惹怒了这3位老祖宗。赤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好了，你出去吧，记得多找些宝贝丢进来炼化。”秦无业也不敢多待，连忙对着3人拱手道谢：“多谢3位女帝相赐。”等会，刘盈突然开口：“秦无业，刘盈女帝，您还有什么吩咐？”刘盈笑盈盈地看着他：“小无业，你修为的确不够看，要是你刚出去就嗝屁，我们岂不是亏大了？”说罢，刘盈突然闪身到他面前，一掌啪地拍在他脑门上，顿时一道繁复的雷霆符文瞬间钻进他的脑海。哦！秦无业吃痛捂着脑袋蹲下，眼前浮现出一串雷电交织的身法口诀，脑瓜子嗡嗡的。本地的兽神宗专治各种不服，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再跑快点。片刻后，刘盈笑盈盈地看向紫离和赤月2人：“我都把独门绝技传授给他了，你们俩不表示表示？”赤月不屑地凄了一声，随后伸手一点，一道灵光没入秦无业眉心，脑海中一段诡谲深奥的口诀浮现：藏仙诀。这正是赤月女帝所修的仙法。本地修炼的藏仙诀与震天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吞天地灵气，夺人造化。但本地当年也因他走火入魔，才需要与你双修压制体内噬心魔焰。既然你能获得震天关的认可，你也试着练练这藏仙诀，看看其中是否有问题。若是你能改良，没准本地就有脱困之日。秦无业心里一阵无语，感情这老娘们是拿他当试验品啊！但他也不敢不从，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多谢赤月女帝。这时，一旁的紫离女帝双指指尖泛起幽蓝火焰，她冷艳高贵的俏脸看不出喜怒，本帝乃九霄神域2重天紫霄仙尊之女，此焰名为焚天蓝焰，本是不可外传。但她话说到一半，却突然顿住，似乎接下来的话有些难以启齿。赤月的声音适时响起：“但什么但？你身子都交给他了，他也算是你夫君了吗？”紫离冷眸扫过赤月，赤月丝毫不怵地瞪了回去。片刻后，紫离才继续说道：“本帝传你焚天蓝焰，你若能学会1、2式，足以自保。不过此火非同小可，你需谨慎使用。”言罢，他指尖上的火焰飘向秦无业，没入他气海之中，种下火种。操控焚天蓝焰的口诀也随之自行衍生。多谢紫离女帝。秦无业激动万分，
这3位女帝，一个传了身法，一个传了公爵，一个传了仙火之力。她能感觉到这3门仙术的强大。仙术啊，这可是仙术啊！什么天阶、圣阶、地阶功法，岂是能比的？他们这些修士苦习前道，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得到升仙，长生不死吗？没想到他九死一生，竟让他遇到如此大机缘。秦无业忍不住开口问道：“3位女帝，这仙术如此强大，我多久能将其学成？”刘盈3人一笑，笑容中透露着鄙夷。赤月毫不客气地打击：“哼，你能学会1招2式就不错了。”刘盈说道：“这些仙术非同小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学多少就看你的造化。”秦无业也不气馁，子离说道：“镇天关内虽自成一方空间，但目前并无下界灵气，并不适合你修炼。你出去之后，尽快找宝物让其吞噬方可。”秦无业连连点头：“多谢女帝提醒，我记住了。”说罢，他心念一转，再次睁眼时已然回到现实。此时他所处的位置正是之前被押往黑水牢路上被陨石砸中的小道。他从陨石坑中跃出，跳到树上，望着远处依稀可见的陨星城，咧嘴一笑：“秦振坤、苏清雪，没想到吧？老子回来要你们狗命了！”陨星城门，进进出出的人们看着从城外一名衣衫褴褛却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的少年，皆是露出惊异神色。这不是秦家那个天才秦无业吗？他怎么还活着？不是被陨石砸死了吗？这怎么可能？不对，就算他没被陨石砸死，他前些天不是被秦家给废了吗？我听说啊，是皇城里的秦家家主看上了他那天雷圣脉，所以给秦云、秦振坤授意，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还把他逐出秦家。嘘，你不要命了？这话要是被秦家听到，你小命不保。路人议论纷纷，秦无业却视若无睹，径直往秦家赶去。秦家府邸就在陨星城中心，老远他便看到秦府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到处挂满了红绸。秦无业眉头微皱，抓住一个路人问道：“这秦家是有喜事？”那路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外地人吧，连这事都不知道？今天可是秦家大少秦振坤与陨星城第一美人苏家千金苏清雪大婚啊！整个陨星城有头有面的人都来了。”秦无业的目光瞬间变得冰冷。秦振坤和苏清雪大婚，呵，挺好，还挺巧啊。秦无业大步走向秦府，那路人回头疑惑地看着对方，呢喃一句：“咦，这小伙怎么感觉挺面熟的啊？”秦府门外的虾兵蟹将看到一身农户装扮的小子靠近，皆是神色一愣，下意识地想要阻拦：“去，给我滚！这是你能走得到吗？”但侍者伸出的手却被秦无业一把推开，整个人猛地摔飞出去。他又揪住另一个人的衣领，脸上带着冷笑：“怎么，几天不见，不认得我了？”被揪住那人定睛一看，顿时大惊：“无业少爷，鬼啊！”秦无业被逐出秦家，押往黑水牢那天，他们是亲眼所见，而且听说还被陨石砸中，就算不死也惨了。怎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秦无业懒得搭理他们，一脚将这几人纷纷踢入府内。此时喜堂内正传来司仪二拜高堂的激情声调。秦振坤一身锦绣红袍，衬得脸上胭脂愈发油腻。苏清雪凤冠上的珍珠帘子叮当作响，盖头下嘴角都快翘到耳根了。今日过后，她可就是秦家少夫人了。突然门外的骚动和喊声引起秦家、苏家的注意，满堂宾客将如木偶，看到来人皆是震惊。秦无业，你竟然还没死！秦振坤猛地转身看去，震惊之色溢于言表。秦无业嘴角上扬，似笑非笑，大步走进喜堂。路过贵宾席时，忽然对着飞云宗的厉长老眨了下眼。厉长老一机灵，眼珠子转了又转。秦无业也不再管他，随即看向秦振坤说道：“大哥大喜之日，我这做堂弟的怎么能不来贺喜呢？”苏清雪猛地掀开盖头，精心描画的柳叶眉都竖成了道八字。他看着这个破衣烂衫却一脸意气风发的少年，直勾勾盯着他们，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不安。但一想到对方已经被废，又瞬间有了底气。他指着秦无业怒斥：“秦无业，你想干什么？你还有脸来抢婚？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我是不会嫁给你的。”秦无业环视一圈，脚踩在木凳上，随手抓起一块烧鸡腿啃了一口，然后立马吐出来，做了个呕的姿态。抢婚？苏清雪，麻烦你别恶心我了，我秦无业就是取头母猪，也不会要你这蛇蝎毒妇。秦无业目光冷彻，一字一句寒声说道：“我是来要你们命的。”此言一出，整个喜堂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正座之上的秦云一拍而起，一声怒喝：“大胆！”林宗敬的威压猛地震开，桌上的茶水碗碟纷崩破裂，四溅飞散，宾客们惊呼，纷纷后退，
生怕被波及。秦振坤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冷笑道：“秦无业，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才吗？你现在不过是个废物，竟然还敢口出狂言！要不是今天是我和清雪的大喜之日，我现在就要了你狗命。”苏清雪也附和道：“就是，你现在什么也不是，还在这大放厥词，真是笑话。”秦云阴沉着脸，眯起双眼，杀意凛然。可下一秒，他却突然皱起眉头：“不对，这小子身上有灵气波动，灵图6重境，怎么可能？”秦云目光死死盯着秦无业，一脸狐疑：“小子，你丹田已废，哪来的修为？”秦无业冷冷一笑：“老匹夫，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说着，他突然朝满堂宾客拱手：“今天我秦无业就请允星城所有名门贵族、各路豪杰做个见证。第一，秦云老狗，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老子和你们这群阿扎货色再无瓜葛，我秦无业不再是你们秦家人。第二，他猛地指向秦家众长老，眼中血色翻涌。5年前灵矿坍塌，我爹娘真是意外身亡。你们在矿洞部下士临阵时，没想到我会在废墟里找到阵盘残片吧？这笔账，迟早有一天我会好好跟你们算。”秦云袖袍下的手背青筋暴起，欲要动手。3长老手中念珠一紧，脸色铁青，怒不可遏：“你个小畜生，竟敢在这胡言乱语！来人啊，给我把他拿下！”第三，秦无业伸出3根手指，身为大印皇朝唯一觉醒圣脉的第一天才的余威镇住了秦家侍卫。他目光凌厉，直视秦振坤：“秦振坤，你挖走我的圣脉，废了我的丹田，让我死过一次。3个月后，我要与你进行生死战，你敢接吗？”秦振坤被他眼中的雷芒刺得后退半步，突然又挺直腰杆狂笑：“就凭你，就算你还有灵图6重的修为，也敢与我叫板？”秦振坤狞笑：“本少硬了，到时候我定把你剁碎了，让你死得不能再死。”秦无业哈哈大笑，转头冲苏清雪：“还有你这个贱人，3个月后陪着你夫君殉葬吧。”该说的都说了，秦无业转身就走，一刻也不停留。放肆！秦云气的长袍无风自动：“秦无业，我秦家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秦云身形一闪，猛地冲出正堂大门，抬手就要朝秦无业脑袋拍下。秦无业早有防范，体内的仙灵之力即将涌出之时，忽见嘉宾席窜出一名老者，将秦云给拦了下来。老者穿着一件黑红长袍，胸前绣着一朵飞云纹正，是飞云宗的厉长老。他嘿嘿一声轻笑：“秦家主，大喜日子见血光，不吉利吧？”秦云瞳孔骤缩，这老东西向来与秦家不对付，而且对方痴迷于秦无业的天雷圣脉，一直追着想要将其收入门下。他今天能来此，完全是想打听天雷圣脉到底落入何人手里。此刻竟明目张胆护着秦无业，他想干什么？秦云忍着怒气：“厉长老爱财如命，我秦某佩服，但如今秦无业已是没有血脉之力的废人，您老还想收他为徒吗？”厉长老袖袍一卷，指尖搓了搓桌上顺来的花生米，嘿嘿笑着说道：“我收不收徒还用不着你管，但小辈间的恩怨何须秦家主你亲自动手？难不成是怕3个月后你家好大接不住招？”你！秦云额头青筋暴跳，周身威压轰然爆发，震得屋檐红绸簌簌飘落。然而厉长老脚下青砖纹丝未裂，反倒笑盈盈的加重了指尖力道。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厉老鬼，你飞云宗的手伸得够长啊！苏家家主苏阔冲出正堂，替秦云说话：“这孽障毁我女儿清誉，秦家清理门户天经地义。”宾客席间，原本端着酒杯看戏的林家家主突然嗤笑出声：“哟，秦家连个废人都要家主亲自灭口，莫不是秦家没人了？”他身旁的叶家老者虽然不语，却是拂须掩饰笑意。这秦云仗着皇城脚下的秦家主家扶持，日渐膨胀。这几年来，势力发展过于迅猛，对他们叶家、林家、赵家等家族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今日有好戏看，自然是默不作声，吃瓜来的爽了。厉长老见状，继续煽风点火：“要我说啊，秦家挖人圣脉还要灭口，连块遮羞布都懒得扯了。”满堂顿时炸开了锅，原本端坐的宾客们纷纷交头接耳。这件事持续发酵至今，就算不是允星城的人都有所听闻，但坊间传闻是秦无业犯了强暴罪才被挖脉废丹，怎么到了飞云宗厉长老嘴里，却是秦家故意而为之？里边的秦振坤脸色铁青，他朝门外一瞥，秦无业此人装完逼后，不知何时已经溜之大吉。他赶忙走到父亲秦云面前，低声说了句：“爹，秦无业跑了。”秦云满脸怒容，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厉长老，咬牙切齿道：“飞云宗真要趟这浑水？”厉长老咧嘴一笑，连忙摆手：“哎呦，我厉某可代表不了整个飞云宗，
老夫只是见不得天才陨落。罢了罢了，老夫可不想在这沾一身晦气。各位，我就先走了。说着，他顺起宴席上2瓶桂花酒，甩袖便走，徒留秦云、苏阔在原地干生气。追！秦云对身旁的侍卫低喝一声，10几名秦家侍卫立即如猎狗般冲出府门。城郊密林中，秦无夜足尖点过枯枝，身后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果然还是太勉强。秦无夜苦笑，方才催动兽神宗时，差点被自己绊倒。他翻身跃上树冠，下方顿时闪过数道寒芒。3名侍卫挥刀斩断树干，狞笑着包抄而来。无夜少爷，家主请您回去喝喜酒呢。秦无夜浅浅一笑，请人喝酒不带礼怎么行？他屈指轻弹，一缕幽蓝火苗随风飘落。最前方的侍卫刚要讥笑，火苗忽然轰的一声炸开，宛如一条暴怒的妖龙横扫而来。眨眼间，7、8个侍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瞬间化作火柴人。哎我去！秦无夜连忙收手跑开，自个都被这蹿上天的火龙吓了一跳。刚才一个不小心没把握住，放大了幽蓝烈焰，忽地窜起3丈高，转眼间整片山林都陷入火海。啊啊！其他几名侍卫惊恐地往回跑，有个倒霉蛋裤裆着火，边跑边拍屁股，活像只着火的猴子。火势如瘟疫蔓延，火龙已经将他们锁定，转瞬便将所有人化作焦炭。秦无夜跑得飞起，却还不忘兜圈靠近死去的侍卫。震天关！他内心低喝一声，体内的震天关微微一震，心念电转间，丝丝黑雾从胸口飘出，裹着这些侍卫还未飘散的灵气和血脉之力，尽数吞噬。他顿觉气海汇入丝丝精纯无比的灵气，修为竟有了一点点的提升。而且这些侍卫的一品血脉之力也微末地增强了秦无夜的战斗属性。比如其中的风之血脉吞噬后，秦无夜对于风灵气的感知比以往增强了半星一点。蚂蚁再小也是肉啊，这小子放火烧山。厉长老追到半途，发现前方热浪滚滚，不由一愣。他急忙掐诀，袖中喷出滔天水浪。可那幽蓝火焰遇水更盛，滋滋作响间，竟把水汽蒸成浓浓白雾。见鬼了，这是什么火？厉长老小眼一凝，内心一惊，自己的飞浪术竟然灭不了这火。厉长老眼见火势因自己这一跤范围更大，只好肉疼地掏出一张泛黄符箓，咬破指尖画出血咒：玄阴重水，给老子灭！符箓化作黑色洪流倾泻而下，足足浇了半炷香才将火势压灭。要不是秦无夜修为太低，这玄阴重水还未必能灭得了呢。等他灰头土脸地找到秦无夜时，这小子正蹲在溪边烤鱼，鱼皮焦黑如炭，腥味混着焦香，直冲鼻腔。厉长老尝尝。秦无夜见到来人，笑嘻嘻地递过焦黑鱼串。这火不好控制，不过青鳞鱼肉质挺鲜的，少跟老夫打马虎眼。厉长老袖袍一挥，盯着秦无夜，老眼金光四射。方才婚宴上你冲老夫挤眉弄眼，现在又故意引我来此，你这一身修为怎么回事？那火又是从哪引来的？秦无夜胆了胆一百站起身，嘴角勾起狡黠弧度。我说是从陨石中重获新生，你信吗？说着，秦无夜指尖突然蹦出丝白色雷电。您老不是一直想要天雷圣脉吗？虽然被挖走，但未彻底剥离，本源尚存。话说到一半，秦无夜连忙收起白雷，免得被其看出端倪。这白雷并不是真的天雷圣脉，而是流萤女帝传授兽神宗时附带的剑灵雷厉。厉长老瞳孔骤缩，神识瞬间探入秦无夜丹田，可入眼却是一片混沌，宛如无底深渊，竟将他的神识吞噬殆尽。这是什么？太诡异了！老头触电般缩回神识，满脸见鬼的表情。他惊疑不定，转瞬又是惊喜万分。你小子果真是气运之子，天雷圣脉当真还在你体内。秦无夜坐回石头上，仔细剥着烤黑的鱼皮，啃了一口鲜嫩多汁的鱼肉。接着他看向厉长老，笑得人畜无害。秦家抽我血脉，触怒天道，这才降下陨石，助我重塑根基。我这人很老实的，您都看见了，我又怎么敢欺骗您呢？尽管我现在落魄，但只要厉长老助我报仇，待找回圣脉，任君采撷。山风卷着焦糊味掠过溪涧，厉长老山羊须微微飘动。他眯着眼打量着眼前少年，许久不语。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明明修为低微，偏偏带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哪有半点废柴模样？这小子的性格他很是喜欢，加上其天资聪颖，拥有觉醒圣脉的天赋，如今更是大难不死，邪门得很。他忽然抚掌大笑：好，秦家鼠目寸光，活该错失真龙。不过你要想找回圣脉，恐怕难了。厉长老的话一波三折，但老夫跟秦云不一样，我并不是贪图你的圣脉，只是爱才心切，这才愿意帮你一把。只要你肯拜老夫为师，老夫不说
能让你今后有多大成就，但至少可以保你一方平安。不，秦无业出声反驳，神色认真地说道：厉长老，您话说错了，只要您能保我一时，我定让你成为大殷皇朝甚至天玄大陆最耀眼的师尊。厉长老内心震撼，不得不说秦无业这饼画的真是又大又圆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老年穷。厉长老的中二之魂瞬间被秦无业的话点燃。天玄大陆最耀眼的师尊，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厉长老脸色涨红，他上头了。好，霸气，我就喜欢这样的你。你现在就拜我为师，你要做什么，老夫都支持你。今日便随我回飞云宗。秦无业二话不说，一把将手里的烤鱼丢进河里喂鱼，接着双膝下跪，对着厉长老3叩9拜。师尊在上，受弟子秦无业一拜。厉长老开心得很，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尽管秦无业没了圣脉，他一点也不嫌弃，反倒是隐隐有其他期待。回飞云宗，再不走，秦家人又追来了。且慢！秦无业后退半步，躬身作揖，随即搓了搓手指：师父，按规矩，拜师礼得先给吧。厉长老的笑脸戛然凝固，他盯着少年理直气壮伸出的手掌，突然觉得牙根痒痒。这小子分明是头披着羊皮的狼崽子。厉长老笑骂着，甩出一道玉牌：入宗令牌拿去。至于拜师礼，他忽然并指唤出一把飞剑，站了上去。等回了宗门，老夫亲自带你去宝库跳。宝库！秦无业眼睛一亮，连忙跳上飞剑，抱紧厉长老。好脸，师傅，快走吧。厉长老面色有些古怪，但还是袖袍一卷，带着秦无业化作流光遁去。与此同时，秦府婚宴草草收场。宾客散去后，秦振坤一脚踹翻喜烛，猩红婚服上溅满蜡油。3个月，本少要让他死无全尸。苏清雪扑灭烛火，突然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他急忙说道：3个月？为什么要等3个月？秦无业说擂台战就擂台战吗？爹已经派3长老追去了，恐怕现在秦无业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吧。秦振坤刚想说什么，外边传来响动，两人连忙出了房门，便看到3长老黑着一张脸，带着零星几个侍卫回来。正堂上，秦云摩挲着扳指，目光时而沉思，时而疑惑。此时他看到3长老回来，却没见到秦无业的尸首，脸色顿时一沉。人呢？3长老脸色难看，低头抱拳，禀报家主，秦无业那小子被厉老鬼带走了。秦云脸色骤变，气得咬牙切齿。可恶的厉老鬼，他不过区一个内门长老，竟敢与我秦家作对，我秦家要杀他，他飞云宗难道还敢护着不成？简直不知死活。3长老转移话题，分析说道：秦无业还活着，此事十分蹊跷。我派人去陨石坑查看过，那日数十枚陨石天降，声势浩大，衙门以及押送的犯人全部身亡。这小子怎么可能活下来？而且还重新有了修为。一提到这，秦云脸色更加阴沉。衙门那边他也派人去打听过了，因为死伤惨重，上边把这事压了下来，不了了之。此时在一旁旁听的秦振坤眼中掠过一抹冷色。父亲，会不会是厉老鬼把他给救下来，还帮他修复了根基？否则区一个被抽走圣脉的废物，怎么可能在陨石天降中活下来？3长老点头认可。少爷说得对，厉老鬼向来随性无常，做事根本不在乎规矩，而且他对天雷圣脉痴念太深，现在又当着众人的面站出来保下秦无业，很有可能就是他所为。秦云沉吟不语，脸色阴沉的可怕。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那咱们便上飞云宗要人。早知如此，当初我就应该一巴掌毙了那混账小子，何必演那一出戏？3长老、秦振坤、苏清雪听后皆是沉默不语。至于秦无业提的3个月后的生死战，也没人提起，似乎在他们眼中，秦无业的死期很快就会到来。阿嚏！半空中的厉长老狠狠打了个喷嚏，晃得飞剑左右摇摆，吓得秦无业抱得更紧了。厉长老，谁在骂我？秦无业，师父，您注意力集中一点，别掉下去了。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飞行呢，有点恐高很正常。厉长老瞥了一眼后方的秦无业，忽然一个调转飞剑方向，往另一侧的天堑山脉而去。天堑山脉是一条纵向横亘南北数十万里的巨型山脉，它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大地之上，将大殷皇朝和西北的玄金皇朝、西南的晋思国隔绝起来，形成一道天然壁垒。这里是众多妖兽繁衍生息之地，山脉丛林，人迹罕至，危机四伏，里头妖兽横行，凶险万分。可这里也遍地是宝，天材地宝，珍稀灵植，矿石灵晶，应有尽有。也正因为如此，天堑山脉常年吸引无数修士前来冒险，寻求机缘。飞剑落在天堑山脉的外围林区，
在一座数百米高的山峰上停了下来。秦无业跳下飞剑，好奇地打量四周。师傅，咱不是回飞云宗吗？你怎么带我来天堑山脉了？表面上秦无业轻描淡写说着，但背着的左手掌心已然冒起了幽蓝火箭，鬼知道这老东西会不会是人面兽心，打算在此杀他灭口。毕竟他拜厉长老为师，属实是无奈之举，只能赌一次活命的机会。厉长老没急着回答，而是并指对着飞剑一点，飞剑顿时化作一道流光，没入袖口当中。看着对方这些操作，秦无业紧张的额头都冒出了冷汗。厉长老瞥了秦无业一眼，这才说道：我想了一下，觉得此时带你回宗门不太合适。秦云这人很是强势，他很有可能会亲自去到飞云宗，逼着宗主让我把你交出来。宗主对我还是蛮不错的，我不想让他为难，所以只能委屈你在此避避风头了。放心，我会帮你找个风水宝地，反正你已经与秦镇坤定下生死战，这3个月正好在此潜心历练一番。厉长老低着头自顾自说着，也不顾秦无业回应，便是几个纵跃，在几个山头来回穿梭，最终选定一处地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半山腰处被厉长老一拳轰开一个大洞，直接砸出了一个洞府。秦无业在远处看得一愣一愣的，感情你说要帮我找个风水宝地，是自己创的啊？洞府有了，厉长老又是祭出随身宝剑，消石抛光，做起了石床、石凳、石桌，在洞壁凹处放入几颗随身携带的夜明珠，洞内顿时亮堂起来。然后他手指一弹，燃起火苗，放火烘干洞府，顺便点燃香薰，洞府内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最后厉长老从须弥戒中拿出草垫铺上，还在石桌上放了一套茶具，以及几个大瓶小瓶，一些出门在外旅行必备、杀人放火的良药鬼知道他的须弥之礼平时都带了什么东西。不到半刻钟，一个洞府就完成了，执行力之强让秦无业叹为观止。他大老远跑到洞府门口，看着厉长老忙碌的身影，嘴角微微抽搐。洞府虽然简陋，但五脏俱全，连香薰都点上了，还真是够讲究的。这厉长老还真是个人才啊！说实话，他心里还是蛮感动的。自从爹娘死了之后，就没人对他那么好了。亏他刚才还担心对方对自己图谋不轨。想哭。秦无业环顾四周，满意的点了点头。师傅，你这手艺不错啊，不去干工匠可惜了。厉长老一听，顿时吹胡子瞪眼。臭小子，我这么劳苦用心的，你还敢调侃我？秦无业嘿嘿一笑。师傅，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在夸你吗？厉长老哼了一声，将一块玉简扔给秦无业。这是飞云宗的基础功法，飞云诀，你先学着。另外，桌上这些疗伤丹药和辟谷丹，你省着点用。我每隔1个月会来看你一次，如果你敢乱跑，出了什么事，可别怪我。秦无业正色道。师傅放心，我会乖乖待在这里，潜心修炼。厉长老拍了拍手，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转头又对秦无业再三吩咐：等会我给你布下防御阵法，你便可安心在这住下了。这里灵气还算充裕，而且妖兽等级也不高，正好适合你历练。另外，这天堑山脉遍地是宝，你若是需要什么资源，也可自己去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能教你的不多，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秦无业抱拳道：多谢师傅。虽然这老头看起来有些不靠谱，但目前来说，他是真心实意的为自己着想的。厉长老摆了摆手：别跟我客气，你是我的关门弟子，为你做点事也是应该的。说着，他掏出一个阵盘，单手掐诀，衣袍无风自动，指尖蹦出数道青光，如游蛇般在洞口蜿蜒盘旋。厉长老口中念念有词，忽地一掌拍向地面，喝道：引！霎时间，阵盘引入土石之中，山壁泛起涟漪，洞府外的山石如活物般蠕动起来，片刻间洞口竟与周遭岩石融为一体，再无半点痕迹。秦无业凑近细看，连条石缝都寻不见，不由咂舌：师傅，您这阵法连耗子都能骗过去吧？臭小子，此乃千言幻影阵，临宗境之下，休想察觉。厉长老得意地捋了捋山羊须，转身作势要走。行了，你老实待着，老夫得回去了。秦无业摸着下巴，眼眶瞬间微红，吸了吸鼻子。师傅，您老对我这么好，弟子无以为报啊。说着，拿着厉长老的袖口悄悄蹭了蹭眼角。厉长老心头一软，刚要开口安慰，却见这小子猛地抬头，眼神灼灼如饿狼。但您看我这身行头，他扯了扯破布般的衣襟，又拎起裤腿露出一腿毛，别说打架了，风一吹都能碎成渣。弟子如今身无长物，连把砍柴的刀都没有，这要是撞见妖兽，岂不是要拿拳头硬拼？他边说边摊开手掌，脸上堆满可怜。师傅，您忍心让徒儿血溅3尺吗？你小子！厉长老眼皮狂跳，手指哆嗦着指向他，刚才的感动喂狗了是吧？哪能啊！秦无业一把抱住厉长老大腿，
声泪俱下，弟子这是替师傅的威名着想啊！万一我衣衫褴褛被秦家人宰了，修真界岂不是要传飞云宗厉长老关门弟子穷得穿草裤？师傅您面子往哪儿搁啊？厉长老气得山羊须倒竖，一脚踹开他，滚滚滚，少装可怜！方才烧秦家侍卫时，你那火放得比烟花还利索，那是生死关头全力爆发吗？秦无业眨眨眼，忽然压低声音，可秦家那几个老狗若真寻来，弟子总得有个逃命的底牌吧？师傅，您就当放债营生，将来徒儿发达了，给您盖座金身庙宇，日日香火供奉。停，老夫还没死呢！厉长老被念叨的脑仁疼，黑着脸从须弥戒中掏出一堆物件，哗啦啦往石桌上一倒，拿去，老夫上辈子欠你的。地上的灵宝顿时堆起了小山。灵宝的等级分为凡器、灵器、宝器、法宝、仙器、神器，每级又分为下、中、上、极品。厉长老身价不菲，这些都是上好的灵器，甚至还有一件宝器：玄灵软甲，下品防御灵器；银蚕甲，中品防御灵器；削铁如泥的清风剑，中品灵器；一柄通体湛蓝的短剑，下品灵器；飞云佩，捏碎可换厉长老救命；还有那双看似不起眼、灰扑扑的流云靴，竟是罕见的下品法宝。秦无业眼疾手快，抓起流云靴往怀里塞，却被厉长老揪住耳朵：“小兔崽子，你现在还用不着这么好的灵宝。”最终秦无业被迫归还流云靴，却偷偷将一枚黑漆漆的铃铛顺进袖口，嘴上还嘟囔：“师傅忒小气，连双鞋都舍不得，再啰嗦全收回来。”厉长老刚要发作，少年已扑通跪地，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师尊大恩，无业永世不忘。”他只好叹了口气，甩袖踏上飞剑，骂骂咧咧，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下个月再来看你。待厉长老走后，秦无业立马掐诀启动幻阵，洞口彻底引入山林。他盘坐石床，心念一动，震天关虚影自胸口浮现，关盖缓缓开启。宝贝儿，开饭了。他咧嘴一笑，挑选了玄灵软甲，那柄短剑。黑雾如触手般卷住这2件灵器，吞入关中。只听咔嚓一声，灵气碎成齑粉，一缕缕精纯灵气涌入体内，气海微微胀了一丝。更惊人的是，黑雾中竟提炼出一丝金芒，如游鱼般在关内流转仙灵之气。秦无业瞳孔骤缩，瞬息进入关中空间。待他睁眼一看，原本充满混沌之气的空间，此刻他所处的位置，黑雾竟退开10丈有余，露出一间破败木屋，屋前一棵苍天枯树，求枝盘结。他顾不得许多，率先拿出一只玉瓶，将金芒引入其中收好。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推开木屋查看，里边空间不大，除了一张竹床，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鬼空间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一间破屋。3位女帝也不知躲到哪里闭关了。一番探查并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后，他才将玉瓶埋在树下。这些仙灵之气暂且不吸收，待收集到更多凝成仙灵露，效果更佳。在吞噬灵气之后，这片10丈空间已然拥有了灵气，而且是比外界精纯数倍。因此秦无业打算在此空间修炼了。接下来的日子，秦无业彻底化身修炼狂人。飞云诀被他草草翻了几页便丢到角落。巨云承认，花里胡哨，我堂堂气运之子，拥有先帝传承，谁要练这破功法？兽神宗、藏仙诀、焚天蓝焰，这3门仙术够我学的了。此时关内空间灵气充沛，又有3位女帝虚影在识海中指点，他进步神速。1个月后，洞府内雷光缭绕，秦无业身形如电，一步踏出竟分出3道残影。兽神宗第一式雷影穿云，小成。此招速度极快，可用于快速接近敌人或迅速脱离战场。炼至圆满，可分裂出9道残影。藏仙诀吞天影，入门。起手式双掌化虚窝，10丈内灵气如百川归海，敌手招式位置先溃3分。现在只是入门，只能发挥出1/4的威力了。而对于焚天蓝焰的控制，秦无业也能做到收放自如。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关内灵气不够用了。吞噬，必须吞噬。得出去透透气了，顺便捕捉一些妖兽给震天关吞噬，也实战，验证功法的威力。秦无业收工起身，离开洞府。接下来几天，他四处猎杀妖兽。1阶下品风影狼，吞噬；1阶中品赤血蟒，吞；2阶下品剑齿虎，吞。不过这些低阶妖兽被震天关吞噬后，根本没啥变化，连塞牙缝都不够。秦无业躺在山顶，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百无聊赖地盯着万里无云的晴空，也不知道要吞多少才能凝成一滴仙灵露。这1个月都到了，师傅怎么还没来看我啊？话音刚落，天边逐渐出现一道踏进而来的身影。说曹操，曹操到。秦无业一个鲤鱼打挺，眼中泛起光芒，看着从天而降的熟悉身影，
秦无业的小心思开始蠢蠢欲动，他仿佛看到了给自己送救济粮的活菩萨。秦无业撒腿狂奔，几个起落便跃出上百米。师傅！秦无业瞬间戏精附体，一个滑跪扑到厉长老脚边，声泪俱下：“您老可算来了，弟子差点就见不着您了。”厉长老眼皮一跳，又做什么妖？昨夜有头6阶黑灵蛟蟒偷袭洞府。秦无业指着洞口旁被烧断的树桩，满脸悲愤。那畜生口喷毒火，尾巴一扫，山崩地裂。弟子拼死抵抗，连裤衩都被烧穿了。放屁！厉长老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6阶妖兽在内圈称王称霸，吃饱了撑得来外，唯啃你这2两排骨。秦无业捂着额头讪笑：“师傅英明，其实是弟子饿得眼冒绿光，想去内圈打牙祭。”闭嘴！厉长老一脚踹开这戏精，神识扫过秦无业周身，老脸顿时垮成酸菜坛子。1个月了，还是灵徒6中。你小子整天在洞里孵蛋呢。秦无业低头抠手指，没有血脉，修炼如龟爬。龟爬！厉长老气的山羊须直翘，王八都比你快。2个月后就要生死战，你是打算让秦振坤拿你当沙包锤吗？说罢，他甩出一套黑红色劲装砸在秦无业脸上。赶紧换身人样，老夫带你去内圈开荤。天堑山脉内圈，血崖谷。厉长老手持灵剑在前开路，秦无业在后捡漏，活像土匪扫荡。赤焰虎5阶，火属性，兽丹能淬体。厉长老一剑劈开虎头，挑出赤红兽丹扔进须弥界。秦无业丝毫不嫌弃地将赤焰虎的尸体装入乾坤袋带走。幽影狼群4阶，收了。厉长老袖袍一挥，剑气化作牢笼困住狼群，把他们斩成重伤，然后看向秦无业：“接下来看你的，半炷香内杀不完，今晚你睡狼窝。”好脸！秦无业跃跃欲试，虽然他看上去吊儿郎当，但心中始终保持着警惕，不仅是对眼前的狼群，还有身后的厉长老。他始终相信，除了爹娘，没有谁会无条件对你好，对方的善意或多或少都会夹带私货。因此秦无业并没有施展3大仙术，而是用秦家功法应战。秦家擅长拳法，以刚猛著称。秦无业暴喝一声，施展秦家祖传拳法崩山拳，朝狼群轰去。拳劲爆发，空气轰鸣，一头头幽影狼被拳风扫中，吐血倒飞。但狼群数量太多，秦无业双拳难敌4爪，不多时也被撕咬出几道血痕。厉长老在一旁看着，暗自嘀咕：这小子拳法倒是不错，出手狠辣，战斗意识挺强，可惜修为还是太低了。不过他没有出手帮忙，毕竟修炼一途本就是需要自己经历磨砺方能悟道。天色暗黑时分，一老一少这才乘坐飞剑赶回洞府。厉长老从须弥界中拿出数十枚兽丹，瘫坐在巨石上，累得气喘吁吁。老夫真是造孽，收个徒弟比养祖宗还累。秦无业殷勤地递上水囊：师傅喝口水，待会儿还得炼丹呢。你当老夫是驴吗？厉长老一脚踹过去，拿我当免费劳动力了。秦无业嘿嘿一笑：师傅，您老实力高强，这些小事儿对您来说还不是轻而易举，就会拍马屁。厉长老黑着一张脸，却还是架起了丹炉：快过来帮我生火。哦，好脸。秦无业连忙跑去找柴火。厉长老一脸无语：你干甚去？给我回来！怎么了，师傅？秦无业一脸无辜。厉长老敲打他的脑袋，瞪了一眼：你小子别老跟我卖傻，炼丹岂能用反火炼？我知道你小子心思缜密，不容易相信他人，但为师既已收你为徒，定是真心相待。至于我所图什么，你大可放心。一老一少皆是玩世不恭的笑脸，此时互相对视，气氛略显微妙。秦无业被看穿心思，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弟子知错了。厉长老哼哼一声，假装板起脸：无妨，你小子会藏拙也是好事。现在用你当天烧山的火术，我看看。秦无业心头一紧，脸色微变，要赤裸裸地在厉长老面前施展焚天蓝焰这一仙火，他是不情愿的，也是担心的。这焚天蓝焰的稀罕程度，远不是天雷圣脉可比。仙火实打实的至宝，堪比仙器、仙丹。一旦暴露，秦无业毫不怀疑自己会被无数强者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不知道灵宗境的强者是否能感知到仙火的不同，若是能，一旦厉长老心生贪念，杀人夺宝，他有逃脱的可能吗？师父，秦无业略一犹豫，还是诚恳说道：弟子体内并没有火种，当天施展的火术只是爹娘生前留给我的保命符箓。厉长老听后盯着他，半晌不语，不动神色中不知在想些什么。秦无业表面镇定，内心却忐忑起来。忽然厉长老的神情由严肃转为轻松，接着一阵哈哈大笑。他抚须说道：原来如此，
难怪，好吧，那你便在一旁好好看着。老夫的炼丹术可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秦无业松了一口气，至少对方没有再追问。那是自然，师傅的炼丹术定是出神入化，弟子能得此机缘，真是三生有幸。厉长老闻言，脸上露出一丝傲然之色，他伸手一招，丹炉内便升起熊熊白色灵火，开始炼丹。秦无业好奇地凑近一问：师傅，您体内的灵火是什么火种啊？这是采自北海之眼的冰髓灵火。厉长老傲然说道：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当年老夫九死一生才抢到这灵火，温养至今才有如今威能。冰髓灵火。秦无业看着丹炉中升腾的火焰，好奇问道：师傅，这灵火与灵火之间能不能互相吞噬啊？厉长老抚须：这个嘛，可以是可以，但条件极为苛刻。不仅要求修士对火灵气的感知力极强，还要会基础的控火术，并且血脉也是要偏向于火阳之力，才有可能成功。而且一旦失败，轻则被灵火反噬重伤，修为跌落，重则当场身死道消，风险极大。哦，秦无业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厉长老奇怪地问道：你问这干嘛？秦无业眼神闪烁，谄笑道：师傅，您能不能传授这灵火给我啊？厉长老心里一激灵，正欲开口拒绝时，丹炉突然剧烈颤动，然后砰的一声巨响，炼丹爆缸了，一股糊味传来，还伴随着阵阵黑烟。厉长老被崩了一脸黑，像是从煤堆里钻出来似的。还好秦无业闪得快，倒是没被波及到。厉长老一脸尴尬，却故作镇定地挥手驱散黑烟，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看，这就是错误的示范，炼丹不能分心。秦无业憋着笑，连连点头：是，师傅说的对，再来。厉长老不服输地哼了一声，开始清理丹炉。秦无业憋笑都快憋出内伤了，这次干脆做得更远些。月明星稀，炼丹炉在夜色中忽明忽暗，映得厉长老一张老脸如同烤焦的土豆。秦无业躺在3丈开外的石头上，洞府外的山风卷着糊味往鼻子里钻。他侧身托腮，看着师傅手忙脚乱地往炉中丢药材，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师傅，这都第6炉了，要不咱歇会儿？闭嘴！炼丹讲究一气呵成，你懂个屁！厉长老抹了把额头的黑灰，咬牙切齿地掐诀控火。炉中冰髓灵火扑哧一声窜起，险些又燎了他的山羊须。秦无业缩了缩脖子，索性躺平望天。等他被一脚踹醒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厉长老正叉腰站在他面前，焦黑的老脸一脸愤慨：臭小子，还睡？丹成了。秦无业一咕噜爬起来，抹了把口水往厉长老袍子上蹭：师傅厉害啊，这壶香，可这丹香沁人心脾啊。说着伸手就要扒拉丹炉，被厉长老一巴掌拍开。急什么？炉盖掀开的瞬间，5枚坑坑洼洼的褐色丹药滚了出来，表面还沾着几根焦黑药渣。秦无业嘴角抽搐：师傅，这丹纹挺别致啊。你懂个屁！厉长老脸一红，梗着脖子道：这是老夫独创的淬骨丹，带豹纹的。丹药分3、6、9等，这丹虽脉相差，但药性抵得上寻常3品，服下可强筋健骨，配合修炼事半功倍。你小子别不知足了。说着，他拿出个玉瓶，将丹药收好，又甩出一本皱巴巴的册子砸在秦无业头上：这是基础丹术全解，丹炉也给你留一个。炼丹是你师傅的强项，所以你也得练，别到时候练不好丹乳，没了我的名声。秦无业，厉老头这手抖成筛子的炼丹术，能炼出2品下等丹，恐怕已是祖坟冒青烟了吧。再看那几颗豹纹淬骨丹，活像缠了蜘蛛网的驴粪蛋，吃下去怕是要窜稀3天半月服一粒。厉长老突然正色：2月后若到不了灵图8重境。他顿了顿，甩袖背过身去：生死战你自己看着办吧。师傅放心，那秦振坤我定是手到擒来。秦无业笑嘻嘻揣起丹药，眼珠子一转：师傅，这炼丹需要灵火啊，要不您把冰髓灵火传给我呗。厉长老脚下一滑，险些栽倒，扭头装聋作哑：啊，风太大，听不清。见秦无业还要纠缠，他连忙转移话头：下个月老夫要出远门就不来了，2个月后直接在允星城碰头，你好自为之。说罢唤出飞剑就要溜。师傅且慢！秦无业连忙拽住他的袖子：生死战前有个事儿，还需您老搭把手。厉长老瞪大了双眼：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杀了秦云吧？想都别想，今日为你猎杀妖兽已经破了例，师傅您错怪弟子了。秦无业忽然凑到厉长老耳边：其实弟子有一计。他压低声音嘀咕片刻，厉长老的表情从警惕转为错愕，最后拍腿大笑：哈哈，妙啊，还是你小子阴招多。秦云那老匹夫怕是要气得七窍生烟了。
一想到秦云生气的样子，厉长老就开心，但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又板起脸来。好了，我该走了，到时候通过玉简给我传音。说罢立即御剑腾空，逃也似的化作流光。秦无业大喊：师傅，丹炉怎么少了盖啊？天际传来气急败坏的骂声。滚！待厉长老走远，秦无业转身就从乾坤袋倒出那10几头妖兽尸体。6阶赤灵鳄的硬甲泛着血光，铁背苍熊的脊骨如钢鞭，最惹眼的是那头七窍流毒的双头蜈蚣，百足还在微微抽搐。这些妖兽全身都是宝啊，不给镇天关吞噬怪可惜的。所以秦无业都跟在厉长老身后打包带回来了。他掌心按在胸口，黑雾如饕餮巨口席卷而出，顷刻间将妖兽吞没。关内混沌翻涌，那10丈空间暴涨至30丈。破木屋咯吱一声蜕变成青竹小筑，床榻铺着被子，连墙角都多了个檀木衣柜。门前枯树更是抽出嫩芽，灵气凝成雨雾，淅淅沥沥落下，焕然一新。秦无业闭目感受着关内空间的变化，不多时，他全身突然一阵紧绷。关内炼化妖兽尸体提炼出的血脉之力纷纷回赠至他体内。6阶赤灵鳄的血眼甲胄脉让他感受到皮肉之下似有岩浆流淌，肌肤表面隐隐泛出赤红光泽，防御力倍增。铁背苍熊的苍熊巨力脉则让他筋骨齐鸣，体内似有万马奔腾，双臂一震，竟有搬山卸岭的错觉，凭空生出千斤巨力。幽影狼群风影血脉让他的身法变得更为诡谲莫测，速度暴增。那头7阶双头蜈蚣的毙命毒脉则是让秦无业的血液染上了一抹忧虑，赋予了他对大部分毒素的惊人抗性。10几头妖兽的血脉精华如百川汇海，统统融入秦无业的身体，每一份血脉都带来了独特的变化。他的力量、速度、防御、恢复力乃至对天地灵气的感知都在快速提升。秦无业浑身气血翻涌，骨骼间发出轻微的轰鸣，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这种变强的感觉真是让他欲罢不能。他心念一动，立即进入关内空间，趁热打铁，该嗑药了。秦无业立即拿出1颗不2粒淬骨丹吞入腹中，药力在经脉横冲直撞，疼得他龇牙咧嘴。挺住，给我挺住！50天转瞬即逝。这日洞府轰然炸开，秦无业从洞口飞速冲出，周身灵气如浪潮翻涌。灵图8重境，兽神宗第1式雷影穿云，小成；藏仙诀起手式吞天影，小成；焚天蓝焰星火式焚天战，入门。修为虽不及巅峰时的灵式6重境，但凭这3大仙术，他指尖跃起一缕幽蓝火苗，火舌温顺地缠绕手臂，杀禽震坤，足矣。他望向陨星城方向，嘴角勾起冷笑：该收债了，诸位。山峰卷起黑红衣袍下摆，少年踏着泥土，大步流星，背后夕阳如血，恰似那日大婚红绸。陨星城，月黑风高。秦无业一身灰布斗篷遮面，轻车熟路拐入城南黑市。巷尾一家挂着只有格字破旗的铺子前，他屈指扣响门环3长2短，门缝中探出一双浑浊老眼。嚯，中品灵器清风剑。秦无业嗓音沙哑，将剑鞘拍在岸上。掌柜老眼闪过金光，门缝一开，让秦无业进门。老者眯眼抽剑，仔细观摩，神色如常。剑声嗡鸣如龙吟，刃口寒芒似雪。好剑，18000枚下品灵石。他伸出枯指比划，又补一句：不议价。秦无业冷笑：中品灵器市价1万枚起步，我这中品灵剑的品相起码值3万枚，你这老狐狸别太黑啊！掌柜嘿嘿一笑：客官这件来路不正吧？黑市规矩，3成抽水，爱卖不卖，2万枚。秦无业竖起2根手指：若是同意，我便在你这境点货。老者眼睛一亮：有赚头啊！那成，客官想要什么？百兽怒星散10瓶，还有中品灵器级别的是灵阵。掌柜神色一肃，正是蒙面的秦无业。百兽怒星散，这可是禁药，能刺激妖兽陷入狂暴，可不便宜啊！1瓶1800，10瓶18000，剩下2000，可买不起是灵阵呢。秦无业内心暗呼一声：这么贵？但既然都到了这，总不能退缩吧？他面上不动声色，又问：是灵阵多少钱？中品是灵阵26000枚下品灵石。离谱！秦无业嘴角抽搐。好家伙，以前他都没关注过，原来这些灵器都贵得这么吓人。虽说一件质量上乘的中品灵器能值3万枚下品灵石，但是灵阵只是困敌阵法，不像攻击灵器那般抢手，又是一次性的东西，所以价格一向偏低。这老狐狸分明是想宰客啊！客官买是不买？掌柜哭指敲着桌案：不买的话，慢走不送。秦无业沉吟片刻，伸手摸向腰间乾坤袋，18000枚下品灵石，
外加这件中品防御灵气银残甲，换你10瓶百兽怒星散，1套中品噬灵阵，成交。老者顿时喜笑颜开，客官爽快，我再送您1瓶醉梦香，撒药前记得喷上，免得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秦无业抓起老者给的灵石袋和乾坤袋，转身离去，暗骂一句奸商。3日后，林家红枫岭灵矿外围，秦无业伏在树冠间，望着矿洞口进出的林家子弟，嘴角勾起冷笑。林家这处灵矿位于允星城东南500里，虽产量一般，却是林家距离城邦最近的一处灵矿，运输最为便利。而且矿脉深处盘踞着一群铁甲犀牛，平日靠林家特制的镇兽香驱赶。此刻矿洞口四周正飘着缕缕青烟，铁甲犀牛嗅觉灵敏，最恨特殊气味。秦无业掏出刚买的玉瓶，瓶中赤红药粉泛着诡异荧光。这百兽怒星散足足花了他18000枚灵石，要是没有效果，他定要回头宰了那老头。等到阴云遮月时，秦无业摸到矿洞侧翼，他屏息掐诀，兽神宗身法如青烟掠过手位，指尖一弹，药粉掉包，四周的镇兽香统统被他替换成了百兽怒星散，药粉随风飘入通风口。不过半盏茶功夫，矿洞深处陡然传来震天怒吼，吼！一头2阶铁背山猪率先暴起，獠牙赤红如烙铁，发疯般撞向矿洞。紧接着10几头风影狼双目充血，嘶吼着扑向守卫。最后那数十头铁甲犀牛闻风而来，如疯魔般横冲直撞。妖兽暴动了，快发警报！林家守卫仓皇结阵，却被一头3阶猎的熊一掌拍碎灵盾。大多数守卫尚未反应过来，便被妖兽群踏成肉泥。矿洞支柱接连断裂，轰隆巨响中，整座灵矿轰然坍塌。快去禀告家主！侥幸逃出的林家修士浑身是血，却见废墟中闪过一道黑影，烟尘中一枚刻着秦家族徽的断剑当啷落在碎石堆上。次日，允星城茶楼，说书先生醒目一拍，唾沫横飞。要说这林家灵矿坍塌，那可叫一个蹊跷啊！诸位可知废墟中发现了什么？他故作神秘的压低声音：“秦家的佩剑断刃。”满堂哗然。2楼雅间，一个戴着斗篷的男子悄然离席。不过半日，秦家暗算林家，抢占灵矿资源的消息便如野火燎原，连街头卖炊饼的老汉都能说上2句。秦家这些年压着林家一头，林天那老匹夫能干，看着要我说，就该让他们狗咬狗。秦家这是要和林家撕破脸啊！毕竟5日后就是天骄泽会，3大宗门要来挑弟子呢，谁都不想谁家好过。嘿嘿，我听说秦家大少和那苏家小姐，啧，那苏清雪原先是被许配给秦无业的，可谁曾料到对方竟被抽卖废丹，这里头可有不少事儿呢。哎，到底什么事啊？你快说说。街角，一男子听着周遭议论，笑意渐深。他特意雇的碎嘴帮果然效率惊人，连秦振坤强夺圣脉的事都被翻出来嚼了800遍。苏清雪更是成为了背信忘义的肮脏女子，若是走在街上都要被扔烂菜叶那种。好戏要开场了。秦府正堂，林家家主林天一脚踹翻茶案，指着秦云鼻子大骂：“秦云，你们秦家连遮掩都懒得做了是吗？真当我林家无人？”他将那柄断剑扔在秦云面前。秦云盯着染血的断刃，面色铁青。这是他们秦家专属佩剑没错。林兄，此事定有蹊跷，我秦云若要动手，何必留个破绽给你查？放屁！林天身后，妻子林傲的暴毙嗤笑，谁不知你们秦家专干阴沟勾当，连自家天才都下得去手，何况我们林家？秦振坤闻言暴怒：“林傲弟，你再敢污蔑我秦家，我跟你没完！这段认定是秦无业那杂种栽赃陷害我们秦家。”闭嘴！林天怒喝一声，一掌拍碎檀木椅，怒视秦振坤：“长辈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小崽子插嘴？秦云，今日你若不给个交代，天骄则会上休怪我林家翻脸。”秦云也是个暴脾气，闻言怒极反笑：“林天，我敬你是给面子，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就凭这一柄不知来历的断刃，就认定是我秦家袭击了你的灵矿？你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林天面沉如水，双目如刀：“小题大做？我林家死了10几人，灵矿坍塌，损失惨重，你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想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那你想怎么样？开打吗？”秦云一拍桌案：“别以为我秦家怕你林家。”两大家主四目相接，空气中仿佛有火星迸溅，浓重的火药味弥漫正堂。苏家家主苏阔恰时赶到，立马挺身上前打圆场：“秦兄、林兄，你俩息怒啊！此事尚有蹊跷，莫要被小人利用，伤了和气。5日后天骄则会3大宗门就要来了，大家都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节外生枝吧？蹊跷你老了！”林天找了个台阶下，把矛头冲向苏阔：“苏老狗，你女儿攀了高枝，倒学会给人当狗了。5日后你女婿与秦无业的生死战，老子倒要看看
你们两家有多大能耐？说罢拂袖而去，门框被他撞得咔嚓作响，一场闹剧不欢而散。唯留秦云盯着那柄断剑，眼底杀意翻涌茶，掘地3尺也要把秦无业揪出来。允新城中央广场，9丈玄铁擂台巍然矗立，四周符文流转，青光隐现，乃是城主府特请阵法大师布下的悬纲护阵，专防比斗时灵力外泄，伤及无辜。此时擂台外广场尚早已人声鼎沸，大印皇朝3大超级宗门1年1度联手举办的天骄则会将在此召开。允新郡10个城池的精英子弟均集聚于此，为的就是能有机会成为3大宗门的弟子。天剑宗、青云宗、元始宗的长老代表们在城主大人以及各方人物的簇拥下走上高台。允新郡5大家秦家、林家、叶家、赵家、苏家以及本土3大宗门飞云宗、允新宗、震天宗都在其列。飞云宗席位上，厉长老翘着2郎腿嗑瓜子，身旁一名穿着青白长裙的女长老面若冰霜，冷冷道：厉长老，宗主虽说只要秦无业胜了秦振坤，便同意他加入飞云宗，但依我看，你那宝贝徒弟怕是不敢来了吧？厉长老嘿嘿一笑：柳师妹，不如赌一壶醉仙酿，我赌那小子能掀了秦家老底。刘长老转头看向对方，眼中似有疑惑，一个失去圣脉的天骄已经没有了价值，你为何甘愿冒着得罪秦家的风险也要护下他？厉长老手中的瓜子停在嘴边，眼睛眨了眨，神色略显认真，随即又摇了摇头。男人的第6感，你知道吗？柳师妹，那是一种感觉。刘长老白了他一眼，不再理会。台下5大家族势力泾渭分明，秦家、苏家众人簇拥着秦云、苏阔，他们2人面前的秦振坤一身金纹黑袍，腰间悬着赤玉葫芦，苏清雪则紧贴其身，眉梢含媚，却掩不住眼底的焦躁。林家席间，林傲的四下张望，接着对父亲林天说道：爹，你说那秦无业该不会怂了，不敢来吧？我还等着看秦家的笑话呢。林天冷哼一声：不来，由不得他，敢因我林家，我让他生不如死。其实林天心里门清，妖兽潮袭击林矿一事，他也不认为是秦云所做，对方就算要针对他林家，也没必要那么明显。是有人故意挑拨林家与秦家的矛盾，这人也只有秦无业。但林天将计就计，这根导火索他早就想点燃了。咚，铜钟长鸣，声震百里。城主大人踏上高台，正要宣布天骄则会开始，忽见一道黑影自人群后方高高跃起，那人脚尖在旗杆上轻点，衣袂翻飞间稳稳落在擂台中央，手中啪的给自己贴了张扩音符。秦振坤少年抬手取下斗篷，黑发随风狂舞，声如雷霆，给小爷滚上来受死。全场哗然。厉长老被呛了一口酒，这小子的出场方式未免太过高调了吧。苏清雪凤目圆睁，秦振坤豁然起身，这杂种居然真敢来。台下炸开了锅，真是秦无业。早就听闻秦无业大闹秦家大少婚礼，定下生死战，这小子真敢现身啊。啧，听说他圣脉被挖，丹田被废了还能修炼，难不成修了什么邪术？灵图8重，这种修为也配叫天才？有人嘲讽，我家的看门狗都比他强。你懂个屁，人家被抽了圣脉还能重修，你行你试试啊。灵图8重，秦振坤可是9重，身上灵气众多，他莫不是来送人头的。高台上，天剑宗阮长老眯眼扫向秦无业，冷哼道：根基虚浮，不过尔。青云宗的白长老却蹙眉低语，此子体内灵气精纯，却又暗藏一股凶煞之气。古怪。元始宗吴长老不语。秦家席间，秦云厉喝：孽障，今日便让你魂飞魄散。苏清雪尖声道：无业哥哥，你何必自取其辱呢？只要你自废修为，还能苟活一命。秦无业掏了掏耳朵，咧嘴一笑：苏清雪，你这生哥哥叫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啊，留着哄你那草包夫君吧。林傲的趁机站出来，朝着秦振坤阴阳怪气：秦振坤，你他娘道士上啊，当初答应的痛快，如今莫不是腿软了？要不我借你几颗壮胆丹啊？满场哄笑。秦振坤脸色铁青，额角青筋暴起，甩开苏清雪的手。苏清雪连忙扯住他衣袖：坤哥小心，这废物明知修为不如你却还敢应战，必有诡计。他能有什么手段？秦振坤再次甩开他的手，狞笑着拔出腰间血纹刀，爹给的玄灵内甲能挡灵师尽全力一击，须弥界里还有数十枚丹药，今天我要把它剁成肉泥喂狗。说着便纵身跃上擂台，腰间赤玉葫芦嗡鸣作响。秦无业，你3番5次毁我秦家声誉，今日我便清理门户，灭了你这畜生。秦无业暴毙而立，目光扫过葫芦，嗤笑道：哟，
带着你爹的中品灵气赤玉葫芦，难怪底气足得很。他忽然转身冲高台上的诸位大佬说道：“各位前辈，小子秦无业今日与秦振坤有生死之战，借此宝地耽误一刻，还望见谅。”高台上的城主刚想发话，却被元始宗吴长老给拦了下来。罢了，老朽闭关太久，方才得知天雷圣脉之主境是此子，今日这事儿倒也新鲜，看看无妨。你们两位没有意见吧？元始宗长老微笑着看向天剑宗、青云宗2位长老，他们默然点头。见此，城主当然不敢不从，遂而对擂台上的2人说道：“好，本主就给你们1刻钟，时辰一到，不管谁胜谁负，必须停止，以免耽误3位长老的工作。”谢过大人。秦振坤抱拳施礼，随即刀指秦无业，周身灵气轰然爆发。秦无业，今日就让你知道，野狗永远是……废话太多。秦无业抢先进攻，打算一击致命。兽神宗第一式雷影穿云，唰，身影如电分化3道残影。秦振坤连刀都未来得及抬起，忽觉后颈一凉，秦无业竟鬼魅般贴至身后，只见幽蓝火苗扑地冒起，火来！星火势焚天战，指尖迸发豆粒大小的幽蓝火苗，直刺入秦振坤的后颈。瞬息间，残影消失，秦无业真身出现在5丈之外。他双手猛地一拍，双瞳冒火，给我爆！高手对决，往往就是一招定生死。秦振坤顿感体内一片灼烧，双瞳爆惊，刚要开口求救，砰！一声巨响，身体瞬间爆炸，炸出一片血雾，幽蓝火焰冲天而起，霎时间全场死寂。谁也没想到，这场生死之战竟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的结束。下一秒，满场震惊的喊叫声四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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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秦振坤人呢？炸没了！”不止秦云、苏阔、林天、厉长老等人惊得跳起，就连3大超级宗门的长老皆是霍地起身。这是什么术法？这小子何方妖孽？有点意思。秦云怔愣一瞬，反应过来，暴怒跳上擂台。坤儿，坤儿！他茫然四顾，秦振坤却死得不能再死，连一片血肉都没留下，甚至就连身上的灵气都化为飞灰。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苏清雪同样跳上擂台，指着秦无业，尖声喊着：“你这妖人，对坤哥下了什么毒手？”接着扯着秦云的袖子哭喊：“爹，快杀了他，帮振坤报仇！此子不除，必成大患！”秦云两眼血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周身灵力猛然爆发，震得苏清雪倒飞滚落在地。孽畜，不管你用了什么邪术害了我，今日你必死无疑！悲痛与暴怒之下，秦云整个人近乎陷入癫狂。灵宗境的强大实力展露无遗，周身灵力犹如飓风席卷，震得9丈高的玄铁擂台阵阵摇晃，似要崩塌。高台上的城主脸色惊变，急忙扭头冲侍卫们喊道：“快，开启护台结界！”按理说，这种灵徒之间的比试不过小打小闹，根本用不着开启擂台结界，以免浪费灵石。可眼下情况出乎所有人所料啊！秦云丧子悲痛，已然发狂。若是乱来，恐怕擂台4周的观众都要遭殃了。可过了一会，手下却急匆匆来报，脸色惨白地喊道：“大人，阵眼坏了！”什么？坏了！城主大惊失色。此时，厉长老目光惊疑不定，藏在宽袍大袖中的手一把汗：“小子，我帮你破了这擂台阵眼，布下是灵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打了小的来大的，让你在关键时刻顺利逃脱。可为何你到现在还不起阵逃啊？他还在等什么？不对，他不会是想跟秦云硬拼吧？灵徒 vs 灵宗，要真是这样，那这小子也太蠢了。”正当厉长老心急如焚，欲要冲上擂台时，被刘长老一把拦住。他冷眸凝视，厉长老，此子太过危险，恐怕牵连颇多，入宗一事还有待商榷。厉长老，商什么榷？他是我徒儿，我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吗？刘长老摇头不语，却是一动不动。宗主让他来，说白了就是为了看住厉长老的。家主，住手！同一时刻，秦家3长老与高台上的元始宗5长老同时开口。3长老冲入擂台，险而又险地把即将爆发的秦云给制止。他声色俱颤的附耳低言：“家主，务必冷静，不能暴露。若是被他们发现您修炼了血煞宗功法，定会坏了大事。”他们自然是高台上那3位长老。秦云动作一僵，脸上闪过不甘与忌惮。好一个秦无业，选择大会之日动手，是想将我们秦家推向风头浪尖吗？当真是好计谋啊！接着，秦云硬生生地收敛了气势，
吴长老在高台上往前迈了一步，扫了秦无业一眼，视线落在秦云身上。生死之战，死伤难免，你儿子技不如人，自当认命。秦云闻言，脸色阵青阵白，死死攥着拳。但吴长老既已发话，他若是还强行出手击杀秦无业，那无疑是挑战对方的权威，后果不堪设想。秦无业，无儿之仇，他日我秦云定会取你性命。撂下这句狠话，秦云转身便走，三长老连忙跟上。哈哈哈哈！秦无业忽然大笑：“秦云，当年若不是我爹在秘境救了你一命，你还能活到今天？现在又来装什么蒜？你儿子的命，就当是先给我爹娘上的第一炷香。日后，你们秦家所有害死我爹娘的混蛋，都要陪葬。”秦云脸黑如炭，阴沉的可怕，但他却不再回头，跳下擂台，径直离开大会现场。吴长老见状，便对还处于懵逼状态的城主说道：“大会可以开始了。”城主一脸猛的应声：“是。”接着转身看向擂台上的秦无业，还有擂台边缘的苏清雪，说道：“大会即将开始，你们两人可以退下了。”突然，秦无业抬头冲着城主灿然一笑，他生得极好，剑眉星目，笑起来风神俊朗，阳光下的他更显得俊逸非凡，让人忍不住心生好感。城主大人，时辰还未到一刻呢，这么急吗？我还没完呢。话音刚落，少年忽然神色一冷，猛地看向前方的苏清雪，啪的双手一拍，掐诀，从乾坤袋中换出一个阵盘，猛地一推，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一刻，他口中大喝：“噬灵阵，开！”顿时，阵盘上刻画的繁复符文瞬间浮现，窜入擂台之下，与布下的阵眼连接，以擂台为囚笼，死死将其中的一切封锁。此刻，除了施术者秦无业之外，台上空间的灵气以及苏清雪身上的灵气都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般，疯狂地朝阵盘涌去。苏清雪震惊失色，脸色惨白，只觉丹田内的灵力正在以疯狂的速度流逝。啊，我的灵力，这是什么情况？爹，快救我！他不过灵土5重，灵力本就微薄，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吞噬？苏阔正跟着秦云离去，听见苏清雪的喊救，猛地转身，顿时脸色骤变。秦无业，你给我住手！苏阔爆发，冲向擂台，但秦无业岂会错失这次机会？他低喝一声：“藏仙诀吞天引！”顿时双掌化虚窝，阵盘吸收的灵气如百川归海，疯狂地涌入其体内。少年墨发飞扬，双瞳黑中带红，邪魅倦狂，俨然一个魔人一般。噬灵阵增强了吞天引的效果，灵气吞噬的速度再次翻倍。秦无业单手一招，将擂台边缘的苏清雪整个人吸了过来，掐住了他的脖子。然后他看向还未远去的秦云等人，大声喊道：“当年你们用噬灵阵害了我爹娘，今日这是灵阵，便是我还给你们的。”苏清雪痛苦万分，她脸上皱纹横生，眼皮耷拉，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哪里还有半点美人的模样？她干皱的嘴唇上下开合，发出求饶：“无业哥哥，求你放过我！”秦无业不为所动，反而加重力道，眼中只有彻骨的恨意。苏清雪见状，心知无望，脸色瞬间变得狠毒：“秦无业，你个疯子，恶魔，你不得好死！我爹不会放过你的，秦家不会放过你的。哼，我说过了，要让你陪葬。”秦无业冷笑，单手一掐：“去死吧！”咔嚓一声，直接拧断了苏清雪的脖子。秦云、苏阔等人大惊失色，擂台周遭的观众也惊得瞪大了眼睛，一片哗然。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场比试俨然变成了秦无业的复仇。而且在元始宗吴长老开口之后，在城主大人眼前，秦无业还敢动手杀人，这是不要命了！邪修，果然秦无业他修炼了邪术。秦无业太狠了，辣手摧花，可惜了。你懂什么？我听说就是苏清雪陷害秦无业非礼，这才导致他被废的。这号称大英皇朝的新晋第一天才，果然有点气魄，我喜欢。不只是观众，那些宗门长老同样满脸震惊，心中掀起千重浪。怪不得这护台结界阵眼坏了，原来是秦无业布下了噬灵阵。不要布置这样的高级阵法，修为至少也得是灵师境。秦无业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能耐？难道他有帮手？刘长老美眸难掩惊讶之色，看向厉长老：“这是噬灵阵。”厉长老，我问你，你知不知晓秦无业的计划？噬灵阵。厉长老咽了口唾沫，赶紧捂住他的小嘴，将他拉走。擂台上的血雾还未散尽，秦无业已甩开苏清雪的尸身，不顾苏阔攻击阵法，一撩衣摆跃下高台，他脚步尚未站稳，天剑宗阮长老豁然起身，剑眉倒竖，厉喝声如惊雷炸响：“孽障！”
众目睽睽之下，戕害无辜，当诛。他袖袍一甩，指尖剑气幻化而出，气势凌人。城主正愁没处撒火，闻言立即振袖高呼：“正是！先前此子因强暴之罪被废修为，如今又当众行凶，简直目无王法。来人啊，把此子拿下！”说罢，挥手就是召唤城卫军，对黑甲卫兵轰然列阵，刀锋寒光如雪。却见元始宗长老慢悠悠抬手一压，整座高台竟如陷泥沼，众人灵力皆是一滞。诸位何必急躁？元始宗长老抚须轻笑，慢悠悠拨开茶盏浮沫，眼皮都懒得抬。郑城主，这是人家的家族恩怨，咱们看个热闹便罢，莫耽误正事。他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水沾在胡须上晃，悠悠滴落，活像个市井看戏的老头。天剑宗阮长老脸色铁青，冷哼一声：“吴长老，方才秦云要动手时，您老可不是这副说辞。莫不是看这小子会两手歪门邪道，想收做弟子？老夫不过是嫌聒噪。”吴长老将茶盏往岸上一磕，阮长老若想主持公道，不如先把100年前围剿血煞宗私吞的血煞剑法拿出来。你！阮长老吹毛瞪眼。青云宗的白长老见状，立即温声打了圆场：“二位消消气，小辈们还看着呢。”他广袖轻挥，化解了这一方空间的凝滞气氛，接着说道：“郑城主，时辰不早了，且慢。”吴长老突然朝郑城主说道：“把那小子带过来，让老夫瞧瞧。”郑城主抹了把冷汗，赶忙转头冲被城卫军包围的秦无业吼道：“秦无业，元始宗吴长老要见你，还不快滚过来！”好脸！秦无业眼睛一亮，抬脚就要踏上高台，却被不远处的苏阔暴喝嘶吼：“庶子，休想逃！”可他也被城卫军拦着，根本不敢动手。秦无业咧嘴一笑，经过他身侧时，还贴心地将苏清雪的玉簪扔在他脚下：“苏伯父，节哀顺变啊！”你！苏阔浑身发抖，玉簪摔在地上，咔嚓断成2截。厉长老此时正拽着柳长老找理由百般解释，见到秦无业被叫上高台，立马跟了上去。刘长老见状，也只好跟随其上。我徒儿，亲传的。高台上，厉长老拽着秦无业挤过来，对着吴长老等人说明身份，有没有伤着？为师帮你把脉。天剑宗阮长老冷哼一声：“狂妄自大，所学术法诡谲阴毒，飞云宗尽收这等邪修，是何用意？”刘长老见到这3位大佬明显就客气多了，连忙拱手作揖，然后紧接解释：“3位前辈，秦无业尚未正式派入山门，并不算是我飞云宗弟子。”这一番话直接将飞云宗与秦无业的关系撇清。吴长老饶有兴致地打量这对活宝师徒，突然笑道：“厉老鬼，30年不见，收徒眼光倒是毒辣啊！”厉长老山羊须一抖，梗着脖子道：“那是自然。”接着却是低声对秦无业嘀咕：“这老狐狸是元始宗执法堂首座，年轻时坑死过3个魔道巨擘，等会问你话，你给我把嘴闭严实了。”吴长老抚须大笑，目光扫向秦无业时，陡然露出一丝锐利：“小子，方才那招星火问术从何处学的？”“星火问术？什么东西？”但年轻就是好，反应快。秦无业面不改色，顺坡下驴。前几年家父家母临终所授，晚被愚钝，近日才参透皮毛。他垂眸做黯然状。厉长老猛地扭头瞪向徒弟：“你不是说体内没火种吗？这小子到底哪句是真话？”“放屁！”阮长老插话怒骂：“星火问术乃枫丹国丹凤宗不传之秘，你爹娘怎么可能会此术？世间术法繁杂，与星火问术相似也不无可能。”吴长老明显与阮长老不对付，互相打断话语：“你这一招倒是让老夫想起了枫丹国的一位故友，想想还是许久未见了呢。”青云宗的白长老适时说道：“吴前辈是说那位唯一掌握碧海玄火，凭星火问术练出9转魂帝丹的丹道圣者吗？”吴长老点头：“正是。”听到此处，阮长老也不由正色。吴长老见状，笑眯眯地说道：“某些人当年求药时，跪得比现在站着还直些，这类似于星火问术的术法，还是邪修吗？”阮长老面色尴尬，又还有些不服气，但却不再言语，独自坐下饮茶。白长老继续打圆场：“既是家传绝学，此事便接过吧。”他看向城主，指尖轻点擂台：“郑城主，开始了。”见事已了结，厉长老一把拽过秦无业，冲吴长老挤眉弄眼：“老怪物，改日再请你喝醉仙酿。”说罢便拖着徒弟就要开溜，却被柳长老揪住后领：“厉长老，选拔刚开始，宗主吩咐，你来选，你来选，你全权负责。”厉长老甩开对方，扛起秦无业跳上飞剑，气得刘长老只能跺脚。待飞剑窜出3里地，厉长老这才转头骂道：“小兔崽子，得亏我认识那吴老怪，否则今日你定是无法全身而退。”
秦无业摸出最后一颗豹纹脆骨丹，塞进他嘴里。师傅劳苦功高，辛苦了，补补身子。哦，天骄则会的喧嚣再起，台下修士蜂拥而上，侧脉室前挤作一团。7品血脉者寥寥无几，不过10指之数，早被3大超级宗门暗中瓜分。余下修士不到灵图5品境的，只能选择本地宗门，其他不上不下者按规矩抽签比试。一时间擂台上剑气纵横，符箓乱飞。林嘉玲傲地手持折扇，一招千面影击倒多名对手，赢得满堂喝彩。叶家仅有13岁的幼子叶青梅俨然已有了灵图期重境的修为，她身若游龙，袖中银针如雨，逼得对手连连求饶。但这些热闹终归与秦无业无关，此刻他正被厉长老如拎小鸡般御剑破空而去。而与此同时，秦家密室杀机喷涌，秦云脸如恶鬼狰狞，苏阔面如死灰。他们苏家一代单传，且只有苏清雪一女，势单力薄。本想靠着秦家能让苏家崛起，但未料却被小小的秦无业给彻底打碎。飞云宗，好一个飞云宗！秦云差点咬碎牙齿。苏兄，你苏家有多少子弟在飞云宗？苏阔面色阴沉。外门有7名苏家子弟，内门亦有3人。秦家呢？3长老递上一卷名册，嗓音沙哑。家主，我们本家在飞云宗的外门子弟共7人，内门有5人，还有冠清郡的分家秦烈、秦末2位核心弟子已经达到了灵师境。此外，宗内外门执事堂的刘长老早年受过我们恩惠。不够。秦云双目赤红，我儿的仇必须现世报。传讯给血煞宗，悬赏10万灵石，取秦无业项上人头，再让宗门内的子弟伺机下黑手，记住要伪装成意外。苏阔深深自责，要是自己多留一半会儿，清雪就不会死。可他还是担忧地问：秦兄，厉老鬼与飞云宗宗主关系极好，恐怕秦无业会受到更多关照，而且今日元始宗的吴长老频频为其出头，我怕甚。秦云冷笑一声，眸中杀意如刀，无论如何绝不能让这小子活下去。不管是厉老鬼还是飞云宗，就算那吴老怪若是再敢阻拦，我秦某拼死也要拉他们同归于尽。你苏家已经无后，你还瞻前顾后，能成什么大事？苏阔被秦云训得哑口无言。秦云不再理会他，转而扫视在场的诸位长老，一字一顿：传令下去，凡我秦苏2家子弟，谁若能杀掉秦无业，便是我们2家下一任家主。飞云宗，云山缥缈，厉长老的飞剑穿过云海，秦无业探头下望，险些被罡风掀翻。只见群峦叠嶂，如巨兽几倍起伏，云雾缭绕处忽现7座清风，刺破苍穹。峰顶积雪皑皑，半山腰却缀满绯色花海，恍若仙人泼墨挥毫。云瀑自山巅倾泻，化作7彩虹桥。仙鹤衔枝掠过碧潭，潭中莲台浮沉，隐约有弟子盘坐其上吐纳。山门处飞云宗3字铁画银钩，一笔一画皆似剑意凝成，刺得人眼眶发酸。好一幅山水画卷，好一个古风气派，这便是飞云宗，也不赖嘛。秦无业扒着剑柄探头，话音刚落，飞剑陡然下沉，穿过一道水幕般的护宗大阵。刹那间灵气如潮扑面，秦无业浑身毛孔舒展，连震天关内似乎都雀跃微颤。山门前千级玉阶蜿蜒而上，镜头大殿高悬飞云凌霄金匾，眼角铜铃随风轻响，声似清泉击石。厉长老、宗主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一兰山弟子躬身行礼，目光却偷偷打量秦无业，似在揣测这平平无奇的少年有何能耐让厉长老破例收徒。另外，宗主还说把您的弟子顺道带上。厉长老暗叹了一口气，拖沓着眼皮回道：知了知了。秦无业见其神色萎靡不振，便问：师父，您是不是很怕宗主啊？厉长老山羊须被风吹得打结，没好气的翻白眼：臭小子，待会儿见了宗主，嘴皮子给我加紧些。进入飞云殿后，方才还一脸无所谓的秦无业顿时双瞳震惊。殿内寒玉铺地，雕梁画栋，皆附双纹。高座上的女子一袭黑红开叉长裙曳地，雪白长腿露出，墨发如瀑未挽未细，眉眼似雪似霜孤绝，唇色却艳如丹砂。这姿色瞬间让秦无业想起了关内的3位仙女姐姐。这非云宗的宗主绝色。穆清寒指尖轻扣扶手，眸光扫来时，秦无业只觉5脏6腑都被冰刃刮了一遍。他连忙低下头，不敢直视。这就是你赌上长老令也要护的弟子？灵图8重，血脉残无，丹田。他顿了顿，眉头微皱，红唇勾起讥诮。厉长老的眼光真是越发独到了。厉长老立马解释：宗主，无业可是咱大印皇朝唯一觉醒过圣脉的气运之子啊。气运之子？女子冷笑，被抽了圣脉的天才还有什么可培养的价值？我见过太多的奇才，很多人的结局不是死就是泯然众人矣。厉长老讪笑着凑上前：宗主，
这小子命比蟑螂硬，悟性还极高，体内还有灵火，多好的苗子啊！您看他这眉毛，这眼睛，多俊啊，一看就是。闭嘴！穆清寒拂袖转身，嗖的一闪，身形已然出现在秦无业跟前。他的衣袂掠过秦无业鼻尖，带起一缕冷香。油嘴滑舌，你小子最好别学你这师傅的毛病。本座最厌弃的便是轻狂之辈。寒气刺骨，秦无业却面不改色，黑瞳灼亮如星。轻狂总比窝囊强，宗主若怕弟子带来麻烦，弟子走便是。哎，你小子！厉长老啧了一声，刚想骂，又听闻穆清寒说起。穆清寒，哼，想激我？你还太嫩了。本座不曾怕过谁，但飞云宗不养废物，即便你是厉长老说的关门弟子，也得按规矩从外门杂役做起。1个月后，外门大比，若你能夺魁，本座自会准你正式拜入飞云宗山门。秦无业微微一笑，宗主放心，我很快就会成为内门弟子，并且成为同辈最强。穆清寒眉稍微动，似笑非笑瞥了厉长老一眼。你这徒弟比当年的你还狂。厉长老嘿嘿嘿嘿的笑，秦无业却是疑惑的瞅了厉长老一眼。比当年的厉长老还狂？厉长老当年很狂吗？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狂人的模样？厉长老拽着秦无业退出大殿时，后背已湿透，低声骂道：“小兔崽子，幸亏宗主今日心情不错，不然非得扇你几个大嘴巴子，你也敢在他面前自夸自擂？你知不知道他那亲传弟子近似安南修为已经达到了灵氏5重，还什么同辈最强？喂，你上哪去啊？”秦无业抹撒着手里的令牌，头也不回：“回外门找我的住处睡觉。”飞云殿外忽然飘起了细雪，这不由令秦无业一愣。6月飘雪，修仙宗门果然不一样。他捏着入宗令牌往山下走，山间云雾裹着灵气往衣领里钻。他眯眼深吸一口，忽听前方传来一声清朗招呼：“无业师弟，这是要独自往哪去？”秦无业一看，正是先前在山门接引他和厉长老的那位蓝山弟子。这人眉目温润，长得一看就很好说话的样子，端着就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秦无业打量对方，笑得人畜无害：“师兄认得我？”“自然认得。”蓝山青年拱手，嘴角浮起一抹热络笑意：“无业师弟觉醒圣脉，年纪轻轻便真至灵氏6重境的事迹，可是传遍了大印各郡。”秦无业咧嘴一笑，心知肚明，这后半句没说完的话，恐怕自己被抽脉废丹的丑闻也早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我只是灵徒8众，让师兄见笑了。他自个道出了后半句话，面上却浑不在意，拱手道：“还未请教师兄尊姓大名？”内门天书峰坐下弟子陆明川，师承柳长老。陆明川广袖清白，露出腰间银丝腰牌，如今兼任内门执事堂巡查处副主事。原来是陆师兄。秦无业心想，这柳长老不会就是在大会上跟在师傅身旁的女子吧？嘴上却问：“敢问陆师兄，外门执事堂往哪走？”陆明川闻言一怔，眼尖的瞥见对方手中令牌：“师弟这是要去外门执事堂，怎不随厉长老回天泉峰？”秦无业短叹一声，愁眉苦脸：“师傅说我性子太野，非得从杂役做起，说是要磨砺心性。”说罢还冲陆明川挤了几眼。陆明川哑然失笑，这少年看样子明明是被发配到外门，偏说的像是得了什么机缘似的。但他对秦无业并不讨厌，反而对他身上的事很是好奇。既如此，师兄领你去执事堂如何？这外门9曲18弯的，当心迷路。秦无业：“多谢陆师兄，有劳了。”两人沿着山道往下走，路过外门演武场时，7、8个灰衣杂役正抡着扫帚洒扫落叶。见陆明川经过，众人慌忙垂手行礼，待看清他身侧跟着的秦无业，窃窃私语顿时如沸水般炸开。那不是允星城秦家的秦无业吗？秦无业今日在天骄泽会上把秦振坤炸成渣得很人。是啊，在场的师兄第一时间就把此事传音回来了。他来外门做什么？听说他还是厉长老收下的关门弟子呢。真是天才啊，走到哪都如此瞩目。就他算什么天才？血脉都被抽干净了，这辈子别想再有多大的突破。你酸个屁！没瞧见陆师兄亲自带路，换你连给人提鞋都不配。秦无业耳尖微动，忽然驻足冲那几人露齿一笑，吓得杂役们身体一抖，似乎很是敬畏，赶紧装作很忙的样子扫地。师弟好威风！陆明川有些揶揄道：“你这名号比我这师兄的威慑力还强。”哪里！秦无业胆了胆一摆，都是虚名，师兄别介意啊。外门执事堂建在山脚下一处凹谷里，门前石阶上坐着个胖成球的值守弟子，正捧着酱肘子大快朵颐。忽见响动，抬头一看，对方噌的便弹了起来，有手在裤腿上胡乱一抹。陆师兄，您怎么来了？待新弟子登记。陆明川侧身让出秦无业，
这是新入外门的秦无业师弟，厉长老特意交代要好生安置。厉长老特意交代几个字一出，胖弟子浑身肥肉都抖了3抖，手中酱肘子啪嗒掉在地上，也顾不得捡，连忙侧身迎着2人进屋。他手忙脚乱地翻出本名册，点头哈腰道：“无业师弟，我这就给您安排最好的洞府。”秦无业对陆明川的示好不明所以，但也不会刻意拒绝，甭管他有什么目的，先拿了好处再说。但他还是谦虚地说道：“师兄，您按规矩来就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等会，你刚才说自己叫什么？”胖师兄有些一愣，眯缝眼打量秦无业，突然一拍脑门：“哎呦，您就是觉醒圣脉的第一天才秦无业。久仰久仰久仰。”他想要跟秦无业握手，对方并没有伸手，这才注意到自己满手的肘子油，不好意思一笑。胖师兄嘿嘿笑着掩饰尴尬，然后摸出一块银白令牌塞过去。这是最新款的宗门令，里边有飞云宗的飞云诀前5层功法，供外门弟子修习，滴血即用。您手上的令牌太高级了，不适合外门用。洞府给您挑了南崖丙字12号洞府，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灵气足，上月刚用灵泉冲洗过，是咱们外门弟子中最好的待遇了。秦无业接过令牌，点头笑道：“那就多谢师兄了，还不知师兄尊姓大名？”“哦，我叫朱大福，无业师弟，您唤我一声朱师兄便是。”秦无业拱手：“谢过朱师兄。外门规矩简单。”朱大福掰着萝卜粗的手指头数落：“杂役弟子呢，需要完成杂役任务，才可在每月初领取80块下品灵石以及2粒淬骨丹，或者完成指派任务可换贡献点，贡献点可换取各种奖励，具体的信息都在令牌里了，您可以慢慢细看。”“淬骨丹，带豹纹的吗？”秦无业现在一听到淬骨丹就有点应激反应。朱大福和陆明川皆是一愣。秦无业见他俩对此毫无所知，便说：“无妨，朱师兄您继续。宗内禁止私斗杀人，北边善堂过了虚实没饭吃了。”朱大福忽然压低嗓音：“不过师弟是厉长老的人，杂役任务吗？挂个名就成。”陆明川作为执事堂弟子，象征性的轻咳一声，朱大福立刻噤声，讪笑着递上一本砖头厚的飞云宗戒律大全。这是宗门百戒，师弟闲时翻翻。哦，还有，外门每半个月有长老集中授课，杂役弟子亦可参加，专讲飞云诀功法以及炼体之术。话未说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嗤笑：“我当是谁这么大排场呢？原来是靠师傅走后门的废物。”秦无业3人转头望去，7、8名弟子堵在门口。为首那人身着玄色劲装，腰间佩剑镶着秦家族徽，赫然是秦家在飞云宗的外门弟子秦虎。秦师兄慎言！朱大福急得满头大汗，这位可是厉长老？厉长老又如何？秦虎一脚踹翻门边盆栽。飞云宗讲究实力为尊，某些人靠着裙带关系混进来，当我们外门是收破烂的。秦无业慢悠悠踱到秦虎跟前，忽然伸手替他掸了掸衣领。堂兄衣冠不整的，莫不是刚从狗洞爬出来？秦无业，你……秦虎勃然变色，掌心聚起灵力，却后退2步，不敢动手。他只有灵徒6重的实力，可家族传来的情报说，秦无业的修为已经恢复到灵徒8重境。此番前来，是他刚好路过，看到一群杂役聚集在此处，便打听怎么个事，这才知道秦无业前来外门执事堂报道了。他虽不敢动手，但背后有整个秦家苏家撑腰，给对方下马威还是敢的。哼，你也就现在嚣张了。秦虎放下手，冷笑道：“你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有厉长老给你撑腰，没了厉长老，你屁都不是。出了飞云宗，你必死无疑。”朱大福缩在案几后，直抹冷汗。早听说这位主是个煞星，没想到刚来外门就敢跟秦虎硬碰硬。秦虎在他们外门弟子中就是个小霸王，自己没少被对方欺负。他偷眼去瞧陆明川，却见这位内门师兄暴毙倚门，竟是一副看戏的模样。都聚在这做什么？一声暴喝突然炸响，门外转出个8脸壮汉，胸前绣着努力奋斗4个大字。秦虎见状大喜：“孙管事，这小子以权谋私！”“闭嘴！”孙管事铜铃眼一瞪：“外门禁止私斗，不知道吗？统统给我去后山挑10缸灵泉！”“不是，我也没斗啊！”秦虎还要争辩，却被孙管事拎鸡仔似的扔出门外。转身看向秦无业时，孙管事却忽然大脸一笑：“无业，厉长老特意嘱咐我照看你，往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满堂哗然，谁不知孙管事是出了名的铁面阎罗，如今竟对个新来的杂役和颜悦色。刚凑进来看热闹的杂役弟子震惊不已。秦无业若有所思，看来厉老头在外面也有暗桩啊，这就好办多了，他可没工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琐事上。待孙管事拎着秦虎等人走远，朱大福终于哆哆嗦嗦地走出来：“无业师弟，东西都全了，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的话，我送你去洞府吧。”这时，
一直未开口的陆明川说话了：“不必了，我送吴叶师弟一程吧。”两人踏出执事堂时，正午的太阳将云海照得透亮，山脚可没有飘雪。半个钟之后，两人才走到了外门杂役所居住的山头。秦无业望着蜿蜒山道，忽然轻笑：“陆师兄领了我一路，就不担心秦家人误会，得罪了他们吗？他现在已经与秦家、苏家是不死不休之局，敢在此刻接近他是好的，除了是厉长老特意吩咐的孙管事，也就这个陆明川了。可他一看便知陆明川不是厉长老安排的人，那他接近自己又是何目的？师弟多虑了。”陆明川笑道：“秦苏两家不过是俗世家族，我们修仙者讲究的是超凡脱俗，何必在意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看法？”他忽然顿下脚步，看向秦无业，温润的笑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好奇。不过我很好奇，他忽然压低声音：“觉醒圣脉究竟是种什么感觉？这种事，即便我阅遍藏经阁的典籍记载，也无法切身体会其中道蕴。能与我说道吗？”说到后来，他声音竟微微发颤，眼中闪烁着炽热。秦无业哑然，他还以为对方要动手呢，没想到竟是为了这事。要说感觉的话，他回想起那日脉轮开启时，浑身36000个毛孔仿佛都张开了，无穷无尽的灵气疯狂涌入奇经八脉，就像夏日午后大汗淋漓修炼一番后浸泡在一整条冰镇的溪水中那样舒爽。如果把没觉醒圣脉的修炼比作小木舟的话，那么圣脉的灵气吞吐量便是万吨巨轮，那种感觉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但这种事真只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秦无业摸了摸下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个人感觉十分强烈。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天命之子，毕竟上天安排的最大嘛。他拍了拍陆明川的肩膀，随即径直朝洞府走去。陆明川愣在原地，心中呢喃着秦无业的话语：天命之子，上天安排的最大吗？天命之子吗？他望着远处的云海，神色忽明忽暗。半晌，陆明川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便收敛心神，赶紧跟上前去。两人来到南崖丙字12号洞府。洞府依山而建，面朝飞云宗内门山头，背靠外门山头，左边是宗门灵田，右边则是灵兽园，灵气浓度也比山脚浓上3成不止。这个位置的确是外门弟子中最佳了。居住在这周边的无不是外门弟子中最有希望晋升为内门弟子的人，而他秦无业是开宗立派以来唯一一个以外门杂役弟子的身份入住。当然了，这身份多少有点不实，但无所谓，秦无业并不在乎他人的说辞。1个月后就是外门大比，他需要抓紧时间修炼，早日突破至灵土9重。只有修为上去了，才能彻底摆脱秦苏两家的威胁。到了洞府前，陆明川拱手道：“无业师弟，我就送你到这了。”秦无业点点头：“多谢陆师兄。”陆明川一笑，从袖中取出传音玉简：“我在外门也没几个朋友，师弟若不嫌弃，咱俩留个传音号，他日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好联系。”秦无业也不客气，取出自己的传音玉简，与对方的碰了一碰，算是留下了联系讯号。对于陆明川的示好，他并没有多想。虽然他对人情世故的弯弯绕绕不感兴趣，但他初来乍到，正是需要人脉的时候。陆明川愿意与他结交，他自然不会拒绝。况且陆明川还是内门弟子，执事堂巡查处副主事，显然有些地位，与他交好，百利而无一害。正当陆明川转身要走之际，山下突然传来一声怒喝：“秦无业，给我滚出来！”但见秦虎去而复返，身旁还跟着一名身高9尺的壮汉，尤为引人瞩目。他身穿黑铁战甲，肩扛鬼头刀，一脸凶神恶煞，不怒自威，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修士，活脱脱一个山匪头子的模样。秦雄，秦家大哥的儿子，秦无业这一辈中最年长的堂兄。秦雄打小就力大无穷，觉醒了3品蛮雄血脉，更是宛若铁塔，整天有使不完的牛劲。小时候的秦无业没少被对方拉来陪练，说是陪练，还不如说是挨揍。本来他才是秦家大少的，但其父死得早，家中大权便落入实力最强的三叔秦云之手。他的天赋又比不上秦振坤，所以就干脆离家拜入飞云宗修炼。可当他得知秦振坤、苏清雪竟被秦无业所杀，秦苏两家传来密令，谁要是杀了秦无业，谁就是下一任家主时，他那早已沉寂的心再次被点燃。而在秦雄身旁还跟着一名锦衣少年，腰间悬着一柄羊脂白玉为鞘的长剑，剑柄剑潭皆镶嵌宝石，卖相极佳。他长得还行，只是眼神阴鸷，令人望而生畏。秦无业认得此人，苏家的苏沫，苏清雪的堂兄，他们秦苏两家都带着人来了。秦雄盯着秦无业，咧嘴露出一口黄牙：“无业老弟，许久不见，你可真是长能耐了啊！”秦无业还没说话，一旁的陆明川却先皱起眉头：“秦雄，苏沫，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他显然没想到
秦苏两家对于秦无业的报复竟如此肆无忌惮，直接找上门来兴师问罪。这两人与他一样都是内门弟子，但他们之间并不熟。秦雄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呵呵笑道：“当然是来看望我老弟了。我倒想问问你陆明川，你像只跟屁虫一样围着我堂弟转，想干什么？我可警告你，别站错队了。”这时，一旁的苏沫也发话了：“秦无业，你胆敢在天骄泽会中对我堂妹苏清雪出手，当真没人治得了你吗？”言语间，苏沫身上流露出一缕灵力波动。灵氏二重境，秦雄也是吼了一声，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同样的修为，陆明川有些讶异，心中暗道：秦雄、苏沫这两人什么时候晋升到灵氏二重境的？要知道，上个月他们才灵氏一重，不可能那么快追上自己才对。莫非他们得到了什么机缘？秦雄瞥了陆明川一眼，笑容不善：“陆明川，这里没你的事，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瞧瞧，秦无业活动了下手腕，焚天蓝焰随时可以爆发，才半日功夫，耗子就成群结队来送死了。秦雄扛着鬼头刀往前一踏，石板咔嚓裂开一道缝，他冲着秦无业喷唾沫星子：“老弟，还记得年少时咱们玩的老虎棒子鸡吗？你是棒子，郑坤是鸡，我永远是老虎。但最后你们俩都被我干趴下了，知道为什么吗？”啰嗦了。秦无业掏了掏耳朵，狗吠声还是这么吵。你！秦雄额头青筋暴起，刚要抡刀，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秦无业，你还我清雪！”众人回头，只见一名青衣弟子踉跄冲来，双眼赤红如血，手中长剑嗡的出鞘3寸。见人映出他扭曲的面容，正是爱慕苏清雪多年的内门弟子陈子安。秦无业，你这畜生！清雪师妹待你如亲人，你竟忍心害她！陈子安嗓音嘶哑，泪水混着鼻涕糊了满脸，剑锋直指秦无业：“今日我定要剜你心肺祭他！”陈子安彻底癫狂，剑光如瀑倾泻，灵氏二重的威压轰然爆发。陆明川眉头一皱，广袖翻飞间，一道银纹锁链自袖中激射而出，当的缠住陈子安的剑刃。放肆！宗门铁律严禁私斗，你当我这只法堂副主事是摆设不成？他指尖一挑，锁链骤然收紧，陈子安踉跄后退，长剑脱手定入岩壁，剑柄犹自嗡鸣。陈子安这才看清出手之人是陆明川，当下也是有点错愣。陆师兄！陈子安扑通跪地，涕泪横流：“这魔头杀我挚爱，我一定要为清雪报仇雪恨。”陆明川负手而立，眸光冷冽，神色已不复往日温润。这里是飞云宗，是修仙圣地，你们的世俗恩怨就应在世俗里了结。若人人都像你这般拔剑泄愤，飞云宗早成屠宰场了。他看向秦雄、苏沫二人，唇角勾起讥讽：“倒是秦苏两家好大的威风，仗势凌人，目无宗法，真当我执法堂是吃素的吗？”秦雄鬼头刀重重遁地，狞笑道：“陆明川，莫要以为老子怕了你，你护得了他一时，护得了一世吗？”苏沫却忽然按住他肩膀，阴鸷目光扫过陆明川，然后低声道：“执法堂那些老怪物最护短，闹大了咱们讨不了好。”他又掠过秦无业，冷笑一声：“来日方长，咱们有的是机会让他意外暴毙。”怂货！秦雄啐了一口，却终是收刀，冲秦无业怪笑：“老弟，洗干净脖子等着，再陪哥哥我玩一局老虎棒子鸡。”陈子安见状，突然猛地站起，嘶声吼道：“秦无业，你不是狂吗？敢不敢上比武台与我一战？”四周洞府吱呀声连响，10来个脑袋从门缝窗棂间探出，一脸懵逼。一群外门弟子也赶上山来，捧着西瓜惊呼：“嚯，内门的师兄来了，要干架了吗？开盘开盘，我独子安师兄赢！”哼，子安师兄可是灵氏二重，秦无业就算再狠，实力差距太大，他疯了才会应战呢。子安师兄可是暗恋了苏清雪5年啊，从人家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就惦记对方了。陆明川见秦无业蠢蠢欲动，便贴近低声道：“无业师弟莫冲动，陈子安可是内门弟子，灵氏二重境，更是觉醒了5品流风血脉之力，身法快若鬼魅，棘手得很，师弟切莫逞强。”身法？跟我比速度？秦无业眼睛倏地亮了，他舔了舔嘴唇，仿佛嗅到了美味。我秦无业来者必传，不是来者必战。秦无业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他轻咳一声，瞥向陈子安腰间的鎏金的乾坤带，继续说道：“不过咱换点赌注，我若赢了，你身上的灵气、灵石、灵丹、阵法，所有财物统统归我所有；我若输了，随你处置。”成交。陈子安取下乾坤带，这里边有3万下品灵石、5瓶凝灵丹，还有一把下品灵气断魂剑、下品灵气振心吊坠，其他凡器加起来也足有上10万灵石的价值。他指着秦无业，咬牙切齿：“
我便用这些来赌你秦无业的命。明日午时，内门比武台见，我定要你跪地给清雪磕头，然后再亲手了结了你。围观弟子一片哗然，上10万的赌注，这陈子安是真把棺材本都押上了啊！秦无业迎着陈子安杀人的目光上前，转头对陆明川说道：“劳烦陆师兄代为保管，免得有人赖账。”陆明川无奈，但事已至此，他只能接过陈子安扔来的乾坤袋。秦雄疑惑地看向苏沫，问道：“这人谁啊？你带来的人？”苏沫摇头：“不是啊，不是你的人。”秦雄和苏沫对视一眼，苏沫随即冷笑：“罢了，有人替我们解决秦无业，更好不过了。”秦雄嗯了一声，回头深深看了秦无业一眼，大声对其喊道：“老弟，好好享受最后一天吧。”人群渐散，陆明川有些担忧：“无业师弟，你真有把握战胜陈子安？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秦无业嘴里哼着小调，转身打开洞府。“无业师弟。”陆明川加重语气：“你究竟有没有在听？”秦无业忽然回身一笑，从他手里夺过那乾坤袋：“多谢陆师兄，我一定会赢的。”说罢，连忙关闭洞府房门。“哎，你这人！”陆明川话到一半，见此又停了下来，眼中忽然又燃起了热烈之色。天命之子，说不定他真的能跨阶战胜陈子安呢。这般想罢，陆明川也不再纠结，转身往山下走去。突然，山巅云海翻涌，一只苍鹰猛然掠过，鹰眼中染着血煞宗独有的暗红纹路。未曾引起谁的注意，秦无业踏入洞府，扑面而来的淡雅檀香让他眉梢微扬。洞府不大，却别有洞天，石壁嵌着几颗夜明珠，柔光如水倾泻，角落摆着一张寒玉床，冷气缭绕间能助人凝神。洞顶垂下的些许钟乳石，尖端滴落的液体在下方青玉碗中汇成半盏，幽香扑鼻。最妙的是，洞府后方竟有一方天然温泉，雾气蒸腾中隐约可见符文流转，显然是聚灵阵的阵眼。这外门弟子住的地方都这么好，那内门弟子岂不是得上天了？秦无业咧嘴一笑，他唤出一道阵盘，从中飞出12枚灰白石符，绕着洞府四角钉入石缝。霎时，洞壁泛起水波般的纹路，原本透着月光的窗棂化作嶙峋山岩虚影，连呼吸声都被岩石摩擦的沙沙响动遮蔽。这千岩幻影阵他给拿了回来，正好可以在自己洞府部下方窥探。做完这些，他盘膝坐在寒玉床上，心念一动，震天关虚影自胸口缓缓浮现。放在掌心的鎏金乾坤袋立即就被黑雾中探出的骨爪死死攥住。只听咔嚓脆响，这乾坤袋的静置在震天关面前如薄冰般碎裂，关内混沌之气翻涌，袋中物件顿时暴雨般倾泻而出。3万下品灵石、凝灵丹、断魂剑、振心吊坠等物炸成齑粉。最惹眼的是一枚巴掌大的青铜罗盘，指针疯狂转动，竟在混沌中撑了片刻。哟，寻龙盘，陈子安这舔狗倒是有些资本吗？秦无业精神力操纵着震天关更多的黑雾裹去，寻龙盘顷刻灰飞烟灭。震天关似饕餮般发出报时满足的嗡鸣，关内小屋一方空间的混沌雾气再次退散3丈。秦无业算是发现了，这小屋一方空间若是没有灵气维持，就会重新被关内的混沌之气遮掩。见此，他也整个人闪入关中。秦无业赶紧挖出那个小药瓶，将提炼出的那一缕仙灵之气收了起来，余下的精纯灵气如海潮般汹涌。他舔了舔嘴唇，迫不及待地盘坐在地修炼。但他想了一下，自己没有血脉之力，单靠聚灵诀吸收吞吐实在是太慢，一天的时间根本吸收不完这些灵气，想要突破至灵土9重是有点困难。那能否用藏仙诀的吞天引来加持呢？秦无业自个默认点头，觉得可行。他立即手掐藏仙诀，藏仙吞天，噬魂夺魄，吞天引灵。掌心漩涡骤现，被震天关反复提炼的精纯灵气立即涌入其气海之中。秦无业眼睛一亮，果然有效。但他刚高兴没多久，异变陡生，虚空中的震天关虚影微微震颤，从其棺椁缝隙中渗出丝丝黑气。上空深处突然传来万鬼哭嚎，又似有远古神魔的癫狂呓语震荡其灵石，震得秦无业差点精神溃散。秦无业猛地抬头，内心惊骇欲绝。什么情况？吞天引怎会勾动这些玩意？那遮天蔽日的黑气中夹杂着无数扭曲面孔，有仙尊怒目，有妖魔嘶吼，有恶鬼抓心挠肝，有人跪地祷告，无数面孔在黑气中或笑或哭或癫狂或哀求，统统在凄厉哀嚎中涌出，疯狂从秦无业掌心漩涡灌入气海。无尽的负面意志冲击而来。不好，停下，给老子停下！秦无业悬在半空嘶吼，他想停下藏仙诀功法，却发现自己此刻竟无法自如控制。精纯灵气与磅礴魂力疯狂交织，秦无业浑身震颤，只觉经脉欲裂，身躯似要被撑爆。脑海中回荡着无数呓语，让他头痛欲裂。吾乃东皇太一，
以先天至宝东皇中镇压鸿蒙，你怎敢炼我魂魄？吾乃妖师鲲鹏，吞吐天地，怎会被你镇压？吾乃彻天之主，身负诛仙4剑，我现在在哪？吾乃……这些来自上古仙神魔皇之语，令秦无夜痛苦不堪，七窍已然渗出鲜血。秦无夜嘶声狂喊，剧痛中发似暴涨及腰，掌心猩红灼出赤月纹路，混沌魂力在体内横冲直撞，经脉寸寸崩裂，又瞬间重组，让他几近癫狂。恍惚间，他仿佛听见赤月女帝的声音：葬仙葬的便是诸天神魔仙妖之魂，是的便是这3界9重天之万物。一念成仙，一念是魔。秦无夜咬破舌尖，激得灵石一清。你们这些死了上千万年的神魔残魂败魄，还妄想占据我的灵石，老子才是这镇天关之主。既要镇天，何惧神魔？停不下来，那就给老子吞！藏仙绝穴是天引，他强行运转吞天引的进阶功法，将神魔魂力逼向识海。轰！飞气瞬间被搅成纯粹的精神力灌入眉心，灵石瞬间暴涨，神魔意语变成了惊恐的嘶吼求饶。原来你们这些神仙也怕死啊！秦无夜抹去嘴角血渍，看着识海中凝固成精的精神力，放声大笑，痛快黑发无风自动，他双瞳泛起血色。镇天关，迟早有一日。话还没说完，秦无夜眼前一黑，重重摔在了地上。砰砰砰，洞府石门被砸得震天响。无夜师弟，你再不应声，陈子安就要拆了你洞府了。等秦无夜醒来，闪身出关，已是次日晌午。他开门便见朱大福圆脸煞白，手里还攥着半块啃剩的灵脉饼。无夜师弟，朱大福被眼前人惊得后退半步。一夜不见，少年身形拔高寸许，莫发无风自动，眸中似有赤心流转。先前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荡然无存，反倒像柄出鞘利剑，锋芒刺得人眼眶生疼。原来是朱师兄啊，我睡过头了。秦无夜展颜一笑，方才那紧绷的气息飘散，这才让朱大福松了一口气。陈子安在内门擂台摆了香案，说要拿你头颅祭苏清雪。朱大福咽了口唾沫，无夜师弟，你真的要应战吗？那是自然。秦无夜轻笑，朱师兄带路吧。领土9重境，昨夜他的修为已经突破。不仅如此，藏仙崛起手势吞天引也已经进阶成血式天引，除了能够影响周遭空间灵气之外，掌心出现的赤月纹还可强行抽取对方体内灵气，可谓霸道至极。内门演武场7座鎏金擂台伫立之上，中央最大的那方擂台此刻早已人头攒动，玄铁浇筑的台面刻满防御符文，日光一照泛起青芒，台沿插着的12杆飞云旗随风而动，猎猎作响。开盘，陈师兄胜一赔一半，秦废物胜一赔20。秦虎一脚踩在青玉台阶上，扯着嗓子吆喝，走过路过莫错过，发家致富在今日，买定离手，临时现结。台下顿时炸开锅。秦师兄，你这不是稳赔吗？一名外门弟子挠头嘀咕，陈师兄可是灵士2重，秦无夜才领土9重，相差4个小境界，这摆明是陈师兄稳赢啊。你懂个屁！秦虎踹了对方一脚，瞪眼道，这叫风险对冲，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压秦无夜赢，我就有得赚了。他冷笑连连，再说了，如果没有人买秦无夜，我可以在开战前直接取消对赌，反正解释权归我秦虎所有。陈师兄的赔率也太低了吧，我看你是想趁机捞一笔跑路吧。有内门的师兄摇头不屑，我说秦虎，内门的盘什么时候轮到你坐庄了？这人面色阴沉，显然想仗着自己是内门师兄的地位找茬。话音刚落，他突然被人猛地一推，竟推得翻滚在地数米才停下。我给的权力怎么的？来人正是目光凶狠，霸气尽显的秦雄。秦虎嘿嘿一笑，朝那内门弟子吐了口痰，不服啊，憋着。苏沫等苏家子弟也是紧跟其后上前，气势汹汹。方才还有些看秦虎不爽的内门弟子，哪敢得罪这几人？无人再敢吱声我压3000灵石，陈师兄胜。有人开始下注，我5000，我1万，我8000。众人开始纷纷下注，无一例外都是压陈子安胜。而在擂台西北角香案前，陈子安一身素白丧服，正对着香案上的苏清雪画像焚香叩首。袅袅青烟中，苏清雪的画像被风吹得微微卷边，画中少女巧笑嫣然，是她记忆中年少的模样。清雪，他指尖抚过画像，忽然抄起酒坛仰头痛饮，琥珀色酒液顺着脖颈浸透衣襟，待我斩了那厮，为你鸣冤证明。呸！就一蠢货舔狗，尽出洋相。清灵女声自头顶传来，陈子安猛抬头，只见前方的梧桐树上，红衣少女晃着双腿啃灵果，万间银铃随动作叮当作响。殷师姐，周围弟子慌忙行礼。因红灵玉恒风华长老亲传弟子之一，灵士4重境，
最爱凑热闹的主。接着嚎呀！他吐出果核，精准砸在香案上，哭大声点，说不定能把苏清雪哭活呢。陈子安脸色铁青，正要发作，场外突然传来骚动。来了来了！只见朱大福苟着背在前开路，身后少年一袭黑红劲装，衣摆随风猎猎，气宇轩昂，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这就是秦无业，跟传闻中灰头土脸的废物不太一样啊。说是圣脉被抽，可这看起来挺气派的，怎么回事？快看殷师姐他们也在瞧他，这就是那个觉醒圣脉的天才。殷红玲眯起眼，模样倒是不错，可惜修为差了108000里。他身侧的几个女弟子却托腮嘀咕，听说才16，这身量怕是比陆师兄还高半头呢。眼睛，你们看他眼睛像不像藏了心子？醒醒吧，没听说对方血脉都废了吗？就算现在得意，以后的修为也无法再有所精进。内门的男弟子却是另一番言论，现在新入门的弟子都这么狂吗？领土9重竟敢挑战灵师2重？不对，秦无业的修为好像达到领土9重了，领土9重倒是可以在外门排得上号了。哼，装什么杯啊？领土9重又如何？搞得他好像能赢陆师兄似的。没有血脉的修士连猪狗都不如，我很期待他惨死在陈子安手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秦虎，我多押10万，陈子安胜。有人看不爽秦无业，立即加注。各种声浪中，秦无业目光扫过秦苏两家阵营。秦无业大半的堂兄姐弟都来了，外门子弟7人，连秦虎在内来了5人，内门子弟5人，含秦雄在内来了3人。倒是没见那2位核心弟子秦烈、秦墨，而秦无业唯独多看了一眼一名躲在人后垂首不语的青山少年秦毅。毅哥，好久不见。秦无业路过他们时，突然停下脚步开口，惊得秦毅指尖一颤，猛地抬头。无业，他支吾的应答喊了一声，却是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秦毅是秦家老四的孩子，性格孤僻，天生毒咒血脉，从小便被隔离起来，跟谁都不亲。平日只爱笔墨书画，读史修术，不善交流。直到他能控制毒咒，才允许他出了房门。在秦家他们这一辈里，只有秦无业愿意找他玩，也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之所以出现在这，正是因为家族传来的密信让他知道秦无业竟出了这么大的事，便急着想过来看看对方，可半路被秦雄等人看见，被强制着加入队伍跟来。可见着了面，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哼！秦雄冷哼一声，偏过头来，杀人的目光让秦毅退缩，重新低下了头。秦无业却回敬秦雄凌厉一眼，随即又对秦毅说道：“毅哥，待我了结此事，咱们叙叙旧。”秦毅重新看向他，眼里略有闪烁，但片刻后眼神坚定下来，点了点头。无业师弟。陆明川走过来，低声对他说：“陈子安此次是动了真格，他背着的那把中品灵器流风剑锋利无比。你初来乍到，暂且避其锋芒，留得青山在，日后未必没有翻身之时。你若信我，我可以帮你跟陈子安说情。”秦无业淡笑，黑眸里掠过一抹霸气。我避他锋芒，我见也未尝不利。陆明川刚要说话，灵石一扫，忽然一愣，他发现秦无业的修为竟然达到了领土9重，这就一夜的功夫他就突破了，而且整个人的气质总让人不敢轻视。此时秦虎又跳出来嘲讽：“哼，大言不惭！秦无业，你少在这装腔作势，就算你刚进9重，又拿什么跟陈师兄斗呢？陆师兄，我劝你别跟这废物走太近，他爱送死，便让他去死好了。”秦无业扫了秦虎一眼，忽然又冲陆明川笑道：“陆师兄，压住吗？”他指了指秦虎面前写着赔率的木板：“压我，稳赚不赔。”秦虎一听，连忙变脸：“对啊，陆师兄，你那么看好这废物，你也压一注支持一下呗。”他正愁着没人压秦无业呢，嘿嘿，万一这废物走了，狗屎运真赢了呢？1赔20，师兄你岂不是要赚发了？胡闹！陆明川脸色一正，喝道：“秦虎，你难道不知道开庄做赌是违反宗门戒律吗？再有，我是执法堂弟子，更不会参与这些。”秦虎被训的脸色一白，秦雄立马站出来，鬼头刀一指陆明川，骂道：“陆明川，我先前已经给过你面子，我劝你少管闲事。”陆明川眉头一皱，盯着秦雄，气氛一时剑拔弩张。这若是放在平时的赌斗，他们执法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这秦家人竟然踩着他的脸，明晃晃的招摇过市，简直是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秦无业忽然拍了拍陆明川肩膀：“陆师兄别动气，这样吧，陆师兄，您借我10万灵石，赢了分你一半，如何？”陆明川一愣，他可没有10万灵石啊，就算有，可对方拿什么赢陈子安呢？秦虎目露贪色，立即大笑：“
哈哈，这废物疯了，拿10万灵石来送吗？好好好，快拿来，老子全接了。秦雄、苏沫等人也是冷笑不止。秦无业看着自己的赔率，心动不已，赶忙又劝道：陆师兄信我，赢了可是翻20倍，200万灵石啊，考虑一下。无业师弟，你也别闹了。陆明川是真的有点生气了。我押10万，秦无业胜。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清厉声响传来，梧桐树上飘然而下一人，红衣似火，明眸贝齿，3000青丝随风飘扬，顾盼间自有一番风情，正是殷红灵。哇！众人哗然，殷师姐，他竟然押秦无业胜，还押了10万灵石，我的天啊，疯了吧！殷师姐本就跟陈子安不对付，他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气对方吗？你傻，气对方也不能白送10万灵石啊，那可是10万啊，把你卖了都不值那么多。秦虎也是一愣，陈子安也好，陆明川也罢，这些没背景的普通内门弟子，他都敢对上几句，但殷红灵，他可就不敢这般说话了。殷家是隔壁冠清郡的氏族大家，势力比他们秦苏2家加起来还要强大数倍，也不知道这疯丫头不在冠清郡的宗门好好待着，非要来飞云宗干甚。而且殷红灵灵氏4重的修为，本身实力又强，在内门里追求者无数，远不是秦虎、苏沫等人的影响力可比的。殷红灵目光冰冷地扫了秦虎一眼，娇声喝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记上。秦虎一个机灵，不确定地看向秦雄：大哥，咱接吗？秦雄和苏沫面面相觑，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一抹惊讶。殷红灵竟然这么看好秦无业，这是为何呢？只有想法过多的陆明川面露一丝思索。殷红灵跟秦无业是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他看出点什么来了？接？不接？若是不接，岂不是要得罪殷红灵了？苏沫见此，只能硬着头皮上前拱手，客气地笑道：殷师姐，好久不见啊！只是这赌斗之事，乃是秦无业不自量力，非要与陈子安作对。师姐，你何必开玩笑浪费灵石呢？是吧？我们也不好意思拿您这10万灵石啊。殷红灵美眸一横，娇哼道：我哪有开玩笑？哼，就许你们开庄，不许我压住。本姑娘最不缺的就是灵石，这10万我殷红灵还输不起吗？苏沫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一旁的秦雄脸色一沉，狠下心来：好，我们接了。连殷师姐都不敢接，以后我们还用混吗？殷红灵这才满意一笑，随即他又看向秦无业，哼道：他不借你，我借你10万灵石，赢了按你说的分我一半。不过你要是敢让我输了，就算陈子安不杀你，我也会扒了你的皮。此言一出，众人再次震惊。嚯，这赌注是越来越大了啊！要真是秦无业赢了，那秦雄、苏沫他们岂不是要赔400万灵石？他们赔得起吗？我看殷师姐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难道秦无业真有机会赢？殷红灵这一操作，秦雄、苏沫俩人都压不住场子了。秦雄脸色阴晴不定，他和苏沫两人并非是家族核心子弟，身上可没那么多灵石，要是输了，他们还真赔不起400万。他们不过是想趁机赚点外快而已，谁能想到会有人下那么多，还压秦无业赢？秦雄，你也有怂的时候啊！苏沫，你们这是被殷师姐盯上了？哈哈！见周遭的议论声越来越大，秦雄目光闪烁，心中盘算：他不能不接，陈子安不可能输啊，他就不信秦无业能赢啊！秦雄一咬牙，高声道：老子接了！陈子安可是灵氏2重境，秦无业区区一个没有血脉之力的废物，凭什么能赢？谁压他赢，我秦雄奉陪到底！秦无业眼睛一亮，虽然与殷红灵未曾谋面，但有人送钱上门，岂有不要的道理？多谢殷师姐，我一定让他们输得连内裤都不上。他当即接过对方给的乾坤袋，接着对秦虎说出一样的话：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记下！秦虎只能脸色阴沉地记了下来。看着殷红灵和秦无业两人一唱一和，豪掷20万灵石，宛若真的能赢似的。周遭的弟子议论纷纷，连殷师姐都出手了，难道秦无业真有机会赢？这我也拿不准主意了，咱要不要换主，也压点秦无业？殷师姐平时虽然胡闹了点，但也不可能平白无故送20万灵石吧？难道陈子安真的有问题？他打假赛，合伙坑秦苏2家？这一时间，不少人都有些蠢蠢欲动了。殷红灵在飞云宗的人缘极好，一票姐妹见状，也是为了给他撑面子一般，纷纷下注：我压2000，无业师弟胜；我随3000，我800。这些女弟子可不像殷红灵那么财大气粗，能拿出2、3千已经是极限了。可人多力量大，一时间压秦无业的灵石数量已经远远大于压陈子安的，达到了惊人的25万之多。秦虎脸都绿了，
现在押秦无业的灵石那么多，他都有些自我怀疑了。秦雄和苏沫两人也是有苦难言，只能死撑着。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到如今，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他们就不信了。陈子安还能输给一个没有血脉的灵徒废物？秦无业看着这一切，内心狂喜。100万灵石，不知道震天关吞噬100万灵石之后，有什么变化，能不能凝聚出一滴仙灵露呢？他瞟了一眼一直在他身旁唯唯诺诺的朱大福，忽然说道：“小胖，不是，朱师兄，你不压点，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朱大福猛地一震，随即挠挠头，憨笑道：“我。”秦无业笑道：“有多少你全压了，保你暴富。”朱大福也被众人下注的热情给勾起了欲望。1000灵石翻20倍是多少来着？2万！天啊！看着秦无业坚定的笑脸，他忽然真的有种错觉，对方真的能赢。一咬牙，朱大福也掏出全身家当。马德，我也拼了！这是我这3年攒下的1563块灵石，全压了。陆明川望着台下沸反盈天的赌盘，眼看局面有些失控，不得已喊了其他执事堂弟子来维持现场秩序。秦虎借坡下驴，连忙以此为理由停盘。再让这帮人买下去，他真怕自己惊出心脏病不可。一直在观察局面的苏沫趁机拽过秦虎，附耳低语：“去告诉陈子安，他若是赢了，我们愿意给他10万灵石报酬；倘若他敢假赛输了，秦苏两家定要将他抽筋扒皮。”秦虎会意，一溜烟窜到香案前，却见陈子安还在捧着苏清雪画像喃喃自语，心中暗道晦气，当下啐了一口：“姓陈的，殷红玲那疯婆娘压了20万赌你输，我们大哥发话了，若你赢了分你10万灵石，输了，嘿嘿，你自己掂量。”陈子安缓缓抬头，眼底血丝狰狞如蛛网：“我杀他，只为清雪、雨儿等蝇营狗苟何干？给我滚！”秦虎啐了一口：“装什么清高？你若输了，不用秦无业动手，我大哥先剁了你喂狗。”说完，不等陈子安发作，秦虎立马一溜烟又跑了回来。这时，陆明川跃至台上，抬手祭出一道金卷，卷轴展开后浮现血色符文。他作为本次比斗的见证官，此刻只能让两人尽快开始，以免再生事端。陈子安、秦无业两位请上台签生死状。两人同时一跃而上，秦无业咬破指尖，鲜血化作秦无业3字烙印其上。陈子安则并指如剑，灵力凝成陈子安，锋芒刺目。两枚血印相撞的刹那，帛书轰然燃烧，灰烬中浮出生死台上各安天命8字，没入虚空。我希望你们两人没有必要斗到生死存亡，什么事都还有商量的余地。陆明川说完，见两人都不理会自己，只好广袖一震，退出擂台。陈子安盯着5步之外的秦无业，反手将流风剑插入青砖，冷笑道：“杀你何须灵气，并且我让你一只手，免得同门师兄弟说我以大欺小。”陈师兄仁义啊！台下有支持他的弟子说道。秦虎却气得跳脚：“这蠢货逞什么英雄，直接把那废物给杀了！”台上的秦无业却笑了：“报个仇还讲究仪式感，行，你输了可别后悔。对了，输了那把剑也得归我。”陈子安冷哼：“你若有命拿，随意。”接着他右臂负于身后，灵石2重劲的威压突然涌出，周身气流骤然加快。秦无业却纹丝不动，掌心赤月纹若隐若现。一想到很快就能为苏清雪报仇雪恨，陈子安有些激动：“秦无业，让我看看你的能耐！”言罢，体内灵力疯狂涌动，施展出他最强的灵诀流风诀，惊鸿照影。陈子安身形疏忽消散，在出现时已至秦无业身后，指尖灵力凝成3寸剑锋，直刺后心。好快！陆明川、秦雄、苏沫甚至殷红玲都暗惊，他们当中修为最低的都是灵士2重境，自然看得出陈子安施展的身法灵诀非同小可。对方的综合战力可能比不上自己，但这速度简直是太快了。3品流风血脉之力让其速度倍增，遇上这种对手，想抓住对方并不容易，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偷袭成功。况且秦无业的修为还比对方低那么多，他能躲得过吗？说时迟，那时快，电光石火间，秦无业足尖一点，裂变出3道虚影分身。陈子安的手指剑锋刺破正中的雷影，轰然爆裂，激起一片雷网，竟反被麻痹片刻。什么？陈子安双眸圆瞪，雷影分身术？我去，人哪去了？不可能，秦无业怎么可能会如此高级的术法？这小子原来有如此依仗啊，怪不得不怕陈子安的身法。台下众人震惊一片，秦虎、秦雄、苏沫、殷红玲等人皆是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这灵术功法分为黄、玄、地、天、圣、地阶，其中每阶又分为低中高3级。分身术这种术法最低也得是地阶功法，
而他们作为内门弟子，甚至亲传弟子，至今也未能有机会学到一门地阶功法，最多只能接触到玄阶高级功法。这秦无业是从哪学来的？难道是厉长老私自开小灶，破了宗规传授给秦无业？众人还处于震惊之时，陈子安已经破了第3道雷影分身，剩下的便是秦无业本体。但这片刻功夫已经足够他施展接下来的招数了。就这，秦无业咧嘴一笑，陈师兄莫非哭丧耗光了力气？找死！陈子安被戏耍，面皮涨红，左手凌厉之剑愈发锐利，猛地再次朝秦无业冲来。藏仙绝学是天影，秦无业心中呐喊，双手隔空相合，掌心的赤月纹瞬间爆发出一阵血光。倏然间，方圆3丈空间内的灵气猛地收缩挤压，连带着闯入其中的陈子安，他体内的灵气顿时一滞，指尖的3寸灵剑瞬息间竟丝丝破裂，变得模糊。什么？我体内的灵气在不受控制的疯狂外泄。就在陈子安震惊之时，秦无业也学着他的模样绕至身后，他唇角忽勾，对着其后脖颈探出右手，抓到你了。哗！这一切让台下的师姐师兄们纷纷坐不住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分身术！秦无业竟然用分身术躲掉了陈子安的流风诀，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不是没有血脉之力的废物吗？怎么速度还是那么快？这还有没有天理？秦无业的操作超出了众人对于寻常修士的认知。秦毅缩在人群中，蹲着抱着自己的双腿，尽量让自己不要颤抖。他没想到秦无业已经变得这么强了，那在拥有天雷圣脉巅峰时期的他该是如何的耀眼啊！陆明川望着擂台上肆意昂然的身影，喃喃道：难道这就是天命之子吗？正当他回味秦无业那时说的话时，他双眸突然猛地一瞪。不好！陆明川情不自禁出声提醒秦无业小心。陈子安周身猛地爆发出一阵强大的青色灵力，长发随之上扬飞舞。倒反天罡，他陈子安怎么可能会被一个领土9重的小辈给打败？我不管你使了什么鬼异术法，想打败我陈子安没那么容易。在秦无业即将抓住陈子安时，他的身形猛地一闪，竟反客为主，又站在了对方身后。紧接着一记腰马合一的鞭腿就朝着秦无业的脑袋踢去。秦无业心中一惊，没想到对方竟能在他的血是天影空间里还能如此丝滑活动。他第一时间就是抬手护住脑袋。砰！这既是大力沉的鞭腿直接将秦无业踢飞，狠狠撞击在擂台结界之上，缓缓滑下。但陈子安岂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当下又是冲过去要对秦无业下死手。秦无业只能再次施展兽神宗躲开。噗！他退出老远，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这一击还是挺痛的，脑瓜子都有些嗡嗡的了。早知道留一件防御灵气带身上了，不过这也怪自己学艺不精，血势天影只炼制小成，没办法牵制陈子安太久。若是炼制大成，说不定现在的陈子安已经跟秦振坤一样爆体而亡了。陈子安一击不中，再次凝聚灵力，可此时他反而镇定下来了。他深吸一口气，冷冷地看着秦无业：我看你能躲得了几次？我陈子安今日不把你打死在这台上，我特么跟你姓！话落，他再次朝秦无业冲去，速度比方才更快。经过这几次试探，他已经摸透了秦无业的底。这小子术法诡异，但修为是硬伤，只要不靠近他，或者速度比他更快，他根本来不及施展那诡异的术法。秦无业擦了擦嘴角血迹，摆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来啊，谁怕谁啊！话音未落，陈子安已经杀至。秦无业当下故技重施，3道雷影分身裂变而出，可陈子安早有预料。他虽然目前还无法第一时间分辨出秦无业本体所在，但他此刻已经凝聚出4柄灵力之剑，用精神力操纵，一一追打。众所周知，灵土与灵视镜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灵视镜可以使用精神力操纵幻化出的灵气进行攻击或防御。这种可远攻又能近守的手段，对修士来说是最安全的杀敌方式。不过，要是灵气被击溃，精神力会受到损伤，身体灵力也会短暂受阻，行动不便。反观秦无业，修为灵土9重，没有血脉，没有灵气，更没有其他辅助手段可用。面对这么一位灵视强者，说是毫无胜算也不为过。陈子安站定原地，左手一甩，4柄灵剑咻地朝那4道身影追击而去。其中一把流风灵剑一个急转，竟自下而上挑向秦无业本体下颌。这一剑若是刺实了，秦无业整个脑袋恐怕都要被刺穿。他的身形忽然诡异一侧，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这灵力一击。陈子安现在不急躁了，反倒盘坐在地，灵力运转间，流风灵剑一个回旋，再次朝秦无业刺去。一时间，擂台上剑影重重，秦无业的雷影也是跳来跳去，
不断闪烁，令人难以捕捉。但他根本没法接近陈子安，只能在对方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左躲右闪。应红绫目光紧紧锁定那4道在剑影中左至右处的身影，见此不由皱眉嘀咕：这小子的身法倒有几分我师尊奔雷裂空闪的影子。不过他要怎么赢呢？我是不是太高估这小子了？台下众人见秦无业苦苦支撑，看起来随时都可能倾覆的样子，不由惊呼连连，议论纷纷。哎，这秦无业看来还是太嫩了。灵徒毕竟是灵徒，没有精神力操纵，根本无法打进深战。哼，废物秦无业，就算进深战，他肉身能打得过陈子安？你别开玩笑了，刚才那一腿差点就要了他小命。哎，亏了，我刚才就不应该换住的。这种打法不出一盏茶，秦无业的灵力就会被陈师兄给耗尽，到时候他只能任人鱼肉了。此时高处楼宇云台上，2名黑袍青年负手而立，默然俯瞰。看来没必要让我们出手了。哼，一个没有血脉的灵徒，秦云还真是小题大做。这2人正是冠清郡秦家分家的秦烈和秦墨，他们同样收到了秦云的密信。秦烈把玩着手上的玉戒，眼神轻蔑。我听说此子的天雷圣脉被剥夺，还是他们家族为了讨好皇城秦家主家，特意将圣脉献出。那圣脉最后落在了家主之子秦霄的手中。秦霄觉醒的是紫雷蛟蟒血脉，正好可以融合天雷圣脉，令他修为更进一步。秦墨闻言一笑：这样吗？那秦云可真是够卑鄙的。不过他献脉求荣也好，倒是替我们省了不少麻烦。秦烈哼哼一笑：哼，秦云此人恃才傲物，手高眼低，趋炎附势，我们一家跟他们家并无太多交情，我对他们的家主之位也不感兴趣，这人头便让给你了。秦墨当即拱手一笑：那就多谢二哥成人之美了。秦烈摆了摆手：好了，我要外出执行任务，这允星城分家以后便由你照看1、2了。秦墨点头：二哥放心。秦烈离开之后，秦墨见待在此也是浪费时间，便也随后离去。反正他已经提醒过秦雄，想必对方也不敢造次。蠢货，直接碾死他！在逗狗呢？秦雄急得暴跳如雷，对陈子安不咸不淡的进攻十分不满。他最烦的就是战斗拖泥带水的人。而此时的陈子安本来还云淡风轻的模样，但随着时间的流失，他的神色逐渐疑惑起来。他发现秦无业这小子一点灵力枯竭的迹象都没有，反而越打越兴奋，像是把自己这4柄灵剑当成了陪练对象。台下众人也是逐渐目瞪口呆。一盏茶功夫都过去了，这小子灵力依旧充沛，像只灵活的马騮似的滑来滑去，而且乐此不疲的样子。奇怪，这秦无业的灵力还没有耗尽吗？不对啊，灵土9重，灵力怎么可能这么雄厚？妈耶，他是不是提前嗑药了？不然怎么可能打了这么久还不见力竭？我怎么感觉不是陈师兄在戏耍他，反倒是他在逗陈师兄啊？殷红绫也是发现了不对劲，明眸中闪烁着疑惑，难道是因为天雷圣脉的缘故？不对，圣脉已经被剥夺了，按理说他的灵力在如此高强度的对战下没法支撑太久的，怎么会这样呢？擂台上方才还在打坐的陈子安此刻已经站起身，他目光凌厉，哼道：小子，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束手就擒吧。闻言，秦无业一边闪躲着对方的剑影，一边悠哉悠哉地说道：陈师兄，你精神力能坚持那么久倒还不错，就是这力度弱了点，你瞧瞧我的。说罢，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秦无业3影合一，下一刻他猛地释放出灵石中的精神力。陈师兄，这剑借我耍耍。秦无业笑得眉眼弯弯，指尖轻轻一勾，识海中金芒爆闪，磅礴精神力如洪水决堤，轰然撞向4柄流风灵剑。嗡，灵剑悬空震颤，剑尖忽的齐齐调转，寒芒直指陈子安。陈子安瞳孔骤缩，指尖法绝指不住地颤抖。4柄本如臂10指的灵剑，此刻竟在识海中疯狂尖叫，仿佛被恶鬼攥住了咽喉。他浑身灵力逆冲，喉头泛起腥甜精神力反噬。不可能，他真的被惊到了。台下弟子们瞬间炸开了锅。我擦了个豆，什么情况？我眼花了。陈师兄的灵剑怎么反过来打他自己？这什么邪门歪道？这特吗？不是，你们谁见过这种操作？一个灵途境怎么可能会用精神力操纵灵气？而且还是操纵他人的，这踏马闻所未闻啊！这就好比3岁小孩反过来抢过大汉手里的刀，然后把刀架在大汉脖子上啊！我的妈呀，这也太离谱了吧！秦无业真是天才啊！不是怪胎，怪物！众人瞠目结舌，擂台下的喧闹声此起彼伏，几乎要将比武场给掀翻。这场一开始本以为毫无悬念的比斗，却是频频出乎所有人意料。
我去，这小子真邪门！台下秦虎一屁股跌坐在地，手里的瓜瞬间不香了。不可能！冷静观战的苏沫不再冷静，陆明川更是瞳孔地震，以灵图之境反控林氏剑阵，这简直是……应红绫红唇微张，美眸写满了惊愕。他只是想看看这传闻中的第一天才到底何人，没想到对方竟给了他如此大的震撼。秦无业看着面前脸色涨红、凌厉逆冲的陈子安，唇角微微勾起。他乐了，开玩笑，他可是吸收了远古神魔妖仙的残魂败魄，精神力得到莫大的增强。刚才那一盏茶功夫，他只是在适应并尝试要怎么施展精神力罢了。虽然他目前自身无法用灵力凝聚出灵剑，但他可以释放精神力来操纵别人的呀。没想到这一试竟然真成功了。嘿嘿，陈师兄，不好意思了，我精神力比你强上一点点。秦无业咧嘴一笑，双指凌空一点，去，4柄灵剑霎时炸成青红，贴着陈子安的皮肉急掠飞转，搅得他衣衫片片碎裂，让其狼狈不堪。剑鸣骤起，灵剑裹挟着风雷之势冲天而上，竟在半空一笔一画地写出个歪歪扭扭的蠢字。剑气又擦着陈子安头皮掠过，生生削掉他3缕发丝。秦无业，陈子安气炸了，双手掐诀如穿花蝴蝶，再也无法保持体面，哪还记得什么单手让招的鬼话？流风绝千叶障，陈子安袖中飞出漫天青叶虚影，剑光与青叶疯狂互劈，但陈子安终究不敢击破灵剑，那可是他的灵剑，击破了，他的精神力受到的反噬更大啊！说好的让一只手呢？秦无业边逃边嚷：“陈师兄这脸皮比咱们宗门还厚3寸啊！”少废话！陈子安怒极攻心暴喝：“老子脸都不要了，就要你死！”他突然咬破舌尖，喷出一道血剑，染血咒术封神灵，磅礴灵力冲天而起。陈子安双目青红如鬼，原本俊逸的面容此刻变得狰狞无比，逼我用禁术。陈子安狞笑：“今日定要将你挫骨扬灰。”秦无业面色再次凝重，他还没反应过来，对方脚底生风，竟在眨眼间冲到他的面前，一拳直接捶在他腹部。轰！秦无业再次被暴揍一拳砸向擂台屏障，比刚才那一脚更猛，屏障都被砸得闪烁不止。秦无业只觉腹部翻江倒海，差点连隔夜饭都要吐了出来。陈子安也是趁机将灵剑召回，他再也不想体验那种被自家灵剑反噬的感觉，太特么吓人了。接下来他要用自己最不擅长的方式弄死秦无业，一拳一拳一拳把他给砸死。此刻他用了染血咒术，体内灵力疯狂涌动，宛若怒海狂涛，整个人更是如同杀神将士，继续向秦无业猛烈进攻。来啊，继续！秦无业却笑得没心没肺，还敢激怒陈子安，我倒要看看林氏镜有多牛掰！哈哈！陈子安彻底疯狂，拳脚裹挟风雷之势对着秦无业狂轰滥炸，而秦无业也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他不再躲闪，竟以肉身硬接攻势，每次被击飞都呲着带血的牙笑。没吃饭，用点力啊！说好的为爱报仇呢，就这点强度，陈子安，你太令我失望了。一时间，砰砰砰砰，双方肉搏战开始，对方打他3拳，他拼死也要还击1拳。这是最拼体力、灵气的时候，每一拳、每一脚都蕴含着足以崩山裂石的力量。擂台上，两人身影交错，拳风呼啸，劲气四溢，整个比武场都仿佛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台下众人早已看傻，着实入迷。这场比斗太过匪夷所思，原本以为秦无业必败无疑，却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到现在，甚至还能与陈子安展开如此激烈的肉搏战。这秦无业当真是个怪物啊！是啊，他的肉身怎么会如此强悍？吃药也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时间，那么猛啊！虽然陈师兄不擅长近身战，但不至于连灵土9重都打不倒吧？难道陈子安灵氏2重的修为是虚的？不可能吧！这场比斗真是越来越精彩了，比宗门大比还好看。此时，不管是外门还是内门的女弟子们纷纷路转粉，太帅了，他好强啊，好持久啊！我说的是灵力。是啊，他明明只是个灵徒，却仿佛拥有无尽力量的大宗师，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就连殷红绫也是秀眉紧蹙，心里竟隐隐担心起秦无业听着耳边传来的一道道欢呼声。陆明川同样震惊无比，眼中满是痴迷。这就是曾被誉为大殷皇朝新晋第一天才所拥有的实力吗？即便被剥夺了圣脉，也依旧如此耀眼。他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了崇拜，但一想到自己是师兄，赶忙又端庄起来。而秦苏两家人则是不安和心急。秦虎、秦雄两人没想到秦无业竟如此难杀，连陈子安都拿不下他。苏沫眯眼分析，
这小子虽然有点难缠，但等他灵力耗尽之时，便是他落败之际，我们不必着急。闻言，秦虎、秦雄两人心头稍安。尽管对方给了他不少惊讶，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一切技巧都是徒劳看客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擂台上的两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秦无业和陈子安的战斗还在继续，砰！又一记重拳将秦无业砸进青砖，砰！又一脚将秦无业踢上天，砰！又一掌将他狠狠击退，轰！又一肘击如重锤轰在秦无业背部，后者炮弹般倒飞撞上结界。但让陈子安皱眉的是，秦无业看着已经伤痕累累，但却好似不知疼痛一般，无论他如何重击，对方总能站起来。他是越打越怒，对方就像打不死的蟑螂，难缠至极。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陷入这样的苦战，这让他感到无比的羞辱和愤怒。双方打了上百回合，越打陈子安越是心惊。寻常灵徒挨上3拳就该吐血昏迷，这蟑螂却像是嚼了10斤续命丹，怎么打都不死。他的肉身为何如此之强？没道理啊！更诡异的是，对方灵力非但不枯竭，反而随着伤势加重愈发狂暴，简直就是打不死的疯狗。他也没施展禁术啊！陈子安心中惊疑不定，乱了阵脚。他不相信眼前这一切，而只有秦无业自己知道，那是因为他吞噬了众多高阶妖兽血脉之力。他的身体早已非寻常灵徒可比，他的肉身强度、力量、敏捷以及恢复能力、抗击打能力等等，都得到了数十倍的加强。灵氏二重其实也不算什么实力，在修士中不过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境界罢了。而且陈子安并不擅长体术，在同辈中体术算一般般，并不像秦雄那样一身横练功夫，故而即便他用了染血咒术，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击败秦无业。至于灵气用之不竭，那是因为他体内的气海，他的气海比普通修士丹田所储存的灵气要多上数百倍。就打个比方，普通修士灵途境的丹田能储存的灵气只有1亩3分地，达到灵视境后有了质的变化，会扩展成10亩地，甚至是数十亩地大小，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但秦无业的气海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别人的丹田只是用来装灵气，而他的气海则是用来囤灵气的。再者，他吸收的都是经过震天关提炼之后的精纯灵气，这样的灵气不仅质量上远超同级，而且施展出的威力更大，所以他才能坚持到现在，并且还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该死，秦无业，你怎么还不倒下？自己堂堂灵氏2重境，为什么还打不死一个灵徒9重的小杂碎？身法，对方与自己不相上下；精神力，对方比自己还要强。而这近身肉搏，自己已经使用了禁术，还无法打败他，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为何还打不倒他？为何如此？对方只是个灵徒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陈子安长发凌乱，近乎癫狂，看似有点疯了。他额角青筋暴起，忽地瞥见一直插在青砖缝隙里的流风剑，他浑身一震。不，自己还有手段没有使，那就是流风剑诀。羞愤几乎要烧穿灵魂，他顾不得许多，猛地单手一招，五指成爪，将流风剑召回。铮，剑鸣铮铮，呜咽风啸。陈子安周身灵力再次暴涨，一阵狂风骤起。他单手握剑，剑尖直指秦无业，大吼：秦无业，能死在我的流风剑下，你足以自傲了。秦无业指尖燃起一簇蓝火，既如此，也该结束了。陈子安猛地冲来，流风剑诀千刃破。秦无业，星火式焚天战。就在他施展焚天蓝焰之际，异变陡生。秦无业掌心赤月纹血光大盛，一股无名之火自气海暴涌而出，与焚天蓝焰轰然相撞。轰！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灵力，好似火山般自秦无业掌心爆发，恐怖的热浪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刹那之间，陈子安的招式瞬间支离破碎，流风剑脱手，再次插进青石缝里，嗡嗡震颤。他整个人更是被爆裂的火浪冲击轰退，倒飞而出。噗！陈子安只觉一股巨力冲击着身体，甚至灵魂深处，体内气血翻涌，忍不住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这怎么可能？他目光惊疑地看向秦无业，却见对方狠狠砸在擂台结界上，全身焦黑，胸前有红蓝火苗跳跃，十分惨烈。扑落地后的秦无业同样喷出一口黑血，经脉如遭雷击。内视之下，狂躁的暗红火种正疯狂吞噬焚天蓝焰，这是噬心魔焰。秦无业猛然想起震天关内师斩藏仙诀吞噬的万千神魔残念，这魔焰定是藏仙诀反噬的征兆。干！难道我也跟赤月女帝一样走火入魔了？场下一片哗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太残暴了！
女弟子揪着心发抖，为秦无业担心。这是陈师兄的招数吗？威力好强啊！不对，陈子安什么时候修习了火术？我知道了，这应该是秦无业击杀秦振坤那一招，只不过他没发挥好，伤到自己了。陈子安，你踏马摸鸡什么？秦虎见他愣着不动，急得咆哮大骂，趁他病要他命啊，蠢货！10万灵石，10万灵石啊！闭嘴！陈子安豁然转头盯着秦虎，这家伙仗着有个哥就对他大吼大叫。他指着秦虎等人喊道：你们秦苏两家满口仁义，要为同胞报仇，实则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利益罢了，也配对我指手画脚？秦雄鬼头刀悍然阵地，姓陈的，你找死！够了！陆明川闪身拦在双方之间，执法堂令牌高举，谁敢扰乱生死台，门规处置。说罢，陆明川转身跃至台上，望向陈子安，目光深沉。陈子安，我能理解你丧失心爱之人的痛苦，但事出有因，秦无业也是受害者，此事对错，你何必如此执着？闭嘴！陈子安怒吼。陆明川，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就算你是指法堂的人，这生死台上也没人能停下来。陆明川目光冷了下来，却也只能叹了一口气。他有心帮秦无业，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便出手。这生死台是最讲规矩，也是最不讲规矩的地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陈子安冷哼一声，随即缓步朝着秦无业走去。对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陈子安终于要赢了。嗨嗨！秦无业咳着血沫撑起身子，半张脸都是血水，黑瞳里映着掌心纠缠的蓝红火种。藏仙诀在经脉里癫狂运转，那些被震天关吞噬的神魔残魂正嘶吼着要破体而出，但最终他还是强行将这2股火焰收回体内，勉强保持住了理智。玩火可真是危险啊！他喘着气自嘲一笑，一个仙火，一个魔焰，若非他有震天关镇压，换一个人早就浑身燃烧起来了。就算不死，也会变成一个毫无理智、只会杀戮的疯子。可他不能输呢！他心中低吼，嘴角勾起一抹狠意。我绝不能输！他忽然咧开染血的牙。陈师兄，你听说过异火吗？陈子安刚要掐诀的手一抖。什么？我是说……秦无业左手掌心暗红魔焰，右手掌心焚天蓝焰书的同时燃起。他颤抖着站起身来，让你也试试这焚火滋味。紫气东来震八荒，蓝焰焚天烈玄黄。秦无业沙哑低吟，左手藏仙诀运转，右手焚天蓝焰口诀齐鸣。仙魔本源，太荒之意，四极之行，听我号令。随着他低吼，暗红魔焰与焚天蓝焰骤然交融，互相撕扯，又彼此吞噬，逐渐凝聚出一朵妖异火阵。2种火焰分立如繁星般悬浮，围绕成一个黑色漩涡。火焰漩涡中心闪烁着银灰色光芒。陈子安大喊：你在做什么？秦无业双目淌血，强横的仙火之力逼得他肌肤裂开血痕，但他依旧咬牙死撑，双手如脱山岳，火焰逐渐交融，颜色也愈发诡异。火阵之上，紫气环绕，似有神魔低吟怒吼：给老子合！轰！一阵恐怖热浪威压轰然爆发，竟将擂台屏障给震碎，碎石激射而出。不好！陆明川大惊，猛然暴退。啊！离得近的弟子更是吓得纷纷后撤，尖叫声四起。怎么可能？最近的陈子安更是被火浪轰击，逼退10数步，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那玄乎的小火阵，灵魂似乎都在战栗。秦无业喘着粗气，全身破烂不堪的衣袍猎猎作响，唯有双掌之间的那个漩涡火阵缓缓旋转，美丽而危险。这一招，有个古人称之为佛怒火莲。秦无业咧嘴，染血的牙齿显得狰狞可怖，但我秦无业不信佛，不信命，我便称之为他盯着陈子安，一字一顿，业火无间。给我爆！秦无业眸光冷到极致，双掌之间业火漩涡轰然击出，霎时间擂台之上火焰怒涨，热浪滔天。陈子安汗毛竖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那火焰漩涡之中仿佛带有不可抵挡的威压，这火焰速度太快，范围更是覆盖了整个擂台，他根本躲无可躲。陈子安牙眦欲裂，涌起全身灵力抵挡。轰！下一刻，那漩涡火焰与陈子安猛然撞击，火浪炸裂而开，竟将擂台结界屏障轰碎，甚至擂台都被炸出深深的沟壑，断裂坍塌。而陈子安直接是从这个擂台抛飞到另一个擂台之上，生死不明。霎时间，所有人都疯了一般暴退，离得更远。那些弟子内心已经震惊到无法言语。静！全场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瞪大眼珠子望着台上那道染血的身影，呼吸沉重。赢了秦无业，真的赢了，而秦无业竟然还有余力站着，并且
他还能跳跃至陈子安坠落的擂台上。他是想确认陈子安死了没有，如果没死，那就补一刀。秦无业俯瞰着脚下的人，陈子安已经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断腿断手，筋骨尽断，就差最后一口气了。秦无业眼中没有半点同情，他沙哑开口：“陈子安，你善恶不分，是非不辨。苏清雪虽只是他人棋子，但我也是因他丢了天雷圣脉。若此事放你身上，你会如何？你可知圣脉？大英皇朝已经有300年未曾出现过。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拥有圣脉者，只要不夭折，日后必能成就天人，甚至超凡入圣。这意味着我原本有机会成为大英皇朝300年来最强的天才。”秦无业似乎压抑着无边的怒火，指着对方，如同高位者对下位者的审判。你为了这种贱人就能拼尽自己的性命，当真是愚蠢至极。修道者修的是心，修的是意，是勘破虚妄，是心通神明。你连凡尘俗世的迷雾都看不清，你还想修心通神，真是枉为修道者。秦无业声音冰冷，字字如刀。陈子安艰难地喘着气，仅剩的一只眼睛死死盯着秦无业。秦无业的话语让他如坠冰窟，灵魂都在颤栗。陈子安急切地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口。最终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了。这场疯狗般的厮杀，终究是秦无业咬断了猎人的喉咙。秦无业没有当众吞噬陈子安的尸体，虽然有点可惜，但秦无业把那把被震飞的流风剑找回来了。这是一把好剑，值得吞。全场死寂过后，猛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所有人都在议论：我靠，刚才那是什么招数？这也太恐怖了！那陈子安怕是连渣都不剩。这已经不是武技了，简直是神技，是仙法。赢了！秦无业竟然赢了，太震撼了！陈子安可是灵氏2重啊，竟然被秦无业给杀了。这秦无业也太凶猛了吧，简直就是一头猛兽。尤其是那些压了秦无业赢的弟子，更是激动的面色涨红，双眼放光，已经看到了无数灵石在向他们招手。哈哈，我压了秦无业赢，20倍的赌注啊！我发了，我也压了，这下赚大了。被秦无业怂恿压赢的朱大福已经震惊的腿脚发软，瘫坐在地，久久无法冷静下来。赢了的人都在扯着嗓子疯狂嘶吼：秦虎、秦雄、苏沫，你们赶紧把灵石给我们兑现了，别想跑！这些人团团将秦虎等人围住，生怕他们跑了。而此刻的秦苏两家人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脸色面如死灰，难看到了极点。陈子安输了，他们要赔付将近500万的灵石啊！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他们根本跑不了。尽管他们有点势力，但此刻怎么能比得上赌赢红了眼的师兄师姐呢？秦无业也想走过去要他的灵石，但终究是耗尽了力气，身形一晃跪倒在地。无业师弟，陆明川一直关注着这边，见状连忙将他扶起。无业师弟，你怎么样？秦无业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声音沙哑：陆师兄，赶紧帮我把灵石兑现了。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所赢的灵石。陆明川哭笑不得，但还是点头答应：好，我这就去帮你兑现。诺，你的灵石。秦无业转头一看，便看见殷红玲朝着自己伸出十分有爱的乾坤袋。殷红玲甩了甩手中的乾坤袋，挑眉道：秦师弟，动作挺快啊，刚打完架就惦记着灵石，不怕半路栽沟里。秦无业搭着陆明川的胳膊，眼皮都懒得掀开，手指却精准地勾住殷红玲递来的乾坤袋。沉甸甸的触感让他嘴角一扯，仿佛伤口都不疼了。殷师姐亲自压住，小弟自然要积极主动。他勉强站稳，咧嘴一笑，又看了眼远处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秦虎等人。倒是师姐刚才讨债的架势，堪称飞云宗一绝啊！哼！应红绫昂起下巴，腰间金铃铛叮当作响。我因红绫赢的灵石，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赖账。他看着秦无业动作利索地将乾坤袋塞进破烂不堪的衣襟，说道：里边是100万，另外100万你自己说好分我一半的。秦无业谢道：殷师姐大气，日后若还有发财路子，小弟一定带您飞。少贫嘴！殷红绫忽然凑近半步，他身上裹着淡淡花香气息钻入秦无业鼻腔。倒是你最后那招叫什么名堂？秦无业面上笑嘻嘻偏过头：师姐若肯借我那100万灵石，我立马告诉您。啊，我跟你很熟吗？殷红绫倏地退开2步，上下打量他，刚认识就敢敲诈我，活腻了。信不信我现在就替陈子安扒了你的皮？陆明川见状，赶紧横插进来打圆场。殷师姐别生气，倒是无业师弟你要那么多灵石做什么？陆师兄，
您看我这样子。秦无业颤巍巍抬手，破烂衣袍，下焦黑皮肤，还冒着烟，不得买点千年雪莲，万年灵芝补补。再雇7、8个侍女捏肩捶腿，总不能靠宗门1个月发的那几颗脆骨丹吊命吧？你那100万足够买10车灵药了。应红灵叉腰瞪他，100万灵石够普通修士挥霍几10年了，你当自己是吞金兽？见秦无业嬉皮笑脸不答话，他气得冷哼，说：“你是不是要搞什么邪门歪道？”秦无业伸手揉了揉自己焦黑的额前碎发，笑得无辜：“小孩子别多问，你说谁小孩子呢？”殷红灵一把推开陆明川，扯住秦无业的耳朵，伸手就是啪啪敲打他的后脑勺，说不说？不说我薅秃你头发。秦无业嗷嗷叫：“错了错了，师姐，我错了。”周边弟子齐刷刷围过来劝道：“师姐消消火，皱纹多了可不好找道侣。殷师姐再打下去，无业师弟可真遭不住了。”最后还是众人好不容易将殷红灵劝住，他咬牙切齿地甩开手，冷哼一声：“不说拉倒，小屁孩装什么深沉？”说着突然掏出传音玉简：“传音号拿来，我倒要看看你能活到几时。”秦无业嬉皮笑脸拿出传音玉简碰了碰，殷红灵转身就走，转眼秦无业就被蜂拥而上的女弟子们淹没。无业师弟，咱们也留个号呗。师弟，看看我可是压了你3000灵石呢。让开让开，我先来的。秦无业头都麻了，赶紧扒拉陆明川，让他帮忙应付。余光忽然瞥见讨债人群后的朱大福，连忙走去喊道：“朱师兄，你的灵石到手没？”朱大福望着台阶上被人群淹没的秦虎等人，哭丧着脸摇头：“他们连内门的师兄师姐的账都还没结清，哪顾得上我这3瓜2枣？”他忽然一个机灵，想到什么似的补充道：“无业少爷，你叫我小胖就行，没事的。”秦无业一乐：“就因你这一口，本少爷也得帮你要债去。走。”他勾住朱大福的脖子，大步流星往人群中挤去。秦虎！秦无业高声一喊，众人顿时纷纷侧目，看见来人正是全身焦黑血衣的秦无业，竟自动分出一条道。他所过之处，弟子们神色复杂，羡慕的、嫉妒的、好奇的、跃跃欲试想挑战的，几个不怀好意的更是死死盯着他腰间鼓囊的乾坤袋，但都还对之前的战斗画面震得不敢上前造次。秦雄正被讨债的骂得狗血淋头，见秦无业逼近，鬼头刀哐当砸的小畜生：“你还敢来？当然是来要灵石啊！秦雄，你作为秦家的嫡长子，不会拿不出吧？找死！”秦雄猛地从台阶上一跃，鬼头刀竖砍而下，这一刀就像直接要了秦无业的命。住手！陆明川一声断喝，本命灵气锁链已然甩出，在半空中勾住秦雄的鬼头刀猛地一拉，对方连人带刀一偏。朱大福也是反应过来，赶紧拉着秦无业躲开。砰！鬼头刀狠狠砸在地上，崩裂而开，震得碎石四溅，众人也是纷纷退开。秦无业也是心中暗惊，这一刀是大力沉，刚才若是被砍到，非死即伤啊！秦雄的实力应该比陈子安更强一些。紧接着，陆明川的剑鞘已横在秦雄面前，生死台外私自动武，执法堂有权按门规处置。说着，执法堂一众弟子也是围了上来。秦雄目眦欲裂，气得胸口剧烈起伏，鼻子像是老牛一样喷出一股白气，却也不敢再动手。苏沫黑着脸拽过秦雄，冷声对秦无业说道：“秦无业，你的灵石已经给了应师姐，你要拿自己问他去。”秦无业笑着回道：“我是替我朋友拿的，一共多少来着？”一脸胆怯的朱大福小声说道：“一共31260。”苏沫深吸一口气，点了点灵石后，将乾坤袋甩出：“给我滚！”朱大福哆嗦着接住。秦无业嘿嘿笑着朝秦雄等人摆手：“大冤种们，拜拜喽！”秦苏两家子弟恨得牙痒痒，还未等他们回骂，就又被一众要债的弟子给重新围住。包围圈中，秦毅急切地喊了几声无业，却被众人声浪淹没。秦无业根本没听见，反倒听见身后传来苏沫的喊话：“各位师兄师姐，大家静一静。现在我们身上的确没带那么多灵石，剩下的我们先记着账，给我们1个月时间，1个月我们一定凑齐，还给大家，如何？”众人纷纷吵闹：“1个月？我1刻钟都不想等，凭什么前面的人都付了，我们就要等？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是啊，你们要是不认账了，我们找谁要？就是今天不给钱，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就你们有家族，我们就没有吗？家族还管你在宗门欠债啊？对，今天必须给，不给的就把你们扒光。”秦雄头大如豆，急忙对陆明川喊道：“喂，姓陆的，执法堂不管吗？”陆明川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走，当作没听见，安排人去收拾陈子安尸体去了。秦雄有点慌了，他虽然狠，
但也架不过众人之怒啊。他瞥见一旁的秦虎，立即气得猛踹他几脚。他妈的，谁让你搞20倍赔率的？我揍不死你！秦虎嗷嗷叫。秦雄把他踢出人群，快去给我把秦墨大哥找来！秦虎会意，连忙屁滚尿流的跑开。一时间，擂台边上鸡飞狗跳，好不热闹。回到洞府门口，朱大福捧着乾坤袋，又哭又笑。吴业少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灵石，瞧你这点出息！秦无业一巴掌拍得他踉跄，赶紧回去修炼，下回带你赚票更大的。朱大福满眼崇拜地望着他，连忙点头，谢谢吴业少爷，那我就先回了，再见。待洞府阵法重重闭合，秦无业扑地喷出口黑血，整个人瘫在石床上。刚才在他人面前，他只是强忍着，其实伤势并不轻。他缓缓起身，稍作打坐，顺了口气后，才将那乾坤袋给打开。袋口一开，100万灵石哗啦啦堆成小山，映得洞府亮亮晶晶。100万啊，他也没见过这么多灵石。流出5万日常开销后，剩余灵石连同流风剑一股脑塞进镇天关。关内黑雾翻涌，灵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化作精纯灵气滋养四方，再回馈至其体内。他再次进入关内空间，屋前老树在抽新芽，灵气凝成的露珠正顺着叶片滴落在地。3分灵田顷刻间破土而出，土壤泛着淡淡蓝色。他顾不得多看，赶紧挖出小玉瓶，将这片空间飘荡的仙灵之气收集。100万才装了小半瓶。秦无业捏着瓶子肉疼，这仙灵露是拿星河凝炼的吧？不过转念一想，再吞噬100多万灵石，岂不是就能装满一瓶了？一瓶仙灵之气可以凝练1滴仙灵露，1滴仙灵露可是抵3年苦修呢。他有点懊悔，方才脸皮应该再厚一点，跟殷红灵借100万灵石的。罢了，下次有机会再看看有哪个大冤种送上门来吧。现在得赶紧修炼，1个月后就是外门大比，他只有夺魁宗主才让他正式拜入山门。眼下飞云宗是他最安全的栖身之所，只有这里能让他安心修炼，猥琐发育。进入内门，待在厉长老身边，麻烦也会更少一些。吞噬那么多灵石，镇天关这一方天地灵气充足，这1个月他根本不用出去。这般想罢，秦无业吞了一颗屁股丹，便进入修炼状态。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1个月过去了。秦无业出关时已恢复往日神采，身上的伤势不仅痊愈，实力也已精进不少。只是那烧焦的头发需要些许日子长回来了。功法上，3大仙法依旧只是第一式小成。这个月他大半精力都放在仿造古人创造的招数业火无剑上。经过无数次尝试，如今是星魔焰和焚天蓝焰虽未能彻底融合进化，但好在两者在他的控制下不再打架了。这门术法极耗灵力，威力却也极为客观，是他目前最大的杀招。他隐隐感觉这是星魔焰其实是欠打的，需要更厉害的仙火吞噬才能化解其带来的负面作用。若是日后赤月女帝想要解决是星魔焰，也需要如此这般一想，他心情又好了几分。算算时间，还有几日才到外门大比，也不知道外边怎么样了。通过阵法感知，这1个月倒是有人来找过他。陆明川、朱大福、秦虎、秦毅、孙管事，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他洞府门口徘徊，但他都不曾理会。修炼最重要啊！这1个月来，他彻底精进，巩固了领土9重的修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吸收那么多精纯灵气，想必是足够突破了。秦无业眸光熠熠，捏紧拳头，立即决定尝试冲击灵氏一重境。冲击灵氏境他有经验，加上此地灵气充沛精纯，所以倒也不需其他辅助手段。他心神归一，运转功法，气海内的灵气迅速汇聚成灵河，在经脉中川流不息，引动镇天关内的一方天地灵气，不断冲刷其肉身与经脉，助他积蓄突破的力量。领土9重巅峰的修为蠢蠢欲动，似要捅破那层阻碍。秦无业内视己身，调动灵力，沿着特定的经脉路线疯狂运转。1个时辰、2个时辰，不知过了多久，那股蠢蠢欲动的力量终于凝聚到顶点。秦无业心念一动，灵力化作一把尖锥，猛地刺向那层桎梏。轰！体内似是有天亲之兆，那层枷锁瞬间崩碎。秦无业只觉人督二脉被打通，灵力在经脉中奔腾呼啸，犹如江河入海，浩瀚无边。他吸收灵力的速度明显加快，灵气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涌入气海。又过了1日，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四射。他感知到体内涌动的强大力量，心头一阵激动。终于，灵氏一中了。突破灵氏境，不仅灵力更加雄浑，连带着肉身强度也提升不少。然而，正当他准备施展精神力时，却发现不对劲。等了半晌，体内精神力依旧平静，毫无波澜。秦无业，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突破境阶了吗？按理说，
踏入灵视境，精神力将大幅增强，足以凝聚灵气，御气对敌，或是凝聚出灵力照用于防御。可他凝聚不了啊！他微微皱眉，心中一阵疑惑。秦无业不信邪，再次尝试，但依旧于事无补。他一脸懵，修为增加了，但境界还是原地踏步，自己到底晋级了没？他闭上眼睛，再次仔细地感知着自己的身体。突然，他发现自己似乎还停留在灵途境，难道是因为震天关，还是因为那日式新魔焰的一击，让自己受到了某种未知的损伤？奇怪，秦无业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对着虚空中的棺材板嚷嚷：“喂，有人在吗？紫离女帝、赤月女帝、流萤女帝，我看你们来了！”关内空间回荡着他的喊声。三位女帝依旧不知在哪陷入沉睡，不曾现身。秦无业又喊了一会儿，还是没人应。他拍了拍脸，觉得自己是不是闭关闭出幻觉了。正当他想跃出空间时，一道红影在他眼前闪过，飘来一声嗤笑。赤月女帝赤着玉足踏空而来，指尖撩起秦无业烧焦的发梢，秀眉微蹙：“你这是什么造型？难看死了！”秦无业猛地蹦起来：“赤月女帝，您老闭关结束了？老什么老？我很老吗？”赤月瞪了他一眼，惊得秦无业汗毛倒竖：“那还不是你大喊大叫吵到我了？不，女帝大人风华正茂，美艳动人，怎么会老呢？”秦无业紧张的涔涔，赶紧道歉：“是我用词不当，还请女帝大人见谅。”赤月女帝轻哼一声，美眸扫过这方天地，红唇微动：“还不错。这阵天关吞噬下界灵气，还能有如此生机，倒也是稀奇。”秦无业见他心情不错，暗暗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绷着一根弦。他瞟了一眼埋在树根后的小玉瓶，心中暗自祈祷，千万别被这老娘们发现，不然他肯定私吞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仙灵之气。突然，赤月女帝又板起脸来，盯着秦无业，吓得他又是一激灵：“你方才呼唤我们，是为何事？”秦无业心头一紧，连忙将刚才的怪事说出，还请女帝大人指点迷津。赤月听后，缓缓踱步，指尖掠过他的胸膛：“灵途十重，有点意思。灵途十重。”他差点咬到舌头，每个境界最高不是9重吗？哼，那是你们这一届修士愚蠢的划分。你这气海是别人丹田的成百上千倍，填不满自然卡着，人家100点就能进阶，但你需要1000点、10000点才能突破。秦无业如遭雷击，那我岂不是要当一辈子灵徒？完了，那3年后的双修该如何是好？赤月忽然将秦无业推入屋内，俯身逼近，红唇几乎贴到他耳垂：“倒也不用等3年了，本帝被你吵醒，你总得补偿补偿我。”秦无业双手撑在地上往后退，咽了咽口水：“双修。”赤月轻笑一声，袖中飞出红绸，将他捆成粽子，又是一挥手关上木门：“本帝与你独处双修，撑过3日，保你修为更为精进。不过在这之前，你这头发该理一理了，免得影响我的感觉。”说话间，赤月手刀刷刷刷来回挥舞，秦无业只觉头皮一凉，长发齐肩而断，碎发簌簌落地。赤月将他推倒在床，媚眼如丝，轻轻一笑间带着无尽的魅惑：“小家伙，准备好了吗？”秦无业目光所及，只见他香肩微露，红长半退，风光若隐若现，空气中弥漫起一股醉人芬芳。赤月女帝姿态慵懒，带着高贵而魅惑的气息。她喉咙滚动，看着面前这一幕香艳画面，身体也是有了本能的反应，但内心更多的是害怕。这3位女帝中，就属这赤月女帝双修时最用力、最野、最猛了，自己恐怕难逃被榨干的命运。秦无业妄图挣扎。赤月女帝，等等，外门大比要开始了。聒噪！赤月黛眉一蹙，直接给了秦无业一个大笔兜，将他接下来的话删了回去。紧接着，他解开红绸，红绸如同灵蛇般游走，将秦无业的衣衫一件件扒下。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他便又被扒成了白斩鸡，不，现在应该说是黑仔鸡了。赤月女帝玉手轻抚过秦无业的身体，调笑道：“你这身子骨倒是比几个月前更结实了。”秦无业全身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栖身而上，阴阳交汇，灵玉合一。随着赤月轻启法诀，双修开始，屋内腾起旖旎红雾，将2人身影淹没其中。随着双修的进行，秦无业只觉一股股温润而强大的力量自赤月女帝体内流淌而来，灵力涌动间，似乎连震天关空间中的天地灵气都跟着欢腾起来。秦无业起初还有些紧张，但渐渐的，他很快沉浸在这种玄妙的感觉中。这种1对1的双修，又是别有一番滋味，更容易让人沉醉和痴迷。而且在赤月的引领下，他还能运转藏仙诀精修。伴随着赤月一声声的高吟，3天3夜很快就过去。尽管秦无业
还没能真正突破至灵视一重境，但此刻的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比3天前更强了。而跨在他身上一直紧闭双眼的赤月女帝也是缓缓睁开美眸，嘴角勾起满意的弧度。她紧紧盯着秦无业，红唇微翘：“小家伙，表现不错。”秦无业心中一紧，赶忙道：“多谢女帝大人。”赤月女帝轻笑一声，起身整理衣裳，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你助我压制噬心魔焰，我助你增进修为，很公平。可惜了，我体内仙灵露不多，无法维持太久，还需继续闭关潜修。”说到仙灵露，秦无业又是心里一紧。赤月忽然斜睨了秦无业一眼，又说道：“不过你这体质还是太差了，日后晋升只会越来越难，有机会去吞噬龙族血脉吧。”龙族。秦无业嘴角一抽，但不管3721，先恭敬地点了点头。是。随后赤月便化作一道红光飞走，引入黑雾中消失不见。秦无业如释重负地躺在地上喘着粗气，歇了好一会儿，才从乾坤袋中拿出一道崭新的衣裳穿上，这才从关内出来。出了洞府，秦无业站在悬崖前，伸了个懒腰，深深呼吸着新鲜空气。7月的太阳虽然毒辣，但1个月没晒太阳的他感觉暖和得很。他想了想，除了朱大福，外门他也没认识的人，索性便决定下山去执法堂找朱大福了解一下这1个月来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还有外门大比的情况。秦无业刚要走时，隔壁洞府忽然一开，走出一名女子。秦师弟。听到喊声，秦无业脚步一顿，转身一看，却见来人身穿粉色襦裙，裙摆轻扬，衬得身姿婀娜曼妙，腰肢盈盈一握，胸前波澜壮阔，五官明艳动人，眉眼间带着几分娇媚。此人正是外门精英弟子苏诺，他还有一个身份，苏清雪的堂姐。不过秦无业没见过对方，并不认识。秦师弟，你这是出关准备去报名参加外门大比了吗？苏诺浅笑盈盈，声音柔和。秦无业点了点头，刚出关，正想去山下了解情况。苏诺眸光一闪，自然地贴近秦无业，胸部有意无意弹，碰着他的手臂。那巧了，我也要去报名呢，不如我们一同前去。秦无业对于对方的小动作只是浅浅一笑，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但见识过3位女帝双修魅力的他，现在对于漂亮女子的标准已经被拔高到了天际。除了初见面的宗主穆清寒可以一比之外，眼前这女子或是那英红绫都不足以入得了他的眼。好啊，秦无业也就答应。两人一路往山下而去。路上，苏诺很主动地介绍起外门大比的情况。无业师弟，你应该知道我们飞云宗的情况吧？秦无业摇了摇头，一来就被挑战，挑战完就闭关，宗门内的情况他还真不知道。苏诺抿嘴一笑，继续道：我们飞云宗外门弟子大概5万多人，加上杂役弟子能达到10几万人，在本地算是与允星宗、震天宗齐名的大宗门了。当然，相对于那些动辄上百万弟子的超级宗门是没法比的。而这1年1度的大比，是外门弟子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只要进入内门，不管是修炼资源还是地位都大大提升，更是有机会被长老们看中，收为亲传弟子。秦无业听到这，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我看师姐也已经是灵土9重境的实力，为何还待在外门？是没通过笔试吗？苏诺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他轻喝一声，似笑非笑地盯着秦无业师弟说话，可真是直戳人心啊。苏诺轻叹一声，继续说道：师姐我入飞云宗已有5年，3年前境界便已达到灵土9重境，但这2年一直未曾有过寸进。说到这，他眼中掠过一抹无奈与苦涩。每个人的血脉品级不同，修炼悟性有高有低，绝大部分的普通修士都会卡在第1道门槛多年，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苏诺的血脉只是一品，要不是靠着家族的关系和资源培养，估计连灵土9重都无法达到。像秦无业这样拥有圣脉的天才，是没法体会到多年无法进阶的痛苦的。每年入门的新生不乏像师弟这般惊才绝艳之人，加上大比只招收1000余人，淘汰比例很夸张，想要进入内门并不容易。甚至有些已经达到灵视1重境的老生，运气不好的话都不一定能够晋级。有些心灰意冷，便放弃进修，直接下山去凡俗世界过逍遥快活的日子了。秦无业心中微微一动，原来进入内门的名额如此有限，10几万人中夺魁首，看来竞争很激烈啊。原来如此，秦无业点了点头。苏诺娇媚一笑，主动贴近他。怎么，师弟对自己没信心吗？秦无业哈哈一笑，怎么会呢？我只是在想，这次外门大比，我得拿个魁首才行啊。他的话语中带着一股子自信与霸气，让苏诺微微一怔。随即他扑哧一笑，伸手轻拍秦无业的肩膀。师弟啊师弟，你可真是野心勃勃呢。不过师姐我喜欢。秦无业笑了笑，忽然后知后觉问道：
聊了那么久，我还不知师姐尊姓大名呢。哦，是我疏忽了。苏诺浅笑盈盈，我叫苏诺。苏诺。秦无业一愣，笑容里明显多了一份戒备。苏诺师姐，你是允星城苏家人吗？没错。苏诺坦然承认，而且苏清雪是我堂妹。两人停下脚步，互相对视，似乎都在试探着对方。秦无业哑然失笑。苏诺师姐，你也是奉家族之命过来杀我的？苏诺轻哼一声，语气中带着不屑。无业师弟别担心，虽然清雪是我堂妹，但我们感情并不深，而且是她有错在先，死不足惜。再说了，无业师弟你那么强，连陈子安都打不赢你，我才没傻到送死呢。说着，他故意一个踉跄，抓住秦无业的左手，想要贴近对方。秦无业眉头一皱，轻抬手将他扶稳，不着痕迹的便继续迈开脚步。苏诺也不恼，依旧保持着那副浅笑盈盈的模样，仿佛刚才的小插曲根本没发生过一样。秦无业暗暗戒备，这女人看似热情，实则心思深沉，鬼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假话。就算对方真这么想，他也不想跟秦苏两家人有任何来往。见秦无业走得越来越快，苏诺只好快步跟上。半个时辰后，他俩才到达山脚下的执法堂，秦无业却没有继续走的意思。苏诺见状，有些疑惑地问道：“师弟怎么了？报名要到演武堂，咱们还得翻2座山头呢。今日是最后一天报名，再不赶紧，恐怕就得天黑了。”秦无业看了他一眼：“师姐，我要去执法堂见个朋友，你先走吧。”他不想再跟苏诺一路了，正好也想找朱大福聊聊，打听一下其他情况。苏诺一听，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但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不打紧，我在外边等你无妨。秦无业眉头微皱，这女人有点难缠。秦无业见赶不走他，只好钻进执法堂。门口案台里并不见朱大福的身影，只有一个弟子在扫地。听到脚步声，对方抬起头，看到一头干练短发的高俊少年，不由得愣了愣。秦无业瞥了他一眼，淡淡问道：“这位师兄，朱大福今日没来执法堂吗？”扫地弟子呆立当场，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才认出眼前这个少年正是近期名声大噪的天才秦无业。他顿时有些慌神，结结巴巴回道：“我是新来的，不知道呢。”秦无业没有多问，执法堂那么大，值守弟子轮班是很正常的事。他拿出传音玉简，想要给朱大福传音。这时他才发现玉符里有2道传音，朱大福和陆明川都给他发来了。这个月他一直在闭关苦修，倒是没有留意到。秦无业心神沉入玉简，先是读取了朱大福的传音，下一秒他的神色猛地一变，玉简那头传来朱大福惊恐无助的求助：“无业少爷，救我！”话没说完，便是一阵嘈杂的碗筷摔碎声，似乎还有凌乱的脚步声，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秦无业心头一震，朱大福出事了。他皱起眉头，正想听听陆明川说些什么事，这时楼梯处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走下来一群人。扫地弟子连忙侧到一边，弯下腰，恭恭敬敬地喊道：“秦茂师兄。”秦茂，允星城秦家旁支的嫡系子孙。此时秦茂也与秦无业对上了眼，他眉头一挑，露出几分玩味，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哟，原来是秦大天才啊！”话到一半，他的笑脸瞬间变成狠色：“你来我执法堂作甚？”他对秦无业这狂盗无边的本家子弟可没有任何好感，而且秦无业还害他被秦雄剥削了7万块零食，用于赔付那场比斗，那可是他所有家当。秦茂恨不得将对方扒皮抽筋，以泄心头之恨。秦无业感应到了敌意，但神色不变，而是针锋相对：“我来找朱大福，他是你们执法堂的人，你又是谁？”秦茂哈哈一笑，自报家门：“秦大天才，咱们可是同宗同源呢。我叫秦茂，现在是这外门执法堂巡查处的主事。”秦茂故意咬中主事2字，摆明是想让秦无业知道自己身份地位比他这个外门杂役弟子高得多，他的口气明显不善。秦无业感应到了敌意。秦无业面无表情，没注意到他话里的炫耀。那正好，朱大福出事了，你知道他人在哪吗？秦茂一听，嗤笑一声：“哦，朱大福出事了，你才知道啊？”秦无业眉头深皱，这家伙铁定朱大福的情况。秦无业，你知道他出事了？秦茂缓缓走近，阴恻恻地笑着，然后一副贱兮兮的样子说道：“他死了，死得好惨啊！”秦无业心头一沉，直觉告诉他，朱大福的死恐怕和眼前这个秦茂脱不了干系。果不其然，秦茂的脸几乎要贴到秦无业鼻尖上，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害我们损失了500多万零食，朱大福只是微不足道的利息。”他咧开嘴，露出森白的牙，仿佛在享受对方瞳孔骤然紧缩的瞬间。
你说什么？秦无业猛地抬手，五指如铁钳般扣住秦茂的咽喉，后者灵力瞬间爆发，腰间玉佩嗡地亮起青芒，一道屏障凭空浮现，但却赶不上秦无业的速度。秦无业的手指仿佛铁钳，猛地抬膝狠撞对方腹部，再一把拍掉他腰间佩刀和玉佩。未完全生效的护体灵气瞬间失效。你他妈松手！秦茂脸色涨紫，脚尖乱蹬，抖着手摸向腰间佩刀。住手！身后几名执法堂弟子呼啦围上，剑刃齐刷刷出鞘。秦无业，你这是要造反？造反！秦无业冷笑一声，手指反而收得更紧。我倒要问问朱大福究竟是怎么死的。他猛地将秦茂扯到面前，眼底冷得像淬了冰。说。秦茂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同为领土9重，这人的力道怎会如此恐怖？自己想要挣脱，却根本做不到。嗨，放手！秦茂挣扎着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身后的弟子立刻高喊：朱大福是食物中毒死的，他赢了灵石后下山花天酒地，暴毙而亡，尸首还是我们扛回来的。放屁！秦无业怒极反笑，灵图3重竟会被凡间毒物毒死，你们连编谎都懒得动脑子了。秦茂，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大声说出来。他五指又收紧一分，秦茂喉鼓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咯声。不然我不介意先杀了你，给朱大福报仇。秦茂瞪着双眼看着秦无业，眼中似有暗红火苗窜起，神色骇人。他深知对方真的是会下死手的狠人，他可不想死。我……秦茂刚想开口，住手！楼梯顶端突然炸响一声暴喝，秦无业只觉一股磅礴威压如山岳般压下，紧接着灰影如鬼魅般闪现，枯槁手掌拍向秦无业胸口。还未回神，他整个人已经倒飞出去，重重翻滚在地，直到撞到墙门方才停下。他喉头腥甜翻涌，却硬生生将血咽了回去。秦无业抬眼望去，只见一名枯瘦老者负手立于堂前，灰袍无风自动，鹰钩鼻上嵌着一对浑浊黄铜，正死死盯着自己。刘长老！秦茂连滚带爬扑到老者脚边，指着秦无业嘶声道：他就是秦无业，这狂徒擅闯执法堂，还欲行凶杀人。刘长老正是受过秦家恩惠的外门执法堂长老刘崇山。远处偷窥的苏诺早已发现里边的动静，见到刘长老都出来了，连忙悄无声息地退入阴影。刘崇山稳步走出内堂，目光如刀的冷冷扫向秦无业。你就是那个觉醒了圣脉的秦无业。他每吐一个字，威压便重一分，石砖地面竟隐隐皲裂。灵宗境一重的修为，恐怖如斯。老匹夫！秦无业顶着威压半跪在地，怎么连执法堂的长老都成了秦家的看门狗了？放肆！秦茂跳起来就要扑过去，却被刘崇山抬手拦住。老者枯瘦的手掌缓缓抬起，掌心凝聚出一团刺目白光。在我的执法堂胡作非为，本长老有权将你处置。既然厉老鬼不管你，老夫便替他教教你什么事。话音未落，千钧一发之际，秦无业脚下黑雾骤起，多道身形闪影横移3丈，正是兽神宗第一世雷影穿云。杀人了！刘长老杀人了！救命啊！他边逃边扯着嗓子嚎叫，声音响彻整个山头。几个探头探脑的外门弟子吓得缩回脖子，执法堂众人脸色铁青。刘崇山眼角抽搐，正要追出，突然像是想到什么，抬手指住秦茂等人。明日便是外门大比。他盯着秦无业消失的方向，阴恻恻笑道：让我的徒儿废了他。秦茂一愣，随即狂喜：刘长老，您是说张师兄回来了？张衡昨日已归宗。刘崇山拂袖转身，嘴角勾起残忍弧度。外出历练3年，如今他可是灵士3重境，要不是今年魁首的奖励是那本他向往已久的功法，他也不会回来。术后的苏诺闻言一震，那疯子回来了。而此刻的秦无业一口气翻越了一座山头，他把几块灵石锤成粉末，将其散在空中，就当是给朱大福焚香了。小胖，时间紧迫，待大比结束之后，我定会给你讨回公道。秦无业望着前方另一座山头的演武广场，心中百感交集。那里就是外门大比的地方。此刻他忽然有些自责，仔细一想，是他害了朱大福，要不是自己叫他压住，他就不会出事；要不是自己替他出风头拿灵石，他就不会被秦家人针对，是自己考虑不周了。殷红灵、秦苏两家不敢得罪，但无权无势的朱大福以秦家人的尿性，怎么可能不把灵石给抢回来？秦无业暗叹了一口气，一想到秦苏两家，秦无业便眼神冰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自己的底线，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给朱大福报仇，无论如何他都要将那帮人给灭了。正当秦无业还沉浸在自责中感慨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声：无业师弟，你等等我啊！秦无业猛地回头，
只见一道曼妙身影在树林间跳跃，朝自己飞扑而来。他一个机灵，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诺，这死娘们怎么又跟上来了？秦无夜低骂一声，撒丫子就跑。苏诺见秦无夜跑了，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轻哼一声，提起裙摆就追了上去。无夜师弟，你别跑啊，师姐又不会吃了你。秦无夜头也不回，玩命狂奔。我靠，我信你才怪！这死娘们一看就知道没安好心。两人一前一后在山林中狂奔，秦无夜跑得飞快，苏诺咬紧牙关，死死咬着不放。一路上，不少外门弟子都看到这一幕，众人纷纷侧目，眼中满是惊愕。我靠，那不是秦无夜吗？他怎么被苏师姐追着跑？这是什么情况？苏师姐向来不是眼高于顶吗？怎么会对秦无夜这么感兴趣？你是最近刚入门的新生吧？你是没见到秦无夜以灵土9重境击杀灵氏2重境的陈子安啊？你说什么？外门演武广场面积广阔，四周群山环抱，形成一个天然的巨大盆地，容纳大几万人完全不是问题。上百个青石擂台经过岁月的洗礼，表面留下无数刀剑砍凿的痕迹，那是飞云宗弟子们奋斗的来时路。虽是大比报名的最后一天，广场上依旧人头攒动，远处善堂飘来阵阵灵米香气，勾得排队弟子们腹中咕噜作响。秦无夜刚踏上广场边缘，一阵香风裹挟着喘息声扑来。苏诺足尖点地，群居翻飞如蝶，一把勾住他的手腕，胸脯剧烈起伏间险些撞上他的后背。他今日穿了件浅粉纱衣，衣襟绣着暗纹牡丹，领口微敞，雪白肌肤上沁着细密汗珠，在日光下莹莹发亮，引得附近众多男弟子频频侧目。无夜师弟，他娇嗔着往他身上贴，吐息如兰，跑得比风还快，怎么不等师姐我呢？周遭几名弟子瞥见这一幕，惊得险些摔倒。那不是苏诺师姐吗？她怎么跟秦无夜这么亲近？听说上个月她还给陈师兄送过丹药，转头就……你懂什么？女人都是慕强的。秦无夜抽回手，后退半步笑道：苏师姐，你这追人的架势，我还以为是执法堂刘长老放狗了呢。他目光扫过他汗湿的锁骨，又迅速挪开道：不是心动，纯粹是怕这女人突然掏暗器。苏诺也不恼，拢了拢鬓边碎发，压低声音道：你还有心思玩笑？刘长老的弟子张衡回宗参加今年的大比了，那人可是个疯子。张衡，疯子？秦无夜挑眉，他很厉害吗？苏诺，那张衡3年前败在大比试炼最后一关，气得自毁容貌，入荒山苦修，前些日归来时，有人瞧见他右脸附着银鳞，怕是得了什么机缘，听说血脉生生拔到7品，如今已是灵氏3重境。灵氏3重境？秦无夜喃喃一声，随即笑道：我倒是想见识一下他有多强呢。说罢，他转身向报名处行去。苏诺连忙跟上，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张衡今年对夺得魁首势在必得，因为据说今年魁首的奖励可不一般。秦无夜眸光微凝，斜睨了他一眼。虽然他对苏诺依旧满心警惕，但这女人知道的消息不少，倒也不妨多听听。什么奖励？秦无夜随口问道。苏诺眼波流转，葱白手指掰着数道：地阶功法玄罡诀，4品上等丹药喜脉丹，10万灵石，还有一套中品灵器流云战甲，前10名也能分到玄阶功法，3品丹药，数万灵石等等。你说值不值？张衡就是冲着那本玄罡诀来的。秦无夜听得心头火热，面上却懒洋洋。师姐对这奖励倒是如数家珍啊。那是自然。苏诺轻笑，毕竟我可是参加了5阶的老生呢。两人正说着，前方报名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名灰袍弟子被踹翻在地，负责登记的弟子鼻孔朝天。杂役弟子也敢来报名？滚回去扫你的茅厕！那杂役弟子捂着流血的鼻子，依旧不甘心地喊道：往年不都可以吗？怎么今年不行呢？什么时候出的规矩？那弟子再次上前，狠狠踹了对方几脚，然后指着自己大声喊道：老子说的规矩就是规矩，你他妈就一个灵图3重境的杂役弟子，凑什么热闹？连第1关都过不了，还增加我工作量，浪费我时间。那杂役弟子被踹得蜷缩成一团，接着就被报名处其他弟子围住，7手8脚的给拖了出去。周遭不少外门弟子目睹这一幕，皆是面不改色，习以为常。秦无夜微皱眉头，看向苏诺：苏师姐，杂役弟子不能参加外门大比吗？苏诺也是有些疑惑：不知道啊，往年都是可以的。就算杂役弟子修为低，好歹也是宗门弟子，参加大比也能让他们多历练呢。而且杂役弟子中也有不少被埋没的高手，以往多少外门长老都盯着。怎么今年？他说着，目光从报名处扫过，心里微微一提。苏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苏浪，他的堂弟。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这个堂弟在不久前通过家族关系
进入演武堂，担任报名处的负责弟子了。难道是他改的规则？飞云宗人数众多，堂垛分门繁杂。同样的，其中里边的猫腻鱼腥不少，关系鱼龙混杂，内门长老和宗主根本管不了那么细。再说了，这演武堂的堂主罗长老跟那执法堂的刘长老都是不正经的老头，暗地里吃的油水不知道有多少呢。苏诺对秦无业轻声道：“我堂弟苏浪是报名处的负责弟子，可能是他搞的鬼。”秦无业顺着苏诺的目光看过去，此人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歇息，周边还有弟子为他撑伞递果。秦无业眸光深沉，若有所思。这时他眼尖地注意到前方有一人偷偷给报名处的弟子塞了一个乾坤袋，对方掂了掂袋子，脸上顿时露出笑意。秦无业目光冰冷，已然明白了一切，看来这报名处还有不少暗箱操作啊。苏诺叹了口气，没办法，人越多管理越难，不管在哪，只要有钱有势，都能混得比一般人要好。秦无业看着苏诺一副有些哀怨的神情，似笑非笑地说道：“苏师姐，你把这些都告诉我，这是要上演一出大义灭亲吗？”苏诺微微一怔，随即露出苦笑：“无业师弟，不瞒你说，我缠着你的确有所求。”秦无业心中冷笑，终于要露出目的了吗？他淡淡地看着苏诺：“你说有所求，具体是指什么？”苏诺眸光复杂，声音带着几分低沉和苦涩：“我知道你可能会因为我是苏家人而对我刻意疏远，但我绝无害你之心。苏家子弟众多，我天赋差，又是女儿身，在苏家其实并不受待见。若不是我稍长得漂亮些，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家族给我修炼资源十分有限，如今我卡在领土9重境多年，一直无法突破。我待在飞云宗外门已有5年，按照宗门规矩，若是今年再无法进入内门，恐怕就得分派到各地驻守宗门产业，或是联姻嫁娶，从此与修行之路无缘。可我不甘心，我想继续修行。”说到这，苏诺的目光变得明亮起来，凝视着秦无业：“当我看到你一招击败陈子安时，我便知道你是我唯一进入内门的希望。”秦无业听罢，眸光深邃，没有立即回答。苏诺见此，心头一紧，连忙道：“当然，若是你能助我进入内门，我绝不会让你白白帮忙。我知道秦苏两家针对你的计划，绝非表面上这般简单。”他压低声音说道：“我知道他们不少秘密，我可以当你的内应，只要你想知道，我都能帮你打听。”秦无业目光微亮，似在思考。苏诺的话倒是不假，但人心叵测，对方还有待考量。秦无业沉吟片刻，随即笑道：“苏师姐倒是坦诚，不过这大比形势如何，我又该如何帮你？”苏诺闻言一喜，刚想开口，身边便传来一阵喊声：“喂，后面的，到你们了！”秦无业转头看去，正好和那人对上眼，对方顿时就将他认出来，大喊道：“秦无业！”这话把一旁坐在太师椅上悠哉的苏浪给惊得立即起身。奶奶的，等了1个月，这货终于出现了。苏浪扑的浆果合吐了出来，眼中带着冷笑，立即对身边一个弟子吩咐：“你快通知秦虎他们，就说秦无业来了。”是。那弟子点头，连忙拿出传音玉简联系。苏浪手中拿起一块牌匾，朝秦无业走去，脸上带着百分嘲讽：“秦无业，你眼瞎吗？看不见规矩？”牌匾上赫然写着狗语杂役禁止参赛的字眼。苏浪，你这杂役弟子身份可不符合参加外门大比，等明年再来报名吧。秦无业目光扫过木牌，眸光冰冷：“谁定的规矩？字写的跟狗似的，怕不是你现写的吧？”苏浪脸色一沉：“长老们定的。怎么，你一小小杂役想干什么？别以为你有点修为就目中无人，你区领土9重境，在咱们飞云宗里什么也算不上。”秦无业神色不变，看向苏诺：“长老们定的规矩。苏诺师姐，有这回事吗？”他这时候把苏诺给推出来，正是想看看对方如何应对。苏浪微微一愣，这才注意到秦无业身后的苏诺。不过他刚站出来还未说话，却见苏浪眼神冰冷，带着威胁说道：“原来是苏诺堂姐啊，你不会是想替这个杂役弟子说话吧？别忘了，你爹上月刚求我家借款呢。”苏诺脸色一冷，心中一叹，这时候既要帮秦无业，又不能得罪苏浪，不然他的计划就泡汤了。但他好歹是混迹外门数年的老江湖，这点小场面倒也不至于让他手足无措。苏诺款款上前，指尖轻抚苏浪肩头，柔声道：“堂弟，何必动气呢？”他眼波流转，忽然贴近苏浪耳畔低语：“我这般接近秦无业，自然有我自己的法子解决他。”温热气息撩得苏浪耳根发痒，他浑身一僵，脱口道：“美人计。”嘘！苏诺聪直抵住他嘴唇，笑得妩媚：“堂弟若坏了我的事，日后分不到苏家好处，可别怪我。”他余光瞥向秦无业，见他正冷眼旁观，又压低嗓音道：“
秦家输的灵石，倒让你在这守了1个月当枪使，你甘心？苏浪脸色阴晴不定，他何尝不知秦虎使唤他做事，可秦家许了他5万灵石。正犹豫间，远处传来一声暴喝：“秦无业！”秦虎带着10几名秦家子弟围上来，气势汹汹：“你这龟孙子终于敢露面了！”秦虎瞪着秦无业，咬牙切齿：“想报名？先给一颗3个响头，再把那100万灵石给吐出来！”秦虎正说着，他身边一位凶狠男子站了出来，引起秦无业的注意。对方肩头扛着柄血色墨刀，刀柄处缠满脏污绷带，一脸戾气。“哟，屠烈哥也来了！”苏诺娇笑一声，看似不经意地退到秦无业身旁低语：“此人名叫屠烈，上届大比西败，只因上届只收了1232名内门弟子，他排1233名，差之毫厘，险些没把他气死。他本是灵士1重，1年不见，竟已突破到灵士2重境，在外门中已能横着走。除了最近1个月未入榜的入门新生，还有那个张衡之外，他几乎能算外门第1人了。无业师弟，秦虎带着他来，怕是来者不善啊。”秦无业眸光微敛，不动声色。屠烈被苏诺的娇笑声吸引，视线扫过苏诺丰满的上身，挺翘的丰臀，咽了口唾沫，这才看向秦无业，满是森然冷意：“你就是秦无业？听说你以灵土9重境杀了陈子安，真是好本事啊！不过别以为这样就能在外门大比中出头，我告诉你，陈子安只不过运气好罢了，我比他强多了。”秦无业神色平淡，仿佛没听见。屠烈脸色一沉，墨刀驻地，向前一步，灵力涌动：“我在问你话呢，哑巴吗？”苏诺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低声再次对秦无业说：“屠烈这人心狠手辣，不讲规矩，你得小心应对。”秦无业轻轻点头，目光终于从屠烈身上移开，看向秦虎：“你们围在这，是觉得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秦无业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秦虎闻言，眼中闪过一抹怨毒，却不敢贸然动手。毕竟他们是亲眼见识过秦无业击败陈子安的场面。虽然说秦无业也重伤，在洞府前修疗伤1个月才恢复过来，但当时给他们的震撼余威仍在，所以他才特意将屠烈带了过来。有了屠烈这张底牌，秦无业想参加大比，就必须交出那100万灵石。哼，秦无业，别以为你有点能耐就能目中无人。秦虎故作镇定，冷笑道：“你只是侥幸赢了陈子安罢了，屠烈哥的实力不是你区灵土9重能够撼动的。不想死，就立马给我把灵石给拿出来！”周遭的秦苏2家子弟纷纷叫嚣起来，一副狗仗人势。屠烈更是眯起双眸，握着墨刀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显然被秦无业那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面对这一触即发的局面，秦无业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淡淡的扫了屠烈一眼，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挑衅：“怎么，你这傻大个也想跟我来一场生死战吗？”屠烈一愣，没想到对方这时候还能如此镇定。他身形猛地往前一步，双目如炬，狠烈之色溢于言表。墨刀的刀锋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仿佛连空气都被这股戾气所撕裂。然而就在众人都以为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屠烈竟硬生生地克制住了动手的冲动。他长得是大个，但他并不傻。秦家给的价钱太低了，不足以让他拼命。虽然他没亲眼见到秦无业怎么击败陈子安，但怎么说，对方都是有点料才会这么狂的，一旦动手，赢不赢暂且不说，要是自己受伤，那对接下来的大比可就太不利了。秦虎见屠烈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对方竟然没动手，让他瞬间有些不满。屠烈哥，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干就完了，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那么狂。是啊，屠烈哥，你可是专业教训天才的狠人，还怕这没有血脉之力区灵土9重境的秦无业？屠烈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些秦家子弟在想什么。最终他听得不耐烦了，眼中闪过不悦，突然厉喝一声：“都他妈给我闭嘴！”秦虎和他的那几位兄弟还想说什么，但被屠烈那森冷的目光扫过，全都强行忍住了。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安静。秦无业看向屠烈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外，没想到对方能克制住情绪，还以为他跟秦雄一样都是无脑的莽汉。屠烈的一声暴喝震得秦虎耳膜嗡嗡作响，他扛着墨刀歪头啐了口唾沫，刀尖斜指地面，斜睨着秦虎冷笑道：“秦雄那老狗就给了几块灵石，就想让我替他卖命，当老子是街边耍把式的？”他抬脚碾碎一颗石子，石粉簌簌落下。要不你们先上，等你们被打趴了，我再出手捡漏。秦虎脸色涨红如猪肝，拳头捏得嘎吱响。他梗着脖子强撑：“屠烈哥，咱们好歹是合作过几次的老交情，这孙子身上可是揣着100万灵石呢，只要拦住他，逼他交出来，回头秦家分你1成。”屠烈神色一动，1成就是10万，
不少了，可他不能在赛前让自己消耗太多。议程，屠烈嗤笑一声打断他，刀柄重重一跺：好啊，老子只帮你拦住他，不给他报名。若是你们想要我打死他，起码3成。秦虎被噎得说不出话，额角青筋直跳。他咬牙横跨一步站在屠烈面前，压低嗓音威胁：屠烈，你别忘了，秦家可不只找你一人。话未说完，屠烈突然抬手掐住他脖子，秦虎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威胁我？屠烈咬着牙说道：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了你，回头跟秦家说是秦无业干的。他猛地松手一推，秦虎踉跄几步险些摔倒，周围秦家子弟噤若寒蝉，无一人敢上前吱声。另一边，秦无业冷眼旁观这场狗咬狗的闹剧，忽然转身面向人群，看着苏诺，朗声再次问道：苏诺师姐，宗门条令可曾说过杂役弟子不得参加外门大比？苏诺一愣，秦无业这是要彻底把他拉下水才会相信自己啊。他随即娇笑回道：自然没有，杂役弟子也是弟子，往年报名处向来来者不拒。他拖长尾音，目光亦有所指地扫向苏浪。至于今年这规矩嘛，我倒是头回听说呢。秦无业点头，声调陡然拔高：诸位同门都听清楚了，宗门律令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杂役弟子凭本事皆可参比。他转身指向苏浪身旁歪歪扭扭的木牌，嗤笑道：可这狗与杂役禁止参赛的破牌子，怕不是有人假传宗令，中饱私囊。人群顿时骚动。其实大家都明白其中猫腻，但演武堂和执法堂在外门势力庞大，加上他们收取500块临时的报名费也不算多，所以几乎所有的杂役弟子都默默接受了。谁也不想因为这500块临时被这些人记仇，但也有例外，比如刚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杂役弟子，这时就挤出人群，指着苏浪嘶声大喊：他说的对，凭什么要我们交临时才能报名啊？宗门律令完全没有这个条例。他抹了把嘴角血渍，振臂高呼：我们杂役弟子每日挑水劈柴伺候外门老爷，连博个前程的机会都要被剥夺吗？这不公平，不公平！此言一出，数十名杂役弟子轰然响应，振臂高呼，群情激愤如野火燎原，连不少外门弟子都面露愧色。苏浪被这阵仗吓得倒退2步，他色厉内荏地吼道：秦无业，你血口喷人！这规矩是演武堂罗长老亲口。亲口什么？秦无业突然欺身上前，掌心砰地拍在登记桌上，桌案应声裂开一道缝隙，惊得苏浪一屁股跌坐在地。他俯身逼近，眼中寒光凛冽：你敢发誓没收过贿赂？敢叫罗长老当面对质？敢让执法堂搜你乾坤袋吗？苏浪冷汗涔涔，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秦虎见状不妙，顾不得与屠烈置气，跳脚大骂：秦无业，你再妖言惑众，休怪老子不客气！他扭头冲屠烈挤眉弄眼，压低嗓门急道：屠烈哥，咱就算不杀他，也不能让他这么闹，把他拖到日落，让他报不成名啊！屠烈眯眼掂了掂陌刀，忽然咧嘴露出一口黄牙，既不用死斗，又能卖秦家个人情，这买卖划算得很。小子，废话少说！他刀锋遥指秦无业咽喉：打得过老子，报名处随你横着走；若是打不过，屠烈舔了舔嘴唇，留下一只手当彩头吧。秦无业嗤笑一声，五指悄然掐诀。他侧头对苏诺戏谑道：师姐瞧见没？恶拳挡道，得先打狗才能进门。话音未落，身形已如鬼魅般掠出。屠烈瞳孔骤缩，他征战多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身法。秦无业明明正面冲来，却在3丈外突然一分为4道残影如黑烟缠着雷电，分析上中下后4路。雕虫小技！屠烈暴喝挥刀，血色刀芒呈扇形横扫，左侧残影被拦腰斩断，后侧残影被刀气震散，然而真身却凭空消失。上面有眼尖弟子惊叫，屠烈猛然仰头，却见秦无业如鹞子翻身凌空踏下，足尖正对天灵盖。他急忙横刀格挡，却听当的一声金铁交鸣，陌刀竟被踩得弯如满月。屠烈虎口崩裂，踉跄后退3步，每一步都在侵蚀地面，踏出深坑，不待他喘息，秦无业借反震之力腾空旋身，袖中甩出3道乌光。咻咻破空声里，屠烈挥刀劈落2道，第3道却擦着他耳畔掠过，竟是一枚普普通通的碎石。你耍我！屠烈怒目圆睁。秦无业翩然落地，掸了掸衣摆灰尘，笑道：这招叫石打恶狗，对付你石子足够了。他忽然并指如剑点向屠烈丹田，指尖隐有雷光闪烁，这一招又叫爆裂点局。接着屠烈慌忙横刀护体，不料秦无业虚晃一招收势，真正的杀招却是左腿如鞭横扫。砰的闷响，屠烈小腿胫骨挨了一记，疼得单膝跪地。秦无业趁机旋身绕到他背后，掌心雷光暴涨，
轻飘飘按在其后心。轰！雷芒炸开的气浪掀翻周遭弟子，屠烈如破麻袋般飞出3丈，陌刀脱手飞翻，却被一道雷影在半空接住。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在抬头时眼中已满是惊惧。秦无业拿着他的陌刀横在自己脖子处，他逆着面如土色的秦虎等人，慢悠悠道：“还有谁要拦我报名？”人群死寂片刻，突然爆发出震天喝彩，杂役弟子们红着眼眶往前涌，不知谁喊了句“无业师兄威武”，无业师兄威武，声浪顷刻如山呼海啸。苏诺在人群中眼唇轻笑，眸中异彩连连。苏浪已经默默将那块牌匾藏好，秦虎带着人缩到一旁，不敢乱动。他们没想到，仅仅几招，屠烈便已败下阵来。烈日当空中，秦无业大步走向报名台，将宗门令牌啪地拍在桌上。登记弟子哆嗦着进行登记，哭丧着脸喊：“杂役弟子秦无业报名成功！”晨雾尚未散尽，外门演武广场上人潮如沸舟般翻腾，8万外门弟子如黑云压境，人头攒动间掀起阵阵喧嚣，连四周山腰的树梢都挂满了看热闹的杂役。演武台中央，10数位外门长老分立如桩，个个面色肃穆。居中而立的是演武堂的罗长老，身形矮胖如酒坛，一双3角眼眯成细缝，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冷笑。他身旁则是负手而立的执法堂刘长老，面无表情。在另一侧则是藏经阁、丹药阁、炼气阁、灵天堂等主要权策外门长老。其中丹药阁的韩长老捋着白须，瞟了罗长老和刘长老几眼，悠悠地开口：“罗长老，今年报名的弟子可比往年少了3成啊。”韩长老声调拖得老长，莫不是你演武堂的弟子太凶，吓得小崽子们不敢露头了？罗长老眼皮一跳，转头皮笑肉不笑。韩长老说笑了，今年规则严苛，杂役弟子修为低微，自然知难而退。哦，可我怎么听说昨日在报名处有个叫秦无业的杂役？韩长老话未说完，天际忽地传来一声喝令，3道流光破云而至，内门长老们翩然落地。为首的是玉衡风华长老，一把年纪了却不见老态，嘴角含笑似翩翩公子；其次是身材窈窕，一脸正气的天书峰刘长老。天玄风陆长老背负巨斧，虬然如钢针乍起，人谓之声仙道。今年的热闹，我们几个老骨头可得好好瞧瞧。罗长老忙堆笑迎上，眼角却瞥见刘长老神色似有其他意味，宗主和长老会均未现身，这3人倒像是内门来监工的。长老们一番融洽的打过招呼后，外门大比也即将开始。肃静！罗长老催动灵力，声浪如雷滚过广场，8万弟子瞬间鸦雀无声，他这才满意的展开一卷经册。今年外门大比第1关乃是守擂挑战赛，凡报名者需连战10人而不败，或独守擂台满1个时辰。此言一出，满场哗然。10人，往年不是3场定胜负吗？这杂役弟子没得玩了。杂役弟子们脸色惨白。罗长老无视喧哗，抬手甩出100枚玉牌，按报名顺序分批次，分会场设于内门演武堂。内门演武堂分会场，那被秦无业轰塌的擂台不知何时已经修复。3万弟子如潮水涌入，分批次往擂台而去。秦无业暴毙已在角落打着哈欠，苏诺则踮脚张望。咱们是最后一批，估计要等到日落才到我们了。秦无业，无妨，正好养精蓄锐，看看其他人打架也不错。苏诺想想也是，便又拉着他讨论起外门那几个天才事迹。秦无业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忽的心有所感，摸出了传音玉简。说话间，秦无业忽的心有所感，摸出传音玉简一看，是陆明川传音来了。他点开最新一条，陆明川的声音传出：“无业师弟，你在哪个会场？我过去找你。”秦无业回了条传音，言明位置。他眉头一挑，这才点开先前那条还未来得及查看的传音：“无业师弟，朱大福死了，我怀疑他的死跟秦苏2家赌输灵石报复有关，也有其他弟子遭受了毒打报复。如果你出关，联系我。”秦无业脸色微沉，心里却忽然一明，陆明川这个时候急着找自己，会不会有什么线索？他深吸一口气，收敛情绪，看着周遭热闹的一切。他们或呼朋唤友，或指指点点，或欢呼喝彩，热闹非凡。朱大福的死仿佛就像被随地踩死的蝼蚁，无人在意。苏诺见秦无业神色不对，也不再多言，静静在一旁站着。过了半个时辰，陆明川才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秦无业。不过当他看到苏诺待在秦无业身边时，不由皱起了眉头。他们认识，是同一批新生进来的，还一起外出执行过任务。只不过在陆明川进入内门后就联系少了。他怎么会在这？看起来跟秦无业还挺熟。苏诺师妹，好久不见。陆明川拱手道。苏诺眨眨眼，原来无业师弟等的人是你啊。秦无业，你们俩认识？
苏诺立即攀着关系说老相识了，之前陆师兄在外门可照顾我了呢。陆明川干笑一声，没说什么。秦无业见状也懒得废话，陆师兄，朱大福的事，你可是找到了什么线索？陆明川面色一肃，但他瞥了苏诺一眼，剩下的话有些犹豫，要不要说？毕竟事关秦苏两家人，苏诺也不傻，见状便说：“那个无业师弟，我去附近看看情况，你们聊吧。”陆明川见状便低声问：“无业师弟，你跟苏诺他？”秦无业知道他想歪了，打断道：“是他非要跟着我的，而且还跟我表态，只要在大比中我帮他胜出，他便在苏家做内应。”陆明川有些错愣，随即微微点头，没再说什么。倒是秦无业好奇地问道：“陆师兄与他是旧识，可了解他是什么为人？”陆明川沉吟片刻，说道：“苏诺他心不坏，但做事不讲情义，更看重利益，是可以合作的同盟，但不是可以交心的朋友。”秦无业点头，倒是跟自己的判断差不多。深交，他也没想过，只是想找个帮手罢了。秦无业，说正事吧，朱大福到底怎么死的？陆明川，我多方打听才知道，朱大福在赢得灵石后，刚下山想买点补给，却被外门执法堂的弟子以违反宗门条令为由抓了审问，之后被打得重伤濒死，抬回房后便断了气。秦无业心里冒火，执法堂那帮兔崽子果然在说谎。陆明川，不仅如此，不少在赌局上赢了的外门弟子甚至内门弟子，在这段时间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毒打报复，执法堂那边根本不管，甚至是默许。秦无业牙根紧咬，无法无天，就因为一场赌局，他们竟敢如此肆无忌惮。陆明川也是一脸愤然，他们敢这么干，除了秦苏两家本身的实力，更因为背后有人。秦无业，谁？陆明川，执法堂外门刘长老，内门钟长老，演武堂内外门两位亲兄弟罗忠、罗洪长老。而且不止执法堂、演武堂，不少实权位置都安排了秦苏两家的人，他们这是想慢慢架空飞云宗。若让秦苏两家得逞，飞云宗离覆灭不远了。说到此，陆明川一脸激动和悲戚，秦无业眼中冷意骤然。这飞云宗，看来内部他能理解陆明川的心情，但比他要冷静。所以陆师兄，你打算怎么办？陆明川深吸口气，沉声道：“虽然朱大福的死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找到了证人，而且他们殴打他人的场面也被我用留影石偷偷记录下来了。”说到这，陆明川却又苦笑一声：“可是飞云宗里边的水太深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弟子，身薄势微，根本不敢乱动。”说到此，他看向秦无业，眼中流露出激动：“无业师弟，只有你能做到。如果你想将一切公之于众，还朱大福一个清白，我们只能直接上禀宗主，让宗主明察。”秦无业眯起眼，不确定地问：“陆师兄，你想让我上禀宗主？”陆明川一脸认真的点头：“对，只有将这一切告知宗主，飞云宗才有救，我们才有救。”秦无业点头，沉声道：“陆师兄，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大比中全力以赴。”陆明川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好，我相信你。不过你要小心些，秦苏两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秦无业，我等着他们来呢。随后他又问道：“你知道朱大福可否有亲人？”陆明川摇头：“没有，他是孤身一人进的飞云宗。”秦无业默默点头。两人又交谈几句，陆明川便告辞离开了。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而且也不想被人看到他与秦无业接触，引起注意。看着陆明川离去的背影，秦无业心中思忖良多。他其实并不关心飞云宗内部的利益争斗，但涉及到今后能否安稳的再次修炼，他也必须要将这一切告知宗主。不过陆明川这个人，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秦无业从来不是那种很容易信任别人的人，对方不惜冒死也要对付秦苏两家，当真是为了清除飞云宗的蛀虫。陆明川从一开始便接触我，究竟是何目的？此人比苏诺的心思更深，秦无业有点头疼，想不通，索性便倚在树枝上休憩。苏诺这时也回来了，他好奇地问道：“无业师弟，陆师兄跟你说了什么啊？”秦无业淡淡道：“没什么，只是一些关于大比的事情。”苏诺闻言也没多问，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渐渐西斜，终于是轮到秦无业他们这一批弟子上场了。苏诺在秦无业身旁伸了个懒腰，小肚子一露，娇嗯一声。见秦无业毫无反应的走掉，只好笑着跟上。无业师弟，我打听过了，咱们这最后一批1000多名弟子，有不少硬茬子呢。他边走边说，而且很不巧，那个疯子张衡就在咱们这一批。他这么强，直接手累，根本没人敢去挑战他，毫无疑问直接进入下一轮试炼了。除了张衡之外，还有几个人，无业师弟一定要注意。
说到这，苏诺忽然拉起秦无业的手，走，无业师弟，我们往这边。秦无业无奈，只能被他拉着走。不一会儿，苏诺将他拉到一个10几个女弟子组成的姐妹团里，她们一见到秦无业，皆是眼睛一亮，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哇，苏诺，这就是秦无业师弟啊，长得挺帅啊。苏诺，你可真不够意思，有这么帅的小师弟，也不早点介绍给我们认识。秦师弟，你有没有道侣啊？师姐我可是很温柔体贴的哦。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师姐们，秦无业一脸尴尬，都有些手足无措了。苏诺见状，嘻嘻一笑，无业师弟，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你不用紧张。秦无业只能硬着头皮点头。各位师姐好。众女弟子闻言，更是笑得花枝乱颤。师弟真乖，苏诺，你可要好好照顾无业师弟啊，他这么帅，可别被人欺负了。苏诺翻了个白眼，你们就放心好了，说不定是无业师弟来照顾我们呢。1个月前，他可是战胜了0世2重境的内门师兄呢。哇，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也太孤陋寡闻了，谁叫你整日闭关的？快说来听听。一群人简直跟一群麻雀一般，不停叫唤。秦无业尬笑着，缓缓远离众人中心。苏诺拍了拍秦无业肩膀，解释道：无业师弟，你看啊，大家都是抱团取暖的。他指了指进入那场比赛的选手。秦无业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到这些弟子3、5成群的聚在一起，互相讨论着什么。你看，那个秦茂也在咱们这一轮。苏诺指着一个方向，他们执法堂和演武堂都是一起的，还有苏家也都跟秦家沾边。其他的，比如势力大一些的林家、叶家、赵家，都有自己的小团队。就算是没有背景的弟子，他们赛前1个月都已经各自组好了帮派，彼此依靠。像这种手类挑战赛，肯定是同盟越多越好。甚至有些世家子弟实力不怎么强的，却收买人头，然后他去挑战，让别人故意输掉比赛，故而晋级。这些情况以往都不是没有发生过的。秦无业微微点头，算是明白了苏诺把他拉到这里的用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些世家子弟抱团取暖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不过抱团又如何？真正有实力的根本不需要依靠他人也能脱颖而出。苏诺还想说些什么，忽地顿住。对面人群如潮水分开，张衡缓步踏入，右脸银鳞在日光下泛着妖异光泽。疯子张衡来了。苏诺嗓音发紧。秦无业闻声看去，张衡周身气息如渊，每一步踏下竟都散发出一阵阵威压。0世3重境的威压足以让这些外门弟子胆寒心惊。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张衡竟直朝着擂台方向走去。苏诺和周边的小姐妹们都纷纷让开，唯独秦无业一动不动。苏诺见状，不由着急，小声说道：无业师弟，快让一让。秦无业充耳不闻，只是目光平静地直视张衡。张衡的妖异幼瞳猛地一缩，也是注意到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子。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是退避三舍，唯独这个弟子竟然一动不动。他眼中闪过一丝戾气，直接抬手就要推搡秦无业。让开！张衡喝道。然而他的手还没有碰到秦无业，便猛然一紧，秦无业迅速抬起左手，一把抓住对方手腕，紧紧扼住。张衡不由一惊，对方的力道竟然不弱于自己。他二话不说，猛地释放周身灵力，想要逼退秦无业。周边弟子纷纷色变，退得更远。怎么回事？这个张衡又发什么疯啊？那个不是苏诺的小师弟吗？他竟敢招惹张衡这个疯子。不对，那人不是秦无业吗？秦茂等人发现了秦无业，众人一脸错愕。但让大家更加吃惊的是，秦无业同样毫不示弱，他同样灵力涌动，竟是硬生生地抗下了张衡的威压。两人之间的空气碰撞在一起，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什么？张衡妖异幼瞳再次一缩，他万万没想到，一个灵突9重境的后生小辈竟然能顶得住，而且看对方的灵力浑厚精纯程度，竟似乎还在他之上。这怎么可能？两人的对峙持续了几个呼吸，张衡又惊又怒，他右脸银鳞隐隐蠕动，但无论他如何催动灵力，竟都压不住对方半分。最终他只能猛地一挣，挣脱开来。两人双双收了灵力，空气中的压迫感这才消散。周边弟子们见状，皆是神色各异。不认识秦无业的弟子都已经默默将他视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毕竟能够正面抗下张衡的威压，这个人绝非池中之物啊。张衡深深看着秦无业，一字一句的开口：小子，你叫什么？秦无业扬起下巴，傲然说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秦无业。秦无业。张衡内心一惊，他瞟了一眼高台之上长老的位置，除了刘长老之外，他的师傅刘崇山也在这个分会场。
而在赛前，师傅就交代过他，若是碰见秦无业，就找机会除掉他。这个除掉不是让他退出比赛，而是要他身死。没想到这还没开场就让他给碰上了，当真是有缘啊！张衡内心冷笑，似在酝酿着什么。很好，我记住你了。秦无业默然回道：我劝你最好别做傻事，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个张衡绝非善类，对付这种人用不着假惺惺的客气。秦无业的挑衅让气氛再度变得紧张，仿佛一根弦被拉到了极致，随时都可能崩断。苏诺见状，连忙上前将秦无业拉扯了一下，他一脸紧张地对着张衡问好：原来是张衡师兄啊，许久未见，师兄修为愈发精进了。张衡冷哼一声，扫了一眼苏诺，没太大印象。秦无业，你给我等着。秦无业神色从容，随时奉陪。对方放下狠话，大步流星地走向擂台。苏诺松了一口气，转头看向秦无业，眼中满是担忧。无业师弟，你怎么招惹上这个疯子了？周边的师姐们也是叽叽喳喳地围了上来，纷纷安慰秦无业。就是啊，这人心理变态啊，听说右眼是他自己扣掉的。无业师弟，你可得小心一些了。秦无业哭笑不得，但还是微微一笑，多谢师姐们关心，不过不用担心，他不是我的对手。众人听后面面相觑，虽然他们都听说了他战胜陈子安的事迹，但张衡的凶名在外，他们还是有些担心。不过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默默为秦无业祈祷了。这时高台上传来刘长老的声音：最后一批弟子守擂挑战赛开始，按序号上场，守擂者自行登台，挑战者同样自行选择对手。随着刘长老的话音落下，擂台上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弟子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序号牌，往四周上百个擂台散开。守擂还是挑战，对于那些家族子弟来说，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他们早早就商量好了一切。一般都是让收买的人去守擂，少爷小姐们直接上去咔咔咔挑战，不用几分钟就能搞定10人，顺利晋级。付出的无非就是零食罢了，这也是那些杂役弟子想要参加大比的原因之一，给少爷小姐们刷人头，够回本了。但对于个体户而言，那就难了。敢守擂的都是自认为有实力的狠人，敢挑战的那更不怂了，怎么都不好打。苏诺跟在秦无业后面，一脸紧张，手里拿着序号牌。无业师弟，我们守擂吧，只要碰上一个比自己弱的选手，咱们就拖时间，只要他不认输，我们就能一直拖到一个时辰结束，这样我们就能晋级了。秦无业眉头一挑，这办法虽然猥琐，但的确是最稳妥。好啊，不过个人赛只能靠师姐您自己了，我可帮不上什么忙。苏诺笑着摇头，这是自然的，你也别小瞧师姐，我好歹也是领土9中的实力呢。秦无业，好，那我就先上了。前方拥堵，到处人挤人，秦无业拨开人群，让开一条路来。随后他猛地一跃而上，成为了9号擂台的擂主。也是从这时起，擂台边缘上的沙漏开始自动计时，一个时辰之内，若是无人挑战或挑战者全部失败，则守擂成功，晋级下一轮。苏诺也紧接而上，在其旁边的擂台上站定。尽管参加了多次大比，但他心里依旧紧张，而秦无业却盘坐在地，闭目养神起来。就在这时，一声喊叫也是让他睁开了眼。他在这，秦茂师兄，秦无业这小子在这呢。有个弟子挥着手大喊着。不多时，秦茂等一伙人蜂拥而来，站在了9号擂台面前。他们一个个神色戏谑，眼神冰冷，显然没安好心。秦茂一脸阴鸷地盯着秦无业，咬牙切齿地开口：秦无业，你想守擂偷鸡晋级是吗？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秦无业，不服啊？那你过来啊！他的话语带着挑衅和霸气，让得周围的弟子们皆是神色微动。那些不认识秦无业的弟子议论纷纷：这人谁啊？看他修为不过和我一样是领土9中，就那么嚣张。他不会不知道这外门弟子藏龙卧虎，达到灵视境的人多了去了，等会有苦头给他吃的。哎，那不是指法堂的秦茂吗？他们都聚在一起了。可不是嘛，最烦指法堂和演武堂这帮人了。看样子似乎台上那小子跟秦茂不太对付啊。哼，不自量力，被指法堂的人盯上，车轮战可有他好受的了。周围的弟子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在唱衰秦无业。秦茂脸色阴沉，眼中闪过一抹狠厉。哼，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吗？他话虽这么说，却是看向了身旁一位灰衣青年。你先去会会他。灰衣青年一愣，随即摆出一副苦脸。茂哥，我肚子疼，哎呦，要上个厕所。他显然不想当出头鸟。秦茂脸色像吃屎一样难看，他又扫向其他人，其他人都知道他想干嘛，
一个个东歪西扭，纷纷躲避他的眼神。你们这帮废物！秦茂怒骂一声，最终还是抓住那个想跑的灰衣青年，瞪着眼睛喝道：少废话，给我上，给我消耗他！放心，就算打输了也少不了你的好处。灰衣青年一脸苦相，但在秦茂的淫威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迈出步伐。可就在这时，却是有一只手掌搭在了他的肩上，让其身形一顿。秦茂等人也是一愣，回身看去，顿时大惊失色。张衡师兄！秦茂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张衡可是外门数一数二的猛人啊，就算是内门的秦雄也得让他3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不应该直接守擂，静等过关吗？谁跟去挑战他啊？只见张衡倏地冲上擂台，大声喊道：秦无业，我来会会你！这一声喊出，犹如晴天霹雳，让得周围弟子皆是神色一惊，纷纷投来震颤的目光。卧槽，我没听错吧？张衡挑战那小子，这怎么可能？那小子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张衡亲自出手？难道说那小子真的有些能耐不成？张衡不去守擂，也来挑软柿子捏了。我就说嘛，这小子太高调了，有人看不惯了。而秦茂等人更是面面相觑，眼中藏不住的惊愕和不解。他们没想到张衡竟然会亲自上台挑战秦无业，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他们动手了。张衡的实力在外门，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秦无业必死无疑。想到这里，秦茂顿时大笑起来，接着纷纷替张衡呐喊助威。张师兄威武！碾碎这狂徒！秦茂率先扯着嗓子嚎叫，脖子青筋暴起，仿佛要将之前被掐脖子的怨气全喷出来。身后一众狗腿子顿时如蛤蟆聒噪般硬核干他丫的，一个没有血脉之力的废物。领土9众竟就在这叫嚣，找死吧！呼呼呼！更有甚者吹起尖利口哨，冲着擂台比划下流手势，引得围观弟子哄笑连连。秦无业，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秦茂叉腰狞笑，张师兄的银鳞毒爪专治不服，一爪子下去，肠子都能给你扯出来晾成腊肠。晾腊肠算什么？旁边尖嘴弟子捏着鼻子怪叫，我赌他3招内尿裤子，赌10块中品零食，我压20块中品零食赌他脑袋开瓢。一听有赌局，秦无业眼睛立马就亮了，他连忙凑到擂台边缘，冲秦茂招手喊道：嘿，秦茂，是不是要开盘了？谁坐庄啊？赔率多少啊？我压我自己赢100万零食，接不接？此话一出，台下顿时噤声，一个个瞠目结舌，尤其是秦茂更是又羞又怒。他妈的，一提这个100万零食他就来气。他现在身无分文，还背负债务，就是秦无业害的。秦茂气得脸色扭曲，忍不住破口大骂：去你妈的秦无业，你他娘的别太嚣张了！他妈的，张衡师兄，给我打，往死里打！而台上的张衡虽然对秦茂对他的指使不满，但更受不了秦无业对其无视之举。他怒声喝道：秦无业，给我滚过来受死！话语落下，他身形猛地暴掠而出，化作一道银色狂风，右手成爪，直取秦无业的喉咙。他的双手在虚空中抓舞，食指之上竟有银色的锋利气劲萦绕，宛如10道锋锐的利刃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音爆声。银鳞毒爪，这就是张衡最新绝学功法，以速度、锋利、毒性著称。一旦命中，敌人瞬间就会千疮百孔，而身中剧毒之人，疗伤药都未必能够让其伤口愈合。秦无业早有防范，身形倏地化作4道残影，浮现在擂台各处。张衡的攻势顿时落空，而9号擂台这边的动静也是引起了刘长老的注意。刘崇山盯着擂台，重重呼出一口气：我这徒弟还是沉不住气。他倒不是担心张衡会输给秦无业，只是觉得张衡这时候出手未免操之过急。毕竟1对1擂台战，众目睽睽之下，不方便下死手啊，就不能等一等吗？他虽是生气，但如今也无法阻止，只好观战。而一直在旁边忙碌的刘长老忽然动作一顿，目光移到9号擂台之上，不由心中暗道：是厉长老带回来的那小子。他回到宗门之后，偶然听到弟子说起陈子安与秦无业决斗之事，但他并不作声，毕竟陈子安只是他的记名弟子，而且是对方主动约战。反观秦无业，短短1个月已经晋升领土9重境，没有血脉还能如此，天赋悟性果然不一般。不过天才过刚一折，他这般高调，其他弟子也不是吃素的。就拿这个张衡来说，本来资质一般，在外历练3年得到了机缘，修为大有长进，一开场就遇到这样的劲敌，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擂台上，张衡右脸银鳞诡异的蠕动着，宛若皮下藏着千百条毒虫。他伸出猩红舌头舔了舔森白獠牙，阴笑道：现在求饶，留你全尸。
或者我扒开你的脑皮，拿你的头骨泡酒。秦无业嗤笑一声，拇指抹过鼻尖，反弹反弹。他忽然压低嗓音，笑意倏然收敛。提醒你一句，最好一上来就用绝招，否则你没有第二次机会。话音未落，人已如离弦之箭爆射而出，真身瞬间闪至张衡左侧，拳风裹挟山崩之势轰然砸下。好快！张衡心中一惊，下意识交叉双臂护头，顺开灵力防御罩。轰！却听咔嚓脆响，护体灵力竟如弹壳般迸裂。张衡整个人如炮弹般倒飞出去，砰地撞在擂台边缘的屏障上，蛛网裂痕瞬间爬满光幕，全场死寂。紧接着爆发出阵阵呼声尖叫。卧槽！我他妈看到了什么？张衡师兄被一拳干飞了，这怎么可能？这一拳，好强的力量！他真的是灵土9重境吗？围观弟子纷纷瞠目结舌，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瞎了。张衡可是灵氏3重境，7品血脉之力，肉身强度、灵力储备、反应速度都远超同境界修士，怎么可能被一个灵土给一拳秒了？崩山拳！台下有秦家子弟结结巴巴道：“这秦无业竟然已经将咱家的祖传拳法炼制大成了。”这秦家祖传拳法素来以刚猛著称，可也从未见过有人能以低境界的实力将拳意凝实到可以轰碎灵氏境的防御啊！秦茂更是面如土色，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没亲眼见到秦无业击败陈子安那一战，只知道他强，但不知道那么离谱啊！那个灰衣青年更是吓得双腿都在发抖，幸亏自己刚才没有第一个上去，不然这一拳自己岂不是被干死了？高台之上，刘崇山刚坐下抿了口茶，见此震惊的猛地起身，眼中满是惊愕与愠怒。这小子不是没有血脉之力的废物吗？竟然一拳就破了张衡的灵力护罩。他不信邪地释放神识，查探秦无业的修为。是灵土9重境，没错。刘长老脸色阴沉的可怕，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要知道，张衡可是他的亲传弟子，是他精心培养的棋子。若是张衡在这里折了，他的计划岂不是要被全盘打乱？而旁边的柳长老却是眼前一亮，忍不住低声惊呼：不错的肉身力量！秦无业的修为远超同阶弟子，加上其扎实的基本功，浑厚精纯的灵力，能越阶挑战也不为过。刘长老注意到刘崇山的神情，还是说了句劝慰的话。只不过秦无业没有其他手段的话，想要以肉身击败张衡还是不太可能。擂台上，张衡踉跄起身，眼角裂开，溢出的鲜血流淌在他银鳞右脸上，显得更加的可恐怪异。他死死盯着秦无业，眼中满是怨毒和不敢置信，自己竟然被一个灵土给打飞了，这怎么可能？秦无业笑道：我说了，最好使出你的最强招数，不然我的下一击就可以将你击溃。哈哈哈哈哈哈！我第一次见到比我还狂的人，你让我好兴奋，好兴奋啊！张衡大笑怪叫着，右脸上的银鳞仿佛活物般簌簌抖动，将留下的血液全部吸尽，右眼瞳仁忽地变成带血的银色树瞳。他猛地撕碎衣袖，赫然露出隐藏着一片片银鳞的狰狞右臂。簌簌簌簌簌，银鳞突然疯狂蔓延，转眼覆盖整条臂膀，与右脸鳞片连成狰狞银色甲胄。墨绿毒雾自灵犀喷涌，所处侵蚀竟滋滋腐蚀成蜂窝。能比我击出7品银鳞毒蟒血脉，你够资格当极品了。张衡右臂鳞甲嗡鸣震颤，整条臂膀竟如火蟒般扭曲膨胀，鳞片息张间猛地喷出墨绿毒雾，一股腥臭气浪翻涌，银鳞吞天。擂台半空陡然腾起一片银白光雾，雾中隐现数丈巨蟒虚影在昂首嘶鸣，嘶鸣声如金铁相撞，震得围观弟子耳膜刺痛。张衡身形一晃，众人只觉银光爆闪，巨蟒张开深渊般的巨口，裹挟着腥风朝秦无业当头射下。好快！秦无业瞳孔骤缩，这是他第一次在同辈修士身上感受到速度碾压，仿佛周身空气都被这荧光绿雾给冻结。仓促间，他脚下雷光炸响，4道残影分射各方，却在触及光雾瞬间被腐蚀成黑烟，瞬间崩溃。巨蟒虚影轰然落地，真身仓促后仰，毒爪擦着鼻尖掠过，腥气激得他眼眶发酸。他堪堪避过这击，左肩却被毒雾擦过，衣料瞬间化作飞灰，裸露的皮肤泛起青黑纹路。你的雷太慢了。张衡狞笑声中抬手一招一压，毒龙钻。啊！巨蟒虚影竟发出类似龙吟之音，似能摄魂夺魄，震得在场围观弟子识海翻涌。秦无业首当其冲，更是头痛欲裂，眼前一阵发黑。巨蟒虚影发出震天嘶吼，速度更快的袭来。张衡狞笑：废物，给我跪下！秦无业紧咬牙关，拼着识海剧痛，强撑着不让自己昏死过去。可巨蟒的速度实在太快，他根本避无可避。轰！
巨蟒咬中秦无夜，毒雾崩炸，将他轰击而倒。什么绝世天才，什么圣脉之子，在我张衡面前，还不是蝼蚁一只？张衡大笑，一步步朝倒地不起的秦无夜走去。观战席上，刘崇山点头微笑，不错，恒儿的银鳞毒蟒又精进了。刘长老却皱起眉头，刘长老，这只是同门大比，点到即止，没必要下如此重手吧？刘长老瞥了他一眼，笑中带着一丝不屑。刘长老，这比类自当全力而战，只要对方没有认输，比赛就当继续。刘长老并不认可，语气稍显急切。可秦无夜已经倒地不起，话都说不出口，理应让监战弟子先行检查。刘长老大手一挥，冷哼一声：“刘长老，你太多虑了。”他目光阴鸷，凝视着对方。我看是你太关心这个弟子了吧？他跟你是什么关系？虽然修为达到了领土9重境，但终究是个没有血脉之力的废人。没有血脉，想要突破至灵视境，想都不要想。刘长老何必又为这种弟子操心呢？刘长老脸色微变，还想反驳，台下忽然又一阵骚动惊呼传来。两人望去，却见本该输掉比赛的秦无夜竟缓缓站了起来。他的衣服被毒雾腐蚀得破破烂烂，全身冒着青烟，可就是这么一副凄惨模样，他竟还能站起来。张衡一愣，竟然还没死，你这多……秦无夜摇摇晃晃，带血的目光盯着张衡，露出森然弧度，还挺疼的。你在说什么笑话？你现在就跟一条死狗没什么区别，还敢在我面前装？就算你能站起来又如何？我的银鳞毒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中毒已深，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秦无夜没有理会他的嘲笑，而是低下头看着自己被毒雾腐蚀的身体。这毒的确好厉害，就算他吞噬妖兽后抗毒性远超同阶弟子，但仅凭此还无法完全抵御。兽神宗雷影穿云，他深吸一口气，疯狂调动灵力运转身法，却控制着残影在本体方寸间频闪，以此来产生更多的雷电之力，试图用这雷电将体内的毒素一一消除。想用雷电之力将我的银鳞蛇毒逼出体外。张衡踱步至秦无夜1丈之外，右脸银鳞随笑声兴奋的片片竖起。雷克万邪，那只是一个笑话。当邪已通天，雷神也只能靠边站。没意思，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呢。结束吧，千蛇术。说着，张衡指尖一勾，银鳞骤然收紧，忽的右甩臂横扫，臂上银鳞竟脱离躯体，化作千百条银蛇激射而出。秦无夜猛地抬起头，眼中金光爆射。藏仙绝血是天影。蛇雨笼罩下的秦无夜周身空间猛地一抖，数千只银蛇竟同时一顿，无法寸进。下一刻，秦无夜周身忽地腾起暗红火焰，轰！噬心魔焰奔涌往四周轰击，那上千只银蛇一碰到火焰，立马被焚烧消融，发出阵阵惨烈的嘶叫。张衡大惊失色，如同割指心疼，连忙催动功法，想要将这些小蛇收回。可哪有噬心魔焰烧得快？经过赤月女帝1对1双修陪练，秦无夜对于藏仙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现在的他对于操控噬心魔焰比焚天蓝焰还要熟练。片刻间，所有银蛇全部葬身火海，被烧成黑灰飘散。张衡反噬吐血，惊得双瞳大睁。不，我的千蛇银鳞甲！啊！秦无夜，我要你死！秦无夜盯着对方，晚了。趁对方遭受反噬，体内灵气混乱，要他命。心念电转间，秦无夜身形化作残影，急速逼近张衡。雷电爆闪中，秦无夜本体突然伸手抓住张衡脚踝。张衡惊觉脚腕传来烙铁般的灼痛，低头看见缕缕暗红火苗正顺着裤管往上攀爬，惊得他暴退3丈，灵力毫无保留的涌现。右腿裤管已烧成飞灰，露出肌肤下焦黑的鳞片。张衡还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的蛇毒正被这个火焰疯狂焚烧，雷电之力灌入其躯体，电得他全身麻痹。轮到他眼前一阵阵发黑了，他震恐色变，银鳞光芒狂闪，想要挣脱硬抗。咔咔咔咔，一阵脆响中，张衡脚腕的银鳞已然片片瓦解，冒出青烟。啊！放开我！可秦无夜岂会给他机会？他抓着张衡的脚腕，抡起圈来，呼呼呼呼呼，空气炮鸣般连爆。紧跟着，秦无夜疯狂地左右上下甩动，将张衡一次次地狠狠砸在地面。砰砰砰砰砰，砸了5、6下后，秦无夜才猛然一甩，将其摔飞。张衡仰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银色树瞳已经变回人眼，瞳孔放大泛白，露出惊恐。场下围观弟子全场寂静，就连周边擂台方才还在对战的弟子们都不约而同停了下来，朝他们看来。隔壁的苏诺美目难掩惊喜之色。张衡师兄竟然败了！
那个疯子张衡吗？林氏三重镜败给了领土九重。什么？一阵震惊的议论之后，爆发出强烈的呼声，而秦茂等人一个个瞠目结舌。茂哥，秦无业竟然赢了！茂哥，现在怎么办？闭嘴！秦茂怒喝一声，面色阴沉。这个贱种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连张衡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外门恐怕没人治得了他了。林氏三重都无法对付他，难道要林失敬？秦茂越想越是心底发寒。他同样是领土九重，同样跟林氏一重境的师兄比过招，但自己仅仅撑了10数招便被击败。秦茂仰头望着台上仿佛战无不胜的秦无业，双眸颤动。为何秦无业他却能击败如此强的对手？在自己的家乡，人人都叫我天才。如果我是天才，那秦无业又是什么？就在众人还处于震撼之际，擂台上的秦无业再次动了。张衡此人实力很强，断不可留。秦无业杀心一起，雷影变动，手中噬心魔焰燃起。不！张衡脸色骤变，只来得及喊出一字：住手！千钧一发之际，刘崇山豁然从高台冲出，半个呼吸间便已闪至擂台之上。孽障！刘崇山怒气大喝，抬手轰向秦无业。秦无业狠色一闪，不退不避，今日便是拼着被刘崇山一击，也要杀了张衡。轰！手中噬心魔焰已然轰击在张衡腹部，爆炸开来。啊！张衡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刘崇山盛怒含恨的一掌也是同时轰向秦无业的胸口。砰！气浪和火浪同时炸开，秦无业筋骨齐断，鲜血狂喷，人影倒飞而出，轰碎擂台屏障，坠入比舞台外的地面。刘长老立即转身对张衡急施水术，试图扑灭这古怪火焰，可他的水术竟然一时间无法扑灭。趁着这一功夫，噬心魔焰钻入张衡体内，瞬间爆燃。呼啦！火焰瞬间吞噬张衡。张衡的惨叫声戛然而止，顷刻间烧成了火柴人。刘长老怔愣一瞬，气得快要炸了。他胡子直颤，猛地转头就要找秦无业。台上的刘长老见状，立即闪身而下，拦在刘崇山身前。刘长老，住手！比武台上拳脚无眼，你贸然对弟子出手，已经坏了规矩。你还想干什么？刘崇山浑身戾气翻涌，衣袍猎猎鼓胀，枯槁的手指微微发颤，一双阴鸷老眼爬满血丝，死死盯着地上焦黑的骸骨。那是他精心培养了7年的亲传弟子，如今却在众目睽睽下被烧成一堆炭渣。他猛地扭头看向刘长老，喉间滚动。刘长老周身灵压如渊似海，泛起碧色涟漪，硬生生将他半步踏出的脚逼退收回。对方竟已突破至灵宗4重境。刘崇山震惊，自己不过灵宗1重，若真动起手来，只怕讨不得半点便宜。柳如絮！刘崇山嗓音嘶哑，如砂纸摩擦，不甘心地争辩道：此子杀心过重，同门大比，竟下此毒手，按宗规当废其修为，逐出飞云宗。柳如絮广袖一甩，清冷眉眼似凝寒霜。刘长老方才不还说比擂自当全力而战？擂台上只要无人认输，就得继续。放屁！刘崇山须发皆张，指着擂台边缘的深坑，此子用邪火残害同门，分明早有预谋。哦！柳如絮眉梢微调，立正言辞，指尖点向台上张衡焦黑的尸骸。张衡祭出千蛇术时，可没打算留活口。若非秦无业有自保手段，此刻躺在那里的便是他。况且刘长老您突然干预比武，还一掌将弟子轰飞，算不算残害同门？刘长老喉头一梗，脸色青白交加。方才自己理直气壮的话，此刻竟成了柳如絮反将一军的利刃。他咬牙抢辩，可秦无业最后一刻分明能收手。无需多言。柳如絮抢着回话：若刘长老想争个是非，待宗主回来，随我同去飞云殿禀报。刘崇山心中暗自思忖，神色忽明忽暗。对方是内门长老，而他只是一个执法堂的外门长老，论地位论实力都不及柳如絮。况且柳如絮深受宗主信任和偏袒，断然不会向着自己说话。此事去了也是自找苦吃。最终刘崇山猛地甩袖离去，青石板在他脚下寸寸碎裂，围观众人慌忙避让，连秦茂都连滚带爬地躲到树后。那老匹夫经过时，3个躲闪不及的弟子被灵压掀翻，当场喷出鲜血。柳如絮见此，扫向周围喊道，喊声震得周遭喧闹霎时沉寂。来人！四周的监战弟子们纷纷跃上擂台。清场，封擂。是。数十道身影应声而动，将围观的弟子纷纷清退，并提醒周边的擂台战弟子继续比赛。柳如絮转身跃下擂台，径直走向秦无业。当见到秦无业身上的伤势时，柳如絮素来淡漠的眸中闪过一丝金色。少年胸口凹陷如碗，浑身骨骼碎了大半，
五脏剧烈，肋骨断茬刺破皮肉，嘴角不断溢出黑血。刘崇山这一掌分明也是下了死手。他轻叹一声，从皓腕玉镯中取出只翡翠小瓶，揭开时沁香瞬间驱散了血腥气，异香如月下幽兰弥漫开来，连10丈外弟子都觉神清气爽。月华续命丹，远处有识货的丹堂弟子惊呼：七品灵丹啊！听说这丹药须及其360种灵草，在月色下以地心岩炼足7749日方能成丹，就算是灵宗境强者重伤残断，也能令其迅速痊愈，断肢重生，是非常珍贵的保命灵丹啊！刘长老竟然舍得用它来救治秦无业，他跟秦无业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啊。柳如絮却无半分犹豫，捏开秦无业下颚，便将丹药送入其口。药丸入口即化，顺喉而下，少年惨白如纸的面庞顿时浮起血色，胸口断骨发出细微的咯咯声，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秦无业睫毛颤动，模糊视野中映出一张清冷如月的面容。他张了张嘴，喉间却只涌出血沫。莫说话。柳如絮并指凝出灵针，在他周身大穴连点12下，刺入经脉，引导药力。接着他点在秦无业眉心，一缕缕碧绿灵力灌入其经脉躯体之中。少年喉间发出野兽般的低吼，体内暗红火焰突然暴涨，竟将12灵针尽数熔断。这是什么灵火？好生霸道！柳如絮美目微眯，双手接出繁复法印，广袖翻飞如蝶，周遭灵气仿佛受到牵引，凝成缕缕银丝缠上少年身躯，与暗红火焰彼此撕咬吞噬。噗！秦无业喷出一口黑血，气息顿时顺畅不少。刘长老眸光一凛，掌心猛地压向他气海。凝神，抱元守一。秦无业只觉气海如熔炉炸开，剧痛中隐约听见刘长老的声音。他迷迷糊糊中咬牙运转藏仙诀，将乱窜的噬心魔焰强行收束。渐渐的，暗红火焰引入体内，银光将其紧紧包裹。这疗伤手段看得围观弟子目瞪口呆。夜色渐深，大比第一日就这样结束了。人群皆数散去，独留几道人影站在远处守候。刘长老额间沁出细密汗珠，连袖口都被汗水浸透，终是顺利完成此次疗伤。他撤去法印，收拾起身，垂眸看向少年，见他虽面色仍显苍白，但胸口的凹陷已恢复如初，这才冷声道：3日之内不可动用灵力，后面的试炼你无法参加了。秦无业浑身经脉仍如烈火炙烤，却硬撑着坐直了身子。他抬眸望向柳如絮，嘴角扯出一丝桀骜的弧度。刘长老，这试炼我必须参加。话音未落，喉咙便涌上一股腥甜。他生生咽下血沫，五指死死扣入地面青砖，指节泛白。胡闹！柳如絮冷月般的眸子扫过他，虽然救回你一命，但若还敢乱来，就算你师父厉沧海来了，也救不了你。原来师父叫厉沧海啊！秦无业心想，无妨，我自有分寸。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忽地咧嘴一笑。张恒纳斯呢？死了没？柳如絮瞥了他一眼，沉默片刻后淡淡道：死透了。他一甩袖，转身欲走，忽又驻足提醒：你师父外出前托我照看你，但你杀了刘崇山的爱徒，他必不会善罢甘休。明面上我能替你说话，但暗里的杀招只能靠你自己躲了。秦无业闻言一笑，他若敢来，我倒省得找上门了。说罢便强撑着起身，逞强也得有个限度。柳如絮蹙眉，轻叹一声，最终手掌一翻，显出半截黑乎树叶。这半截不起眼的黑树叶看似平平无奇，但隐约透出的灵力波动却昭示着它的不凡。这是夜明寒叶，生长于万丈深渊之下，1000年才长出半截。它有调节阴阳、固本培元之效，或许能够压制你体内那霸道灵火，不让它作祟。秦无业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与感激。虽然他现在对噬心魔焰的控制有所提升，但在重伤或灵力失控的情况下，那玩意儿还是很调皮和难缠的。若是有这灵药相助，无疑会大大减轻他的负担。刘长老为了救他，倒是破费了呢。多谢柳长老，救命之恩，没齿难忘。秦无业的声音虽微弱，但语气却异常诚恳。柳如絮轻轻点头，示意他不必客气，随即道：张口。秦无业一愣，啊，这直接生服啊！这1000年灵药就这么简单粗暴。柳如絮显然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一切从简，少废话，赶紧咽下去。话语虽冷，但其中却透着关切。秦无业也不再犹豫，张口便将那半截黑树叶含入口中，一股清凉之意瞬间弥漫全身，让他原本因噬心魔焰而炙烤的经脉感到一阵舒缓。多谢刘长老。秦无业再次道谢。柳如絮轻哼一声：不用谢我，月华续命丹和这夜明寒叶的账，我自会找你师父讨要。秦无业嘴角一抽，刚要开口，却见柳如絮已化作流光掠向天际。
夜风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秦无夜渗血的衣襟上，无叶湿地。远处忽地传来急促脚步声，3道身影穿过比武台奔来。苏诺发髻散乱，也顾不得整理，陆明川紧随其后。落在最后的青衫少年眉眼清秀，怀中抱着个玉匣，正是秦毅。无叶师弟，你怎么样了？苏诺喘着娇气，胸脯上下起伏，贴着他问道。没事，死不了。秦无夜咧嘴一笑，扫过陆明川，朝他点了点头，目光最终落在秦毅身上。秦毅刚想说话，突然就被秦无夜一把给抱住。你怎么也来了？让你看笑话了呢？哈哈！他重重拍打对方后背，震得玉匣咔嗒作响。秦毅浑身一僵，忽地耳根一红，不敢乱动，生怕碰疼了秦无夜。听说大比出了大事，我被拉着来看热闹，没想到是你。他小声说着，忽地又紧张问道：你怎么样了？我给你带来了一些灵药。秦毅轻推开秦无夜，有些慌里慌张地打开手中的玉匣，掏出瓶瓶罐罐，就往秦无夜怀里塞。续骨膏、补气丸、补灵丹、养元丹、回春丹，还有鹤顶红。啊，拿错了。苏诺和陆明川对视一眼，有些诧异。秦毅只是秦家一个不起眼的子弟，每月领取的修炼资源有限，这些东西价值不菲，估计是花了他全身家当了吧。没想到秦家还有人对秦无夜那么好。你哪弄来这么多灵丹？秦无夜轻笑一声，不用了，柳长老已经帮我把伤势压制住了。秦毅却异常坚持，涨红了脸。拿着，我也只有这些能够帮你了。秦无夜心头一暖，他接过灵药，轻拍了拍秦毅的肩膀。谢了，兄弟。陆明川在一旁则是左右顾盼，有些警惕地出声提醒道：无夜师弟，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边走边聊，先回洞府吧。也好。秦无夜点点头，看向众人，多谢诸位了。苏诺和陆明川相视一笑，秦毅也轻轻松了口气。夜色渐深，4人并肩而行，穿过比武台，向住处走去。将秦无夜送回洞府后，见他们兄弟俩还有话说，苏诺和陆明川便先行告别。说正经的秦无夜眼底笑意褪去，声音轻得几不可闻：我与秦家已不死不休，你真能割舍血脉亲缘？秦毅攥紧拳头，低着头轻语：我娘死时，秦家无一人为他点长明灯。他顿了顿，抬眼与秦无夜对视，眸中竟有血墨色翻涌。从那天起，我的亲人只剩你了。秦无夜怔了怔，突然伸手揉乱他发髻：成，用不了几年，我定带你讨回公道。秦毅抿嘴一笑，重重点头。尽管秦毅比秦无夜还要大几个月，但他是自己年少时的依靠，如今还是他的强大支柱。夜色如墨，月光如洗，两个少年并肩站在洞府外，仰望着那轮清明的圆月，月光洒在他们身上，像是披上了一层银纱。远处山巅，刘崇山面色冷沉，望着无边黑夜，静立不动。他身后放着的棺椁里边躺着缠满绷带的张衡，棺椁前方一名弟子静静守着，手中提着那缕代表着张衡命数的幽绿魂灯。幽绿的魂灯火光微微摇曳，像是夜风中摇曳的烛火。叔弟，那抹幽绿颤抖一下，光芒逐渐暗淡，最终彻底熄灭。那人神色如常，他缓缓起身走向刘崇山。师父，张衡师弟的魂灯灭了。刘崇山沉默许久，他才悠悠开口：很好。刘崇山阴恻恻地笑了，掌心符现出一枚猩红玉简，传讯给秦云，就说他瞥了眼擂台方向，语带怨毒：不用劳烦血煞宗出手，这小畜生的命我刘崇山要定了。那人神色一凛，随即点头接过玉简。是。刘崇山似乎想起什么，补充说道：对了，那小子体内的灵火十分诡异，连我的水灵术都奈何不了，你给我去打听打听。那人神色一愣，又是点头。是。喧闹散尽，秦无夜脸上笑意骤然消失。回到屋内，他立即关门起阵，遁入震天关内。老东西，下手真狠。他脱尽身上衣物，看着自己的身体，喃喃骂着。若不是刘长老及时出手，全力为他治疗，恐怕他也撑不到现在了。秦无夜看着手中的玉瓶，那里边是装了半瓶的仙灵之气。他本想等聚满凝成仙灵露后再一举吸收，或许能直接让他进入灵视境，但现在大比在即，为了让伤势痊愈，只能忍痛割爱。秦无夜不再犹豫，盘坐运转聚灵诀，将缓缓飘出的仙灵之气一一吸入体内。仙气入体那一刻，秦无夜身体骤然亮起一阵豪光，他浑身一阵剧颤，忍不住扬手发出一声舒爽的低吟。他能清楚感知到，这些仙灵之气在他体内游走，滋养着血肉、骨骼、经脉。那些伤势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断裂的骨骼对接，破碎的经脉重连，一切都在迅速恢复。气海更是翻涌旋转，似是十分愉悦，竟又壮大几分。不到半个时辰，
秦无业浑身血痂脱落，肌肤恢复如初，再度变得晶莹如玉。而他的识海忽的微微一颤，他心头一跳，有种莫名预感，他要突破了。秦无业心中暗喜，连忙引导这股力量在体内循环流淌。此刻他的经脉宛若蛟龙，比先前更加粗壮，隐隐间似有龙吟声回荡，浑身毛孔舒展，竟排出丝丝杂质，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舒泰。他猛地瞪大双眸，突破了，但依旧不是灵视境，难道达到了灵图11重境？尽管没有达到灵视境，但吸收了半瓶仙灵之气的秦无业身上的气质也有了极大变化。原本只是有点小帅，如今却是帅得令人心悸，有种盛气逼人的气质。他感受着体内汹涌的力量，露出满意的笑容，仙灵之气果然强大。不过刘崇山这老匹夫，害我损失半瓶仙灵之气。刘崇山，秦无业勾起冷笑，这份大礼咱们慢慢清算。关内黑雾流转，映得他双眸妖异如魔。次日，晨光初破云层，苏诺便站在秦无业洞府门口等候，终是等来了开门。无业师弟，苏诺凑近半步，杏眸圆睁，你这伤全好了？昨日连走路回来都费劲的他，现在一看竟眉目炯炯有神，神采奕奕的模样，仿佛被刘长老一掌轰碎胸骨的人不是他。秦无业轻声应答，时候不早了，我们赶紧走吧。外门演武场再次挤满乌泱泱的人群，只不过昨日还需分会场才能容得下的8万弟子，今日只剩3万余人了。肃静，依旧是九筒罗长老发话。他悬在10丈高空，手指遥指东方。今日试炼第2关，奔袭争夺战。瞧见朝阳下那座鬼窟山吗？日落前登顶者过关。数万道目光齐刷刷望去，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孤峰插天，山腰云雾尽是灰黑之色，如黑蟒缠身缭绕，与山顶的白雾形成强烈对比。鬼窟山，飞云宗内除了7大峰之外的第8奇山。关于这山，宗内传闻极多，有说此地是远古战场，尸骨成山，内藏阴兵，冤魂不散；有说那是一位大能陨落之地，死后不甘，所以经常闹鬼；也有说山里藏有绝世机缘，只不过有鬼灵守护，常人无法寻到；也有长老曾言，那山中蛰伏着一头沉睡的远古恶灵，一旦苏醒，飞云宗必遭覆灭之劫。不过这些只是传闻，毕竟宗门建立至今已有上千年，历代长老们都已经将其扒了个遍，什么都没发现，只不过是夜间的鬼哭声和那黑色云雾有所特殊罢了。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妖兽们都不太愿意靠近此山，久而久之便再无人踏足其中。今年不知是谁提的建议，将此山作为试炼的第2关。灵视境不得御剑飞行，所有人竟用做其法宝，只能靠2条腿。罗长老顿了顿，笑得不怀好意。当然途中自有惊喜，能不能顺利登顶各凭本事。人群骚动起来，有胆小的弟子腿肚子直哆嗦。听说那鬼窟山真的有鬼啊？真的要登那座山吗？怕什么？咱们组团啊，人多力量大。对，而且我带了火云符、镇邪符、辟邪丹。哇，分我！现在罗长老袖中飞出万千流光，弟子们腰间令牌嗡鸣震颤，计时开始。冲啊！人潮轰然炸开，有体修壮汉撞飞同门开路，嗷嗷叫着横冲直撞。伏修女子则是甩出神行符贴满双腿，顷刻间便已遥遥领先。剑修少年被限制御剑飞行，只能用剑斩断拦路巨石或者路人。更有豪横少爷姑奶奶花钱雇人轮流扛着跑。秦无业却暴毙立在原地，任由人群从身侧呼啸而过。无业师弟，我们商量一下对策吧。苏诺看着一动不动的秦无业，见他抬头望向高台上的长老们，瞬间明白一切。此时高台上的刘崇山同样锁定了人潮汹涌下静立不动的秦无业，两者的目光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秦无业忽的一笑，朝那老匹夫刘崇山比了个中指，气得他吹胡子瞪眼。师姐，你还是别跟着我了。他转头看向苏诺，认真说道，想要对付我的人太多了，你跟着我反而会拖累你，你的姐妹都在等你呢。秦无业的眼光瞟到另一侧站着的数个小姐妹，她们想跟苏诺组队，但却对秦无业有所顾虑。一来是认为秦无业身上有重伤，二来是对方得罪了刘长老，必然会被针对，秦无业也不介意。趋利避害，人之常情，谁也不想带着个拖油瓶跑路。苏诺闻言却是毫不犹豫地回道，不，我并不是说说而已，我相信你的实力，更相信你的为人，有福同享，如今有难，我定会替你分摊。山间密林，噗，厚重的落叶中猛然窜出成百上千条藤蔓，冲在前方的锦衣少年惨叫一声，被地底窜出的藤蔓缠住脚踝，倒吊着甩向半空。有埋伏。
快砍断藤蔓！有人率先大喊，紧接着周边的众弟子立即拔剑挥刀，咔咔咔，锋锐的剑芒斩在手臂粗的青黑藤蔓上，却被其上尖刺扎的伤口连连。更多的藤蔓破土而出，如毒蛇出洞，将这群弟子接二连三地吊起来。啊啊！放我下来！我恐高啊！一声声惨叫传入后方慢悠悠走来的秦无业和苏诺耳中。跑得快有用吗？秦无业撇撇嘴，明知道他们已经设下陷阱埋伏，还跑在前头，那不是傻吗？苏诺一愣，顿悟，刚才光想着要赶紧上山了，却没意识到陷阱这回世人从众，果然容易闹热。秦无业这家伙平时看着没个正形，但脑子挺好使的。他刚想转头对秦无业说些什么，却发现身侧空无一人，无业失地。不一会儿，秦无业从一棵树后出现，只见他抓着一名鼻青脸肿的弟子，在其脑后轻轻一劈，后者软绵绵的倒地，接着麻溜的扒了对方衣服穿上，然后还不知从哪拿出一块黑布蒙了面。苏诺看得一愣一愣的，你这是在干什么？秦无业也将一块黑布递到苏诺面前，示意他蒙面。我已经被某些人盯上，接下来的路必然更加危险，咱们不得不防一手。秦无业低声说道，换上他们的衣服，方便浑水摸鱼。苏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乖乖蒙上面。他以为这样就完了，没想到秦无业就跟猴上树似的，穿梭在众人头顶，将那些被藤蔓捆住的弟子一个个都给敲晕，然后抢了他们身上的乾坤袋、零件等所有财物。苏诺一惊，刚想喊出无业，立马改口，师弟，这样不太好吧？嘿嘿，有人送温暖，不要白不要啊。秦无业满意的点点头，继续搜刮。他需要灵石，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灵石。震天关内的仙灵之气一丝都没有了。此时有个壮汉竟然挣扎着将一根根藤蔓崩断，砰地砸落在地。他注意到秦无业的行为，顿时大喝道，你这贼子竟敢趁火打劫！秦无业眼看对方要挣脱开，连忙跳下来，对着壮汉后脖梗一打。咦，没晕？壮汉猛地转头，愤怒地哼哼，你是谁？报上名来，爷有干不死你！秦无业又一敲，哟，脖子挺硬的，还没晕？壮汉张口，一边快速撕咬藤蔓，脑袋脖子疯狂扭动，一边愤怒地骂道，小混蛋，老子练的可是金刚体术，岂会被你？话还没说完，秦无业家大力倒砰，壮汉眼顿时眼珠子大睁，立马趴倒在地，口吐白沫。这下总晕死了吧？秦无业也哼哼一声，接下来他的动作更快，几分钟内便将数十名弟子搜刮一空。看着怀里堆积如山的乾坤袋、零件、大刀、内甲，秦无业满意的点点头。他抬头看向苏诺，疑惑地问道，师姐怎么不捡？是不喜欢灵石吗？苏诺哭笑不得，这家伙未免有些出格了吧？但他还得靠着对方晋级，苏诺只能顺着他说道，我有点怕，再说了，这些乾坤袋都有个人血迹禁止，不能轻易打开，咱们拿了也没用啊。秦无业却毫不在意的摆摆手，没事，我有办法。苏诺一愣，秦无业嘿嘿一笑，师姐，你去前面看看，说不定还有漏网之鱼呢，我先收拾一下。苏诺乖巧的点点头，往前走去。打发苏诺之后，趁着功夫，秦无业连忙躲在无人的大树后，唤出震天关，小小虚影从胸口显现，飘出丝丝缕缕的黑雾，将一个个乾坤袋、灵气包裹起来，片刻间就已吞得干干净净。什么血迹禁止，在震天关面前啥也不是，全都给你练了。他转身追上苏诺，笑道，师姐，咱们继续走吧。苏诺看着秦无业身上空空无物，不禁有些惊讶，他没想到秦无业竟然真的有办法抹除那些乾坤袋上的血迹禁止，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仅功法战力恢复力惊人，就连炼气之道也都精通，这人未免也太可怕了，也难怪秦家要除掉他，是谁都不会允许这种天才妖孽成长起来的。苏诺心思乱想着，收回心神时，秦无业已跑出老远，只好连忙跟上。有了前人开路，他们避开了不少陷阱和埋伏。秦无业又趁机收摄几波被陷阱困住的弟子，他的收获也越发丰厚。这第二关试炼简直太值了。秦无业捧着灵气，黑面下的嘴角就没放下来过。他刚想动，突然一顿汗毛倒竖，下一刻地面猛地塌陷成流沙。师姐小心！秦无业冲过去抓住苏诺，怀里的灵气哗啦掉入流沙当中。他也顾不上太多，连忙带着苏诺高高跃起。却在这时，10数个黑衣人从林间窜出，手中长剑朝他们刺来，剑光冷冽，杀机四溢。秦无业只好顺开雷影分身术，险而又险地躲开对方攻击。苏诺脸色一惊，急道，这些黑衣人也是试炼的一部分，
怎么感觉一出手就想要我们的命？秦无业全力催动兽神宗，已然退出数十丈之远。听苏诺这么一说，他立即明白过来，不，他们不是试炼的一部分，是过来杀我的。苏诺神色一震，我们蒙着面，他们怎么认出来？秦无业也不知道，此时也不容许他细想。师姐，我们分头跑，前方赤焰谷区域有片火风林，我们在那汇合。如果1个时辰内我还没有出现在那，你就先走吧，不用管我。苏诺，不行，说好的同进同出。秦无业却打断他，别说了，你跟着只会拖累我。苏诺一愣，看着秦无业没有任何感情的神色，忽然有些感伤。好，那你自己小心。两人一左一右分头跑开，身后的黑衣人毫无例外都朝着秦无业追去。秦无业肾上腺素飙升，眼中闪出一抹血色，他兴奋起来，来啊，都来啊，来多少本少爷杀多少。林间阴风骤起，10数道黑影如复古之躯紧咬身后。秦无业足尖点的雷光乍响间，身形飘忽如鬼魅。为首的黑衣人目露金色，这秦无业的速度简直了。身为灵氏4重境的他，要追上对方竟然都有些困难。而此人正是昨夜为张衡守魂灯，刘崇山亲传弟子之一的李通，他奉命混入试炼场解决秦无业。此刻其他人更是有些急眼，特么的，追不上啊，这家伙速度好快，该死，这小子的身法这么诡异。除了李通还能跟着外，其他灵氏1、2重修为的黑衣人都跟不上了。眼看着距离越拉越远，李通只好吼道，都吃驯风丹，给我追。李通从怀中掏出一枚青色丹药，毫不犹豫吞了下去。其他人也是纷纷吃药狂追。李通只觉浑身一轻，速度猛地提升一大截，竟隐隐有超越秦无业的趋势。驯风丹倒是舍得下血本啊。秦无业瞳孔微缩，猛地蛇身窜入一片乱石嶙峋的山坳。李通冷哼一声，五指捏诀，袖中飞出数张符箓，符纸无风自然，化作道道金光锁链，如活物般钻入地面。霎时间，方圆10丈内的岩石竟如被无形之手操控，轰隆隆拔地而起，围成一座石牢。地缚囚龙阵。李通低喝，指尖血珠弹入阵眼，石牢顶端浮现血色皱纹，一股沉重威压轰然压下。秦无业身形一滞，仿佛肩扛山岳。给我破！秦无业一拳轰在前方的石墙上，裂纹却只蔓延半寸便停滞下来。倒是反震之力震得他虎口崩裂，滴出鲜血。这阵法，秦无业有些错愕，别白费力气了。李通缓步踏入阵中，其余手下鱼贯而入，将秦无业团团围住。此阵以地脉为基，以地灵为引，坚不可摧，以你的蛮力是破不开的。你若乖乖自裁，我留你全尸。秦无业目光在对方身上扫过，若有所思。这阵法的确有些奥妙之处，竟然可以借力打力，将我的攻击反震回来。哼，算你有点见识。李通傲然昂首，我自幼精研阵法，如若给我足够的时间布置大阵，便是灵师境强者也可困住一盏茶功夫。灵师境能施展困住灵师境强者的阵法，哪怕只是片刻，那也是足以自傲的本事了。秦无业甩了甩手腕，环视众人问道，是刘崇山派你们来的，还是秦家那帮老狗？将死之人问这么多作甚？李通可不打算给秦无业喘息的时间。说罢，指尖夹住一道紫符，口中念诀，符纸无火自燃。众言术落。霎时间，秦无业只觉一股无形的重力骤然施压在身，双腿竟如灌铅般沉重。给我上！李通一挥手，众人一拥而上。秦无业目光冷冽，体内灵力涌动，瞬开雷影分身术，在狭窄的石牢中左突右闪，险之又险地避着对方攻击。可在这股重压之下，连雷影分身术的速度都受到了影响。几个回合下来，他左支右触，还是挨了几剑，肩头一片血肉模糊。干！秦无业面色阴沉，暗骂这个破阵法。这种阵法简直像是陷入了他人领域，处处受到限制，行动起来一点也不得劲。而且李通此人狡诈如狐，远远操纵阵法，不亲自进战。他的修为又高于自己，还有灵宝傍身，着实难缠。如此看来，想靠之前的老招式拼杀出去，怕是难了。怕是只能试试新招了。秦无业心中喃喃，随后眼中露出决然。心念电转间，他体表灵力鼓荡，将几人的攻击震开，整个人好似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李通目光一凛，这小子在憋大招，不要留手，弄死他。话音未落，他骤然暴起，双掌突然燃起暗红烈焰，竟烧得他血肉消散，露出那森白指骨。藏仙绝藏骨手，此招五指白骨凝红颜，所处之物瞬息腐朽，中招者骨骼渐生噬魂裂纹。嘶！红颜所过之处，空气嘶鸣扭曲。最近的3、2个黑衣人举刀格挡，
刀刃斧一触火，竟如斧木般寸寸崩解。那人还未及惨叫，秦无业的手掌已穿透其胸膛，五指一攥，咔嚓，骨骼碎裂声炸响，黑衣人浑身剧颤，七窍渗出黑血。只见其裸露的皮肤下，白骨竟生出蛛网般的裂纹。几个黑衣人不过眨眼功夫，便化作一滩滩腥臭血水。啊啊！噬魂裂骨，这是魔道邪法。其余人骇然暴退，站在石墙上的李通瞳孔骤缩。这就是师傅说的灵火，果然邪门。秦无业甩开尸体，掌心红颜明灭不定，脸色隐隐发白。这藏骨手虽霸道，却极耗灵力。方才一击已抽空他气海3成灵气，加上他对这一招式也是一知半解，感觉体内的噬心魔焰又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造反了。李通眉目一凝，立即注意到秦无业此时的状态。所有人用精神力攻击，不要近战。李通厉喝，翻手又是祭出一面青铜阵盘，嘴里默默念咒，似乎是想要布置阵中阵。其余人闻言迅速撤退石墙边缘，掐诀施术。不过片刻，每个人身上都浮现出灵力护罩，接着每人头顶上都悬着几把灵剑、灵刀，还有灵斧，甚至是拉弓射箭的众人目光一对，默契十足，同时一喝，操纵灵气进攻。去！灵气在狭窄的石牢中爆射而出，拖出长长尾光。血是天影。秦无业周身血气翻涌，头顶浮现血色皱纹，一股无形斥力骤然爆发。嗡！那阵法中的重压瞬间消散，石牢中的一切杀力竟悬浮起来，环绕他周身飞舞，连那些飞来的刀剑剑矢都变得迟缓。以秦无业为中心，重力反转。怎么回事？李通身形一顿，面色骤变，只觉和阵盘的感应都变得微弱许多。但他现在正在布置新阵，无法分心。秦无业藏骨手再出，五指白骨竟生生将飞射而来的刀剑剑矢抓在手中。紧接着红颜爆燃，竟裹着这些灵气调转方向，往四周的黑衣人激射而去。黑衣人眼露震惊，仓促间慌忙格挡。再看我这一招，兽神宗第2式雷闪。雷闪施展时，瞬间激发体内雷霆之力，化作白色闪电瞬移，眨眼间出现在数十米外的位置，可用于突袭敌人或躲避攻击逃命。说时迟，那时快，众人只觉眼前一花，那道白色闪电竟凭空消失，再出现时已贴至李通身后。人呢？李通大骇，仓促间激发灵力护罩以及护身灵气死扛。青光屏障刚刚升起，秦无业的拳头以裹挟雷火重重砸下，砰咔嚓，轰！拳劲爆发，将李通轰飞，撞在石壁上，喷出一口鲜血。阵盘脱手飞出，被秦无业手中红颜燃碎。德富囚龙阵骤然崩解，乱石轰然坍塌。秦无业趁机窜出石牢，回头笑道：小爷我不陪你们玩了，后会无期。追！他以强弩之末，撑不了多久。李通抹去嘴角血迹，面目狰狞。众人吞下爆灵丹，周身气息暴涨，疯狗般衔尾追杀。秦无业他并不是不想斩草除根，只是他现在经脉如被火燎，藏骨手与雷闪连番施展，灵力即将见底。这仙术越往后越难，也越吃灵气，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施展的。而且他只留了5万灵石在身上，其他灵药都给震天关吞了，应该留点复灵丹在身上的。哎，不对，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自己一直漏了一样东西。他摸了摸须弥戒，手中一翻，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铃铛，摄魂铃。当初在山洞时，师傅给的灵宝中扒拉过来的，虽是极品品相，但只是个凡器，所以他就一直放着没管。要不试试？当秦无业将灵力和灵石进入摄魂铃时，异变突生，震天关的棺椁动了。秦无业捏着那黑漆漆的摄魂铃，掌心沁出一层薄汗。刹那间，震天关内陡然传来万千凄厉嘶吼，一丝丝黑雾缠绕而出，裹住灵身。那些残魂形态狰狞，有头生犄角的魔族，有仙气缭绕却面目扭曲的上古修士，甚至还有几道蛇尾人身的妖神虚影。突然间，摄魂铃表面裂纹密布，咔嚓一声碎裂，露出暗金纹路，灵舌处凝出一枚猩红血珠，妖异如魔瞳。这是吞了棺里那些残魂。秦无业瞳孔骤缩，只觉识海瞬间巨震，无数癫狂意念顺着铃铛冲入脑中，眼前霎时浮现尸山血海，耳畔似有妖魔低语：杀杀杀，滚！他暴喝一声，慌忙咬破舌尖，血腥气冲入喉间，这才勉强稳住灵台清明。待黑雾退去，摄魂灵境自主的悠悠漂浮在半空中。此灵已与秦无业的灵石相连，咒语如烙印刻入骨髓。摄魂九响，三魂尽丧，九幽听令，魂归无间射。叮铃叮铃叮铃，身后破风声逼近，李通带人追杀而至，却见秦无业闭着眼站定不动，
身前漂浮着一个古怪精灵空灵的铃声，正悠悠敲响。声音不大，但每一次声响却仿佛能震撼他们的识海深处。装神弄鬼，大家给我上！李通心有不安，不能给这小子时间施展妖术。叮！随着最后一声铃响，秦无夜猛地睁开双眸，眸眼如星辰大海璀璨，如深渊碧海无涯。灵音四皇拳涟漪荡开，奈何桥显现而出，灵蛇血珠泛出皱纹，如锁链缠向众人。李通等人身形骤僵，瞳孔涣散如死鱼，眉心各自飘出3缕青烟，惨叫着没入林中。10数具肉身轰然倒地，再无生机，已然成了行尸走肉。而此刻的秦无夜神智竟也岌岌可危，他站在原地左右摇晃，摇摇欲坠，眼神忽的清明，忽的正冷，最终身躯猛地一震，腿脚一软，半跪在地。摄魂灵也在此刻哐当掉落，他大口喘气，后背衣衫尽湿，浑身冒出一身大汗。刚才这摄魂灵差点连他的魂魄都吸走，要不是自己的精神力足够强大，差点就没把持住。他颤抖的手拾起地上的铃铛，仔细端详，这玩意儿竟然能吸收震天关内的妖魔仙魂，而且只是吸收一丝，竟已经从凡器直接变成了法宝，还是极品法宝。再进一步便是迈入仙器行列。秦无夜抚过灵身，心头暗惊，若再慢半拍，自己怕也要被反噬成痴傻。他尝试着再次摇响摄魂铃，却只是传来普通铃声。看来以他如今的精神力，施展一次已经是极限。秦无夜喘匀了气，将摄魂铃收入须弥界，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倒地的尸体。李通等人已经少了大半魂魄，成了活死人，再也醒不过来。这种夺人生机的邪门法宝，着实有些吓人。不过他喜欢。秦无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将这10几人一一了结，再唤出震天关，将尸体尽数埋葬吞噬。这些人身上残留的灵气和血脉之力，可不能白白浪费。他似乎能够听到震天关消融血肉的嗤嗤声。片刻后，一缕缕暗红血线自关中渗出，顺着他胸口遍布全身。秦无夜的表情略显痛苦，却又带着些许享受。随着震天关的反哺，他全身经络凸显，血液在血管中汩汩流淌，筋骨发出轻微的咔咔声。这种变强的感觉着实让人上瘾，尤其是李通的血脉之力让他心头一动。此人的血脉有些特殊，竟是5品顺心血脉。所谓顺心血脉，是一种跟精神力有关的血脉，它并不具备攻击或防御能力，但却能预知常人所不能察觉的危险。就比如在与人对峙时，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常人或许需要多看几秒才能分析出对方的意图，可拥有顺心血脉之人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捕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这种血脉是感知力的体现，算是辅助型。虽是辅助型血脉，但在某些时候却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好在摄魂灵的突变让他也是措手不及，没能及时逃脱，不然真要正面对付李通这人还是挺麻烦的。秦无夜心中一喜，如今都便宜了自己，这次试炼他算是赚大了。不过这摄魂灵太过邪异，不能轻易动用，免得被刘崇山那帮长老以此为理由认定他是邪修，这样会对自己的处境很不利。他收敛心神，警惕地环顾四周，没见什么异常后，迅速离开此地，直奔红枫林。红枫林如火浪翻涌，苏诺瘫坐树下，衣裙被撕开半边，雪白肩头血迹斑斑。屠烈狞笑着逼近，蒲扇大的手掌掐住他脖颈。小娘皮，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秦无夜在哪？我呸！苏诺啐出一口血沫，杏眸含煞。秦家养的狗也配问话？找死！屠烈暴怒扬掌，满脸横肉，因欲望扭曲，信不信老子就在这办了你？屠烈身后还跟着一众人等，赫然是秦虎、秦茂等秦家子弟。秦虎银光乍露，伸着舌头怪笑：你们苏家果然都是软骨头。苏清雪为了当上少奶奶，不惜献身给秦振坤，如今你这娘们又跟秦家叛徒厮混，啧，你们这一脉专出贱种，真不要脸。苏诺嘴角带血，眸中恨意滔天。苏清雪自作孽不可活，他的死凭什么要让我们全族人替他卖命？至于秦苏两家的家主之位，我一个女流之辈，就算想要惦记也轮不上我。秦茂跟在后头说道：少废话，你一直死皮赖脸跟着秦无夜，是想叛变吗？哼！苏诺嗤笑：我苏诺怎么做，还轮不到你们秦家来管。臭娘们，找打！啪！屠烈甩手又是一个大嘴巴子，将苏诺打得满口是血，一点也不怜香惜玉。他直接欺身而上，大掌撕扯着对方衣裙，伸出舌头舔舐着苏诺脖颈上的伤口，然后又转头淫笑着对秦虎等人说道：等我爽够了，你们再问。我对这婆娘已经缠了很久了。
秦虎淫笑着回应：“烈哥，轻点弄，我也想尝尝滋味。”其他子弟或多或少都在蠢蠢欲动，倒是秦茂皱着眉，不吱声地转身走开。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秦无业尽收眼底。他早就寻到苏诺踪迹，一直没现身，就是想看看这伙人会说些什么。不过事到如今，他虽然不相信苏诺，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屠烈真把他给强了，便宜了这莽夫。秦无业刚想动手，突然间他识海猛地一震，一股极为强大的精神力从前方传来。下一刻，秦无业看到屠烈浑身一颤，竟松开苏诺，机械地转身。苏诺瘫坐在地上，原本有些无望的双眸，此刻竟变得一片冰冷。他缓缓抬头看向众人，嘴角勾起一抹诡谲的笑意：“是你们逼我的！”灵犀隐魄，魁身听令，诡异皱纹如无形丝线钻入屠烈耳中。这壮汉浑身一颤，双目霎时空洞如木偶。苏诺踉跄跌坐在地，脸色顿时惨白，但却拼着气力厉喝：“杀光他们！”屠烈猛地抬头，双目迸出血色，巨刀横扫，离他最近的秦家弟子瞬间拦腰断成2截。烈哥，你疯了！秦虎暴退数丈，震惊地质问他。可屠烈却被他的话语吸引，朝秦虎冲了过来。屠烈被控制了，快阻止他！最远处的秦茂立即意识到不对劲，其余人反应过来，一拥而上。趁着空档，苏诺踉跄起身，指尖捏碎一枚药丸，粉雾炸开掩住身形。他摇摇晃晃地逃离，眼前忽明忽暗，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晕倒。以他的修为强行施展这一招，几乎耗尽了他的灵力，而且还是控制灵势2重境的屠烈，更是差点让他力所不逮。屠烈已然听不见外界声音，巨刀狂舞，一刀一个小伙伴。霎时间，秦家子弟哀嚎遍地，鲜血四溅。秦虎都吓尿了，裤子湿了一片。他怪叫着四处乱窜，边喊边跑：“烈哥，你怎么了？快醒醒啊！我是秦虎，你怎么连我都砍？”可秦虎只是个灵徒6重，怎么可能跑得过灵视境的屠烈？不过眨眼间，屠烈便一刀劈了过去。情急之下，秦虎大喊：“秦茂，救我！”秦茂回头一看，只见屠烈一刀斜劈秦虎，血水四溅，上半身躯体如断石切面，缓缓下滑。秦虎双目死瞪，到死也不明白是什么回事。不过几个回合间，10几个秦家子弟几乎被屠烈杀了个干净，剩下的3两人惊恐交加，早已没有战意，赶紧屁滚尿流地跑开。屠烈提着巨刀猛追，很快便消失在红枫林中。而另一边，秦茂却是目光如刀，转向苏诺逃离的方向追去。嗖！一柄短刀擦着苏诺耳畔钉入树干，秦茂因侧逼近。臭婊子，原来还藏了这手！苏诺脸色惨白，强撑着往前跑，可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秦茂几步追上，伸手死死拽住他头发，强迫苏诺抬头看着自己。贱人，快解开屠烈，不然老子弄死你！苏诺被摔得眼冒金星，他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听到秦茂的话，他艰难地抬起头，冷笑道：“解开？你以为我现在的状态能解开吗？找死！”秦茂目眦欲裂，扬起拳头便狠狠砸下。他下了死手，一拳接着一拳，将苏诺打得吐血不止，半死不活。秦茂打累了，揪着苏诺头发，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既然如此，那你就死吧！话音落下，他猛地扼住了苏诺的脖子。苏诺满脸肿胀流血，几乎不复原本美貌。千钧一发之际，嗡！秦无业一个雷闪，几乎以瞬移之速出现在秦茂身后，藏骨手一起，直接洞穿对方后心，在其体内猛地抓住对方心脏，捏爆。他一出手便是致命杀招。秦无业抽手，白骨手掌上的血液和内脏顷刻间被其腐蚀消散。秦茂瞬间丧失所有力气，倒抽一口气，鼻口涌出大片鲜血。他茫然地转过身，临死之际，秦无业摘下了面罩，对他微微一笑。秦茂浑身一震，双目震惊大睁，嘴巴微动着想要说话，却是冒出更多血泡，最终倒地，至此死绝，死不瞑目。秦茂是个修术天才，年仅18便已达到了灵徒9重境，在他的家里同辈中的地位不低。可惜他遇到了秦无业，苏诺目露异彩，想要伸手抓住秦无业，却眼前一黑，晕死过去。秦无业没服对方，他看着地上衣衫尽毁、袒胸露肚的苏诺，微微皱眉。他没想到这女人竟还有控制他人的手段。刚才那一波精神力攻击，他离得这么远，依旧能感觉到其强悍。秦无业不禁问自己，若是他中了这招，能挺得住吗？他救下苏诺并不是出于同情，只是想看看这女人还有什么把戏要玩。秦无业将苏诺丢到西涧旁的一棵树，便返回刚才的地方清扫尸首了。趁热吞了。等苏诺醒来时已是晌午时分，
他猛地坐起，却是扯住伤口，不禁嘶地倒吸一口凉气，面目一阵火辣辣的疼。他伸手轻抚自己的脸，能够感受到自己现在肿得跟个猪头似的，心中更是愤怒，对那秦茂恨之入骨。这混蛋专打他的脸。接着念头一指，他猛然环顾四周，只见深游侧溪水潺流，此地空气新鲜，鸟语花香，而且他身上还多了一件青衫，裹住他裸露的身体。可目之所及，却没见秦无夜的身影。却在这时，左侧传来一阵响动。苏诺转头望去，只见秦无夜一身血污走来，似乎刚经历了一场恶战。苏诺心中一抖，怔愣地开口问道：“你没事吧？”秦无夜咧牙笑道：“差点阴沟里翻船。”他走到苏诺身旁时停顿脚步，接着说道：“你这控魂术还真厉害，屠猎这家伙的战斗力全被激发出来了。”苏诺惊愕，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他想过无数种可能，觉得秦无夜可能是清扫战场，布置陷阱，又或是去找食物，但唯独没有想过他竟去解决后患。在他天色血脉的控制下，傀儡的实力会以生命力为代价，毫无保留地激发出来。林氏2重境的屠猎，在那时刻的战力可以说直逼林氏4重境。秦无夜竟然能以领土9重的修为战胜，他的极限究竟在哪？若是他一开始就对秦无夜施展天色，到底能不能控住对方？苏诺咽了口唾沫，心中一阵后怕。秦无夜没管苏诺心里那点小九九，他径直往溪水走去，边走边脱去身上沾满血污的衣物，不一会儿便光溜溜地浸泡在溪水中清洗。这混蛋苏诺一脸又羞又惊，没想到对方竟毫不避讳地在自己面前裸露身体。虽然只是背对着他，苏诺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心里产生一股异样的感觉，眼中神色频闪。虽说她是个见多识广的女修，早已尝过男女之事，但这少年挺拔的身姿，此时此刻在他心底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过了一会，秦无夜清洗结束后，从须弥戒中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穿上，接着又是用水带盛了些水回来，递给苏诺：“喝点水吧。”苏诺肿着的眼角苦笑，这家伙刚在水里洗澡，但他渴得厉害，这溪水又是流动的，心里这般自我安慰后，便不再犹豫，拿着水袋就是往嘴里倒。随着清水入肚，苏诺的气息终是顺了下来。他微微仰头看着秦无夜，踌躇半晌，终是问道：“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在想。秦无夜微微一笑：“你还有什么压箱底的把戏没有使出来？”听着秦无夜的调侃，苏诺也只能苦笑。他盯着秦无夜片刻后做出了决定：“其实我拥有双生血脉。”秦无夜似笑非笑的脸忽然一愣，目光如针般盯着苏诺。双生血脉，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苏诺缩了缩肩膀，脸上肿胀的淤青随着动作微微抽搐。即便用灵气检测，也只能看到我体内的一品青藤血脉。他顿了顿，声音沙哑：“另一条天色血脉是去年大比重伤后才觉醒的。”秦无夜不语，苏诺便继续说：“我翻了大量古籍，才找到关于双生血脉的信息。它又称阴阳脉，一为显脉，二为隐脉。隐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觉醒，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隐脉，就算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感知到。而我这天色血脉，它能魅惑人心，甚至操人魂魄，但终究只是一品，威力有限。若对方精神力稍强，我必遭反噬。我能控住屠猎，已是极限。”秦无夜倚在树旁，双手交叉于胸前。所以，我能不能如此推断，你既想利用我帮你晋升内门，又想借此招在关键时刻阴了我，再拿我的项上人头去换取秦苏两家的奖赏？苏诺呼吸一滞，垂眉低头：“是，可你一路击败陈子安，杀张衡，连狂暴的屠猎都被你斩了，我都不确定自己这一招能否制住你了。”他惨笑一声，仰头迎上秦无夜锐利的目光：“我知道，你从来不是心慈手软之辈。你虽救了我，但现在亦可杀了我。如今我连底牌都掀了，我苏诺也认命了。”秦无夜凝视着他，半晌，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刚洗完澡，不想脏了手。”他抬了抬下巴：“还能走吗？还有一大段路要赶呢。”苏诺一怔，眼底倏地亮起微光：“不杀我，杀你！”秦无夜嗤笑一声，忽的又神色冷峻：“你别多想，我不是怜香惜玉，而是你这能力，后续或许能帮得上忙。”苏诺心头一颤，慌忙表态：“秦家要杀我，苏家视我如蝼蚁，我对他们早已没有任何情分。我的命是你救的，从今往后，我只听令于你。”打住，少来表忠心这套。秦无夜满脸嫌弃的摆摆手：“等过了大比，你我毫无关系。”说罢，秦无夜转身便走。苏诺踉跄起身，犹豫片刻后低声喊道：“无夜师弟，能不能给我1刻钟时间？”秦无夜皱眉回头，
却见苏诺耳尖泛红，支支吾吾道：“脸肿的没法见人了，得敷点药。”他瞥了眼苏诺肿成馒头的脸，嘴角一抽：“好吧。”接着苏诺连忙从手镯中取出一堆物石，雕花木案、铜镜、血蚕冰丝带，嵌着碧玺的装匣，甚至还有一盒绯色口脂，高罐瓷瓶哗啦啦铺开。他麻溜地将玉肌消痕散混着灵泉调成膏状，给自己清洗伤口，涂抹药膏，画上了妆容，看着秦无夜一愣一愣的。这女人进山试炼，不带灵气带梳妆台，服了。秦无夜坐在树上靠着歇息，2刻钟后，随着一声轻咳响起，好了。秦无夜扭头一看，险些笑出声了。苏诺不知何时换了一身衣裳，重点是他整张脸糊满青绿色药泥，又以冰丝带缠紧颧骨，活像只成了精的蛤蟆。偏偏他还故作镇定地继续蒙上面纱，又戴上轻纱斗笠，这才彻底完事。你这模样。秦无夜憋着笑抹擦下巴，倒比刚才顺眼些。苏诺瞪他一眼，刚想说什么，忽然动作一顿，想起一件事，他蓦地拽下腰间令牌，差点忘了。这时陈令牌怕是欠了追踪符，方才我在等你时遇袭，便怀疑秦家能精准堵截，定是这令牌被提前动了手脚。秦无夜眸光骤冷，掌心腾起一簇暗红魔焰，将自己与苏诺的令牌同时焚成灰烬，其中竟渗出几滴黑血咒印，转眼便消散不见。走吧。苏诺跟着秦无夜穿过红枫林，在路过刚才战场时，苏诺注意到秦茂等人的尸首都不见了，想必是被秦无夜毁尸灭迹了吧。望山跑死马。2个时辰后，秦无夜和苏诺2人才有惊无险地赶到鬼窟山山脚之下。一进入此地，日光便被厚重的黑云所遮蔽，空中飘着黑色云雾，温度骤降，呜咽风声在耳畔萦绕，如同鬼泣。举目望去，周遭尽是嶙峋怪石、枯萎老树，森森白骨潜埋在沙土之下，显得诡异无比。但秦无夜无感，这相对于震天关来说，简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不值一提。师弟，这是逆息符，赶紧贴上。苏诺递给秦无夜，鬼窟山阴气浓重，传说会有阴兵借道，咱们带上这个可以隐匿活人气息，不被注意到。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几声凄厉喊叫，2人对视一眼，立即躲在石后屏息。随后2人缓缓伸出头看去，只见一伙人正上蹿下跳，施展着各种流光溢彩的术法，灵气破空之声大作，火树燃起炽烈焰芒，映得这一片灰暗空间大亮。待秦无夜、苏诺2人看清，才知道他们对付的是一群身着古代盔甲、手持利刃的阴兵鬼将。秦无夜微微一惊，低声吐槽：“我去，这里还真有阴兵借道啊！”苏诺也是愣怔，他也没来鬼窟山，只是道听途说，随口一说，没想到还被他蒙对了。这伙人修为不低，能走到这的起码都是灵徒8重境以上，为首几人更是踏入了灵视境。但这些阴兵数量太多，不知生死，他们渐渐有些抵挡不住。这时那伙人中有个男的大喊一声：“撤！快撤！”一伙人连忙收手撤离，但还是有几人动作稍慢，被阴兵抓住。凄厉的喊叫响彻山脚，那几人被拖入黑雾之中，不见了身影，叫声也是戛然而止。而这伙人逃离的方向恰好是往秦无夜、苏诺2人所在之处。苏诺定睛一看，竟认出了为首那男子，是他。秦无夜眯眸：“谁？你认识？”苏诺面纱下的神色有些复杂：“他是允星城赵家嫡系子弟，赵伟哥，他是我曾经的道侣。”秦无夜的眉目同时一扬，饱含深意的重复问道：“伟哥，曾经的道侣？”苏诺望着远处奔跑的赵伟哥，面纱下的嘴角泛起一丝苦涩：“我们年少相爱，但在我刚觉醒青藤血脉之后，他父母便派人送来休书，说我一品血脉卑贱，会极大影响双修以及后代的血脉天赋，所以咱们不得已分开了。但进入飞云宗后，他还经常来找我幽会，说还爱着我，说让我等他进入内门再想办法带我进去。可惜他这数年来运气跟我一样都不太好，一直落选。”哦，原来如此。秦无夜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现在可不关心这对苦命鸳鸯，他好奇的是这些阴兵鬼将是从哪冒出来的。当真是这鬼窟山阴灵太多，凝成什么阴煞之物了？那真要是这样，这试炼可谓凶险至极，对外门弟子不太友好啊，一不小心就丧命于此了。正想着，远处的赵伟哥已经带着人狂奔而来。秦无夜见状，便对苏诺笑道：“既然如此，你们在此相遇，不如多聊聊，咱们也打听打听这里具体是什么情况。”“不行。”苏诺连忙摇头：“我现在这个模样，不想见他。”秦无夜一愣，忽的又想到苏诺的蛤蟆脸，便忍不住想笑。2人说话间，四面八方陆续传来一阵阵惨叫声、喊杀声，显然有不少弟子
都撞见了阴兵，被逼着逃了出来，压根无法上山。逃出来的弟子都聚集在一起，点起火把，抱团取暖。秦无夜看得一笑，嘿嘿，看来得早也没用啊，根本没人上得去。苏诺也是啧舌，这些阴兵那么厉害，今年试炼强度可比往年强多了。随后那些逃出来的弟子纷纷交流起来，见鬼，这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阴兵？不是说鬼窟山只是有些危险吗？这叫有些，这还只是山脚，那往山上走还得了。这鬼地方跟个迷宫似的，连我的灵气寻龙尺方位都定不准了。我不想死啊，我想回家。哎，早知道就不来了，这试炼根本就不是人过的。说着说着，赵伟哥等人已经奔到近处，他警觉地发现旁边石头后面躲着人，立马喝了一声，横着剑。谁？出来！秦无夜呵呵笑着走了出来。别紧张，别紧张。他自来熟的就跟对方问好。伟哥哥好，伟哥哥好。我刚赶到这山脚，正好看到你们退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赵伟哥一愣，看着对方一身黑衣蒙着面，怎么看都怎么不像好人，就问：谁是你伟哥哥？你谁啊？你认识我？秦无夜拉着对方的手，好话张口就来。认识认识，大名鼎鼎的赵伟哥，赵公子谁不认识啊？外门最强天才，说的就是你。赵伟哥嘴角一咧，显然十分受用，立马就收剑，摆出了一副兄长英姿的伟岸姿态。但下一刻他还是板着脸哼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威名，还不摘下面巾，以真面目示人。秦无夜笑道：哎，我这不是长得丑吗？怕吓着伟哥您了。他正想说什么，忽然一个衣着暴露的女子从旁窜出，依偎在赵伟哥身上，撒娇道：哎呀，伟哥哥，别管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了，奴家好害怕，你抱抱我吗？赵伟哥立马搂住这女子，轻佻笑道：好好，宝宝别怕，有我在呢，谁也不能欺负你。秦无夜看着两人你侬我侬的样子，不由看向身后的苏诺，虽然看不清对方神情，但想必肯定是很难看了。苏诺抿着唇，似在挣扎，最终还是踏步向前。秦无夜连忙摁住他。赵伟哥搂着女子转头，一道凌厉目光看向苏诺，喝道：你又是谁？鬼鬼祟祟的。秦无夜连忙笑着解释：哦，她是我妹妹，天生哑巴，脸上有疤，跟我一样丑，所以不敢轻易见人，请见谅见谅。苏诺身子微颤，低着脑袋沉默不语。秦无夜连忙转移话题，又问：伟哥哥，刚刚追你们的那些是什么啊？赵伟哥闻言顿时就冷哼一声，不屑地看着秦无夜：与你说又有何用？看你们俩的修为不过是灵土9重，今年的试炼没有灵视境的实力，休想上山了。说完他便不再理会秦无夜，搂着身旁的小妹妹温柔安慰去了。另外几个男女也是不屑地瞥了秦无夜一眼，纷纷附和：就是不过灵土9重，来送死吗？就这样还想混入内门，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货色。伟哥哥可是灵视2重境，他都没法过去，你们就更别想了。这几个都是灵视境的老生嘲讽一番后，不屑与秦无夜交流，也先后离开此地。不过倒是有几个好心的灵途境弟子看秦无夜似乎对试炼情况还不了解，便走过来解释：你们刚到这吧？我跟你们说，长老们利用这鬼窟山的阴灵布置了一个迷魂大阵，俗称鬼打墙，阻止我们走出去，更不用说找到上山的路了。鬼打墙？秦无夜恍然，原来如此。但那些被拖走的弟子呢？死了？对方摇了摇头，倒也没有那么残忍。这个大阵暗地里都是长老们在控制着，那些被拖走的弟子只是被敲晕带走罢了。但这也算是试炼失败，到此为止了。我们也是摸索了好一阵才得出这个消息的。秦无夜朝他们道谢：多谢3位相告，不然我们兄妹俩还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呢。随后他又问道：不知3位怎么称呼？为首一脸正派模样的男子便道：我是允星城尹家村的尹承志，已经在外门待了2年的老生了。他说着指向身旁的女孩介绍道：这位是我亲妹妹尹诗，方年16，刚入宗1个月，正好赶上这次大比，我便带她来参加锻炼锻炼。秦无夜朝尹诗看去，长得倒是十分清秀，只是性格腼腆，朝他点了点头，就躲在哥哥身后了。另外一个男子长相倒是比较粗犷，他说道：我叫雷子，也是新生，也是允星城来的。他好奇地看着蒙面的秦无夜：兄弟，你怎么称呼啊？秦无夜刚想自我介绍，忽地瞥见苏诺竟径直朝侧前方走去。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快步走到赵伟哥身前，啪的一声脆响，反手就是给了对方一个大比兜。苏诺的耳光清脆的像是抽在青石板上，赵伟哥被扇的脑袋一偏，左脸瞬间浮起5道红痕。他怀中娇滴滴的少女吓得尖叫一声，慌忙退开2步。哪里来的疯婆子？
赵伟哥捂着脸正要发怒，目光忽然定在苏诺身上。你怎么认不出我这张脸了？苏诺扯下斗笠，露出被药泥糊的发绿的肿胀面容，说好要与我共进退。我被人打成猪头的时候，你在哪里？赵伟哥瞳孔猛地收缩，浑身一颤。诺儿，你不是外出历练没有参赛吗？我最后一天改变主意了。苏诺冷笑着瞥了一眼赵伟哥身后那女子，不是说等你进了内门就接我吗？这才半年，连宝宝都叫上了。那女子突然挺胸往前一凑，丑八怪，你谁啊？伟哥哥是我的道侣，当然叫我宝宝啊。啪，又一记耳光扬起，这次是甩在少女脸上。少女捂着脸跌坐在地，一脸错愕，下一刻哭得梨花带雨。伟哥哥，这个丑八怪他打我，快给我杀了他！你闭嘴！苏诺冷冷盯着他，这里没有你插嘴。够了！赵伟哥突然暴喝，周身灵力激荡。苏诺，我念在往日情分不与你计较，但如今你我再无瓜葛。事到如今，赵伟哥便一了百了，反正跟苏诺幽会也只是缠他身子罢了。苏诺身子一僵，目光死死地盯着赵伟哥的脸。山风卷着黑雾掠过，他缠头的冰丝带被吹得猎猎作响。想起往日温情种种，那些在高山流水下的誓言，那些在以你拥吻后的承诺，都是假的吗？正当他愣神的时候，那少女忽然起身，也是狠狠扇了苏诺一巴掌。丑八怪，癞蛤蟆，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品种。伟哥哥说了，是你一直在死缠烂打不放手，他早就把你给休了。少女把休了二字咬得极重，一脸得意，指着苏诺继续大骂。伟哥哥现在是我的道侣，你算什么东西？赵伟哥没有制止他，只是冷漠地看着苏诺。苏诺脸上的伤口重新裂开，鲜血滴流渗出丝带，但他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只是眼眶微红地看向赵伟哥。你也是这么想的？赵伟哥冷哼一声，自然，你区区一个领土九重，一品血脉，有什么资格做我的道侣？你也不瞧瞧你自己现在这鬼样子，真以为我稀罕？他说着嫌恶地瞥了苏诺一眼。苏诺浑身颤抖，赵伟哥，你会后悔的。赵伟哥不屑地撇嘴，我后悔？我有什么可后悔的？苏诺，我奉劝你一句，有那功夫还不如去。苏诺转身就走，后面的话被山风吹散，他再也无心倾听。都说修仙者无情，原来那都是不爱的借口，阴兵过境。大家伙快结阵！就在苏诺这边小插曲刚结束时，不远处的一群人忽然大喊起来，原本还在看热闹的弟子们顿时乱作一团。赵伟哥也顾不得再骂，抱起少女就往人群里钻。苏诺也是淡定地回到秦无夜身边，静默不语。尹承志三人看向苏诺的眼神有些古怪，他不是哑巴吗？刚才不是不认识赵伟哥吗？怎么突然演了一出言情戏？不过此刻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赶紧跟秦无夜说，无夜兄弟，咱们得赶紧躲起来，这次的阴兵过境有鬼将在里边。快！鬼将？秦无夜仰头望着黑压压的阴兵群，哪个是鬼将？雷子就指着中间那个最高大的冒着黑雾的将领，就那个眼里冒大泡绿火的。他这一指竟引起那鬼将的注视，一双绿油油的眼珠子隔着100丈距离直勾勾盯着雷子。雷子吓得一蹦3尺高，卧槽！无夜兄弟别看了，赶紧跑，被鬼将盯上不死也得脱层皮啊。他说着连忙往后跑，尹承志也拉着妹妹往后退，唯独秦无夜还站在原地盯着那鬼将。除了黑雾与鬼火之外，他还比别人多看到一样阴灵。虽然被长老们布置的大阵控制，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阴灵体。镇天关里镇压的仙魔神魂其实也是阴灵体，要是让镇天关吞噬这些阴兵，估计他会很喜欢吧。可惜秦无夜很快打消这个念头，因为长老们可以通过此阵观察到里边一切情况，他不能暴露镇天关的存在。但是他有一个新法宝，那就是刚刚进化的摄魂灵。摄魂控灵，也不知道摄魂灵能不能控住这个鬼将。秦无夜目光灼灼地盯着远方的阴兵群，心里有些异动。正这么想着，忽然远处有一伙人冲上了山，鬼将的注意力当即被吸引，带着阴兵队伍厉叫着掉头冲去。阴风呼啸，黑火滔天，但那伙人速度也是极快，在阴兵靠近之前就冲上了山顶，点亮了亭子灯。一时间灵力涌动，山上的凉亭发出淡淡灵光，将那伙人护住。鬼将见状，只能带着队伍在山下龇牙咧嘴，不甘地徘徊着，却不能冲上去。我点灯了，我过关了。他们果然上不来。你打我仨，你打我仨！站在凉亭最高处的一名男子，竟然对着那些阴兵鬼将，又是扮鬼脸，又是扭屁股，好不得意。看着这一幕，山下的众人纷纷议论起来：有人上山了，有人闯上去了，这谁啊？他们是谁啊？
有个别人眼力极好，认出了对方，忽然大喊：唉，我认出来了，那是林傲帝。哪个林傲帝？就是允星城林家最小的公子哥林傲帝啊！我就是允星城人，没想到这瓜皮也来飞云宗了。林傲帝，他不是只有灵图期重境的实力吗？怎么闯上去的？不知道啊，估计是他身边有高手。一时间，众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阴兵过境，鬼将拦路，他们在这里担惊受怕，可人家竟然上山点灯了。马德，这上哪说理去？当即有人不顾阴兵鬼将的危险，扯着嗓子朝山上喊：傲帝兄弟，你们从哪上的山？指条明路啊！带上我，带我一个啊！有人这么一喊，顿时止不住了。傲帝哥哥，带上我啊！我愿意出1000灵石，我出1万，带我一个。你疯了？1万？1万有什么？老子有的是钱。兄弟，我出5万灵石，快下来接我！听着山下的喊话，林傲的更是得意的大笑，哈哈哈！就不告诉你们，一群废物，自己不会找路吗？你们就待在这吧，我看第3关试炼不用举办了，我林傲帝是第一。这举动气得山下的弟子牙痒痒，但又无可奈何。林公子，我们走吧。山上凉亭里走出一名戴着黑色兜帽的男子，他手里拖着一个闪着微微灵光的阵盘，时候不早了，再晚的话恐怕会横生枝节。林傲的嚣张够了，这才跳下凉亭，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做得不错，回去之后本少定重重有赏。兜帽男子微微点头，随即收起阵盘，带着林傲帝和其余人迅速离开亭子，沿着山路上山。秦无业盯着山上看了几眼，就收回了目光。林傲帝他倒是在城里见过几次，但不熟，只是点头之交。对方能上山，估计是运气好吧。不过这也证明了一点，要过这关，不能跟这些阴兵硬刚，得找窍门。这阵法必有生门。大阵之外，一处阵法空间内，数十块流影石悬浮半空，将鬼窟山试炼的每一幕都清晰投射。柳如絮一袭青衣，指尖轻点石面，画面定格在林傲的嚣张扭臀的模样上。他眉头微蹙，此子倒是运气不错，竟能第一个登顶。运气？外门演武堂的罗红长老冷笑一声，指向林傲帝身旁的兜帽男子，分明是那小子找到了迷阵的生门。众长老也是凑过来，好奇疑问：此子是谁？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护阵弟子闻言，忙翻出宗门令，找到对方的令牌信息禀报。回禀长老，那兜帽男子名为陈七，灵氏3重境，待在外门已有3年，每年都是在最后一关失利。刘长老疑惑地问道：灵氏3重境的阵法师，怎么会连外门试炼都无法通过呢？护阵弟子继续翻阅着陈七的资料，是有一点奇怪，不过据说他与允星城林家关系匪浅，而且每年他都会带着林家子弟组队试炼。刘崇山眯眼盯着刘颖时，忽然嗤笑，想必此子是林家花重金养的人，为的就是保送林家子弟能够顺利通过试炼。天玄峰路长老听罢旋即摇头，投机取巧之辈，难成大器。不过倒也有长老感兴趣，林家小子虽修为低微，但根基还算不错，而且这陈七的阵法术能练到如此地步，是有些天赋，如若背景干净，定是可以好生栽培。众长老议论间，刘颖石中忽地爆出一阵喧哗，只见成百上千名弟子见林傲的成功，纷纷呐喊着效仿冲锋，却被骤然暴增的阴兵冲得七零八落，层层围困。迷宫阵法彻底激活，黑雾中不断传来惨叫，弟子们如无头苍蝇般乱撞，被阴兵拖入黑暗。蠢货！迷阵生门瞬息万变，岂是硬闯能破的？陆长老摇头叹息，现在这些小子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鬼窟山脚，伟哥，咱们也冲吧！有弟子眼见又一队人消失在黑雾中，着急地朝赵伟哥喊道：再拖下去都要被淘汰了。赵伟哥怀中少女往苏诺这边瞟了一眼，也是怂恿他：就是啊，伟哥，我可不想跟那丑八怪待在一起。好吧，走。赵伟哥也是下定决心冲了进去。在经过苏诺时，那少女故意讥笑：哟，丑八怪臭38，你就在这儿等死吧，没本事就乖乖滚回家。说罢一头扎入黑雾。苏诺缠满冰丝带的脸微微抽动，双眸冰冷如刀。咱们怎么办啊？雷子见大家都猛地往里冲，也是急得抓耳挠腮，要不要冲？急什么？秦无业却懒洋洋倚在石边，目光扫向他们3人，赶着投胎的拦不住，倒是你们为何不跟赵伟哥走？尹承志苦笑，方才阴兵突袭，为救舍妹拖累了几位兄弟，如今他看向远处几人，便被排挤出来了。他顿了顿，忽然目光灼灼看向秦无业。无业兄弟这般镇定，莫非已有对策？对策倒说不上。秦无业嘴角一勾，倒是有个法子。无业兄弟真有办法？雷子急得直搓手，咱总不能干等着被淘汰吧？不过他扫向众人，
我也不懂有没有效果，若是无效，只能靠运气了。众人略一沉默，尹师忽然从哥哥身后探出头：“没事，大家一起走，我不会再成为累赘的。”见自己妹妹既已开口，尹承志也同意了。相识既是一种缘分，既然吴业兄弟有法子，我们便一同试一试。雷子也是没有意见。秦无业见苏诺一直不在状态，便转头一问：“你呢？”苏诺回过神来，点了点头：“抱歉，刚才是我冲动了。”“无妨。”秦无业给了他一个微笑：“负心汉的确该打。”苏诺闻言，心里稍宽。秦无业：“既然如此，咱们走吧。”黑雾深处，5人刚踏入其中不出3分钟，四周突然响起金戈铁马声，数十阴兵从雾气中凝形，为首鬼将眼中绿火大盛，古刀拖地刮出刺耳锐响，嘶吼声震的仿佛能让山石崩裂。完了！雷子抄起铜锤的手直哆嗦：“无业兄弟，你有什么法子快使出来吧，咱们可不是这鬼将的对手。”秦无业也不迟疑，当即掏出那枚暗金铃铛，正是摄魂铃。铃响3声，控魂行施。叮叮叮，3声清脆铃响荡开，惊得四周阴风骤停，阴兵们如遭雷击，竟发出恐惧的震颤声。为首的鬼将绿火倏地缩成2点，竟扑通轰然单膝跪地，身躯止不住的瑟瑟发抖。后方上百阴兵齐刷刷匍匐，黑雾中尽是骨骼撞击地面的咔咔声。秦无业暗松了一口气，果然摄魂铃里边的仙魔气息对这些小卡拉米阴灵有着上位者的绝对压制着，这也行。雷子目瞪口呆，看着跪在秦无业身前的鬼将，手里的铜锤哐当一声砸在了脚背上，都忘了疼。尹师捂住嘴，险些跌坐在地。开什么玩笑？尹承志更是瞠目结舌，震惊不已。就连见识过秦无业实力的苏诺，此时再次被其手段惊到。秦无业还会控魂术，他这一控魂手段，不知道能不能控住活人。如果可以的话，那比他的天色血脉可强上无数倍啊！太恐怖了。不过在震惊过后，他们立即察觉出不对劲。这铃铛，尹承志紧盯着那暗金铃铛，语气都有些颤抖：“无业兄弟，你这莫非是法宝？”法宝？苏诺美眸一凝，他也反应过来，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法器与灵气虽只有1字之差，却是天差地别。法宝蕴含天地之灵，唯有炼灵成宝，方能称之法宝。卧槽！秦无业竟然有法宝！要知道，寻常弟子身上有一件上品灵器，已是富家公子才有的待遇，甚至连宗内外门长老都不一定能有一件法宝啊！而且看品级，他们虽看不出，但绝对不低。若是上品法宝，恐怕连内门长老都要眼红。众人面面相觑，皆从对方眼中看出浓浓的震撼。雷子没忍住爆出粗口：“卧槽，兄弟，你这深藏不露啊！侥幸所得罢了。”秦无业额角渗汗，精神力正在疯狂消耗，面上却故作轻松：“我们走吧。”侥幸？你他妈这侥幸也太独特了吧！尹承志内心咆哮，不过还是冷静下来问道：“虽然我们控住了这些阴兵，但还是没有破绽，该如何走出去？”秦无业一笑：“当然是让他们开路。”说着，秦无业对着那鬼将再次摇起铃铛。鬼将带路，生门何在？鬼将闻言身躯一抖，缓缓起身，手中古刀一挥，黑雾竟自行裂开一条通道。众人暗呼，恍恍惚惚跟着前行。不出半刻钟，眼前豁然开朗，上山石阶近在咫尺。点灯，快！雷子激动大喊。一盏灵灯高悬凉亭，光华笼罩众人。阴兵鬼将停在山脚下，静默不动。山下弟子见状哗然，又有人上山了。那蒙面的是谁？他是在操控鬼将吗？居然有人能控住鬼将，那鬼将实力起码在灵士2重境之上啊！真离谱到家了。你看哪些鬼将阴兵，还给他们下跪？那人究竟是谁？好生厉害的控魂术！上面的兄弟，带我上去，我愿意出5000灵石。兄弟，我给5万。有豪横的弟子再次喊道：“5万灵石，带我飞！”马德，就是你狗日的喊5万是吧？怎地？老子有的是钱，不服啊？给我打！退出黑雾的弟子纷纷吵吵，乱作一团。而凉亭中的尹承志、雷子、尹氏3人兴奋不已，太好了，我们居然真的上来了！无业兄弟，太感谢了，多亏有你啊！兄弟，你这手段太帅了，教我一手呗！尹师眨巴着眼，小声道：“无业哥哥好厉害哦！”秦无业微笑：“不必客气。”苏诺也是松了口气，感激道：“秦无业，谢谢你。”雷子看向自身的时辰令牌，急呼呼地说道：“那咱们赶紧上山吧，只有1个多时辰就天黑了。”众人转身要走，却见秦无业一动不动。尹承志不由疑惑问道：“
吴叶兄弟，怎么了？秦无业看着山脚下那些苦苦挣扎、疯狂喊叫的弟子，微微一笑。我还有一事要做。什么事？众人齐齐看来。秦无业笑道：自然是送他们上山。啊！众人一愣，雷子更是脱口而出：你要帮他们上山？这可都是咱竞争对手啊！秦无业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当然，不过得收费。苏诺顿时明白过来。你还缺零食啊？秦无业耸了耸肩。谁会嫌零食多呢？苏诺一愣，随即无奈地笑。这秦无业还真是会找机会赚横财啊！山下的人听着，秦无业跃上凉亭，运足灵力，声震四野，5万灵石包裹，童叟无欺，过世不候。尹承志等人闻言，心里一咯噔，5万灵石一人，这也太夸张了，趁火打劫啊！一时间，山下再次炸开了锅。5万，你抢钱啊！有弟子破口大骂。就是啊，你谁啊？老子给，快带我上去。我也给，先接我。但有钱人还真不少，为了能进入内门，这些稍有身家的小姐公子哥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他们带的人都对这关表示没有办法。现在有人说5万包裹，可得把他们激动坏了，甚至还有人加价的。我出6万。有公子哥骑在他人肩上，朝秦无业挥手，先送本少上去。他奶奶的，老子出10万，都别跟我抢。秦无业悠哉悠哉坐在凉亭顶，看着一队弟子战战兢兢跟着阴兵穿行黑雾，来到山下台阶处。承志兄，麻烦帮我清点好灵石再放人。尹承志怔愣一瞬，反应过来，好，我这就下去。他连忙跑下山去，其他人见状也赶紧跟上。雷子麻木地清点着堆积如山的灵石，听着身边各路人马叽叽呱呱，恍惚间竟生出以前在菜市口卖猪肉的错觉。而护镇众长老见到这一幕，同样目瞪口呆，他们从未想过有弟子能以这种方式过这一关。罗红长老气得蹦起身，像极了弹跳的皮球。岂有此理！这蒙面小子又是谁？给我查！护镇弟子慌忙查阅，片刻后却是摇头。罗长老查不到此人身上的时辰令牌，另外3人倒是查到了。而柳如絮和刘重山两人放大着刘隐石，死死看着，听着那少年的声音，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一个人秦无业。刘重山被自己这一念头吓到了，心中暗道：这小子竟然没死，李通他们难道全折在他手里了？不对，他手中的铃铛难道是法宝？柳如絮则是一脸拧巴，这小子贪财又好色，跟厉老鬼一个样，厉老鬼竟然舍得把贴身法宝给他，这也太宠了吧。不过他能以灵土9重操控鬼将，倒是有些本事。无业兄弟，雷子的大嗓门从后方传来，这是最后5人的灵石，咱赶紧。哎，你脸色咋这么差？秦无业随意抹去鼻尖渗出的血丝，铃铛发出最后一声欢快清鸣后便收了起来。坚持到现在已是他目前精神力的极限。山脚下的鬼将眼中绿火再现，见前方竟有这么多人，猛地发出一声嘶吼，却是不得踏步向前，但还是吓得刚踏上山的弟子怪叫着往上跑。灵石如流水般涌入秦无业的须弥界，不过1刻钟，50名弟子成功登顶，250万灵石到手，发大财了。他抹擦着戒指，眼中放光，这次震天关吞噬后定能凝出一滴仙灵露。赵伟哥一行人跌跌撞撞冲出黑雾时，看到了山脚台阶的景象。苏诺正数着灵石，斗笠轻纱随风微扬，身旁几人则接力将灵石哗啦啦全都倒进一个乾坤袋中。乌泱泱的几10号弟子，个个满面红光，仿佛逛庙会般热闹。这丑八怪怎么上去的？赵伟哥怀中的少女尖叫一声，指甲险些掐进他肉里。赵伟哥脸色铁青，目光死死定在苏诺身上。他身后几个老生眼珠一转，谄笑着凑近：伟哥，那不是你老乡好吗？快喊他带咱们上去啊！就是啊，咱们可没带那么多灵石啊。怀中的少女也是附和道：伟哥哥，你不是说你的老乡好宽容大度，总是为你着想吗？问问呗，我可不想再待在这鬼地方了。赵伟哥喉结滚动，憋了半晌才硬着头皮喊：诺儿，我是伟哥啊。他挤出几分深情款款：之前是我糊涂了，你带我上山吧，咱们重头来过。众人闻声看来，爆出一阵哄笑。哎呦，这不是赵大公子吗？方才还扇人耳光呢，现在就喊着对方求情了。苏诺置若罔闻，看都不看一眼，专心致志的干活。一旁的雷子却听不下去肉麻话了，转头就冲着赵伟哥大喊：闭嘴！赵伟哥你要不要脸？带着新欢骂旧爱，现在又舔着脸求人，您这脸皮是拿灵气练过的吧？一个大男人，我都替你骚得慌。隐师扑哧笑出声，又慌忙捂住嘴。四周弟子轰然大笑，有人掐着嗓子学那少女喊伟哥哥，还有人捏着鼻子
尖声应和宝宝别怕。赵伟哥被笑声刺得耳根发烫，一脚踹飞脚边碎石，暴喝都给老子滚！我就不信破不了这破绽。怀中少女见此，指着苏诺尖声讥讽：伟哥哥才不稀罕你这癞蛤蟆，我们靠自己也能闯进去。凉亭内，秦无业临时渗入须弥界中，嘴角微翘，转身朝尹承志4人甩出4袋灵石。这是你们的，这如何使的？尹承志慌忙摆手，我们不过搭把手清点些账目，岂能拿这么多灵石？这一袋可是有5万灵石啊！他们作为外门弟子，1个月的辛苦费也才不到100灵石。就算勤快的弟子，多接任务多干活，1个月累死累活不过1000把块。可他们与秦无业只是刚认识，便给了他们5万巨款，这可把尹承志3人给吓到了。拿着！秦无业将灵石硬塞进他怀里，上山路还长着呢，若遇着麻烦，诸位可别装不认识我。雷子挠头憨笑：哪能啊，兄弟你这一手控鬼本事，我雷子这辈子都学不来，以后你只东我绝不往西。尹师躲在哥哥身后，怯生生将灵石收好，细声细气地补了句：多谢无业哥哥。苏诺情绪不高，但也是收了灵石，轻哼一声：谢了。随后上来的那50人看秦无业如此生猛，顿时心生敬意。能驱鬼开路的灵徒，他们还是头一次见。有人忍不住凑上前来套近乎：兄弟，敢问怎么称呼啊？秦无业此刻有点疲乏，不想过多理会，便淡淡回了句：不方便。那人倒也没在意，嘿嘿一笑，继续道：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只要你能护送我上到山顶，我再加5万灵石如何？秦无业闻言微微挑眉：哟，还真有人赶着送钱呢。不过他现在状态不佳，也不会强行大揽大包，此招只能用1次。秦无业说道：后面的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没法保证一定能护送你上山。那人闻言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又觉在理。倘若对方这么强，一路横推，那真是不得了了。秦无业扫视众人，看到其他人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便又补充道：但大家如若不介意的话，倒是可以聚在一起互相帮衬。尹承志第一个附和：对啊，人多力量大，或许我们能走得更远些。有了第一个，便有第二个。好，我们听你的。对，大家凑一起，总比孤军奋战要好。众人均是面露喜色，仿佛在这一刻，大家不是对手，而是并肩作战的战友。50余人浩浩荡荡向山顶进发，行至半山腰，黑雾陡然稀薄，夕阳金辉破云而下，映得漫山枫叶如火如荼。有人欢呼：到半山腰了，可算见着天日了，终于走出那黑腰带了。快看，山顶就在那！隐士忽然指着高处的飞云旗帜惊呼。只见一道白玉石阶蜿蜒而上，镜头隐在白雾中，隐约有钟声回荡，人群顿时骚动。几名心急的弟子拔腿便冲，不再理会秦无业等人。这时候他们又变成了对手，各自为战。而在此时，前方多条岔路转出一群人影，其中便有赵伟哥那帮人。大家碰见皆是一愣，随即警惕起来。原来通往半山腰的山路不止一条，四周都有。有人反应过来，疑惑问道：你们怎么会这么快赶上来？赵伟哥哼哼一声，冷笑不止。一旁的女子得意开口：蠢货，在你们上来不久，迷阵就减弱许多，我们轻而易举就冲上来了。一群蠢蛋，竟然白白浪费5万灵石，哭死去吧你们！说完还朝他们做了个鬼脸。略。其他人闻言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们耗费巨资，历尽辛苦才走到这，结果对方捡了现成的。想到自己出了5万灵石，心头都在滴血，气得牙根直痒。可他们虽愤怒，但赵伟哥实力强劲，又不敢贸然出手。不过往山上的路只有那条数丈宽的白玉石阶，想避开对方也难。双方只好默契的各走一边，互不搭理。秦无业5人落在最后，并没有碰见赵伟哥等人。不过秦无业刚走了几步，忽然脚步一顿，脊背汗毛根根竖起，仿佛被毒蛇盯上一般难受。吞噬里通的血脉后，他对杀气的感知愈发敏锐。尹承志转头问道：无业兄弟，怎么了？有埋伏？他刚说完，前方石阶上蓦地闪出10几道人影，为首者青袍玉带，眉目英质，正是苏家旁系天骄苏烈阳。他身后的苏浪探出半张脸，盯着秦无业的须弥界，眼底贪婪几乎凝成实质。苏烈阳负手而立，凌厉威压如山倾覆，俯瞰着秦无业，冷笑道：秦无业，你这无本生意倒是做得风生水起啊！苏烈阳身后20余名苏家子弟悄然散开，封死山路。队伍中还加入了几个刚交了5万灵石的弟子，他们被苏烈阳怂恿，加上拿回灵石的诱惑，又想到秦无业5人修为最高的都只是灵徒9重境，就算对方有着控魂的手段，但他们可都听到了，
此招只能用一次这句话。这么一拳横下来，瞬间倒戈。尹承志也是发现了不对，连忙叫住雷子，并将尹师护在身后。雷子看着一个个刚才还并肩而行的弟子悄然走向对面，顿时破口怒骂：狗娘养的，刚救你们上来就反水，还要不要脸？有人嘿嘿笑着回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谁叫你们太贪心，竟敢收这么多灵石？只要你把那5万退给我，概不追究，否则我们不介意跟苏家联手。尹承志面色凝重，看向秦无业说道：无业兄弟，看来我们有点麻烦了。秦无业扫过苏浪等人，轻笑道：无妨，猎狗挡道罢了。苏诺看向前方，瞳孔一缩：苏烈阳，哟，我的诺姐怎么蒙头遮面的，差点就认不出你来了。苏烈阳阴恻恻的打趣：你是倒贴倒习惯了，不会连族中任务都忘干净了吧？任务？今天经历的这一切，苏诺已经心灰意冷，我没那个能力，也争不过你们，我只想进入内门。哼！苏烈阳威压再次爆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讲血亲情义。他手中灵剑指向秦无业，喝道：秦无业，把灵石交出来，我可留你全尸。山峰骤紧，枯叶盘旋如刀。秦无业踏前一步，扯下了面罩。上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已经被烧成灰了。苏烈阳脸色骤沉，厉喝：动手！刹那间，数十名弟子冲来，刀光剑影交织成网，兜头照向秦无业。操！老子跟你们这帮白眼狼拼了！雷子暴喝一声，铜锤抡出破风声，硬生生将冲在最前的苏家子弟砸得倒飞3丈，咣当一声撞碎山石。尹承志长剑轻抖，剑尖倏地挑出一道银弧，逼得2名持刀弟子踉跄后退。他脚步游走如蛇，剑光忽左忽右，竟在围攻中撕开一道缺口。尽管他还未突破灵视境，但多年的历练让他的剑法愈发精湛。小心右侧！他余光瞥见尹氏被3人包抄，当即旋身回援。不料后方的苏浪阴笑一声，短笔横扫他腰腹。神父令，定！尹氏轻斥一声，指尖符文轻芒暴涨，苏浪的匕首骤然僵在半空，连带整个人如被无形锁链捆缚，额头青筋暴起，却动弹不得。尹承志趁机抬脚将他踹飞，转头看向妹妹，眼中含着惊喜：你的咒术又精进了。我修炼可从来没偷懒呢。尹氏骄傲地说着，手上符文却不停歇，接连封住数人经脉。咒术师倒是少见。秦无业也是略感兴趣。苏诺这边更是凶险，2名弟子一左一右夹攻，刀刃直劈他面门。真当我是泥捏的？苏诺好歹也是老生，只要不对上灵视境，同级别间还是能够应付1、2的。他眼中寒光骤凝，手中灵剑飞舞，猛地将其中一人手腕下踢。那人猝不及防，撞上同伴的刀锋，顿时血溅3尺。另一人惊骇欲退，却被他欺身贴近，一掌拍中胸口，倒飞而出。一群废物！苏烈阳周身灵力如火焰升腾，一掌震退雷子后，转身直扑苏诺。尹承志见状横剑阻拦，却被苏烈阳轻易击退。滚开！苏烈阳五指成爪，眼看就要扣住苏诺咽喉。嗖！一道身影突兀横拦，秦无业如鬼魅般闪现，拳掌相交，竟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双方一触即分。你的对手是我。他咧嘴一笑，吞下尹承志给的回神丹，喉间热流激荡，疲惫的精神力瞬间回涌3分。就你这3脚猫功夫，也敢学人劫道？哼！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苏烈阳抽出灵剑，掌心赤焰暴涨，剑身被灼得通红。秦无业单脚一勾，将他人掉落的灵剑抓在手中，迎面而上。他虽然少用武器，但不代表他不会剑法。剑光如火蛇狂舞，与秦无业手中灵剑急速碰撞，发出密集爆响。当当当，2人身影交错，瞬间交手数十招。苏烈阳攻势如潮，秦无业却总能以巧妙角度化解，偶尔还击，震得对方剑势偏移，一时间竟打得难分难解。一众弟子看得暗暗心惊，没想到年纪轻轻的秦无业竟有如此实力，能与苏烈阳正面硬汉。他真是个新生。有人喃喃自语。双方一路激战，脚下山石崩裂，碎石迸飞，不知不觉站至一处小平台之上，脚下是上百丈的悬崖峭壁。这小混蛋！苏烈阳久攻不下，顿时大骂。他气息一沉，狂吼一声，再次发力，灵力疯狂涌动，施展出苏家绝学炎巨剑法。只见他手中灵剑赤焰暴涨，化作一道丈许长的火焰巨剑，带着焚尽万物的气势，当头劈向秦无业。热浪扑面，空气仿佛都被点燃。秦无业目光一凝，体内灵力狂涌，灌入手中灵剑。但焚天剑法威力太过霸道，只听咔嚓一声，秦无业临时捡来的灵剑竟被直接击断。巨大的力量震得秦无业身形踉跄，连退数步。
哼，给我死吧！苏烈阳狞笑，提剑追击。秦无业身形猛地稳住，立即弃剑，右拳一握，周身灵力疯狂汇聚，隐隐间空气都似被挤压地发出呻吟。崩山拳，他低喝一声，右拳如怒龙出海，裹挟着山呼海啸般的气势，与苏烈阳正面硬汉。砰！拳劲和剑气爆发，在虚空中形成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涟漪。双方纷纷后退，秦无业落至平台边缘，碎石滚落而下，差点掉落悬崖。而苏烈阳身上早已泛起了灵力护罩，身形也只是退了3-2步。灵土九重也想破我防御，他嗤笑着，竟收起了灵剑，跟我比拳头，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硬。下一刻，两人拳影交错，秦无业越打越心惊。这苏烈阳只有灵士2重境的修为，但剑法了得，肉身同样强横。此刻他施展雷影步，对方竟然还能跟上自己的速度。秦无业，别跟他缠斗！苏诺突然高喊，他的6品百炼血脉越战越勇，能临时增幅任意能力。秦无业闻言一愣，百炼血脉越战越勇，还能增幅任意能力，这么强？苏烈阳脸色陡沉，猛地看向苏诺，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先剐了你！他周身气血翻涌，速度暴涨3成，眨眼间逼近苏诺。苏诺躲闪不及，尹承志见状飞身扑救，剑锋横荡，当的一声，剑断人飞，他重重撞在岩壁上，呕出一口鲜血。哥！尹师泪眼婆娑，咒术失控炸开，气浪掀翻数人。雷子抡锤逼退围攻，一把拽起尹承志，秦无业喊道：雷子，带他们往山顶冲，把他们围住！苏烈阳喝令一声，旋即折返而回，狞笑着逼近秦无业，还有空操心别人。他双臂经脉暴突，皮肤泛起青铜光泽，玄铜断体术催发到极致，一拳轰出千斤之重。秦无业硬接一拳，整个人倒滑10余步，撞向山壁，嘴角一血。操你姥姥的！雷子抡锤砸飞拦路者，铜锤却被他人挑剑脱手。苏诺趁机拽住尹承志胳膊，刚想冲出，却被众人团团围住。尹师慌忙结咒，一道磐石符堪堪让众人身体一沉，但符纸顷刻间哧啦裂成2半，4人已经退无可退。秦无业目眦欲裂，双手结印低喝，雷影穿云，分！3道残影骤然分化，抱住苏烈阳，锁住其手脚，真身则闪至尹师身侧，一脚踹飞围攻者，带着4人就往白玉石阶狂奔。拦住他们！苏烈阳试图从分身束缚中挣脱，嘶声大喊，20余人如猎狗般紧跟其后。山道上，众弟子被下方的打斗吸引了注意力，纷纷转身看来。赵伟哥同样注意到了苏诺他们。那少女见状，忽然眉目一亮，急声说道：伟哥哥，是那丑八怪，他们身上可全是灵石。咱们……后半句话没说，但赵伟哥这群人立即明悟。赵伟哥贪婪之色毕露，振臂高呼：兄弟们，拦下这群肥羊！抢到的灵石，老子分你们3成！10余名弟子闻言眼冒金光，刀剑出鞘，冲下山去。雷子眼见又冒出10余人，破口大骂：赵伟哥，你他娘要不要脸，真卑鄙！赵伟哥则是满脸戏谑：人心不足蛇吞象，谁叫你们竟然趁机剥削同门的灵石，都给我吐出来！此刻秦无业5人被2伙人前后夹击，陷入包围。尹承志受伤最重，他喘着粗气咬牙说道：无业兄弟，你不要管我们了，你先跑吧，只要冲上山顶过关了，他们就拿你没办法。秦无业想也不想，伸手说道：给我几颗回神丹，他们是冲我来的，等会你们趁机冲上去。尹师立即掏出一个药瓶递给他，秦无业一把倒出数颗回神丹吞下，眼中战意沸腾，说我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倒要教教这群猎狗什么叫做摊子的个品。说话间，前方赵伟哥的人已经冲到前方，雪亮刀锋裹挟灵力劈向秦无业。秦无业不躲不闪，一拳轰出。那弟子狂笑道：白痴，灵视境之下，灵力离体3尺。话没说完，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感陡然升腾，他眼眶欲裂，嘶吼道：不！砰！拳劲爆发，秦无业灵图11重的战力喷涌，3尺5寸的拳锋如怒龙出闸，咔嚓一声，长刀寸寸碎裂，拳锋去势不减，轰在那弟子胸口。对方整个人如被狂奔的野马撞中，胸骨全部断裂，口中鲜血狂喷，倒飞摔落，在地不起什么狗东西，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秦无业冷笑一声，身形化作残影撞入人群中。雷影穿云，秦无业急速闪动，雷影步施展到极致，残影重重闪烁，每一拳都伴随怒龙般的轰鸣。拳锋横扫6尺，灵图境9重以下的弟子触之即飞，重伤不起。尹承志见状，精神大振，喊道：我们也上！5人火力全开，
竟一时挡住了赵伟哥这伙人的进攻。但好景不长，后方怒吼声如雷鸣般炸响：“秦无业，给我死！”苏烈阳暴怒无比，青铜光泽的皮肤上一条条血色纹路浮现，速度暴涨，挥拳轰向秦无业。秦无业知道再拖下去，一旦对方会合，局面将更难收拾。他一咬牙，掏出摄魂铃，精神力疯狂灌入。叮！铃声凄厉如鬼啸，冲在最前的几人动作猛地一僵，顿时抱头惨嚎。意志薄弱些的更是双目赤红，状若疯狂，竟开始攻击身旁的人。众人被这邪门手段惊得一顿，秦无业趁机带人冲出包围。快到终点了！雷子嘶吼，5人拼尽一切往山顶冲去，只有上百个台阶了。终于，他们看到了山顶守镇的弟子以及长老们的身影。就在他们以为要逃出升天的时候，外门演武堂罗红长老身形一闪，悬浮半空，俯瞰着山下，脸色奸笑着：“哼，小子们，这鬼窟山试炼，你们以为那么容易就能上山吗？还有最后一关呢！”说罢，外门执法堂长老刘崇山也站了出来。双方气势突然攀升，林宗敬的威压顷刻如泰山压顶涌来。登山的上千名弟子身形顿时猛地一滞，更有甚者跑得猛的，当场就是脚下不稳摔倒，翻滚下山。秦无业等人也是受到了极大阻碍。林宗敬的强者灵力离体，形成气场领域，哪怕是不经意间的威压，都不是灵途境能轻易承受的。罗红扫视众人，哈哈一笑：“小崽子们，这鬼窟山最后的试炼，便是要抗住我和刘长老的威压登山。”众人惊呼哀怨：“怎么那么难啊？还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呢。这外门试炼都那么变态，那内门竟选亲传弟子，岂不是更加夸张？天哪，我想回家！威压那么强，这2位长老是打算不给活路啊？”尽管抱怨声连连，但大家还是咬着牙，艰难的一步步登阶。能抗住威压者，说明意志和根基都足够扎实，日后前途也更大。可这个情况对于秦无业5人来说更不友好。苏烈阳和赵伟哥那2伙人见状，开心坏了。哼，我看你们怎么逃！灵视境以上的弟子纷纷展开灵力护罩追赶。尹承志脸色苍白，强撑着说道：“无业兄弟，这威压越来越强，我们……”秦无业目光坚定：“都走到这里了，绝不能放弃，你们先走，我拖住他们。”尹师率先开口：“不行，我们不能丢下你。”苏诺也是说道：“是啊，无业师弟，我与你并肩作战，输了我也认了。”秦无业含着怒气道：“一起走，一个都走不了。你们先过关，我随后就到。”雷子一咬牙：“无业兄弟这么说，一定有他的办法。快天黑了，咱们先上去。”尹承志和尹师略一犹豫，最终还是点头，踉跄着加速。秦无业，我早说过，你翻不了天。苏烈阳狞笑，速度在威压中竟又快了半分。赵伟哥更是阴狠，手中长剑寒光吞吐，直指秦无业：“灵石还有命，都给我留下！”承受着长老威压，灵力持续消耗，精神力尚未完全恢复。退，往哪退？身侧是万丈深渊，更是意味着道心崩毁。秦无业眼中戾气翻涌：“是你们找死的！”他低吼一声，声音嘶哑，却带着焚尽一切的决绝。体内灵力被疯狂压榨，提纯循着焚天蓝焰第一式那玄奥霸道的路径奔腾流转。气海深处，震天关仿佛被这股焚天之意引动，发出无声嗡鸣。嗡！一点幽邃的蓝色突兀地在他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凝聚，初始如豆，却瞬间散发出令人灵魂冻结又灼烧的恐怖气息。周围空间的温度轨异地骤然飙升，空气剧烈扭曲，夕阳仿佛都被那一点蓝芒吞噬。几片飘落的枫叶未及靠近，便无声无息化作飞灰。那是什么？一个冲得靠前的苏家子弟惊恐大叫，本能地刹住脚步，脸上贪婪被恐惧取代。苏烈阳瞳孔骤缩，身为灵视2重，他比旁人更清晰地感受到那指尖蓝芒蕴含的毁灭之力，绝非灵途境该有。赵伟哥同样有如此感觉，2人顿时心领神会，拦住他！快！2人厉声嘶吼，不敢再留手，双双轰向秦无业面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哼！一声冰冷的哼声，如同9天寒冰砸落。高踞山顶平台的刘崇山，鹰隼般的目光早已锁定秦无业指尖那点诡异蓝芒，那气息绝非寻常功法灵技。他眼中寒光一闪，针对秦无业的灵宗威压骤然倍增。轰！无声压顶，如同巨锤狠狠砸落脊椎。秦无业瞬间如陷深海之中，刘崇山的威压如实质的海水疯狂灌入七窍，挤压着每一寸筋骨。他眼前猛地一黑，凝聚焚天战本就消耗了他大量灵力，此刻被这针对性爆发的恐怖威压一冲，双腿再也支撑不住，
扑通一声重重半跪在坚硬冰冷的石阶上，膝盖骨与白玉接面撞击，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而只见那点蓄势待发的幽蓝蓝焰，就在这跪倒的瞬间不受控制的脱手飞出。咻！蓝芒离体，并未射向近在咫尺的苏烈阳或赵伟哥，而是因为秦无夜跪倒的姿势和失控的力道，猛地向上方斜掠出，如同一颗微缩的蓝色流星划出一道致命的弧线，直扑苏赵两人头顶上方。不好！苏烈阳和赵伟哥亡魂皆冒，那蓝芒虽偏离，但散发出的毁灭气息却将他们牢牢锁定。生死关头，两人爆发出全部潜能。苏烈阳狂吼一声，双臂交叉死死护住头脸，护体灵罩凝出后世红光。赵伟哥则是不顾形象的一个狼狈至极的驴打滚，疯狂向侧方石阶外缘滚去。赤幽蓝火焰擦着苏烈阳凝聚的光盾边缘掠过，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轻微的仿佛烧红烙铁进入冰水般的异响。那面凝聚了百炼血脉和自身灵力精华的光盾，如同烈阳下的薄雪，被接触的瞬间无声无息的融穿气化。残余的高温甚至燎焦了苏烈阳额前几缕头发，灼痛感让他闷哼一声，眼中全是骇然与后怕。而赵伟哥虽然躲开正面，但蓝焰掠过带起的高温气浪依旧将他后背衣衫瞬间碳化，皮肤火辣辣一片焦痛。那点失控的蓝焰最终狠狠撞在百丈外一处陡峭的山壁上，轰隆一声远比之前所有战斗都沉闷的巨响传来。只见那坚硬的山岩被蓝芒击中的地方，先是诡异的向内塌陷融化，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焦黑孔洞，紧接着周围大片大片的山石如同被无形巨力从内部崩碎，轰轰轰，最后爆发出强烈的爆炸，半个山壁顷刻间坍塌，一个数丈宽冒着青烟的恐怖窗口狰狞地烙印在山体之上。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弟子，无论敌我，无不倒吸一口冷气，遍体生寒，看向那个半跪在石阶上剧烈喘息脸色惨白如纸的少年，眼神彻底变了。那不再是看一个投机取巧的人，而是看一个披着人皮的凶手。他娘的，这是什么怪物灵技？雷子刚冲上山顶平台，惊魂未定，回头就看到这骇人一幕，铜铃大眼瞪得溜圆。尹承志捂着胸口，嘴角还挂着血丝，眼中同样充满震撼。无夜兄弟，尹师小脸煞白，紧紧抓着哥哥的衣角，看向下方秦无夜摇摇欲坠的身影，急得眼圈通红。哥，无夜哥哥他……苏诺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秦无夜强行催动那恐怖蓝焰，又被刘崇山重点照顾，此刻明显是油尽灯枯之兆。而下方惊魂稍定的苏烈阳和赵伟哥眼中的恐惧已被更深的怨毒和贪婪取代，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长老，下面弟子互相残杀，雷子性子最急，转身就想冲向平台中央那群观战的长老呼救。肃静！两名面无表情的护阵弟子如铁塔般拦在面前，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人气。过关弟子即刻从右侧通道下山休整，不得滞留喧哗，违者取消资格。可是下面尹承志也急了，规矩就是规矩。护阵弟子寸步不让，眼神锐利如刀，速速下山。雷子急得直跳脚，眼看无法沟通，猛地扑到平台边缘，对着下方石阶上那个艰难支撑的身影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无夜兄弟，撑住啊，干死那群狗娘养的，我们在山下等你喝酒。吼声在灵宗威压弥漫的山顶显得有些单薄，却带着滚烫的兄弟义气。苏诺没有跟着喊，他焦急的目光飞快扫过平台上那群高高在上神色各异的长老。刘长老呢？那个在擂台战时救过秦无夜的女子。环顾四周，竟不见那一抹熟悉的青衣。一个念头如同闪电劈入脑海，能帮秦无夜的现在只有刘长老，他必须找到对方。没有丝毫犹豫，苏诺猛地转身，在护阵弟子和雷子等人惊愕的目光中，径直朝下山路发足狂奔。斗笠下的冰丝带被疾风吹得紧贴脸颊，他眼中只有找到柳如絮这一个信念。快，一定要快！下方秦无夜半跪在地，粗重的喘息，大汗淋漓。一路几番战斗，催动焚天战又被刘崇山阴险的重点施压。此刻的他气海空虚的阵阵绞痛，眼前阵阵发黑，连抬起一根手指都似重若千钧。好得很。刘崇山，他艰难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了一眼悬浮在山顶上那个负手而立、面色冷漠的身影，将这个名字刻入了骨髓深处。秦无夜，我看你还狂不狂？赵伟哥从地上狼狈爬起，后背焦痛让他面目扭曲，眼中杀意迸发。他不敢再拖大，挺起长剑，招呼着同样心有余悸但更显疯狂的苏家子弟一起上，剁了他。灵石平分。苏烈阳看着自己护体灵罩被融穿的残痕，脸色古怪震惊。那诡异的蓝焰让他忌惮到了极点。
但秦无夜此刻的状态分明已是强弩之末，绝不能再给他喘息之机。杀！他低吼一声，血光再次涌动，当先扑上。这一次他不再有任何保留，务求一击必杀。数十道身影裹挟着森寒的杀意和贪婪的目光，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群，从下方左右两侧方向朝着石阶中央那个孤立无援摇摇欲坠的身影猛扑而至。刀剑的寒光映亮了秦无夜苍白脸上滑落的汗珠，也映亮了他眼底深处那一丝被逼到绝境后玉石俱焚的疯狂。灵力枯竭，精神力耗尽，那就榨干这具身体最后一丝潜能。他猛地咬破舌尖，剧痛和腥咸的血液刺激着即将昏沉的神智，左手艰难地摸向指尖的须弥剑，那里躺着刚刚发的那笔横财。只要让镇天关都把这些灵石吞了，就能新凝聚出一滴珍贵的仙灵露。喝下它，他将绝地翻盘。就在他指尖触及戒指冰冷表面的刹那，就在苏烈阳燃烧着血纹的拳头和赵伟哥阴毒的剑锋距离他身体不足半丈的瞬间，都给我住手！一个蕴含怒意的女声如同9天惊雷骤然炸响在鬼窟山巅，声音并不如何洪亮，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瞬间压过了所有喊杀声、冰刃破空声，甚至盖过了刘崇山刻意维持的灵宗威压。无形的音波拂过，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扑向秦无夜的弟子，无论是苏烈阳还是赵伟哥，动作都猛地一僵，如同被无形的枷锁捆缚，脸上狰狞的杀意瞬间凝固，转为极致的惊骇与茫然。他们体内的灵力竟在这声音下出现了刹那的凝滞和紊乱。一道青色的身影如同撕裂空间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秦无夜身前，衣袂飘飘，青丝如瀑，眼目正气凛然，正是柳如絮。他面罩寒霜，凤目寒煞，周身并无刻意散发的强大灵力波动，但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足以将刘崇山的灵压散去，将秦无夜与那漫天杀意彻底隔绝开来。山顶上，苏诺折返而回，看着秦无夜，脸上带着庆幸和后怕。好在他刚往山下跑没多远，便碰见了上山的刘长老。柳如絮冰冷的眸光扫过僵立的苏烈阳、赵伟哥等人，最后落在已经落回山顶平台上脸色微变的刘崇山身上。他的声音里淬着冰渣：“刘长老，罗长老，好大的威风！放任弟子在山道围杀，甚至还亲自下场帮忙。这外门试炼的规矩，什么时候改成了你们可以随意插手弟子争斗了？还是说……”他刻意顿了顿，语气陡然转厉，再也不留情面。有人收了好处，存心要扼杀我非云宗的天才弟子。这话说得极重，刘崇山顿时噎住。罗红见状，连忙打圆场：“柳师妹言重了，刘师兄他不过是个屁。”柳如絮横眉冷对，他只不过忙了些事，晚来半日，这帮外门长老就敢如此胡作非为。看来宗主的猜想绝没有错。刘长老，刘崇山被如此对骂，老脸一沉，上前一步，休要血口喷人。老夫维持试炼威压，乃是职责所在。此子身怀邪异法宝，施展来历不明的凶厉秘术，扰乱试炼秩序在先。苏烈阳、赵伟哥等人制止凶徒，何错之有？邪异法宝，凶厉秘术。柳如絮嗤笑一声：“你刘崇山活了几百年，眼力都为了狗不成？是邪是正，当看驾驭之人心性如何，行的是善道还是恶行。岂是你一句来历不明就能扣帽子的？”他回头瞥了一眼半跪在地、气息奄奄却眼神倔强的秦无夜，语气莫名：“我倒觉得，能在灵途境就已习得如此秘术，很是不错。”你，刘崇山被噎得脸色铁青，还想争辩，却被罗红挡在身前给制止了。好了，罗红微微笑着开口，圆球式的身躯散发出破人气势。柳长老，无论原因为何，试炼尚未结束，不便多言。所有弟子继续登山，抗住威压，登上山顶平台方为过关。私人恩怨大比结束后，执法堂自会裁决。他这话看似个打50大板，实则还是偏向了刘崇山。柳如絮冷哼一声，没有再争辩。他很清楚，这帮人狼狈为奸，自己在外门孤立无援，多说无益。他转过身，看着几乎全靠意志力撑着的少年，声音依旧没什么温度，却少了几分寒意：“还能走吗？”秦无夜支撑着身体，牙关紧咬，一点一点，极其缓慢却无比坚定地从冰冷的石阶上站了起来。膝盖处的布料早已磨破，渗出的鲜血染红了白玉阶面。他抹去嘴角的血迹，迎着柳如絮的目光，扯出一个带着血腥气的桀骜笑容：“能爬也要爬上去。”柳如絮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机不可察的波动，随即又恢复冷然，只丢下一句：“那就别磨蹭。”说罢，不再看他，青色身影飘然向上。秦无夜深吸一口气，一步一步向着身边那些或震惊、或怨毒、或复杂的目光，向着那近在咫尺的山顶平台前进。夕阳将他的影子在长长的阶梯上拖得很长，
孤独却带着一种百折不挠的倔强。第二关鬼窟山试炼尘埃落定，飞云宗演武场巨大的玉壁上，名字密密麻麻的熄灭，最终定格下1800余个名字，在夜色里闪烁着微弱却执拗的光芒，如同劫后余生的萤火。3万余人参与，最终仅这点人过关，残酷的令人心头发寒。这修仙路本就如过江之鲤跃龙门，能成就大道者本来就是少数。三三两两的弟子互相搀扶着，龇牙咧嘴地处理伤口，交换着惊魂未定的眼神，但眼里都露出庆幸之情。而在这种氛围下，大家的议论声也如潮汐般蔓延。你看到了吗？那个秦无夜，我的老天爷，那蓝色的火，半片山壁都塌了，那是灵图竟能弄出来的动静吗？说他是大灵师我都信，邪门，太邪门了。赵伟哥和苏烈阳联手，还有那么多人，硬是没拿下他。圣脉啊，他可是实打实的圣脉之子，虽然被刮了血脉之力，但肯定还有其他底牌，不然根本解释不了。他手里拿的那个小铃铛，据说可是法宝，绝对有大来头。还有啊，内门的刘长老最后那一下，刘长老脸都绿了。见怪不怪了，内门和外门长老之间的矛盾不用多说，大家懂的都懂。秦无夜这3个字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整个外门。惊惧、好奇、嫉妒、探究种种目光有意无意地扫向山脚下某处僻静的篝火堆。那里秦无夜背靠着一块冰冷的山石，闭目调息，脸色依旧带着透支后的苍白。尹承志胸口裹着厚厚的绷带，雷子正小心地给他喂水，尹师则默默地将烤好的肉干分成小块。苏诺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斗笠压得很低，冰丝纱幕隔绝了火光，也隔绝了大部分窥探。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一枚温润的玉符，那是刘长老离去前悄然塞给他的，说是让他转交给秦无夜。第3关如遇紧急，可捏碎他通知柳长老救援。这刘长老很明显是要保下秦无夜无夜兄弟，真没事了。雷子的大嗓门压低了，童林眼里满是担忧。秦无夜眼皮都没抬，只从鼻腔里嗯了一声，声音带着酒未开口的沙哑：死不了，那老狗。他顿了一下，语气里的冰寒让旁边篝火的噼啪声都弱了几分，早晚找他算账。尹承志咳嗽2声，忍着疼道：第3关就在后天，只给1天休整，太急了。无夜兄弟，你这伤无妨。秦无夜终于睁开眼，漆黑的瞳孔映着跳动的火焰，深不见底。1天够了。同一片夜空下，允星城、秦家，烛火摇曳，照亮几张同样阴沉铁青的脸。砰！秦云一掌拍在坚硬的黑铁桌案上，废物，一群废物。秦虎、秦茂他们人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带的那几个好手，全他妈蒸发了，是不是都被那个小畜生给……他胸膛剧烈起伏，后面的话被极致的愤怒堵在喉咙里，化作野兽般的低喘。桌案对面，苏阔缩了缩脖子，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嘴唇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苏家的子弟人都在，而且有一半还通过了第2关试炼。只不过那苏诺密室角落的阴影里，无声无息地坐着几个人。烛光一闪，映出对方的脸庞竟是刘重山、罗红2人。刘重山面沉似水，狠厉如狼；罗红则像一尊弥勒佛，但脸上惯常的和气笑容也消失不见，只剩下沉甸甸的凝重。苏阔，刘重山阴冷的声音打破死寂，矛头直指：你那好侄女苏诺吃里扒外，临阵倒戈。若非他从中透露情报，秦无夜焉能如此顺利通关？此女当杀。最后2个字带着血腥的含义。苏阔身体一颤，脸上血色褪尽，慌忙躬身：是，刘长老息怒，是我苏家管教无方，我一定严惩。不，清理门户。第3关定让我苏家子弟全力围杀秦无夜，不死不休，全力。秦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站起身，指着苏阔的鼻子厉声喝问：就你苏家那帮3瓜俩枣，顶个屁用！临时2重的苏烈阳加上赵伟哥那小子，还有几10号人，在鬼窟山都没能奈何得了那小畜生。你苏家还有几个苏烈阳啊？回答我！苏阔被堵得哑口无言，面皮子长，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心里却在腹诽：还有脸说我？你们秦家更是全军覆没，一条人影都不见。刘重山烦躁地拍案，他看向秦云，眼中闪烁着孤注一掷的狠厉。寻常手段怕是拿不下此辽了。此子功法诡异，那灵火更是闻所未闻，断不可留。否则带他进入内门，待在厉老鬼身边，再想动他，难上加难。秦云眼中凶光暴涨，刘长老的意思是，按你之前说的，血煞宗的人该动了。刘重山压低声音，密室内温度骤降，告诉他们计划提前。西荒藏龙渊异动，
厉老鬼和宗主都已前去镇压，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刘师兄，一直沉默的罗红终于开口，眉头紧锁，圆脸上的肥肉都绷紧了，姿势体大。秦无业不过是秦苏两家私怨，岂能因他一人就贸然动用血煞宗，打乱我们多年筹谋？万一暴露，后果不堪设想。还不到时候啊，还不到时候。刘崇山猛地转头，死死盯着罗红，脸上的肌肉因激动而微微抽搐。张衡、李通，他们都是我最看重的弟子，此仇不报，我刘崇山寝食难安。此子不除，必成心腹大患。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即刻密报大长老，只要他老人家首肯，便是我等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掌控飞云宗之时。秦无业不过是这场风暴里第一个必须碾死的蝼蚁。我这人最恨的就是天才。罗红看着刘崇山眼中近乎疯狂的偏执，又瞥了一眼同样杀气腾腾的秦云，最终无奈的叹了口气，沉重的点了点头。好，那就依师兄之言吧。秦无业回到洞府，隔绝外界一切气息后，立即让震天关吞噬那200多万的灵石震天关发出低沉的嗡鸣，如同远古巨兽在吞咽。磅礴的灵石洪流被瞬间分解、吞噬、转化，关内小天地仿佛活了过来，再次大变模样。原先局促的小木屋，如今宽敞1倍有余，梁木纹路清晰，散发着淡淡的、令人心神宁静的清香。屋前那株半死不活的老树，枝桠抽出大片新绿，生机勃勃。舒展的枝叶间，仿佛流淌着肉眼可见的灵韵。旁边那片灵田同样扩张了1倍，黑褐色的土壤蕴含着惊人的肥力，只是此刻还光秃秃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灵田边缘多出的一口石井，井壁斑驳，深不见底，没有寻常井水的湿气，却有浓郁到化不开的精纯灵气，丝丝缕缕的从井底蒸腾上来，在井口上方尺许处凝聚成一团团乳白色的氤氲雾气。雾气沉降，便在井底石凹处积攒出浅浅一层晶莹剔透、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灵液。灵泉之井。秦无业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这口井若是放在外界，还不得被人抢疯了。寻常修士苦修100年，也未必能寻到一滴天然灵液，而眼前这口灵泉之井竟能自行凝聚天地精华，源源不断地产出灵液。要知道，灵液乃是灵气浓缩到极致所化，一滴便抵得上100块灵石的精纯灵力。更难得的是，其中不含丝毫杂质，无需炼化便可直接吸收。即便是重伤濒死之人，只需饮下一口灵液，也能瞬间恢复2成元气。而空间中那一丝丝比灵气更加精纯、更加古老，蕴含着难以言喻道韵的仙灵之气也被提炼出来。金色的游丝在秦无业面前缓缓汇聚，时间一点点流逝，所有的仙灵之气最终在玉瓶里凝聚成一滴仅有黄豆大小，却金光灿灿，内里仿佛有无数微小星辰生灭流转的液滴。仙灵露。秦无业毫不犹豫，张口一吸，轰！无法形容的浩瀚能量在体内轰然炸开，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数倍。这股能量霸道绝伦，却又带着滋养万物、涤荡尘埃的神圣气息，瞬间冲向他4肢百骸、5脏6腑，每一条细微的经脉。气海在沸腾，灵力在以疯狂的速度暴涨、压缩、提纯。灵图11重的壁障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捅破，灵力奔涌着冲向新的高度。灵图12重，势如破竹；灵图13重，最终稳稳停住。强大的力量感充盈着每一寸血肉筋骨，身上、膝盖上那点皮外伤，在仙灵之气流淌而过时，瞬间愈合，连疤痕都未留下。体内因过度催动仙术和被刘崇山威压震出的暗伤，也被这股神圣的能量抚平修复。秦无业缓缓睁开眼，眸中金光湛然，似有雷霆隐现。他握了握拳，空气在掌心被捏出细微的爆鸣。起身走向屋外，一拳轰向虚空，雷芒竟凝成蛟龙虚影，所过之处空气炸鸣雷玉崩山拳。仙灵露淬体后，配合崩山拳法衍生招数之一。灵图13重，还是没能突破至灵视境吗？他低声自语，欣喜的同时又带着些许失落。秦无业感受着自己的力量相当于寻常灵视4重境的灵力强度，加上噬心魔焰、焚天蓝焰、兽神宗自创秘术业火无间、法宝摄魂灵真实战力，足以硬汉灵视6重。不过没有血脉之力晋升还是太慢了，而且所需的能量也越来越庞大。200多万灵石加上震天关的提炼，才勉强冲上13重。也不知道距离灵视境还差着多少境界。他走到灵泉井边，举起一捧那清冽的灵液，感受着其中精纯温和的能量。这井中灵液虽好，但想靠它突破灵视境，恐怕也是杯水车薪。他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震天关的关闭，投向未知的明日。力量虽然暴涨，但他心中的危机感却丝毫未减。不够，还远远不够。秦无业眼神重新变得锐利如刀，
第3关，无论是什么，必须拿下魁首。洗脉丹，或许只有洗炼血脉的丹药，才能让我重新觉醒血脉之力，真正叩开灵氏之门。1日休整，外门演武场上，仅存的1800余名过关弟子早已肃然列队，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硝烟，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期待，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高台之上，外门长老罗红那圆滚滚的身躯再次出现，脸上重新挂起了弥勒佛般的和气笑容，只是那笑容底下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恭喜诸位闯过首类挑战以及鬼窟山试炼，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潜力。罗红目光扫视下方，瞬间锁定秦无业、苏诺等人的位置。然先路争锋，唯勇猛精进者方能登顶。外门大比最后一关，将决出真正的魁首，定下最终排名。这排名关乎尔等能否进入内门，更关乎尔等能获得何等资源，奠定未来道基。他顿了顿，吊足了胃口，才朗声宣布：第3关试炼幻境风云台。风云台，众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此乃我宗秘宝万象风云镜演化之幻境战场。罗红抬手一指，演武场中央，一面古朴的青铜巨镜悬浮而起，镜面如水波荡漾，映照出光怪陆离的山川虚影。除了试炼所需的时辰令牌外，尔等身外之物皆不可带入其中。进入后，将随机降临于一处巨大战场之中，战场之内同样在各地随机散落灵气、丹药、阵法、符箓等，尔等可自行捡取，增强自身战力。幻境之中，尔等本体虽不会真正死亡，但若是被演化的妖兽、灵体或其他弟子击杀幻体，便会被强行弹出，判定排名成绩。每隔半个时辰，幻境战场将会收缩地图范围，实现3个时辰。最终胜者只有1人能活到最后。罗红的声音陡然转厉，带着赤裸裸的残酷：弱肉强食，强者为尊，此乃修真界亘古不变之铁律。听清楚了吗？下方顿时一片哗然。今年的最终试炼跟以往都不尽相同，简直不给退路。许多人下意识地开始组队抱团，只有加入一方势力，或许才能苟活到最后。罗红很满意这效果，继续抛出诱饵：魁首奖励，想必诸位早已耳闻，老夫再重申一遍。地阶下品功法玄罡诀，可凝练5匹灵罡之气，攻防一体，乃冲击更高境界的无上基石。4品上等丹药洗脉丹，洗炼周身经脉，驱除杂质，提升灵力运转速度与容纳上限，甚至有几率让血脉突破品级上限。还有下品灵石10万，中品灵器套装流云战甲，包含内甲、护臂、战靴、轻盈坚韧、篆刻流云灵阵，可卸力、增速等等。前10者皆可得玄阶功法。3品丹药灵石数万不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方才的哗然瞬间被粗重的呼吸和灼热的目光取代。地阶功法4品丹药，中品灵器，任何一样都足以让在场这些外门弟子疯狂。不是每个人都是世家出身，不愁修炼资源，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天赋异禀之人，更多的是在亿万平民中好不容易才觉醒血脉之力的苦修者。秦无业的眼神也骤然变得无比锐利，如同盯上猎物的鹰隼。功法他倒不稀罕，但洗脉丹、灵石、灵气，这都是他目前最急需的东西。正当此时，一道女声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秦无业，你被盯上了。这声音熟悉又突兀，惊得他差点原地蹦起。好在多年养成的本能让他硬生生压住了冲动。别紧张，是我柳长老，莫要东张西望。柳如絮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在上千人潮中清晰无比地传入秦无业的脑海。我正以灵犀入念秘术与你沟通。秦无业心中一震，面上却维持着调息完毕的平静。你的位置在幻境中已被做了手脚，刘崇山他们不会放过你。现传你一段藏隐匿息绝心法。柳如絮语速极快，一段玄奥拗口的法诀如清泉般流入秦无业的识海深处。此诀可助你在幻境中遮蔽自身气息与方位，不被窥探。切记，进去后立刻丢掉那枚时辰令牌。还有，我给你的护身玉牌可在幻境中显现，若遇生死大劫，捏碎它，我自会感应。护身玉牌。秦无业一愣，心中念头急转：刘长老，您何时给过我玉牌？他意念回应，脑海中的声音略一沉默，似乎有些意外。鬼窟山上，我交与苏诺，他会转交于你。苏诺。秦无业心猛地一沉，他目光下意识扫向不远处那道带着斗笠、冰丝垂纱的身影，沙幕隔绝一切，看不清丝毫神情。弟子知晓了，多谢刘长老。秦无业压下翻涌的疑虑，意念平静回应，还调侃说道：咱们这样算不算作弊啊？哼！柳如絮语气危急，休要废话，你已身处漩涡中心，早已不是你与秦苏两家私怨那般简单。
个中内情不便与你细说，你只需记住，击败所有对手，活下去。秦无业，弟子明白，不过只是个幻境，死不了人，柳长老放心吧。无知。柳长老的声音骤然拔高，带着前所未有的严厉。此幻境乃万象风云境所化，精神力幻体若被特殊手段控制，无法退出。重创后，你的识海本源便会彻底崩溃，意识涣散，永堕虚无，变成活死人，永远醒不过来。你好自为之。那严厉的警告如同冰锥刺入脑海，秦无业浑身一凛，仿佛已感受到那意识崩灭的恐怖寒意。下一瞬，脑海中的联系如同被利刃切断，彻底沉寂。他缓缓睁开眼，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额头竟沁出细密冷汗。无业兄弟，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伤势又反复了？雷子的大嗓门带着关切响起。尹承志也投来询问的目光，尹师也递来水囊，小脸写满关切。无妨。秦无业摆摆手，扯出一个略显疲惫的笑，有些头晕罢了。他状似无意的再次扫过苏诺的方向，对方依旧静立如雕塑，冰丝沙木纹丝不动。这时苏诺忽然开口，这第3关我算是看明白了。他顿了顿，看向秦无业等人，战场位置随即降临，进去后第一要务是搜寻邻居宝物，第二便是尽快找到彼此，抱团御敌。苏姑娘说得对。尹承志立刻点头，战场每半时辰便缩小地图范围，只要我们苟到前1000名，就很有可能通过试炼了。雷子，尹师听罢重重点头，眼神坚定又激动。毕竟按照往年惯例，每次外门大比都会招收1000名左右进入内门，当然名次越靠前越好。但众人鼓舞凝聚的气氛还未消散，几道带着浓浓恶意的人影便分开人群，径直朝他们压迫而来。为首的正是苏烈阳，他额前烧焦的秀发虽已修剪，但眼中的怨毒却比在鬼窟山时更胜3分。他身旁赵伟哥脸色同样阴沉，尽管涂敷了创伤药，但后背烧伤的皮肤依旧火辣辣的疼。两人身后还跟着10几个气息不弱的苏家子弟和赵伟哥的拥趸。哼，命还真硬啊，秦无业。苏烈阳在几步外站定，声音如同砂纸摩擦。鬼窟山没弄死你，算你运气好，但幻境里可没有柳长老护着，你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吧。赵伟哥阴恻恻的接口，目光扫过苏诺等人。你们这群废物还想靠着他带着通关啊？我劝你们别跟这人沾上关系，否则你们也会死得很惨的。雷子第一个不爽，立马站出来回怼。姓赵的，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雷子虽然不才，但就算拼死，我也要把你一条腿给卸了。是吗？赵伟哥嘴角上挑，眼中恶意更浓，最好别被我碰到，不然我第一个灭了你。高台上的刘崇山、罗红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罗红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声音压下所有嘈杂。时辰已到，所有弟子入阵，千峰夺魁就在今朝。话音落下，悬浮于演武场中央的古朴青铜巨镜万象风云镜骤然爆发出万丈豪光，镜面如水波疯狂涌动，内里山川河流、密林荒漠的虚影飞速流转，一股庞大浩瀚的空间之力弥漫开来。高台上包括柳如絮、陆长老在内的2名内门长老，以及刘崇山、罗红、韩长老等6名外门长老，一共8位临终境强者同时掐诀念咒。8道颜色各异、雄浑磅礴的灵力光柱冲天而起，精准地注入那青铜巨镜之中。嗡！镜面光芒大盛，瞬间分化出上千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光束，如同精准的锁链，瞬间笼罩住场中每一位盘膝而坐的弟子。秦无业在光柱加深的刹那，心中默念柳长老所授的逆影藏形诀，一股难以言喻的清凉气息瞬间自眉心扩散，仿佛一层无形的薄纱，轻柔却坚韧地覆盖了他整个精神幻体。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空间撕扯感传来，眼前光影扭曲，万物飞旋。在睁眼时，所有的喧嚣、高台、敌视的目光全部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一股带着腐朽气息、闷热潮湿的空气。秦无业下意识地低头，卧槽！饶是他心智坚韧如铁，也忍不住爆出一句粗口。他赤条条地站在一片泥泞的沼泽边缘，浑身上下仅于一条单薄白色内裤，冷风吹过，皮肤瞬间激起一层鸡皮疙瘩，寒意不是来自空气，而是来自心底。刘崇山，你个老匹夫！秦无业咬牙切齿，一把捏碎手中凭空出现的时辰令牌，想玩死我，那就看看最后死的是谁。真正的天崩开局，还是地狱难度的。但他还是迅速冷静下来，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四周。这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散发着腐败恶臭的黑色泥沼，枯死的形态扭曲的怪树零星点缀在泥沼中，枝桠光秃秃如同鬼爪。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厚重的云层低垂，光线昏暗。别说凝聚灵气了，
连块能遮羞的破布都没有。秦无业嘴角抽搐了下，当务之急得先解决有伤风化的问题。他目光锁定不远处几株低矮的、叶子还算宽大的蕨类植物和几根坚韧的藤蔓。他动作麻利，几个起落便采集完毕，蹲在相对干燥的树根下开始编织，手指翻飞，3两下编成简陋草裙裤围住下身。秦无业站起身，扯了扯这身大自然馈赠的新装，虽然粗糙个人，但总算摆脱了裸奔的窘境。他深吸一口气，那混合着腐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涌入肺腑，反而激起了他骨子里最凶悍的斗志。身形一动，如同融入阴影的猎豹，悄无声息地沿着沼泽边缘，朝着远处一片看起来更为茂密，或许能提供些遮蔽与资源的扭曲枯木林前行而去。就在秦无业消失于枯木林边缘的浓重阴影中不久，距离他最初降临点不足100丈的一片稍硬的黑色土丘上，空间微微扭曲，3道身影几乎同时闪现。3人皆身着统一的暗红色劲装，他们身形凝实，气息沉稳内敛，远超灵途径，赫然都达到了灵师一重境，正是血煞宗派来暗杀秦无业的弟子。站在正中的是个独眼壮汉，名为夏侯魔，脾气火爆，此刻正满脸的不耐烦。他娘的！夏侯魔狠狠啐了一口浓痰，那口痰落在黑色泥沼里，吃得冒起一小股白烟，上面是不是咸得蛋疼？对付一个灵途径的小崽子，居然让我们血煞3雕出手，这要是传出去，老子这张脸往哪搁？还不得被其他堂口的兄弟笑掉大牙。夏侯魔左侧是个身材瘦高、面色变态白的中年男子，眼眶深陷，眼神如同毒蛇般冰冷锐利。他叫冯裤子，是3人中性格最为谨慎的。别大意！冯裤子冷冷开口，情报上说这小子是袁天雷圣脉之主，天才中的天才，虽没了血脉之力，但仍能以灵途境修为越阶击杀灵士境，手中的灵火更是毁掉半个山壁，绝非寻常杂鱼。第3人则是个身材匀称、面容普通的青年，但一双眼眸却异常明亮，隐隐有细小的青色电弧流转。他叫风隼，此刻嘴角噙着一丝不屑的冷笑。裤子哥，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天才，在天才、灵途境和灵师境之间，那是天堑，越一个大境界杀敌。笑话，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指尖随意弹动，一缕细微的青色电芒一闪而逝，发出噼啪轻响。若有，那也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冯裤子没有理会风隼的狂傲，目光落在手中一个巴掌大小、布满血色纹路的黑色阵盘上。阵盘中心原本一个微弱闪烁的光点，正是代表秦无业的位置标记。目标就在这片区域，不会太远。冯裤子的话音未落，阵盘中心那个光点猛地闪烁几下，如同风中残烛，然后彻底熄灭了。冯裤子瞳孔骤然收缩，死死盯着阵盘，消失了。夏侯魔和风隼也立刻凑过来，看着空荡荡的阵盘中心，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妈的，刘崇山那老狗搞什么鬼？夏侯魔怒骂。风隼眼神锐利如刀，扫视着死寂的沼泽。看来那小子也有帮手，而且手段不低，能瞒过这血影盘的追踪。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非但没有畏惧，反而升起一股嗜血的兴奋，有点意思，这样才不枉我们跑一趟。冯裤子收起阵盘，脸色更白了几分。对方能遮蔽定位，必有所示，不可再存轻视之心。夏侯，若是碰上对方，务必第一时间出手压制，不给他反应的时间。风隼，你的风雷血脉盯死他，别给他施展身法的机会。而我的血煞渊水专克世间万火，保管让那小崽子的灵火变成哑炮。记住，狮子搏兔，亦用全力，绝不可阴沟翻船。3人迅速交换眼神，默契地分散开，呈扇形，如同最老练的猎手，悄无声息地融入沼泽的昏暗光影中，开始搜索那片刚刚失去目标踪迹的死亡区域。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杀机。与此同时，在沼泽的另一端，苏烈阳一脚踢开泥地里一个腐朽木箱，看着里面散落的2-3块暗淡的下品灵石和一把锈迹斑斑的反铁匕首，脸色难看至极。他身边聚集了7-8个苏家子弟，装备也参差不齐，最好的也不过是一件残破的皮甲。妈的，什么破地方！一个苏家子弟抱怨道。少废话！苏烈阳低喝，他摊开手掌，掌心同样有一块小型的定位阵盘。他死死盯着阵盘中心那里，原本代表秦无业位置的红点也消失了。该死！苏烈阳一拳砸在旁边枯树上，震得枯枝簌簌落下，位置没了。那小子果然有古怪，都给我打起精神，分开找。他肯定就在这片沼泽里。发现踪迹，立刻发信号。赵伟哥那群人估计也在附近，别让他们抢了先。苏家子弟们立刻四散开来，如同撒入泥沼的猎狗，开始疯狂搜寻那价值连城的猎物。而此刻，秦无业正屏息凝神，蜷缩在一棵巨大枯树腐朽中空的树洞里。
他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散发着霉味的腐殖土和枯叶，只留下一双眼睛，如同最耐心的猎人，透过树洞的缝隙，死死盯着外面昏暗的沼泽地。他听到了枯枝被踩断的细微声响，不止一处。三道若有若无，却沉重的让他都感到致命危险的气息，如同无形的毒蛇，正从3个不同的方向，朝着他藏身的这片区域，缓缓地、精准地合围而来。3个人，林诗静，绝对是林诗静，真正的致命杀局已然降临。林诗静，3个。秦无业的心脏在胸腔里肋骨，冷汗浸湿了后背。他再狂、再自信，也绝不会天真到认为自己这灵途13中的修为能硬汉3名林诗境强者。那不是勇猛，是真的是蠢。跑，只有跑。一炷香时间，在令人窒息的死寂和杀意碾压下，缓慢的如同一个世纪。外边除了3个林诗境之外，还隐约传来了苏烈阳和赵伟哥的交谈声。显然，他们都在附近碰头了。忽然，秦无业只觉一股难以抗拒的虚弱感猛地袭来，仿佛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大半，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他的眼前出现一道蓝色的结界，战场边界在收缩，这该死的沼泽外围成了最先被舍弃的部分。更不巧的是，他藏身之处在边界之外。糟！秦无业心头一紧，强忍着阵阵眩晕和身体的沉重感。一旦彻底晕厥，幻体消散，便会送出幻境，那也就淘汰了。此方法保命是能保命，但喜脉丹、灵石、灵气，所有谋划都将付诸东流。而退缩从来不是他秦无业想走的路。他死死咬住牙关，身体像压着万钧巨石，每一块肌肉都在哀鸣。他屏息凝神，透过树洞缝隙，死死盯着外面依稀闪过的几道身影。结界收缩，他不可能在这了，我们往前找吧。终于有人开口了。时间在虚弱与杀机中煎熬流逝，1分钟、2分钟，就在那股虚弱感几乎要将他彻底吞噬，意识即将模糊的最后一刻，外面搜索的身影和声响终于走远。机会！秦无业眼中金芒爆射，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有不适。他猛地从树洞中窜出，如同离弦之箭，爆发出最后的力量，不顾一切地朝着那片代表安全的、刚刚收缩形成的边界猛冲过去。嗖！身体穿过那道蓝色边界，瞬间，那股山岳般的沉重虚弱感潮水般退去，力量重新回到4肢百骸。秦无业一个踉跄，差点扑倒。他大口喘息，心中凛然，这万象风云境果然神异莫测。然而他刚喘过一口气，甚至来不及辨别方向，一股凌厉的破空声已如枯骨之躯从身右侧急速逼近。我就知道你这小老鼠还在这。一个带着戏谑和贪婪的声音响起，正是那3人中速度最快的风损。终于是憋不住了吧？呵呵。秦无业头皮发麻，根本不敢多停留片刻。50丈的距离对灵师而言不过数个呼吸。雷影穿云，他低吼一声，体内灵力疯狂涌动，刷刷刷刷刷刷，6道与他一模一样的雷光身影骤然分裂而出，朝着4面8方不同的方向电射而去。这是他修为提升后，分身数量从3道变成了6道。兽神宗第一式雷影穿云已达大成之境。紧追而来的风隼身形猛地一顿，眼中爆发出强烈的惊讶和更甚的贪婪。分身术，至少是地阶身法，好东西，好东西啊！他狂笑起来，哈哈哈，有意思，真有意思。你这小崽子底牌还真不少。不过他话音陡然转厉，带着绝对的自信，在老子7品风雷血脉面前玩花活，给我破！风雷无影遁，风隼周身青光大盛，无数细小的青色电弧噼啪炸响，他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道真正的闪电风暴，速度瞬间飙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只见他身形几个极其诡异的折闪，快得几乎留下道道残影，每一次闪烁都精准地出现在一道雷影分身旁边，并指如刀，缠绕着狂暴风雷之力的指尖狠狠刺出。噗噗噗噗噗噗，6声轻响几乎连成一片，6道雷影分身如同脆弱的泡沫，在风雷指劲下应声破灭。整个过程不过几个呼吸，风隼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秦无业本体身后，距离已不足30米。他脸上带着猫系老鼠的残忍笑容，眼中贪婪更炽。小崽子，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给大爷我瞧瞧吧！哈哈哈！风隼并指一点，一道凝练如实质、缠绕着尖锐气息的青色雷光，如同毒龙出洞，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直刺秦无业后心。风雷裂空指，致命的危机感让秦无业浑身汗毛倒竖，他甚至已经能感受到背后肌肤被那凌厉指锋刺的生疼。雷闪，
生死一线，秦无业体内灵力不顾一切的疯狂压缩爆发，刺耳的雷音爆鸣，原地只留下一道扭曲的缓缓消散的白色电弧残影。秦无业竟在封损指进灵体的前一瞬，诡异的凭空鞋移出10丈开外，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必杀一指。什么？封损脸上的戏谑和贪婪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震惊和狂喜，声音都变了调。瞬移之术，不可能，地阶功法绝无可能达到此等地步。这难道是天阶功法？天阶身法？这个念头如同惊雷在他脑海中炸开，瞬间点燃了他所有的贪婪和占有欲。若能得此功法，他的速度将提升到何等恐怖的境界！血煞宗内同辈之间，谁还能与他争锋？天助我也！封损狂笑，眼中再无半点轻视，只剩下志在必得的疯狂。小子，这功法归我了，把你那接近瞬移的招数再使出来吧！封损全身青光大放，风雷之力轰鸣，速度再次飙升，如同真正的青色闪电，划破昏暗的沼泽，死死咬住秦无业。秦无业心中骇然，灵失境的速度配合7品风雷血脉，实在太过恐怖。雷闪消耗巨大，他最多只能连续使用5次，但目前来看，就算连续施展，依旧摆脱不了对方。到时候灵力枯竭的他只有待宰的份了。因此他也只能将雷影穿云身法催动到极致，4道分身直扑封损面门，2道射向泥潭两侧，最后1道身影却是一个翻滚，冲出了枯木林，在稻草地上狂奔。故技重施对我没用的。封损嗤笑，双掌凌空一抓，掌心青色雷光暴涌，风雷爪。哧啦，空气仿佛被无形利爪撕开，狂暴的雷劲后发先至，精准地搅碎了扑来的3道分身。他的目光死死锁定了砸进泥潭两侧的身影，自寻死路。封损身形如电，双手成刀，左右一分，挥射出2记风，任他头也不回地潇洒朝前跑去。但在这时，他只听到了左侧传来的一声噗，却没听到右侧泥潭里的分身发出同样的声响。封损略一疑惑，转瞬间突然睁大双眼，不对，右侧泥潭里的人不是分身，是本体。他猛地止步转身，但眨眼间一道黑影猛然出现在眼前。星火焚天战，秦无业雷闪欺身而上，只见绿豆大小的焚天蓝焰猛然爆射而出，不，砰！爆炸声将封损的惊叫声淹没，蓝色的火光里映出对方惊骇的目光。轰！焚天蓝焰爆射而出，唾液出一道数10丈长的幽蓝火痕，如同一条咆哮的怒龙，狠狠撞向封损的胸膛。炽热的气浪瞬间将沼泽的腐臭蒸腾成刺鼻的白烟，枯树在高温下扭曲变形，发出噼啪爆响。秦无业一击出手，根本不做停留，他连看都没看，6道分身再起，如同炸开的烟花，朝着后方不同的方向疯狂飙射。每一道分身都裹挟着雷光，在昏暗的沼泽中拉出刺目的轨迹。他需要这些分身吸引诱导后方的追兵。逃！赶紧逃！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灵失境的生命力远超想象，焚天蓝焰虽强，但境界的鸿沟如同天堑，他不敢赌对方必死。这次偷袭能够得手，主要是对方大意所致，对方压箱底的手段都还没使出来呢。就在他身影消失在枯木林阴影中的刹那，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嘶吼，带着滔天的怨毒和不敢置信，撕裂了沼泽的死寂。爆炸的蓝焰尽头，一道焦黑的人影踉跄着冲出，正是封损。他半边身子几乎被焚天蓝焰的毁灭之力抹去，左臂齐肩而断，焦糊的窗口冒着黑烟，露出森森白骨，左半边脸更是血肉模糊，颧骨塌陷，皮肉胶卷粘连，狰狞如恶鬼。仅存的右眼布满血丝，瞳孔因剧痛和狂怒缩成了针尖，左右扫着秦无业分身消失的方向。噗！封损猛地喷出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污血，气息瞬间萎靡了大半。差一点，就差一点，那恐怖的蓝焰几乎是擦着他的心脏爆开的。若非他7品风雷血脉在生死关头爆发出极限速度，强行侧身并凝聚了全身灵力形成护体灵罩，此刻他早已是一具焦尸。即便如此，那瞬间爆发的毁灭性能量几乎摧毁了他的半边身体。狂暴的一种火毒正疯狂侵蚀着他残存的经脉和脏腑，带来锥心刺骨的剧痛。他竟然被一个灵途径的小杂鱼偷袭成了这副鬼样子。秦无业！封损用尽残存的力气，发出一声沙哑扭曲、恨意滔天的咆哮。这声音饱含着无尽的耻辱和疯狂杀意，如同受伤濒死的凶兽最后的嚎叫，穿透层层枯木，在死寂的沼泽上空回荡。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抽魂炼魄！噗！封损再次吐出一大口污血，他迫不得已赶紧盘坐在地，运功疗伤。已经冲出数百丈的秦无业
清晰地捕捉到身后那声充满怨毒的咆哮。果然没死。秦无业心头一凛，脚下速度更快3分。封损的惨状虽未亲见，但那饱含痛苦和狂怒的吼声足以说明一切。林诗静，当真难杀。焚天蓝焰的威力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还是被大大削弱了。一丝紧迫感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上他的心脏。这次能得手，完全是利用了对方的轻敌大意，加上雷闪的出其不意。这种机会绝不会有第二次。身后除了封损那疯狂的咆哮，还隐隐传来了其他方向的破空声和呼喝。在那边，别让他跑了。苏烈阳、赵伟哥，你们堵住他。苏烈阳、赵伟哥带着其他弟子追击秦无业的分身而去，但血煞三雕另外2人夏侯魔和冯裤子显然都被封损那惊天动地的惨叫震惊到了，而且他们也先后发现了秦无业的异状。分身术，2人御剑于空，看着林间四面八方逃窜的秦无业，面面相觑。就算是他们也未曾习得这种功法。妈的，封损那小子搞什么鬼？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夏侯魔在半空中锁定了封损的位置，看到对方惨状，那只独眼中也闪过惊骇，随即被更浓的凶戾取代。废物，连个灵徒都搞不定。冯裤子左右扫视着秦无业的分身，脑子急速盘算着什么，随即说道：夏侯，你去看看封损，我先找出那小子的本体，会通过秘法联系你们。说罢，2人左右一分。1刻钟后，秦无业一口气奔出数十里，来到了一处看似农户生活的区域。这里已经远离了沼泽地带，有不少土屋草房歪歪扭扭地坐落在其中，屋前还有大片的半人高的稻谷，一个个谷堆堆叠起来，上面覆盖着厚实的茅草，看起来像是某种存粮。不过倒是没见有人。秦无业无暇他顾，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他需要时间休整。逃出升天之后，他必须找到一些补给和安全的地方。他目光扫过这一片废弃的农舍，快速闯入其中。在翻了数间屋后，终于被他发现了随机出现在幻境里的灵具。运气不错，1品复原丹1， 2品回春丹1，上品凡气杀猪刀1。除此之外，还有一套农户穿着，这上面竟然也镌刻着防御型的灵力纹路，看样子应该也是一件上品凡器。虽然不太合身，但秦无业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秦无业吞药稍作调息后，便立即走出农舍。此地太过空旷，不宜久留，他需要另存一处隐蔽的位置。就在他刚走出农舍不久，侧前方不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和呼喝：把东西交出来！休想！这是我们先找到的。嘿嘿，这幻境里谁拳头大就是谁的兄弟们，上！秦无业眼角余光瞥去，只见7、8个穿着暴露、衣衫不整的弟子正将2女1男围在中间，显然是在抢夺什么东西。那3人背靠着一块巨石，身上挂彩，气息紊乱，已是强弩之末。其中一名女子眼尖，绝望中瞥见了秦无业的身影，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顾一切的尖声喊道：那边的师兄，救救我们，求你了，事后必有重谢。灵石，我们出去后给你灵石。另外1男1女也如同看到了希望，拼命朝着秦无业的方向挣扎靠拢。秦无业眉头一皱，他自身难保，哪还有闲心管这破事？脚步一转，掉头就要走。站住！围攻人群中一个领头的大汉立即命人冲上前拦下。再看到对方略显苍白却难掩锐气的脸，猛地一愣，随即失声叫道：秦无业，你是秦无业？这一嗓子让双方都愣了一下。秦无业脚步一顿，索性大大方方地承认，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对，是我。怎么想连我一起抢？他原以为对方会叫嚣着一起上，哪知那领头的大汉在确认对方身份后，脸上的凶悍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热的激动。他猛地拨开身前挡路的小弟，3步并作2步冲到秦无业面前，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竟然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一把握住了秦无业的手，使劲摇晃。哎呀，真是无业师兄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大汉嗓门洪亮，激动的唾沫星子横飞，脸上堆满了毫不作为的崇敬。我叫熊葵，早就想认识你了。从你入门第一天干翻陈子安那个恋童玩意儿，再到演武场击杀张衡那个疯子，还有前日在鬼窟山我滴个亲娘来，硬抗苏烈阳、赵伟哥几十号杂碎，还他娘炸了半座山。无业师兄，你是真爷们，纯的，够劲，够狠，老子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身后的几个小弟也反应过来，纷纷收起兵刃，七嘴八舌的附和：对对对，无业师兄威武！苏烈阳那群狗东西仗着家族耀武扬威，早看他们不顺眼了。无业师兄，你是我们外门之光啊！
那被围的两女一男彻底懵了，完全搞不清状况。前一秒还在喊打喊杀要抢东西，下一秒就变成崇拜者见面会。秦无夜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嘴角微抽，他用力想把手抽回来，奈何这熊魁手劲奇大，握得死紧。他只能冷声道：松手，没空跟你们客套，我后面有要命的追兵，不想死的都离我远点。追兵？熊魁一愣，随即浓眉倒竖，满脸煞气，是不是苏烈阳和赵伟哥那两条臭虫？马德，阴魂不散。无夜师兄别怕，他们在哪？兄弟们跟你一起去干他娘的！早就想收拾他们了。秦无夜挣脱开手，一边警惕地感知着周边的气息，一边语速飞快，除了他们还有杀手，真正的杀手，灵师境的强者。灵师境。熊魁和他身后的小弟们瞬间瞪大眼睛，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无夜师兄你逗我呢？这是外门大比，进来的最高也就灵师3重，哪来的灵师境啊？他话虽这么说的，但目光还是下意识地向四周瞟去。秦无夜也不想过多解释了，别废话，别跟着我，告辞。他转身就走，但熊魁显然不想就这样离开，他急切地跟在后头。无夜师兄，咱们一起走吧，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抗到最后。我熊魁好歹也是灵师1重境，不会拖你后腿的。见秦无夜不理睬，脚步更快，他忽然一激灵，一拍脑门，粗声粗气地吼道：无夜师兄，我看你身上没一件像样的灵具，这样咱们送你吧。这幻境里危险重重，你孤身一人，缺了趁手的家伙可不行啊。秦无夜脚步一顿，对啊，倒是可以从他们手上拿点补给，正好自己缺这些东西。见秦无夜停了下来，熊魁赶紧上前朝秦无夜挤眉弄眼，嘿嘿笑道：无夜师兄，刚才我们看到了好东西，就在那3人手上，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马把那东西抢来孝敬你。那2女1男再次面面相觑，想要逃却，始终被对方的人包围着。姐姐，我们怎么办？其中一个比较娇小的少女看着秦无夜一步步走来，吓得俏脸煞白，声线都在颤抖。姐姐，我听说秦无夜他是个杀人不眨眼、修炼邪功、狂妄自大的家伙，我们不会在此地被他杀了吧？那女子也是一脸紧张，却强作镇定地抱住对方，柔声安慰：别怕，大不了我和卢苍师兄跟他们拼了，你趁机跑。秦无夜面无表情地走到他们面前，朝身旁的熊魁问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熊魁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如数家珍般说了起来：无夜师兄，那男的背的布包里可是有不少硬货啊，我刚才看到那里面装有1瓶回春丹，整整10克，还有3品暴血丹、3品驯风丹，还有1件下品灵级阵法隐匿阵，能够隐匿身形和气息，用来埋伏阴人最好不过了。秦无夜眼前一亮，这在幻境战场中还真是好东西呢。熊魁见到秦无夜露出感兴趣的神情，很是开心，继续指着那2名女子说道：还有他们手中的黑铁盾和灵剑都是下品灵器，我可是埋伏了许久才等到他们的。他说的激情澎湃，完全没注意到被包围的3人脸色越来越难看。秦无夜听完，目光微微一闪，似笑非笑地看向那2女1男：这些东西我也不白要，出去之后给你们灵石，如何？那女子一愣，刚才自己还想着对方要是救他们就给灵石作为报酬，怎么现在反过来了？而且秦无夜不是杀人不眨眼、蛮不讲理的霸道公子哥吗？他要拿直接明抢就是了，为何还要多此一举给灵石？这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见3人沉默，熊魁立马怒喝一声：喂，我老大问你们话呢，赶紧把东西拿出来。他顿了一顿，又转过头对秦无夜谄媚笑：老大，我们直接抢吧，用不着给他们灵石。熊魁改口改的倒是挺快，一口一个老大，喊的那叫一个利索，那叫一个亲切。秦无夜也是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还有狂热的崇拜者。他脸色一板，故作高冷的训斥：怎么说话的？你看我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强盗吗？我是差那几个灵石的人吗？我可是出了名的出手阔绰，为人仗义，我可是出了名的视金钱如粪土，讲义气，讲信用。出去之后，你们想要多少灵石，报上我的名号，秦家、苏家乃至外门的刘长老，哪个敢不给？熊魁等人听得一愣一愣的，眼中崇拜的光芒愈发浓烈。这就是霸气啊，连秦家、苏家还有外门长老都不放在眼里，这逼装得他们给满分。那3人也是听得一脸懵，要不是他们知道秦无夜与秦苏2家的恩怨，还真就信了。那女子似乎还想挣扎，但身旁的男子忽然就将布包给递了上前。对方哆嗦着拱手道：无夜少爷，东西我们给你，只求你能放我们一命，我们不想被淘汰啊。那女子急道：卢苍师兄。熊魁眼疾手快，
立马将布包夺了过来，打开一看，两眼顿时放光。没错，东西都在里边。他连忙递给秦无业，笑道：“老大，到手了。”秦无业也没客气，直接接过。熊奎看向那男子，哼了一声：“算你识相。”然后又指着那两女子说道：“还有你们身上的黑铁盾和这把剑，都给我拿来。”那俩女子还在犹豫，卢仓见状连忙劝了起来：“扶叔师妹，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见无业少爷也是讲理的人，只要我们不被淘汰，邻居我们可以再弄啊。”叫做扶叔的女子咬了咬牙，熊奎一个箭步劈手就将黑铁盾和零件给抢了过来，哈哈大笑：“犹豫啥？快拿来吧你！”秦无业看着手中一堆战利品，脸上也是露出了笑意：“这些东西出去之后，我会折合成零食给到你们，我秦无业说话算话。”随即他又朝熊奎等人说道：“做得不错，出去之后来我洞府领赏。”熊奎一听，顿时大喜过望，连忙道谢：“多谢老大，老大威武。”其他小弟也是随声附和：“老大威武，老大就是大气。”秦无业摆摆手，卢仓也是劫后余生般松了口气，连忙拱手道谢：“多谢无业少爷饶命。”“多谢。”秦无业将东西收好，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就准备离去，但刚往前走了一步，他忽然又是一顿，转身看向那惊魂未定的卢仓。卢仓又是被吓得一哆嗦，难道对方要反悔？扶叔和他妹妹也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紧张万分。熊奎也是一愣，瞅了瞅秦无业，觉得自己猜到了对方心中所想，顿时转头凶神恶煞地盯着卢仓，整个人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只要秦无业说一个杀字，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就在他们忐忑不安的时候，秦无业忽然说道：“对了，你身上的衣服也借给我吧。”众人一愣，衣服也借？这是要干啥？卢仓也是傻眼了，感情不是反悔要杀他，而是看上了他的衣服。熊奎一瞅卢仓，又瞅了瞅秦无业，顿时恍然大悟，嘿了一声：“对，老大，你这一身农户打扮实在太过朴素，在这幻境战场实在有损老大的霸气。这卢仓倒是穿的人模狗样的，老大你穿才合适。”卢仓嘴角狠狠一抽，欲哭无泪：“这位爷不单要劫财，还要劫衣啊！”秦无业也不废话，指了指旁边的树丛，示意卢仓过去换衣服。卢仓哪敢不从？还未等他主动脱衣，熊奎立马就抱住对方拖入树丛，给扒了个干净，只剩一条底裤，瑟瑟发抖地躲在树丛后边，彻底凌乱在风中。今天这事也太他妈离谱了。扶叔他们俩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想偷看又害臊得躲远了些。秦无业将他的衣服换上，顿觉神清气爽，整个人气质都变了。不错，我走了，后会有期。他满意的点点头，随即大手一挥，独自离去。老大慢走。熊奎怕秦无业责备他，没再跟上去，只是虔诚的告别。他看着对方的背影，不由啧啧感慨：这他娘的真帅。接着熊奎狠狠瞪了卢仓三人一眼：既然我们老大说要放你们一马，那你们就滚吧，别让我再碰到。卢仓立马套上秦无业脱下的农户衣着，招呼着扶叔两人赶紧跑。那三人跑了10里地，久久还无法回神。卢仓师兄，我们真的没事了吗？扶叔的妹妹扶扶还是一脸担忧。卢仓深吸一口气，刚想回声，突然一道快得几乎看不清的身影，如同瞬一般，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骤然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来者正是冯裤子。他本来是御剑飞行的，但为了不暴露修为，只好落地问路。冯裤子那张一向没有血色的脸，此时竟挂上一副极为不自然的笑意，装出一副好好弟子的模样，拱手说道：“三位，且慢，我想问一下，你们刚才在此地见过此人吗？”说着，冯裤子不知从哪弄来一张画像，打开一看，正是秦无业的面容。该说不说，画术还是不错的，画得挺像，那股桀骜不驯的神情画出了6分。三人顿时一愣，他们明显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脸上的笑意让人瘆得慌，身上的气息又浑厚又阴冷，而且刚才那速度显然并非领土所能施展。卢仓咽了口唾沫，外门前100名的高手他都能倒背如流，但此人面貌绝对是第一次见。难道是他脑海一闪？难道是刚才秦无业所说的灵师境杀手？卧槽！一想到这，卢仓冷汗渗出体表，紧张的忘了说话。冯裤子见他们没有说话，目光死死盯着，脸上的笑意逐渐变得阴森。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见过他？卢仓刚要说话，忽然被扶叔一把抓住。扶叔装作一副吃惊又生气的神情回答：这不是那狗日的秦无业吗？刚才把我们东西都抢了。冯裤子眼中闪过一丝跃动。他在哪？扶叔指向西方，毫不犹豫地说：他往这边跑了，
他身旁还跟着一群刚收编的小弟呢。冯裤子微皱眉，审视着福叔，似乎想看出对方所说是真是假。福叔坚定地点头：“我确定。”那小弟的老大叫熊魁，师兄不信可以过去问问便知。很好，冯裤子眼中含着戾气。不过，你们要是敢骗我，一个都活不了。他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身形骤然化作一道疾影，往福叔所指的方向狂掠而去。往西并不是秦无业走的方向，而是熊魁他们。哼，正好借刀杀人。福叔心里得意地想。卢苍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见对方人影已完全消失，才慌忙开口：“福叔师妹，咱们赶紧走。”此人比秦无业还可怕。福叔也是郑重的点头，看着西方疑惑地说道：“秦无业到底得罪了多少人啊？竟然派了灵师境的强者来杀他！”卢苍催促：“他是死是活与我们无关。走吧走吧，赶紧走。”秦无业一路狂奔，足足2刻钟后，身后那股如芒在背的致命危机感才缓缓消退。他冲出一片古树林，眼前景象豁然一变，不再是望不到头的腐臭泥沼、浓妆稻谷，而是一片狼藉的废弃药园遗迹。断裂的青石药圃如同大地撕裂的伤口，杂乱地散布着。中央处，一座半塌的炼丹石殿歪斜矗立，殿顶塌了大半，露出焦黑的船子。四周散落着不少倾倒的药架、破碎的丹炉碎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混杂着焦糊与苦涩药渣的气息。枯死的灵芝藤蔓爬满断壁残垣，一些形状奇特、早已失去灵性的干瘪果实挂在枝头，风一吹便发出空洞的呜咽。秦无业背靠在炼丹石殿，胸膛剧烈起伏，贪婪地呼吸着这带着尘土味却已算清新的空气。他迅速估算位置，此处距离战场中心区域应已不远，短时间内不必担忧那该死的边界收缩。喘息稍定，他眼中金光一闪，现在的目标很明确：搜刮补给，增强战力，找到苏诺，拿回玉牌，然后狗。只要狗到最终的决战圈，8位维持幻阵的长老监察视野必然更为精细。刘崇山那几个老狗再想一手遮天就难了。那3个灵师境的耗子想要再对他出手，也要掂量掂量暴露的风险。他收敛气息，如同融入阴影的猎豹，动作迅捷而无声。倒塌的炼丹房里，一个还算完好的药柜被他暴力拉开，灰尘簌簌落下。1品聚气丹3，聊胜于无。咦，2品金刚符1，好东西。冷硬抗灵视境1级，反铁匕首，垃圾。下品灵气蚕丝软甲，不错不错。秦无业抖开一件看似轻薄，入手却颇有韧性的银色内甲，上面布满细密的灵力纹路。哎呦，这里还有3品爆裂符2，太棒了！一番搜刮，收获颇丰。他迅速盘点起自己此刻的全部家当。主战装备：下品灵气长锋剑，锋芒锐利，剑气自带微弱撕裂效果。下品灵气黑铁盾，防御力出众，能有效格挡灵力冲击。下品灵气蚕丝软甲，心得贴身防护，可卸力。上品凡气杀猪刀，备用。下品灵极阵法盘隐匿阵，关键保命底牌。丹药符箓：1品聚气丹3，缓慢恢复灵力；1品复原丹1，快速恢复少量灵力；1品回春散2，外用止血化瘀；2品回春丹1，快速恢复中等伤势；2品金刚符1，一次性消耗品，形成短暂强力护盾；3品暴血丹1，关键时刻搏命用，激发潜力，副作用较大；3品爆裂符2，心得范围火焰爆炸，威力不俗。旋风丹已在逃跑时用尽。其他，卢苍的锦缎外袍套装，人模狗样，气质加1。看着这些家底，秦无业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了一丝。在这环境战场中，赤手空拳不是好事。秦无业迅速穿上贴身软甲，将黑铁盾背在身后，长锋剑悬于腰间，丹药符箓收入贴身布袋。接着，他摸出那巴掌大小、布满玄奥纹路的隐匿阵盘，打算找个隐蔽角落布下，先狗一阵恢复灵力，再图后继。目光扫过一片相对完整、被倒塌房凉半掩的角落，似乎是个不错的藏身点。他小心翼翼靠近，指尖灵力涌动，准备激发阵盘。就在他踏入那片区域的刹那，异变陡升，嗡！脚下地面瞬间亮起刺目的土黄色光芒，无数扭曲的符文如同活过来的毒蛇，从泥土碎石中窜出，瞬间勾连成一张巨大的光网。一股沉重如山的压力轰然降临，空气仿佛凝固成铁板，疯狂挤压着他的身体，意图将他死死定在原地。有埋伏！秦无业心头巨震，这阵法发动前，他竟然毫无察觉。吼！嘶嘶！地面翻涌，3头浑身覆盖着岩石甲胄、形似巨蜥的妖兽咆哮而出。他们双眼赤红，散发着灵视异崇敬的气息，显然被阵法操控，
带着狂暴的气息直扑秦无业要害。千钧一发，秦无业的反应可谓快到极致，雷闪，滋啦刺耳的电鸣撕裂空气，原地留下一道扭曲的白色电弧残影，顷刻间出现在阵法边缘。此时的阵法光网尚未完全合拢，给我破！秦无业眼中厉色爆闪，右拳之上，土黄色的厚重光芒瞬间凝聚，崩山拳破月，轰！凝聚了他此刻全身力量的一拳，如同陨石天降，狠狠轰在阵法刚刚成型、能量流转尚未稳固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咔嚓嚓，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响起，那土黄色光幕剧烈震荡，被轰击之处符文碎裂，光芒暗淡了大半，整个土龙锁阵威力至少被削弱了50%。暗处传来一声闷哼，显然被阵法反噬让布阵者也不好受，那张戴着面具的脸惊叹出声，好快的速度，好强的拳劲！那3头扑空的巨蜥被秦无业瞬间爆发的煞气所摄，动作微微一滞，随即四处分散，引入阵法中消失不见。不一会儿，几道人影陆续跳出，为首一人锦衣华服，面带倨傲，竟是林傲帝。他身后跟着几名气息不弱的弟子，皆是林世镜。而阴影中，一个戴着兜帽面具、气息内敛的身影最后缓缓走出，正是那神秘的阵法师陈七。秦无业。林傲帝看清阵中略显狼狈的身影，先是一惊，随即眼中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得意的狂笑声响起，哈哈哈！大鱼，果然钓到一条大鱼！哎呦喂，我当是谁能硬撼我这土龙锁阵呢？原来是秦大天才啊！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以为这些补给为什么这么显眼？那是本少爷特意撒的饵。他得意地指着周围那些被翻动过的痕迹。秦无业稳住身形，抬眼看向林傲帝，调侃道：林傲帝，你居然还没被淘汰！他甚至还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刚才因雷闪而有些凌乱的衣袍下摆。你！林傲的被这轻飘飘的轻视噎得脸色涨红，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憋屈的难受。秦无业，你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以为这还是鬼窟山让你逞凶的地方？看看你的处境，落在我的阵法里，还有陈七在此坐镇。陈七可是灵氏3重境，我身边这几位兄弟最低也是灵氏1重。你拿什么狂？你以为你还能像以前那样越阶挑战？做梦！林傲帝这一口气挺长。秦无业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陈七身上，忽然无所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捡了块碎石在手里掂量着，仿佛在自家后院晒太阳。废话真多，一个灵图7重的小弟弟，你没资格跟我动手。要打，就叫你背后那位阵法师出来，能凭一己之力带你们这群废物渡过鬼窟山，我倒是对此人挺好奇的。你！林傲的气得差点跳脚，指着秦无业的手指都在抖，却又不敢真的上前单挑，只得猛地扭头对陈七吼道：陈七，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好好教训这个狂妄的家伙！阵法压制着他，他翻不了天。然而陈七却如同脚下生根，纹丝不动。他不动，身边那几个灵氏境打手也是眼神闪烁，不敢乱动。秦无业在鬼窟山炸出的那个恐怖天坑，以及他越阶杀人的凶名，足以让这些人心生畏惧，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陈七！林傲帝惊疑不定地看向自己最大依仗。陈七微微转向林傲帝，低沉平静的声音传出：林公子，借一步说话。林傲帝虽有不耐，但见陈七语气凝重，还是跟着他走到不远处一处断墙之后。怎么回事？你也怕了？林傲帝压低声音，带着质问。他秦无业就算有那诡异的蓝色火焰，但修为毕竟只有灵图9重，而且现在还被你的阵法压制着。你堂堂灵氏3重阵法师，还拿不下他？陈七面罩下看不清表情，只是缓缓摇头，语气更加凝重。林公子，我压制不住他。什么？林傲帝以为自己听错了。此人修为虽是灵图9重，但陈七深吸一口气，罕见的出现困惑，仿佛在描述某种无法理解的存在，但心渊四海，气息深不可测，其命心如蒙混沌，凶极难辨，我看不懂，参不透。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沉了几分。方才阵法反噬瞬间，我心有所感，紧急补了一卦，问你我此行吉凶，卦象如何？林傲帝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下签。陈七吐出3个字，清晰无比：泽水困，6-3摇动，困于时，居于吉离。乾隆渊，其势未央，动干戈，凶。林傲的倒吸一口凉气，脸色瞬间煞白。你是说，我们要是跟他动手，会全军覆没？陈七沉重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秦无业乃天雷圣脉之子，天生帝王仙神之相，贵不可言。即便天命降下波脉之劫，看似绝路，然包极而复，劫中自蕴一线生机。此生机之所在，如潜龙在渊，
深不可测，非我等所能窥视。他微微抬头，面具里的目光似乎穿透断墙，落在秦无业身上，声音微微颤抖：林公子，恕我直言，对此等人与之为敌，恐遭天谴反噬，与之交好，或能沾其气运，家族绵长。一番话，林傲的彻底懵了。他虽不知陈七出身，但知道对方不仅仅是厉害的阵法师，更是卜算高手，其占卜之能远超阵法。看着林傲的变幻的脸色，陈七低声劝道：林公子，趁现在尚未结下死仇，收手吧。林傲帝内心天人交战，陈七如此郑重其事，甚至搬出了天谴，家族气运，由不得他不信。他脸上的骄狂之色彻底褪去，只剩下惊疑不定和后怕。林傲帝虽然年轻气盛，但他不傻。马德，算他走运。林傲的狠狠啐了一口，终于下定决心。什么面子，什么不爽，在性命和家族气运面前都是狗屁。两人返回阵前，林傲的脸上的表情像是刚生吞了一只苍蝇，别扭至极。他对着阵中一脸无趣的秦无业硬邦邦地甩出一句：哼，性情的，算你小子今天运气好，本少爷大发慈悲，放你一马。陈七，撤阵。秦无业托着腮，眉梢微挑，有些意外地看向陈七。只见陈七上前一步，双手结印，对着残破的阵法遥遥一指，土黄色的光芒闪烁几下，彻底熄灭。紧接着，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陈七缓缓抬手，摘下了那一直遮掩面容的兜帽和面具，一张年轻俊秀的脸庞显露出来，约莫20岁上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双眼竟是异瞳，左眼漆黑如墨，深邃幽暗，右眼却呈现淡淡金色，仿佛蕴含着一缕神性光辉，仿佛能够洞悉世间所有。整张脸孔平静无波，不喜不怒，不卑不亢，如同古井深潭，看不出丝毫情绪。在下陈七。他对着秦无业拱手一礼，方才阵法相困，多有得罪，望秦兄海涵。秦无业看着那双异瞳，心中亦是微凛。此人气息比寻常林氏三重更加晦涩深沉，不过戴着面具不露眼，怎么看露的？陈七，他站起身，拍了拍衣袍上的尘土，怎么不打了？陈七面容依旧平静。秦兄乃真龙前渊，非池中之物，我们林府自然不想与你为敌，甚至有可能的话，交个朋友。林傲帝脸色微微一变，似乎对陈七说交个朋友有些不满，但碍于先前卜的卦象，他不敢多说什么。秦无业飒然一笑：你这人有点意思。他话锋一转，忽然拿出那枚隐匿阵盘递给陈七：你阵法造诣的确不凡，正好我手上有个隐匿阵，自己琢磨费时，你帮我布置一下，省我点功夫。喂，秦无业，你这人怎么还得寸进尺啊？林傲帝一听就炸了毛，像护崽的母鸡，陈七是我的人，是你能使唤的吗？陈七，我们走。别理他。说着就要去拉陈七，陈七却稳稳接住阵盘，异色双瞳扫过阵盘纹路，又抬眼看了看秦无业，平静问道：隐匿阵，秦兄是想躲避某些人的追杀？他心思剔透，瞬间猜到几分。林傲帝拉人的手僵在半空，闻言眼珠一转，又折了回来，抱着胳膊哼道：哼，躲谁？秦家外门子弟都被你杀干净了吧？哦，对了，苏家，苏烈阳那帮废物。不过苏烈阳不就林氏二重吗？你不是能越阶杀人吗？你怕他干嘛？干脆把他宰了算了。我看他早就不顺眼了，要不要本少爷帮你一把？咱们联手。秦无业被他聒噪的头疼，直接打断：苏烈阳算个屁！麻烦的是，这幻境里混进了3个灵师境的杀手。什么？林傲帝和他身后的打手瞬间失声惊呼，脸色巨变，就连陈七那双古井无波的异瞳也骤然收缩一下，眼底金芒一闪而逝。灵师境，3人。林傲的咂舌看向秦无业的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和一丝后怕，甚至还带了一丝同情。秦苏两家这是铁了心要你死啊！啧，兄弟，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啊！你说你没事搞那么强干吗？除了给自己招灾惹祸，还能有啥好处？天天被人惦记，活得提心吊胆的，多累啊！你看看我。他挺了挺并不厚实的胸膛，一脸我很满意的表情。灵图7重，6品血脉，不高不低，正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这境界多安全，没人惦记，活得逍遥自在。有时候想想还真挺可怜你的，天天刀尖上跳舞，提心吊胆的。秦无业听得额头青筋直跳，你快给我闭嘴吧！他的目光转向陈七，陈七，帮我布阵，算我秦无业欠你一个人情。若我能度过此劫，他日但有所需，只要不违我心，力所能及，必不推脱。陈七沉默片刻，
那双异瞳仿佛在衡量着什么。片刻，他缓缓点头。好。喂，陈七你……林傲的还想说什么，但被对方看过来的眼神给止住了。陈七不再理会他，拿着阵盘径直走向秦无业选定的那处半掩角落。他动作行云流水，指尖凌厉如丝线般精准的勾勒，打入地面、墙壁，甚至空气之中，调整着原有阵盘的不足，并巧妙地利用废墟环境中的残存灵力节点进行增幅。其手法之娴熟精妙，看得秦无业也暗自点头。不过布阵间隙，陈七头也不抬地补充道：“丑话说在前头，你这隐匿阵盘只是下品灵级，基础有限，即便我尽力优化，面对真正的灵师境强者，尤其是灵识敏锐者，也未必能100%瞒过。无妨，尽力即可。”秦无业点头，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有总比没有强。很快，一个覆盖方圆10丈范围，气息近乎与周围废墟融为一体的隐匿阵法悄然成型。淡淡的波动如同水波般荡漾了一下，随即彻底隐没。成了。陈七收手，气息略有不稳，显然这优化布阵也耗费他不少心力。林傲的抱着胳膊在一旁冷眼旁观，嘴里嘀咕着：“人情说得轻巧，也得有命还才行。”他见阵法已成，便招呼手下：“走了走了，晦气。”陈七，我们……话音未落，沙沙沙，这边有动静。前方密林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枝叶摩擦声，众人心头猛地一紧，立刻屏息凝神。只见林中窜出的当先一人正是冯裤子，他身后紧跟着苏烈阳和赵伟哥以及7、8个精英弟子。遭！秦无业瞳孔骤缩，低喝一声，那个白脸瘦高个就是灵师境杀手之一。陈七立刻低喝：“林公子，速入阵！”他一把抓住还在发愣的林傲帝，冲入刚刚布好的隐匿阵法范围。林傲帝的手下们也如梦初醒，连滚带爬地跟着冲了进去。阵法的微光瞬间将几人的身形和气息彻底掩盖，他们手握灵剑，做好备战准备，透过阵法光幕紧张地看着外面。冯裤子已经从熊魁那搜魂得到了秦无业逃跑的方向，此刻脚步不停，朝着药园深处方向快速追去，似乎并未察觉这片倒塌丹殿旁的异常。阵中所有人心口砰砰直跳，大气不敢出。林傲帝看着冯裤子等人的背影即将消失在废墟拐角，脸上刚露出一丝庆幸时，一便再生。那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冯裤子脚步毫无征兆的猛然一顿，他豁然转身，那双阴冷如毒蛇般的眼睛如同最精密的探针，瞬间扫过秦无业等人藏身的这片区域，目光精准地落在那片看似毫无异状的废墟角落。怎么了，冯前辈？苏烈阳差点与他撞了个满怀，不解地问。不对。冯裤子冰冷的声音如同毒蛇吐信，在死寂的药园中响起。此地方圆100丈之内，灵力的流转似乎有极其细微的滞涩感，虽然被巧妙地伪装成自然韵律，但还是稍显刻意了。他天性谨慎入微，这种几乎无法察觉的破绽，若是粗线条的夏侯魔在此，绝对会忽略过去。但偏偏是他冯裤子，那一丝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灵力涟漪，终究还是被他变态的敏锐感知捕捉到了。果然有猫腻。冯裤子眼中寒光一闪，他缓缓抬起枯瘦如爪的右手，只见一点暗红如污血的光芒开始凝聚、跳跃，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阴寒波动，牢牢锁定秦无业他们藏身的方位。阵内众人瞬间头皮发麻。他发现我们了！林傲的失声惊呼几乎瘫软在地。跑！秦无业和陈七几乎同时低吼。分头跑！秦无业补充道。找到你了，小老鼠！冯裤子掌心凝聚的阴寒灵力化作一道血红巨大掌印，带着刺骨的寒意和恐怖的威压，狠狠拍向隐匿阵所在的位置。轰！咔嚓！隐匿阵的光幕剧烈扭曲，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陈七精心布置的共生循环被瞬间打破。噗！陈七身体巨震，脸色瞬间惨白，嘴角溢出一缕鲜血。阵法被强行破开，他遭到了反噬。走！秦无业一把抓住有些脱力的陈七，将他推向林傲地方向，同时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爆射而出。雷影穿云立即催动，追！冯裤子一击破阵，厉声喝道：“苏烈阳、赵伟哥，你们带人给我追那帮人，一个都别放过！”是。苏烈阳等人立刻如狼似虎般扑向林傲的一行，冯裤子则看都没看他们，施展术法将秦无业的分身一一击破，目光死死锁定最后那道如电般射向密林深处的身影。想跑？冯裤子冷笑一声，身形化作一道灰影，速度快得惊人，直追秦无业而去。同时他手指在腰间一块血色玉牌上一点，一道讯息瞬间传出：夏侯发现秦无业，速来！坐标：密林深处。秦无业将速度提升到极限，风在耳边呼啸。
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身后那股阴冷强大的气息，如同枯骨之躯，正以更快的速度逼近。对方的速度竟然不比上一名的杀手弱。该死，甩不掉！秦无业心中焦急，眼看对方越来越近，那令人窒息的威压几乎要将他碾碎。拼了！秦无业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猛地掏出一颗赤红色的丹药3品爆血丹，他毫不犹豫地塞入口中。轰！狂暴的药力瞬间在体内炸开，如同岩浆奔涌，瞬间点燃了他全身的血液和灵力。一股远超自身极限的力量充斥四肢百骸，剧烈的痛苦也随之而来，仿佛身体要被撕裂。啊！秦无业发出一声低吼，双目瞬间赤红。他的速度在爆血丹的加持下，猛地再次飙升一个台阶。爆血丹！紧追不舍的冯裤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更浓的杀意，垂死挣扎。他速度也再次提升，双方的距离并未被明显拉开。就在这时，前方地形突变，一片布满巨大乱石、藤蔓交织的复杂区域出现在眼前。秦无业眼中金光一闪，机会！他猛地冲入乱石区，凭借着暴涨的力量和雷影穿云的分身灵巧，在嶙峋怪石和粗壮藤蔓间急速穿梭变向。雕虫小技！冯裤子冷哼，身形如水滑动，紧随其后。这些障碍对他而言形同虚设。然而，就在秦无业掠过一块布满苔藓的巨石时，他猛地将手中紧握的某物狠狠砸向地面。爆！轰！轰！两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炸开，正是之前搜刮到的2张3品爆裂符。恐怖的爆炸冲击波瞬间席卷开来，无数碎石如同炮弹般击射，浓烟与火光冲天而起。冯裤子猝不及防，虽在千钧一发之际撑起灵力护罩，但依旧被狂暴的冲击力和乱石狠狠撞中。哼！冯裤子闷哼一声，护罩微动，身形被硬生生阻了一瞬。虽然没有什么伤势，但追击之势已被打断。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小畜生！冯裤子怒不可遏，灵石疯狂扫出。秦无业将那3枚聚气丹、1枚复原丹泉都扔进嘴中，尽快恢复灵气。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幽暗岩洞，趁着烟雾散去前，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身体瞬间被黑暗吞噬。冰冷刺骨的地下河水裹挟着秦无业一路向下。不知过了多久，前方终于透出一线微弱的光亮。他猛地发力，手脚并用，在湿滑的岩壁上借力一蹬，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般破开水面，重重摔在一片布满苔藓的碎石滩上。嗨嗨！他剧烈的呛咳着，吐出几口带着核心味的浊水。他挣扎着翻过身，仰面朝天，但天空之色却是让他微微一怔。天空不再是那片压抑的灰霾，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接近黄昏的橘红。秦无业心头一紧，飞快地估算着时间，从进入这地下河到现在，至少已过去了半个时辰，而距离幻境试炼结束，至少还有1个半时辰。怎么时间过得那么慢？紧迫感一直缠绕在他心头。决战圈是秦无业唯一的生路，此地不宜久留。他强撑着虚脱的身体爬起，警惕地环顾四周。这是一片荒凉死寂的区域，脚下是连绵起伏的覆盖着灰白色沙砾的丘陵，寸草不生。狂风卷起沙尘，发出呜咽般的嘶鸣，视线所及，只有几株枯死扭曲、形如鬼爪的黑色怪树零星点缀，更添几分不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沙丘之间，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处可能藏匿补给的角落。又过了1炷香时间，干渴与劳累如同枯骨之躯，使他神情疲惫，却又不敢停下。就在他翻过一道较高的沙梁时，下方低洼地骤然传来的嘶吼与惨叫攫住了他的心神。2头覆盖着岩石般甲壳的巨蝎正疯狂地追击着2个狼狈逃窜的外门弟子。那几个弟子惊恐尖叫，试图激发手中符箓，动作却因恐惧而变形迟缓。妖兽甩尾一刺，带着剧毒的尖刺狠狠穿透对方胸膛。噗嗤，没有血肉横飞，只有一道朦胧的白色光晕闪过。那弟子的身影如同被戳破的水泡，瞬间消散在原地。空中掉落下对方身上的灰色布包，以及那张还未来得及施展的符箓。其他2人没多会，同样也被巨蝎击杀。等到妖兽走了之后，秦无业立即从沙梁滑下。他飞快地掠到那3堆掉落的布包，一小袋灵石，2枚2品回春丹，1枚1品回气丹，低阶匕首灵剑，1张2品定身符。东西不多，但好歹捡了漏。秦无业目光扫过那弟子消失处留下的一套还算完整的青色劲装，比他现在这身被河水泡烂又被沙砾磨得破破烂烂的锦袍强多了。他迅速换上干燥的青色劲装，布料粗糙，但此刻穿在身上却带来一丝难得的踏实感。补充了少量清水和1枚低阶回气丹，他不敢久留，继续朝着前方隐约传来的嘈杂人声方向前行。越过山丘，
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由一愣。下方一片相对开阔的谷地，两拨人马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双方人数都不少，粗略看去各有40-50人之众，杀气腾腾，蠢蠢欲动。秦无业伏在一块巨石后，目光如电，瞬间锁定双方为首之人。左边为首者一身锦蓝袍服，面容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惊傲，修为是林氏一众进挺巧。秦无业认识苏正蓝，苏清雪的堂哥。这厮当年在自己如日中天时，舔着脸以未来大舅哥的身份，硬是跟他借了5000灵石，至今未还。所以这张脸化成灰他也认得。右侧阵营为首的是个陌生面孔，林氏二重的实力。秦无业的目光飞快地在对方阵营中扫过，陡然一顿，两张熟悉的面孔赫然映入眼帘。尹承志，还有他身边的雷子。秦无业心中一喜，但旋即又是一沉。尹氏和苏诺呢？他们身边并未见到这两人。秦无业心思电转，决定过去问问。此刻双方阵营正在唾沫横飞，激情满满的叫骂，人多混杂，正好浑水摸鱼。他悄无声息地从后方沙坡溜下，如同融入阴影的游鱼，悄无声息地混入右边阵营，微微低着头，快步走到尹承志和雷子身后。雷子眼角余光瞥见这张熟悉的脸，惊得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一个叶字卡在喉咙里。秦无业闪电般伸出手，一把捂住他的嘴，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不容置疑的紧迫。别声张。尹承志也猛地转过头，看清是秦无业，脸上瞬间涌起巨大的惊喜和激动。他强压着情绪，凑近低声道：无业兄弟，老天开眼，可算碰上了。尹氏和苏诺呢？你们见到他们没有？秦无业松开雷子，目光急切地在尹承志脸上搜寻答案。尹承志眼神一暗，拳头不自觉地握紧，声音里充满了自责和苦涩。我妹，刚才被对面苏家那帮杂碎给淘汰了，都怪我没护住她。至于苏诺姑娘，她摇摇头，语气更加低沉。我们一直都没碰上，半点消息都没有。你们从哪个方向过来的？秦无业追问。北边，翻过那片鬼壕石林过来的。尹承志指了指身后灰蒙蒙的远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黑色风化石柱，风穿过石缝的声音像鬼哭狼嚎，邪门的很。秦无业心中飞快盘算，自己是从西北方顺地下河飘来，尹承志他们从北边来，战场收缩是往东南方向更多的偏移，那么苏诺当前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东方或南方。雷子此刻已从震惊中恢复，脸上满是兴奋，搓着手低声道：无业兄弟，你来了可太好了，咱们实力大增。就对面苏正蓝那逼样根本不够看，只要再撑他娘的1个多时辰，熬进决战圈，咱们就稳了。秦无业却泼了他一盆冷水，声音凝重：别高兴太早，幻境里混进来3个灵师境杀手，是刘崇山那条老狗派来的，现在正像疯狗一样追着我咬。灵师境？尹承志和雷子脸色骤变，倒吸一口凉气。尹承志急道：此事非同小可，必须想办法告知刘长老。秦无业目光扫过远处对峙的人群，又警惕地看了看天空，除非被淘汰出去的人能立刻单独联系上柳长老，否则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撑到决战圈。那时战场范围极小，维持幻阵的长老监察视野会集中，那3个耗子再想肆无忌惮地出手，就得掂量暴露的风险了。尹承志和雷子沉重的点头，深知其中凶险。秦无业再次说道：好了，我得先走了。尹承志刚想说什么，就在这时，双方气氛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苏正蓝，少他娘的废话，识相的把你们抢到的补给交出来，否则今天就把你们这群苏家狗全送出去。大汉声如洪钟，手中巨斧重重遁地，激起一片沙尘。苏正蓝冷笑一声，姿态倨傲：就凭你也配觊觎我苏家的东西？兄弟们，给我上，灭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泥腿子！杀！干翻苏家狗！双方如同2股汹涌的怒潮，瞬间碰撞在一起，刀光剑影，灵力爆鸣，怒骂与惨叫声瞬间撕裂了谷地的死寂，黄沙被激荡的劲气卷上半空。秦无业眼神一冷，他可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混战中浪费宝贵的灵力，更不想暴露自己。身形一晃，瞅准旁边一片被风蚀出的勉强能葬人的低矮石窝，一个矮身就钻了进去。石窝里弥漫着尘土气息，秦无业刚想松口气，却猛地对上了一双同样写满卧槽和尴尬的眼睛。就在他对面，一个穿着灰扑扑衣服的瘦猴弟子正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蜷缩着，两人大眼瞪小眼，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嘿嘿，兄弟，你要急？瘦猴弟子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试图缓解这令人窒息的尴尬。然而下一秒，他眼中那点尴尬瞬间被凶光取代，手中匕首一闪，狠辣无比的朝着秦无业的心口扎来。先下手为强。
找死！秦无夜眼神一厉，他根本没拔剑，右手五指如铁钩般探出，后发先至，精准地扣住了对方持笔的手腕。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响起。啊！兽猴弟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匕首脱手。秦无夜顺势一带，左拳如同出膛的炮弹，带着沉闷的破空声，狠狠砸在对方仓促架起的左臂上。砰！噗嗤！兽猴弟子软塌塌的垂下，口中鲜血狂喷，整个人如同破麻袋般倒飞出去，撞在石窝壁上，身影一阵剧烈波动，瞬间化为白光消散淘汰。秦无夜看都没看那团消散的白光，目光飞快扫过地上掉落的小包裹和一个灵气尚存的玉佩。蚊子腿也是肉，他毫不客气的一把捞起，塞进随身布包。这边的动静虽小，但在混乱的战场边缘还是显得突兀。秦无夜不敢再留，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轰隆！就在他离开之时，一股沉重如山的恐怖威压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如同无形的巨锤，狠狠砸在整个谷地上空。激战正酣的双方弟子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动作瞬间僵住，骇然抬头。只见不远处一座较高的沙丘顶端，不知何时已矗立着数道身影，为首三人气息阴冷深沉，如同三座冰山，正是冯裤子、夏侯魔以及脸色苍白、气息明显不稳的风隼。苏烈阳和赵伟哥等人则如同忠犬，恭敬的势力在侧。冯裤子三人显然不愿在如此多人面前完全暴露身份，气息刻意收敛，但那无意间泄露出的远超灵视境的威压，已足以让在场所有弟子感到窒息般的恐惧。冯裤子阴冷的目光缓缓扫过下方每一张金黄的脸。苏烈阳得到示意，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运足灵力，炸雷般的声音响彻谷地：“都给我住手！”下方混战戛然而止。苏正兰看清来人，脸上瞬间爆发出狂喜，如同看到了救星，跳着脚高喊：“杨哥，是我，正兰，快帮把手，把这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全拿下！”他指着对面一方，气焰瞬间嚣张起来。另一边阵营的弟子们看清是苏烈阳和赵伟哥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外门顶尖强者，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不少人下意识的后退，眼中充满了忌惮。苏烈阳根本没理会苏正兰的呼喊，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听着，所有人，有谁见过秦无夜？他往哪个方向跑了？”这声喝问如同惊雷在尹承志和雷子耳边炸响，两人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们左右望了望，没发现秦无夜的身影，这才稍松口气。苏烈阳问了一圈，下方弟子面面相觑，无人应答。苏正兰也一脸茫然的摇头，表示不知。冯裤子眉头紧锁，显然对这个结果极其不满。他冰冷的声音如同寒流刮过苏烈阳的耳膜：“废物！”一个个抓来问。搜魂。苏烈阳看着下方上百号惊疑不定的弟子，头皮一阵发麻。他抢笑道：“冯前辈，这下面人多势众，光靠晚辈几人，恐怕力有不逮。”哼！一群土鸡瓦狗！一直压抑着怒火的夏侯魔早已不耐烦，闻言冷哼一声，一步踏出。他身形突兀地从沙丘顶端消失，下一瞬竟已出现在右侧大汉阵营前方，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感知极限。大汉作为领头者，反应也算极快，怒吼一声，全身肌肉奔张，灵视二重境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手中巨斧带着开山裂石之势，狠狠劈向突兀出现的夏侯魔。找死！夏侯魔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的残忍，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灵技，只是平平无奇的抬起右拳，对着那劈落的巨斧斧刃一拳轰出。没有惊天动地的爆鸣，只有一声令人牙酸的如同熟透西瓜被瞬间捏爆的闷响。金刚打造的巨斧斧面在接触拳锋的刹那，如同朽木般寸寸碎裂。大汉那粗壮的手臂连同半个肩膀，如同被无形的巨力碾过，瞬间化为一片猩红的血雾和碎骨。大汉眼睛瞪得滚圆，充满无法置信的惊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上半身就在那沛然墨玉的全力余波下轰然炸开，白光一闪，淘汰。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惊恐地看着夏侯魔那依旧平举、滴血未沾的拳头。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风沙呜咽的声音。临时查看过去，对方的气息根本探不出深浅。能一拳轻松轰杀灵氏二重境的铁山，此人是谁？为何从未在外门强者榜上见过？极致的恐惧如同瘟疫般蔓延。跑啊！不知是谁用尽全身力气，带着哭腔嘶喊了一声。这声喊叫如同点燃了引信。轰！原本对峙的两拨人马，此刻哪还顾得上什么补给，什么仇怨，瞬间炸了锅。所有人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远离这个一拳打爆灵氏二重境的怪物。人群如同被惊散的蚁群，尖叫着
哭喊着朝着四面八方疯狂逃窜。想跑！夏侯模眼中凶光大盛，狞笑一声，身形再次消失。砰砰砰，噗嗤，接连几个弟子都被锤爆，幻体消散。但这血腥的杀戮并没能阻止崩溃的洪流。尹承志和雷子借着混乱和沙尘的掩护，头也不回地朝着远离沙丘的方向亡命狂奔。苏烈阳、赵伟哥等人也反应过来，立刻散开拦截，试图控制局面。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几十个吓破了胆、瘫软在地的弟子。冯裤子、夏侯模和风隼三人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苏烈阳满头大汗，对被控制的弟子一个个厉声喝问，见到可疑的就将其带到冯裤子面前，让他动用粗暴的搜魂手段。然而得到的反馈无一例外，没人见过秦无业。废物，一群废物！夏侯模暴躁的一脚踢飞脚下的一块巨石，那巨石呼啸着飞出数十丈，砸在远方的沙丘上，轰然爆碎。他感觉憋屈无比，追杀一个灵途径竟然让他们多次吃瘪。冯裤子周身的气息也越发阴冷，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风隼更是气得脸色铁青，牵动了内伤，剧烈的咳嗽起来。苏烈阳噤若寒蝉，生怕这三位煞星迁怒于己，连忙小心翼翼地开口：三位前辈息怒，那秦无业已是瓮中之鳖，试炼只剩1个多时辰，最终决战圈范围不过100丈，到时他还能躲到哪里去？只要我们守住核心区域，他插翅难飞。蠢货！冯裤子猛地转头，目光如同冰锥，狠狠刺在苏烈阳脸上，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若真等到决战圈，你以为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随意出手？幻阵外的长老目光都聚焦在那里，稍有异动就会被发现，到时如何解释？懂不懂？苏烈阳被骂得狗血淋头，浑身一颤，再也不敢多说半个字。冯裤子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杀意，冰冷地命令道：让你控制住的这些人立刻散开，分散到战场各处，告诉他们全力搜寻秦无业踪迹，找到者赏灵石3000，能将其抓捕赏1万。若敢阳奉阴违。他顿了顿，语气森寒如九幽寒风：死！是，晚辈明白。苏烈阳如蒙大赦，立刻转身对着那些瘫软在地的弟子嘶声力竭地吼叫起来，将冯裤子的命令和悬赏重复了一遍。重赏之下，加上死亡的威胁，这群弟子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异样的光芒。很快，几十人如同被驱赶的羊群，带着恐惧和一丝贪婪，再次四散开来，钻入茫茫的灰白沙丘之中，开始了地毯式的搜寻。而此刻的秦无业却陷入了一场预料之外的麻烦。他趁着混乱，早已脱离了那片是非谷地，正全速在另一片怪石嶙峋的区域穿行。这里的岩石呈现出暗红色，形态更加扭曲狰狞，仿佛被烈火焚烧过。他只想尽快远离刚才那片区域，同时祈祷能在决战圈收缩前找到苏诺的踪迹。然而祸不单行，就在他踩着一块半悬空的暗红岩石借力飞跃时，脚下猛地传来一声尖锐凄厉到极点的嘶鸣。吱！那声音充满了痛苦和暴怒，直透耳膜。秦无业愕然低头，只见自己落脚点旁边的岩石缝隙里，赫然盘着一条通体覆盖着暗红色鳞片、有手臂粗细的怪蛇，而自己刚才那一脚不偏不倚，正踩在了他那刚刚蜕皮、显得格外粉嫩脆弱的尾巴尖上，半截尾巴几乎被踩扁了。怪蛇绿豆般的小眼睛瞬间变得血红，死死盯住秦无业，那眼神中的怨毒足以让最凶残的妖兽胆寒。嘶嘶！不等秦无业做出任何反应，怪蛇旁边的岩洞里猛地传出一声更加雄浑、更加暴怒的嘶吼。一股腥风扑面而来，一条体型大上数倍、鳞片如同暗红烙铁、头顶甚至鼓起2个小肉瘤的巨蛇，如同离弦之箭般从洞中电射而出。他那冰冷树瞳死死锁定秦无业，恐怖的煞气如同实质般碾压过来，相当于灵氏3重境巅峰的妖力毫无保留的爆发。糟，踩了蛇窝了！秦无业暗骂一声，我不就是不小心踩了你一脚吗？用得着这么记仇？这2条蛇的速度快得惊人，死追不放。更麻烦的是，他们似乎还拥有某种合击的天赋。丧！公蛇猛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头顶的2个肉瘤骤然亮起刺目的红光。与此同时，那条尾巴受伤的母蛇也停下追击，身体盘起，蛇首高昂，口中发出高频的嘶嘶声。2道截然不同却又隐隐共鸣的妖力波动瞬间交融。嗡！一道肉眼可见的暗红与惨绿交织的螺旋光柱，如同毒龙钻般骤然从双蛇之间爆发，撕裂空气，直轰秦无业后心。那威势远超寻常灵氏3重境的全力一击。秦无业头皮发炸，生死关头，他猛地拧身，左手早已扣在背后的黑铁盾上，灵力疯狂注入，右手则将那把杀猪刀朝着他们甩掷而出。
嗡！黑铁盾瞬间放大，厚重的乌光凝成一面巨大的光盾，挡在身前。轰！暗红惨绿的光柱狠狠撞在乌光巨盾之上，黑铁盾剧烈震颤，乌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而那把蕴含着灵力的杀猪刀如同闪电，划破长空，狠狠飞向那条母蛇。之！母蛇显然没想到秦无夜临危之际还能反击，一侧头躲过了脑袋要害，可他那来不及收缩的受伤尾巴却被横刀砍断。暗绿色的蛇血四溅，洒落在暗红的岩石上，母蛇发出凄厉到极点的叫声，整个身子疯狂扭动起来，仿佛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那公蛇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合击之势顿时被迫。秦无夜借着这难得的机会身形暴退，就在他即将遁走时，在那边有动静，好强的妖气！远处一片沙丘顶上，一个眼尖的搜寻弟子恰好看到了这边爆发的能量光芒和巨大的声响，立刻兴奋地大叫起来：快通知苏师兄和几位前辈，我看到秦无夜了！秦无夜的心瞬间沉到谷底，讯息如同长了翅膀，瞬间传到冯裤子等人耳中。东南子绝灵，快！冯裤子眼中杀意暴涨，身形化作一道灰影，当先冲出。夏侯魔紧随其后，受伤的风隼也强提一口气，愿毒地跟上。苏烈阳、赵伟哥等人不敢怠慢，疯狂追去。血煞三雕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秃鹫，再次锁定了他们的猎物。秦无夜从乱石堆逃至这片紫绝林，身后那三道恐怖的气息再次涌来，越来越近。就在他冲出紫绝林边缘，前方是一片相对开阔的溪水碎石滩时，一道纤细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一袭破烂不堪的衣裙，脸上不再缠着面纱，露出清丽却带着疲惫的容颜，正是苏诺。苏诺定在原地，看清来人竟是秦无夜时，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情绪，有担忧，有苦涩，还有一丝决然。秦无夜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警惕，边跑边喊：苏诺，把玉牌给我！苏诺娇躯微微一颤，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随即迅速恢复平静，苦笑道：原来你早就知道了。秦无夜猛地止住脚步，杀意毫不掩饰：果然，你还是想用我去换取你苏家的奖赏和前程，那今日我就先灭了你。话音未落，他身形暴起，雷闪瞬间出现在他身后，右手如铁钳般狠狠掐向他的咽喉，速度之快远超苏诺预料。苏诺只觉喉骨欲裂，窒息感瞬间袭来，他眼中满是骇然：你的实力又精进了，他连施展天色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秦无夜声音冰冷，左手毫不客气地在他身上摸索寻找玉牌，玉牌在哪？交出来！苏诺放弃挣扎，艰难地摇头，断断续续：别找了，玉牌我已经交给了刘崇山，在动手前能否听我一言？快说！秦无夜手上力道稍松，眼中杀意未减分毫。苏诺背靠着秦无夜，泪水无声滑落，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如果我说我父母亲被苏过给挟持，我不这么做的话，他就要杀我父母，你信吗？秦无夜微微一怔，随即脸上的冷笑更浓，掐着他脖子的手再次收紧。信不信又有何意义？苏诺，你我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早该杀了你。他心中并非毫无波澜，但此刻的凶险境地容不得丝毫心软或犹豫。苏诺眼中光芒彻底暗淡下去，化为一片死寂的灰暗。他惨然一笑，声音轻得像风：是啊，本就不是一路人，其实我是真心想要追随你的，我只想进入内门好好修炼，不再管这些凡尘俗世的争斗。为什么就那么难呢？他猛地抬起泪眼，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无尽的悲愤和决绝。可他们拿我父母的命要挟我啊！秦无夜，换作是你要怎么办？秦无夜心头一震，掐着他脖子的手不自觉地松了一分。说到底，秦无夜也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一提到父母，他便不由自主地闪现出小时候的画面，那是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却在这时，三道恐怖身影如同索命死神，已出现在碎石滩边缘。跑啊！怎么不跑了？小畜生！风隼那怨毒刻薄的尖笑声如同鬼哭般从前方传来。夏侯魔目光扫过秦无夜和他手中的苏诺，带着审视：这女人是谁？苏诺在秦无夜手中艰难地开口，声音虚弱却清晰晚辈：苏家苏诺奉家主之命追杀秦无夜，但实力不济，被擒住了。哦，冯裤子白眉一挑，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但我怎么得到的情报说你跟他是一伙的？让我们把你也一起除掉。苏诺心中巨震，秦无夜收敛心神，发出一声充满讽刺的冷笑，凑近苏诺耳边，语气冰冷刺骨：看到没？这就是吃里扒外的下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吃里扒外！苏诺惨笑一声，
他转头看向秦无业的侧脸，秦无业，你也觉得我是吃里扒外吗？不然呢？秦无业不敢直视对方眼睛，生怕被其天色血脉控制。你到现在了，还在狡辩什么？此时，受伤的风隼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怨毒地盯着秦无业，破口大骂：小杂种，害得老子断臂！今天不把你抽魂炼魄，难消我心头之恨。他急于发泄怒火，竟有些忽略了冯裤子的提醒。苏诺看着步步紧逼的风隼，又看了看冯裤子和夏侯魔那冰冷无情的目光，还有秦无业毫不掩饰的杀意和失望。他忽然明白了，无论选择哪一边，他都注定是棋子，是弃子。苏阔不会放过他父母，这三人不会信任他，秦无业更不会再给他机会。眼底深处那压抑到极限的汹涌终于沸腾。秦无业，苏诺猛地抬头，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疯狂与平静。再相信我一次，我要为自己做出选择。话音未落，他体内残存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疯狂燃烧起来，一股奇异而强大的精神波动骤然爆发天色血脉，全力发动。他趁着秦无业因他的话语而心神微震的刹那，猛地挣脱了他的钳制，身形如同扑火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近在咫尺、毫无防备的风隼。苏诺拼尽最后的气力嘶吼，精神力如同无形的枷锁，瞬间侵入风隼因愤怒而失守的心神。风隼猝不及防，只觉一股强大的灵石强行闯入脑海，瞬间攫取了他身体的控制权。他眼中闪过一丝惊恐和茫然。苏诺的精神力如同燃烧的火焰，强行驱动着风隼的身体，朝着他身后的冯裤子和夏侯魔猛冲过去。同时，他口中发出清晰而决绝的指令：杀了他们！吼！被操控的风隼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周身血煞之气狂涌。混账！风隼被控制了。冯裤子和夏侯魔又惊又怒，万万没想到这女人竟敢操控风隼反戈一击。仓促间，两人不得不分心抵挡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而苏诺以生命为代价，在发出最后指令的瞬间，精神力彻底透支，软软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如纸，气若游丝。他完成了最后的绝望的反抗。秦无业看着倒地的苏诺，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震惊、不解、一丝动容，但最终所有情绪都化为冰冷。他不能冒险，不能让他再有任何搅局的机会。杀了我！苏诺望着秦无业，嘴唇翕动，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声音微弱却无比清晰。我回到现世，立马向柳长老禀报，一切还来得及。秦无业眼神一凝，手中长锋剑寒光一闪，带着决绝的杀意，毫不犹豫地刺穿了他的心脏。噗！剑锋入体，温热的血液溅出。苏诺的身体剧烈地抽搐一下，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消散，他的嘴角似乎勾起一丝解脱般的弧度，随即整个幻体如同破碎的琉璃，点点消散于空气中。秦无业不知道他回到现实后会不会去禀报，他只知道此刻幻境之中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搏杀。贱人，找死！冯裤子一掌将失控的风隼震开，看着消散的苏诺幻体，气得脸色铁青。夏侯，把风隼这蠢货给我打醒！冯裤子厉声下令，同时身形化作一道灰影，带着滔天杀意，再次锁定秦无业。我去宰了那小子！夏侯魔怒吼一声，钵盂大的拳头带着狂暴的力量，狠狠砸向还在挣扎的风隼面门。秦无业哪敢停留，雷闪瞬间发动，朝着碎石滩尽头的幽深峡谷亡命飞掠。身后，冯裤子再次紧紧咬了上来。现世飞云宗外门演武场，苏诺猛地睁开双眼，从幻境中脱离。剧烈的精神透支让他头痛欲裂，但他顾不得这些，挣扎着就要从玉台上做起。试炼失败者原地等候，不得妄动，待结束后方可离位。旁边负责维持秩序的护阵弟子立刻上前阻拦。苏诺心急如焚，目光焦急地投向半空中那8道维持着庞大幻阵、闭目盘坐的身影，正是柳如絮长老等人。他再也顾不得规矩，猛地推开护阵弟子，踉跄着冲出几步，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空中嘶声大喊：各位长老，幻阵有变，有杀手混入，3个灵师境的杀手，他们要杀秦无业，要破坏试炼。清越而凄厉的女声如同惊雷般划破试炼广场的寂静。半空中8位长老几乎同时睁开双眼，柳如絮长老眼中金光爆射，心中巨震。杀手，灵师境，大胆！刘崇山的怒喝声如同炸雷，瞬间压下苏诺的声音。他须发皆张，厉声斥责，妖言惑众，扰乱试炼秩序。护阵弟子还不将这疯女人拿下！几名护阵弟子立刻扑向苏诺。且慢！柳如絮声音清冷，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凌厉的目光扫向刘崇山、刘长老。门下弟子冒死示警，
延吉幻境混入灵师境杀手，此事非同小可，岂能一句妖言惑众便轻易接过？他随即转向旁边的罗红，语气带着质问：罗长老，你身为外门演武堂负责长老，幻境监察乃你分内之责，试炼弟子之中混入灵师境杀手，你竟毫无察觉？速速开启幻阵天眼，彻查幻境各处。罗红脸色微变，正要开口，刘崇山却猛地打断：刘长老，莫要听信此女胡言。试炼幻阵乃我8人联手布下，更有宗门大阵加持，灵师境如何能混入？此女定是试炼失败，心有不甘，故意扰乱。当务之急是维持幻阵稳定，确保试炼顺利进行。他心中焦急万分，血煞三雕此刻应该已经追上了秦无业，只要再拖延片刻，就能彻底解决此子。刘长老此言差矣。内门天玄峰的陆长老沉声开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真有灵师境杀手潜入，残害我宗试炼弟子，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刻查探。外门丹药阁的韩长老也附和道：不错，罗长老速开天眼，若真无此事，再处置此女不迟。罗红看向刘崇山，又看看柳如絮3人，眼神闪烁。他身边另外4位长老则沉默不语，显然以刘崇山马首是瞻。8位长老瞬间分裂成泾渭分明的2派，柳如絮、陆长老、韩长老3人要求立刻彻查，刘崇山、罗红等另外5人则极力阻挠，意图拖延。空气中的灵力隐隐激荡，无形的对峙在8位长老之间形成。试炼广场上的气氛瞬间压抑到了极点，幻境战场遂石滩尽头。秦无业将速度催动到极限，冲入幽深的峡谷。身后冯裤子紧追不舍，距离越来越近。你跑不掉的。冯裤子手掌抬起，浓郁的黑红色水汽瞬间凝聚，化作一条狰狞咆哮的黑色水龙，带着冻结灵魂的阴寒，朝着秦无业后背噬咬而去。6品血煞渊水血脉之力发动，感受到身后那足以致命的恐怖寒气，秦无业眼中闪过疯狂。焚天战，给我爆！他猛地转身，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气海深处，那缕沉寂的幽蓝色火焰骤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再是星星点点，而是化作一片汹涌的幽蓝火海，带着焚尽八荒的恐怖高温，逆卷而上，狠狠撞向那条黑色水龙。赤、冰与火、水与焰2种极端属性的力量轰然对撞，预想中水克火的场面并未出现。那蕴含着血煞之力的黑色渊水，在接触到幽蓝火焰的瞬间，竟发出凄厉的滋滋声，大片大片的被蒸发净化。黑色水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暗淡。什么？冯裤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化为无与伦比的惊骇。他的血煞渊水至阴至寒，专克火属，此刻竟被这诡异的蓝色灵火压制了。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不敢再有丝毫保留，灵师一重劲的雄浑灵力疯狂注入水龙之中。黑色水龙体型暴涨，威势再增，硬生生抵住了焚天蓝焰的侵蚀。轰隆隆，2股力量在半空中僵持湮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和狂暴的能量乱流，将峡谷2侧的岩壁都震得簌簌掉落碎石。秦无业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身体剧烈摇晃，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全力强行催动焚天蓝焰对抗灵师3重劲全力一击，对他的负担超乎想象。他体内的灵力几乎被瞬间抽空，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冯裤子同样不好受，为了扑灭那诡异的蓝火，他竟足足动用了超过3/4的灵力，手臂微微发麻，眼中惊骇更甚。此火竟如此可怕，若非他境界低微，今日危矣。他心中杀意更炽，此子绝不可留。此刻的秦无业已是油尽灯枯，强弩之末，连站着都显得勉强，再也无力逃跑。冯裤子眼中杀机毕露，枯爪之上血气缭绕，一道阴森诡异的血色符文锁链凭空凝聚，如同毒蛇般射向秦无业。他要彻底锁死秦无业的幻体，将其真正灭杀。结束了，小畜生！冯裤子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峡谷上方的空间如同水波般剧烈荡漾起来，2道身影破开虚空，几乎不分先后地出现在半空。住手！一声清冷怒喝响彻峡谷，正是柳如絮。紧随其后的则是脸色铁青，眼中闪过一丝焦急的刘崇山。刘崇山看到冯裤子即将得手，眼中厉色一闪，竟不顾一切地对着下方厉声嘶吼：动手！快！杀了他！这一声怒吼如同惊雷，彻底撕碎了所有伪装。飞云宗的天在这一刻彻底变了。柳如絮猛地转头，眼中寒光如剑。刘崇山，果然是你！峡谷之中，冯裤子听到刘崇山的命令，眼中凶光大盛，那血色符文锁链速度暴增，
眼看就要将秦无业彻底吞噬。飞云宗外，护山大阵边缘，受到强大的气息，如同蛰伏的猛兽，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为首者赫然是血煞宗的长老，以及允星城秦家秦云、苏家苏阔等众多高手。信号来了！一名血煞宗长老看着手中一块微微震动的血色玉符，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刘崇山那老狗果然没让我们失望。飞云宗外门护阵未开，杀进去！秦云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苏阔脸色略显慌张，但他已被迫上了这条贼船，只能咬牙一路走到黑。杀！血煞宗在此！飞云宗的蝼蚁们，受死吧！充满杀意的咆哮声中，一道道散发着凶戾气息的身影如同潮水般涌入飞云宗山门，直扑演武场。喊杀声瞬间在飞云宗内冲天而起。飞云宗数百年未有之大变骤然而至。幻境战场，峡谷底部，冯裤子缭绕的血色符文锁链骤然加速。千钧一发，柳如絮的身影比声音更快。他一步踏碎虚空，周身灵力如怒海狂涛，素白手掌凌空一按，嗡！一道凝若实质的月白屏障凭空浮现，横亘在秦无业身前。血色锁链狠狠撞上屏障，爆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火星四溅。屏障微微一动，未裂，挡住了这致命一击。孽障受死！柳如絮眼中寒芒更盛，另一只手并指如剑，指尖一点幽光乍现，瞬间放大，化作一道洞穿虚空的灵力指芒。破虚指，斥！指芒无视空间距离，精准点在冯裤子仓促撑起的血煞护罩上。噗！如同烧红的烙铁刺入血堆，血煞护罩应声而破。指芒于是未歇，狠狠贯穿冯裤子胸膛。啊！冯裤子发出凄厉惨嚎，胸口出现一个碗口大的透明窟窿，幻体剧烈波动，最终砰的消散。贱人，你找死！刘崇山的咆哮声从后方传来，一道阴狠刁钻的乌光掌印带着撕裂神魂的恶风，狠狠印向柳如絮毫无防备的后心。柳如絮救人心切，救力已去，心力未生，仓促间只来得及侧身避过要害。砰！乌光掌印重重印在他左肩。咔嚓！清晰的骨裂声响起，他娇躯巨震，脸色瞬间涌上一抹异样的潮红，阴唇微张，一缕刺目的鲜血顺着嘴角蜿蜒淌下。走！他不顾伤势，对着秦无业厉喝，双手闪电般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乾坤借法，虚空引渡，开！嗡！一道银色的空间漩涡在秦无业身旁急速成型，裂缝另一端隐约传来震天的喊杀声与混乱的灵力波动。休想跑！刘崇山目眦欲裂，再次扑来。柳如絮只来得及单手一招，隔空将秦无业推入漩涡之中。走，去飞云殿！柳如絮急迫嘶哑地喊道。银色漩涡光芒暴涨，瞬间将秦无业吞噬。秦无业只觉天旋地转，眼前景象瞬间切换，浓烈的血腥味混合着焦糊味，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冰刃碰撞声、濒死惨叫声，如同惊涛骇浪般狠狠灌入他的耳鼻。眼前景象令他瞳孔骤缩，心胆俱寒。飞云宗外门演武场已然化作修罗地狱，护持幻阵的玉台区域一片狼藉，原本维持秩序的护阵弟子一部分倒在血泊中死不瞑目，另一部分竟神情狰狞，手持利刃疯狂地刺向那些还盘坐在玉台上意识沉入幻境毫无防备的同门。噗噗噗！利刃入肉的闷响不绝于耳，一朵朵血花在毫无知觉的弟子胸口咽喉绽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沉睡中无声无息地逝去。而半空中，长老们的战斗更为激烈恐怖。内门天玄封路长老须发怒张，周身剑气纵横，厉声怒骂：罗红，飞云宗待你不薄吧？你这忘恩负义的狗贼，竟敢勾结血煞宗，残害同门！罗红此刻脸上哪还有平日半分温煦笑容，只剩下狰狞与狂热。他一边操控着一方赤红大印抵挡陆长老的剑气，一边狂笑道：陆老儿，你懂什么？飞云宗在穆清寒那女人手里只会日渐衰落，我们这是拨乱反正，是为了宗门未来。他猛地指向飞云宗主峰方向，睁大你的狗眼看看！飞云殿，陆长老和旁边苦苦支撑的外门丹药阁寒长老下意识望去，只见远处象征着飞云宗核心的飞云殿方向竟已燃起冲天大火，浓烟滚滚，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什么？陆长老如遭雷击，心神俱震。罗红得意狂笑，看到了吧？大长老此刻想必已经掌控了飞云殿，就算李老鬼和穆清寒赶回来，也无力回天。识物者为俊杰。陆师兄，韩师弟，投降吧！念在同门一场，我可保你们性命无虞。放屁！陆长老怒发冲冠，老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韩师弟，
立刻召集还能动的护阵弟子，全力解除幻阵，让他们醒过来，能救一个是一个。韩长老咬牙点头，一边抵挡着罗红同伙的攻击，一边试图传音：秦无业，他在哪？一声尖利的嘶吼打断了秦无业的震惊。只见不远处苏醒过来的冯裤子再次锁定了他，他的幻体被柳如絮一指点爆的剧痛似乎还残留在他灵石深处，脸色略显萎靡，但那双眼睛里的怨毒和杀意却浓烈的几乎要溢出来。夏侯魔也紧接着醒来，眼中凶光毕露，二话不说跟着冯裤子就朝秦无业扑来。妈的！秦无业暗骂一声，体内灵力几乎枯竭，他毫不犹豫地从怀中掏出尹承志他们赛前给的茯苓丹，一把塞入口中。虽杯水车薪，但聊胜于无。刘长老让我去飞云殿，可飞云殿已经……秦无业心念电转，瞬间否定了这个方向。看着扑杀而来的两人，他转身就朝着演武场边缘人群相对混乱的方向亡命奔逃。哪里走？冯裤子狞笑，速度极快。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演武场上空那片维持幻境的巨大光幕如同碎裂的琉璃轰然炸开，地面如地震般剧烈晃动，皲裂开来。冯裤子和夏侯魔被迫后退，两道身影裹挟着狂暴的能量乱流，从破碎的幻阵空间里轰然冲向云霄。正是柳如絮与刘崇山。柳如絮的状态令所有人为之一振，他已不再是素雅的青袍长老，而是披上了一身银白战甲，手持一杆丈2点钢枪，枪尖吞吐着森然寒芒，周身灵力燃涌，长发凌乱飘动，几缕沾在染血的额角显然也是受了伤，但他的眼神却如同燃烧的星辰，锐利炽热，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惨烈战意，如同从天而降的女武神。反观刘崇山，同样披挂着一套黑色重甲，但气息紊乱，胸前铠甲碎裂，露出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汩汩流淌，脸色更是灰败的吓人，显然在幻境中被柳如絮伤得更重。他双目赤红，状若疯魔。血霄长老！刘崇山刚一落地，便嘶声厉吼，踉跄着冲向己方阵营。一道血袍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旁，悬空而立，气息阴冷如万载寒潭，正是血煞宗的长老血霄。他脸上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刘长老辛苦了，我没来迟吧？血霄长老。刘崇山见到此人，眼中露出敬畏，强忍伤痛抱拳施礼，是您亲临督战，今日大事必成，一个也跑不了。血屠微微颔首，目光扫过混乱的演武场，如同在看一群待宰的羔羊，声音阴恻恻地传遍全场。血煞宗弟子听令，将飞云宗这些贵客都给我请回去，押回宗门炼制血魁丹，这可是大补之物。是。下方血煞宗弟子以及叛变的护阵弟子，秦家苏家的打手们齐声应和，杀气腾腾，立刻开始收缩包围圈，将那些刚刚苏醒还处于茫然和惊恐中的飞云宗弟子驱赶围拢。你们想干什么？不，你不要过来啊！长老救命啊！救命啊！绝望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大家不要慌。秦无业见状，猛地停下脚步，用尽力气嘶声大吼，声音在混乱中异常清晰。刘崇山勾结血煞宗，秦家、苏家是帮凶，他们要拿我们炼邪丹，不想死的跟我杀出去！他这一吼，如同在绝望的油锅里投入了一块寒冰，瞬间激起剧烈反应。什么？炼邪丹？秦家和苏家也参与了？妈的，跟他们拼了！雷子、尹承志、尹师、苏诺，甚至陈七、林傲帝、苏烈阳、赵伟哥、熊魁、扶疏等人纷纷注意到站在高处的秦无业。一些反应过来的弟子，尤其是刚在幻境中经历过生死搏杀的外门精英，眼中瞬间爆发出血性与凶光，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恐惧。杀！不知是谁带头怒吼一声，挥舞着刚捡起的兵刃，狠狠砍向逼近的血煞宗弟子。杀！跟他们拼了！演武场瞬间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彻底爆了。刚刚苏醒的弟子，为叛变的护阵弟子与血煞宗弟子、秦苏两家打手彻底混战在一起，刀光剑影，灵力爆鸣，血肉横飞。又是这个小畜生！刘崇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秦无业厉声咆哮：血煞三雕，给我拿下此子，死活不论！动手！冯裤子和夏侯魔立即在动，而刚苏醒的风隼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完好无损的手臂，脸上不由露出喜色。听到刘崇山的命令，一激动站起身，之前在幻境中被苏诺天色秘术导致精神力巨痛猛的袭来，竟两眼一黑，直挺挺地晕了过去。冯裤子和夏侯魔看都没看他，他们眼里只有一人秦无业。秦无业头皮发麻，转身就跑。半空中，柳如絮已与血霄、刘崇山以及赶来的秦云、苏阔等人站在一处。
他银颊燃血，长枪如龙，竟以一敌多，硬生生将多名高手缠住。枪影纵横，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劲气席卷四方。飞云宗弟子听令，柳如絮清冷而决绝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压下所有喧嚣，放弃宗门，立即往鬼窟山跑。鬼窟山，秦无夜心中猛地一怔，去那里干嘛？但此刻他已无暇细想。鬼窟山，快跑！听刘长老的，往山下跑，去鬼窟山。混乱中，这指令成了溺水者的稻草。凡是能动的弟子纷纷朝着演武场外围通往山下的方向亡命奔逃，一些临世境的弟子更是直接御剑而起，贴地疾飞。秦无夜也混在人群中，朝着山下方向狂奔。身后，冯裤子和夏侯魔紧追不舍，沿途挡路的飞云宗弟子被他们随手拍飞，惨死当场。演武场到山门的路途并不长，但对此刻的秦无夜而言却无比漫长。全力施展焚天蓝焰的他，灵力消耗巨大。现在的他真的就是拼着命咬着牙，压榨自身潜力在逃。眼看就要冲出山门，前方突然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只见山门附近，一小群身穿内门弟子服饰的人正结成战阵，死死挡住一群血煞宗弟子的去路。显然，他们是第一批从内门逃出来，试图阻止血煞宗的弟子。秦无夜心中一喜，正要加速冲过去会合。小杂种，留下吧！冯裤子阴冷的声音再次在身后响起。冯裤子单手一招，化作一只血色大手掌印，带着腥风从天而降，速度之快，避无可避，千钧一发之际。哧啦，一道凌冽剑光如同9天落下的银河，带着斩断一切的锋芒，斩在那血色大手上。噗，血光迸溅，冯裤子惨叫一声，手掌几乎被齐腕斩断，他惊骇暴退。同时，一道急促威严的女声响起：“滚开！”秦无夜死里逃生，惊魂未定地回头望去，只见2道倩影如同惊鸿般翩然而至，挡在了他与追兵之间。当先一人是一位身着劲装、气质成熟凌厉的女子，赫然是灵师2重境的修为。她手中握着一柄秋水般的长剑，剑身流光溢彩，寒气逼人。刚才那救了秦无夜的惊艳一剑，正是出自她手。而她身旁是一位身姿高挑、自带一股清冷孤高气质的女子，看样子灵氏5重境的修为，年纪与秦无夜相仿，正是厉长老曾经跟秦无夜提起过的穆清寒的亲传弟子静思安南。师妹，带人走，这2个杂碎交给我，有劳师姐。静思安南微微颔首，随即目光转向秦无夜和周围几个同样狼狈不堪的弟子。跟我走。走。秦无夜毫不犹豫，立即跟上对方，绕过前方战团，朝着鬼窟山的方向继续狂奔。秦无夜，后方的夏侯魔彻底疯狂大喊，但却被师姐漫天剑光逼退的无法向前。秦无夜转头冲夏侯魔2人露出渐渐一笑，摆手喊道：“拜拜了您，你就是秦无夜，那个觉醒天雷圣脉的人。”急奔中，静思安南清冷的声音在前方传来，语气带着察觉的审视和好奇，目光却锐利地扫视着前方道路和2侧可能出现的敌人。秦无夜一愣，喘着粗气回答：“是。”身后血煞宗弟子的呼喝和灵力报名声越来越近。听说你15岁时便已达到灵师6重境。静思安南再次发问，身形在残垣断壁间灵巧的腾挪。是。秦无夜无语，都啥时候了，这漂亮师姐怎么还有心思问这些？更多的血煞宗弟子从侧翼包抄过来，距离他们已不足50丈。师姐，这时候问这个干嘛？逃命要紧啊！旁边一个圆脸弟子带着哭腔喊道。静思安南没有回答，只是那双寒潭般的眸子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难以言喻的光芒。放眼整个大英皇朝，能在15岁达到灵师6重境的寥寥无几，而他静思安南极品血脉，如今16岁也已达到灵师5重境，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比肩当时最耀眼的天才。而这个曾经名震大印皇朝的天才，此刻竟然被自己带着逃命。想想人生境遇还真是奇妙啊！他猛地挥剑，一道冰寒剑气将前方一颗被灵力余波点燃、轰然倒塌砸向道路的巨树劈开。跟上！秦无夜全力奔逃，忍不住问道：“我们往鬼窟山跑，那边安全吗？”刘长老在鬼窟山留有后手。静思安南语速极快，山脚下的阴兵古阵由我掌控，只要我们能冲进去启动大阵，足以困住这些追兵一时3刻。阴兵阵，秦无夜心头一震，原来如此。刘长老果然深谋远虑，竟用这个凶阵作为退路。太好了，有救了！几个弟子闻言，绝望的脸上顿时涌起狂喜。但前提是我们能活着跑到山脚。另一个身材精悍的弟子喘息着，
泼了一盆现实的冷水。他话音刚落，咻！一道尖锐刺耳的破空声骤然从侧上方袭来，速度快的只留下一道残影。小心！静思安南厉喝，反手一剑撩出，冰蓝剑气精准地斩向那道偷袭的灵光。当！剑气与灵光碰撞，发出刺耳鸣响。灵光被击偏少许，却依旧带着恐怖的穿透力。噗嗤！那名刚刚说话的精壮弟子身体猛地一僵，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向自己胸口，一柄造型狰狞、缠绕着血色煞气的短笔透胸而过，狂暴的血煞灵力瞬间摧毁了他的生机。他张了张嘴，鲜血狂涌，身体软软栽倒在地，眼中最后的光芒迅速暗淡。王师弟！众人悲愤怒吼。在那里，静思安南眼神冰寒如刀，瞬间锁定侧方山坡上几个狞笑着掷出匕首的血煞宗弟子。别停，快走！秦无业一把拉住身边一个因恐惧而脚步踉跄的弟子，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停下就是死路一条，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通往鬼窟山的路成了用鲜血铺就的求生通道，不断有弟子在奔逃中被袭击倒下。秦无业身上的劲装早已被汗水、血水浸透，多处撕裂，露出血痕累累。他手中的长锋剑不知击碎多少袭来的暗器和低阶灵气，刀刃翻卷，几乎成了锯子。负灵丹等丹药早已耗尽，气海空空如也。静思安南同样狼狈，劲装上沾染了尘土和点点血迹，束发的丝带不知何时断裂，乌黑长发略显凌乱地披散在肩头。他清丽绝伦的脸庞此刻一片肃杀，嘴唇紧抿成一条倔强的直线，手中长剑挥舞不停，冰蓝剑气纵横交错，竭力为身后的同门开辟道路。他的呼吸也明显变得急促，显然消耗极大。快了，看到前面那片黑松林了吗？穿过它就是鬼窟山脚。静思安南指着前方一片笼罩在淡淡灰色雾气中的阴森密林，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振奋。仅存的4、5人闻言，精神都是一振，爆发出最后的力气向前冲去。黑松林近在咫尺，那弥漫的灰雾仿佛救世生的希望。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冲入林中的刹那，给老子留下！一道狂暴的血色刀罡如同开山巨斧，带着刺耳的裂空之声，猛地从他们正前方的密林中劈出。刀罡所过之处，碗口粗的黑松树如同纸糊般被拦腰斩断，碎木纷飞。目标赫然直指冲在最前的静思安南。显然敌人早已在此设下埋伏，等待着致命一击。这一刀时机刁钻，威势惊人，显然是蓄谋已久的绝杀。静思安南仓促间，冰蓝色灵力疯狂涌出，在身前布下一面厚实的菱形冰盾。咔嚓，血色刀罡狠狠斩在冰盾之上，坚韧的冰盾仅仅支撑了一瞬，便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轰然炸开。刀罡于是未消，狠狠撞在静思安南的剑身之上。哼！静思安南闷哼一声，娇躯巨震，如遭重击，整个人被这股沛然巨力撞得倒飞。秦无业眼疾手快，跃入半空，将他给牢牢抱住。2周720，旋转卸力，两人堪堪落地，稳住身形。静思师姐！众人大惊失色。结，小美人儿，此路不通。一个身材魁梧，脸上带着狰狞刀疤的血煞宗头目，扛着一柄门板式的血色巨刃，狞笑着从林中走出。他身后10数名凶徒如同饿狼般涌出，彻底封死了通往黑松林的道路。而身后大批追兵如同黑色的潮水，汹涌的逼近。更令他们绝望的是，冯裤子、夏侯魔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半空中，他们竟然摆脱了师姐的纠缠。真正的绝境，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妈的，跟这帮杂碎拼了！那个圆脸弟子横剑于前，视死如归。你们找机会从侧边突围，我来拖住他们。静思安南强压下翻涌的气血，剑尖一抖，冰魄凝渊。静思安南几乎榨干了体内灵力，施展出这门地阶上品灵技。冰蓝光芒骤然绽放，汹涌的冰雪冰封之力朝前方敌人涌去，瞬间冻结了空气，冻结了那再次而来的狂暴的血色刀芒。咔嚓嚓，赤红的血色刀芒连同那些血煞宗弟子惊愕的表情都在瞬间冻结，形成了一具具栩栩如生却毫无生机的冰雕。就连那为首之人手中的巨刃也被冻住了一半。他脸色一变，被迫弃刀，身形暴退，竟然躲开了冰封区域。静思安南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雪，身体微微晃了晃，显然这一剑消耗巨大。走！他强提一口气，对着秦无业等人大喊。几人不敢犹豫，转身就逃。然而秦无业却是冲到了那些被冻住的敌人面前，一个接一个的刺死。你在干什么？静思安南怒吼道。秦无业却像是听不见似的，反而杀得更欢了。直到将最后一个被冻住的敌人都杀死，秦无业这才停手。他站在原地，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
藏仙诀血噬天影。伴随着咒语声落下，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从秦无夜身上骤然爆发，将方圆3丈内的敌人身上的灵气疯狂吸收。这小子在干什么？那刀疤大汉惊疑交加，他的功法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我们血煞宗的血煞噬灵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秦无夜身上的气息疯狂攀升，一股无法形容的戾气混合着噬心魔焰的狂暴，猛地从秦无夜近乎枯竭的气海中炸开。他双眼瞬间涌起血火，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短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那残破染血的身影猛地跃出一步，周身煞气升腾。近似安南也不由双眸颤动。秦无夜，他是入魔了吗？吼！秦无夜喉咙里滚出的咆哮，已非人声，更像是濒死凶兽最后的嘶吼。他双眼彻底被血火吞噬，周身翻滚的黑色煞气如同活物，贪婪地舔舐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与恐惧。藏仙绝血噬天影的恐怖吸力并未停止，反而在噬心魔焰的催动下越发狂暴。拦住他！马德，到底谁才是魔宗弟子啊？这小子比我们还像魔头，这踏马是怪物。血煞宗弟子惊恐后退，看着那个不久前还被他们追杀的少年，此刻却比他们更像从九幽血池爬出的恶鬼。八脸大汉离得最近，迎面便是一道裹挟着黑红火焰的白骨手爪。他情急之下立即将身旁的弟子推到秦无夜跟前。藏骨手！秦无夜嘶吼着，五指如钩，狠狠扣住这名倒霉的弟子。那弟子连挣扎都做不到，喉咙里只发出呵呵的漏气声。啊！那弟子眼球暴突，浑身灵力如决堤洪水，疯狂涌入秦无夜掌心。血噬天影！吸！吸！吸！那弟子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皮肤褶皱如枯树皮，一身精血灵力被蛮横的抽离，最终化作一具轻飘飘的干尸，被秦无夜随手甩开。吼！秦无夜口中无意识的低吼，身影化作一道嗜血的黑风，扑向下一个目标。所过之处，血煞宗弟子如割韭菜般倒下，尽成养分。拦住他！用血煞风灵印！八脸大汉又惊又怒，厉声嘶吼，同时自己却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这小子太邪门了！飞云宗不是名门正派吗？这手段比他们血煞宗最歹毒的魔功还要霸道100倍。数名反应稍快的弟子咬牙结印，血红色的符文锁链交织成网，试图禁锢那凶魔。然而秦无夜只是猛地一怔，白骨双手探出，五指如钩，狠狠抓在血网之上。滋啦！刺耳的腐蚀声响起，坚韧的血煞灵力竟被那白骨手掌上缭绕的魔焰轻易啄穿吞噬。藏仙诀本就喜阴喜煞，对于血煞宗的力量更是爱不释手，简直是送上嘴边的美食。怎么可能？八脸大汉骇然失色。他们的血煞灵力向来以污秽侵蚀著称，此刻竟成了对方最好的补品。都给老子滚开！一声暴喝如惊雷炸响，两道恐怖的身影撕裂混乱的战场，悍然降临。冯裤子与夏侯魔终于杀到，两人一出手就是杀招。冯裤子的血煞掌印如磨盘压下，夏侯魔的千魔血拳撕裂空气，两道灵失境的杀招狠狠轰在秦无夜身上，是要将其一击毙命。小畜生，入魔也救不了你！轰！轰！两声沉闷的巨响几乎同时爆发。秦无夜以白骨左手硬汉冯裤子的血煞渊水掌，右手则直接迎向夏侯魔的千魔血拳。黑水与白骨碰撞，阴寒侵蚀与魔焰吞噬疯狂角力，发出滋滋的剧烈腐蚀声。另一边，狂暴的血煞拳劲与白骨右拳对轰，气浪炸开。秦无夜右臂衣袖瞬间粉碎，臂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皮开肉绽，深可见骨。但他竟半步不退，反而借着这股巨力猛地张口，一股夹杂着血沫与魔焰吐息狠狠喷向冯裤子面门。冯裤子脸色微变，急忙侧头闪避，那魔焰擦着他脸颊掠过，灼热的刺痛感让他心惊肉跳。这小子完全是以命换命的打法，这里可不是幻境，死了就是真死了。而且对方那诡异的白骨手和吞噬功法，让他们投鼠忌器，不敢过于贴身缠斗。吃啦！夏侯魔抓住秦无夜硬汉冯裤子露出的破绽，一拳狠狠倒在其肋下，咔嚓，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噗！秦无夜身体巨震，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狂喷而出。然而他眼中的血火反而燃烧得更加炽烈，仿佛痛楚只是燃料。杀！他嘶吼着，完全不顾重伤，白骨右手如毒蛇般反噬，直插夏侯魔咽喉。那股同归于尽的疯狂气势，竟逼得夏侯魔这凶人也不得不暂避锋芒，抽身后退。秦无夜，你快醒醒，跑啊！就在这生死搏杀的间隙，秦无夜混乱狂暴的识海深处传来近似安南的喊声，血红双眸在片刻间亮起一丝清明。
他猛地转头盯着静思安南，身躯颤颤巍巍，强忍着冲上去扑杀的欲望走。快走！不要理我！秦无业疯狂怒吼，眼中血色与清明疯狂交替。而与此同时，石海深处震天关巨震，关内混沌黑雾翻涌如沸，3道绝世身影同时睁开眼眸。这小子灵魂波动如此剧烈混乱，被外魔侵染了。一个灵动跳脱的声音带着焦急，正是流萤女帝。而紫离女帝与赤月女帝两人皆是同时明悟，是噬心魔焰反噬。这小子要入魔了。噬心魔焰，难道是修炼你那藏仙诀引起的？流萤女帝急道：那你快救救他啊，他要是死了，咱3人可就再也没希望出去了。赤月冷哼一声，带着一丝烦躁：本帝与你一样被困关中，如何救？紫离女帝微微沉吟，思路清晰：震天关与他灵魂相连，或可尝试神识传音。流萤女帝，赤月，你快试试啊！下一瞬，一道恢宏威严带着无尽灼热气息的神念，如同破开混沌的利剑，强行刺入秦无业狂暴混乱的识海。秦无业，听我口诀默念：心若冰渊，念如晨星，魔焰断魂，不坠幽冥。压制魔焰。这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得秦无业濒临崩溃的灵石猛地一轻。赤月女帝的口诀如同清泉流淌，暂时压制了一丝噬心魔焰的灼魂之痛。然而就在这清醒的刹那，冯裤子与夏侯魔的致命合击已然临身。血煞渊水化作狰狞巨蟒，千魔血拳凝聚成磨盘大小的血色拳印，一左一右封死了他所有退路。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清晰。滚开！秦无业猛地甩开静思安南再次伸来的手，双目血红地瞪着他，声音嘶哑如破锣，却带着最后一丝清明与决绝。走，快走！我快控制不住了！吼声未落，他眼中刚刚被口诀压制下去的邪火轰然暴涨，彻底淹没了最后一丝理智。强大的冲击力将静思安南撞得飞速倒退。此刻，秦无业的心中一股前所未有的桀骜与疯狂求生升腾而起。控火，压制，控不控都得死！混乱的意念在咆哮，去他妈的压制！他猛地抬头，血火双瞳死死所定袭来的2大强敌，脸上竟扯出一个疯狂而狰狞的笑容。噬心魔焰，你踏马算老几？就想控我的魂？是魔是仙，老子自己说了才算！都给老子死！秦无业残破的身躯仿佛化作一个恐怖的能量漩涡中心，左半边身体幽蓝色的焚天蓝焰轰然爆发，带着净化万物的神圣高温；右半边身体黑红色的噬心魔焰疯狂升腾，充斥着毁灭与吞噬的暴力。两种截然相反，本该互相湮灭的极端火焰，在他那近乎自毁的意志强行柔和下，疯狂交织压缩。业火无间，嗡！他双手猛地向前一推，一个只有拳头大小却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漩涡骤然出现在掌心前方漩涡中心，一点幽蓝星火跳跃，星火之外，诡异的红色魔气缭绕升腾，一股毁天灭地的寂灭气息轰然爆发。那是什么鬼东西？快退！冯裤子和夏侯魔发出野兽般的惊恐咆哮，体内血煞灵力不顾一切的爆发，只求远离那毁灭的源头。迟了！以那漩涡落点为中心，一个直径超过100丈的毁灭领域骤然扩张开来。轰！所过之处，空间扭曲，大地如豆腐般消融。首当其冲的冯裤子与夏侯魔护体血煞如同纸糊，瞬间被光焰吞没，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交融，湮灭，再爆发！恐怖的冲击波程环形横扫，无论是嶙峋怪石、柱子粗的黑松，还是那些惊骇欲绝、来不及逃跑的数百名血煞宗弟子，都在接触的瞬间直接气化。烟尘散尽，原地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焦黑巨坑。侥幸处于边缘未被波及的血煞宗弟子，个个面无人色，瘫软在地，当下心骚一片。秦无业站在坑边，浑身焦黑，白骨手臂寸寸碎裂，他眼中的血火如同潮水般退去，露出深不见底的疲惫与空洞，身体晃了晃，像一截被彻底烧尽的焦木，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秦无业，静思安南飞扑上前，一把将他染血的身躯揽住，将一颗散发着清凉气息的丹药塞入他口中，随即毫不犹豫地将他背起，头也不回地冲进灰雾弥漫的黑松林深处。飞云殿，废墟之巅，冲天烈焰虽已熄灭，只剩断壁残垣，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仿佛像是个100岁老人在抽着旱烟拼命的咳嗽。大长老古宏伟凌空而立，身后一尊高达数10丈、面容模糊却充满无尽威严与戾气的血色法相静静矗立，法相双目开合间，血光如电，灵尊6重境的威压如同实质，将前方众人死死按在原地。在他前方，5名须发皆白、气息奄奄的老者被粗大的血色符文锁链捆缚着，吊在半空。他们正是飞云宗9个灵尊境太长老的其中5位。
此刻他们灵力枯竭，显然已被古宏伟以邪法强行抽取，本就寿元无多的身体更是油尽灯枯，随时可能陨落。而像柳如絮、陆长老、韩长老等10几位灵宗境长老，虽然撑到了现在，但也已负伤累累，被众人团团包围着。柳如絮、陆成风，古宏伟的声音回荡在废墟上空，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意味。你们这些人，给我好好看看这飞云殿，看看这满目疮痍，这就是你们效忠的宗主穆清寒带来的结果。软弱、迂腐、固步自封，将宗门带向衰亡。他张开双臂，仿佛在拥抱这还未燃尽的废墟。飞云宗传承1000年，岂能毁于妇人之手？穆清寒，他不过是个窃据高位的黄毛丫头，只知守着先祖那点可怜基业，畏首畏尾，不敢争，不敢抢，在这大争之势，就是取死之道。他猛地指向西方，那是血煞宗的方向，眼中爆发出狂热的光芒。唯有融入更强的力量，唯有依附于血煞宗这等雄主麾下，飞云宗才能浴火重生，才能在这天玄大陆上争得一席之地。我古宏伟才是飞云宗真正的未来。一旁的血霄长老阴恻恻笑着，尽显得意之色。柳如絮银甲破碎，左肩塌陷，血迹染红了半边身子，但他拄着长枪，脊梁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如刀，啐出一口血沫。古宏伟，你背叛宗门，引狼入室，残害同门，你这等行径与邪魔合意，也配谈飞云宗的未来？飞云宗列祖列宗若在天有灵，必叫你形神俱灭，冥顽不灵。古宏伟眼中戾气暴涨，血色法相随之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威压更甚。本座没空与尔等蝼蚁再废话，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跪下臣服，否则……他的手指凌空一点，指向其中一名被吊着的长老。那老者身体猛地一颤，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神色，本就微弱的气息瞬间又衰弱了一大截，仿佛随时会熄灭的残烛。本座就送他去见列祖列宗。3，冰冷的倒计时如同丧钟敲响。柳如絮等人目眦欲裂，体内残存的灵力疯狂涌动，却在那灵尊威压下难以动弹分毫，只能眼睁睁看着同门长辈走向死亡。绝望。2，古宏伟的声音冰冷无情。就在他手指即将点下吐出一字的刹那，嗡！废墟上空的空间毫无征兆的剧烈扭曲起来，一道狭长的边缘闪烁着不稳定荧光的空间裂缝，如同被无形的巨力撕开。2道身影悍然冲出，为首者容颜清绝，气质如万载寒冰，正是飞云宗主穆清寒。他身旁正是厉长老古宏伟。穆清寒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瞬间冻结废墟上空的炽热。你这欺师灭祖的杂碎！古宏伟不禁反笑，笑容愈发猖狂。哈哈，宗主大人，你竟敢回来送死，真是有趣。若非为了将你们这群余孽一网打尽，本座又何必大费周章演这么久的戏？你该不会以为就凭你灵尊5重境的修为，加上一个废物厉沧海，也想力挽狂澜？他言语间尽是得意，自己的人已掌握战局，何惧之有？更何况同样拥有灵尊5重境修为的血霄长老还在这呢。穆清寒，古宏伟语气尽是轻蔑，飞云宗如今之困境，皆是因你而起。若非你优柔寡断，飞云宗何至于内忧外患，苟延残喘？上代宗主真是瞎了眼，竟将飞云渡传给你这黄毛丫头。此等正宗宝典，唯有在我手中，方能带领飞云宗众献上古荣光。说到此处，他眼中闪过毫不掩饰的贪婪，满是威胁。交出秘术，自废修为，我可留你一命。他身后法相的血色双目愈发赤红，再次发出低沉的咆哮。穆清寒忽然笑了，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视，令古宏伟心头火起，怒吼道：你笑什么？穆清寒淡淡道：笑你可怜。古宏伟一愣，便在这时，另一道更加深邃恐怖的空间裂缝无声裂开，一道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布袍，身形勾前的老者身影悄无声息地从中迈步而出。老者面容普通，皱纹深刻，仿佛饱经风霜的田间老农，唯有那双眼睛开合间金光四射，仿佛蕴藏着浩瀚星河，又似能洞穿万古沧桑。他就那么随意地站在那里，古宏伟释放出的威压竟瞬间被抵消于无形。大师兄！古宏伟脸上的狂傲与杀意瞬间凝固，如同见了鬼一般，死死盯着那布袍老者，失声惊呼，声音都变了调：萧天恒，你竟然没死！这个名字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下方所有幸存的长老和弟子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萧天恒，500年前在藏龙渊陨落的那位大师兄。天啊，他还活着！惊呼声此起彼伏，柳如絮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陆长老和韩长老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萧天恒看着古宏伟，
浑浊的老眼中带着一丝复杂难明的意味，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地响起：“古师弟，300年不见，你这出血倒是让师兄我刮目相看啊！”他目光扫过被吊着的5位太长老和不远处被围困的柳如絮等人，最后落在那飞云殿废墟上，轻轻叹了口气，带着无尽的唏嘘与失望。勾结外敌，焚毁祖庭，残害同门，将祖师爷留下的基业糟蹋成这般模样。古宏伟，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古宏伟脸上的惊骇迅速被狰狞取代。萧天恒，你没死又如何？你以为凭你加上慕清寒就能扭转乾坤吗？他猛地指向周围虎视眈眈的血煞宗高手以及叛变的长老弟子，看看这大事，宗门大半已入我手，飞云宗改天换地已成定局，识相的交出宗主信物和飞云渡，我饶你们不死。他眼中凶光一闪，血色法相的手掌再次抬起，对准了吊着的一位太长老，威胁之意不言而喻。改天换地。穆青寒踏前一步，脚下冰霜蔓延，声音冷冽如刀，就凭你这身用同门精血堆砌起来的血神级邪功，古宏伟，你当真以为投靠血煞宗，献祭宗门弟子就能换来你的通天大道？你不过是血魔老祖养的一条随时可以宰杀取用的血狗罢了。住口！古宏伟如同被戳中了最深的痛处，勃然大怒。穆青寒，你找死！他眼中血光大盛，周身气息如同沸腾的血海，身后法相更加凝实，一股远超之前的凶戾气势轰然爆发，显然已不顾一切催动了血神技的秘法试试。萧天恒那勾前的身躯微微挺直一丝，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浩瀚气息缓缓弥漫开来，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压外放，却让古宏伟那狂暴的气势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叹息之墙，猛地一滞。灵尊7重境。古宏伟瞳孔骤缩，失声道：你突破了，侥幸在藏龙渊捡回条老命，略有所得罢了。萧天恒语气平淡，带着一丝怜悯：师弟，收手吧，现在回头尚可留你一具全尸。全尸！古宏伟发出癫狂大笑，眼中最后一丝理智被疯狂吞噬。萧天恒，就算你修为高我一筹又如何？大事在我，人多势众的是我，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猛地看向被吊着的一位太长老，眼中凶残毕露。老东西，你的灵力再借本座一用。话音未落，他竟一掌狠狠拍在那位太长老的天灵盖上。不！柳如絮等人目眦欲裂。那太长老身体剧烈抽搐，本就枯槁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下去，最后一丝本源被强行抽离。古宏伟身上的血光瞬间暴涨，气息节节攀升，竟隐隐有冲破灵尊6重巅峰，触摸到7重门槛的迹象。而他身下的废墟因承受不住这暴增的力量，轰然塌陷出一个更大的深坑。杀！古宏伟血发狂舞，如同疯魔，带着吞噬同门长老得来的暴力力量，合身扑向萧天恒。血霄等血煞宗长老也不再留守，纷纷一同出手。一场决定飞云宗命运的大战在飞云殿废墟之上轰然爆发。鬼窟山山腰古镇中枢，阴风呜咽，灰雾弥漫，山脚之下雾气比之前更加浓郁粘稠，翻滚涌动间隐约可见无数扭曲模糊的鬼影穿梭其中，发出无声的嘶吼。在静思安南以及数十位内门弟子的把持下，阴兵古镇被彻底激活了。古镇平台边缘临时用碎石垒砌的简陋防御工事，劫后余生的数百名飞云宗弟子蜷缩在一起，人人带伤，衣衫褴褛，脸上交织着疲惫、恐惧以及一丝对脚下大阵的依赖。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草药味和绝望的气息。可秦无业猛地睁开眼，视线先是模糊一片，只有跳动的篝火光影，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痛如同潮水般从四肢百骸涌来，疼得他差点又要晕死过去。老大醒了！他醒了！一个带着哭腔的粗豪嗓门在耳边炸响，一张胡子拉碴、沾满血污和泪痕的大脸猛地凑到眼前，正是秦无业的头号崇拜者熊魁。他激动的浑身肌肉都在颤抖，扑通一声跪在秦无业躺着的草铺前，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涕泪横流。老大，您可算醒了，吓死俺老熊了！您要是俺老熊也不活了。滚开！秦无业声音嘶哑干涩，没好气的抬起还能动的左手，嫌弃的一把推开那张涕泪横流的大脸。哭个屁，老子还没死呢，嗨嗨！说话牵动了内府伤势，又是一阵剧烈咳嗽。无业、雷子、尹承志和尹师立刻围了上来，脸上满是担忧和庆幸。尹师更是红着眼圈，小心地扶着他坐起一点，递过一个破旧的水囊。甚至于周边其他弟子也都围了过来，他们都看到了秦无业施展莫大威能的术法，
将数百名血煞宗弟子尽数消灭的场面，心中除了感激之外，更多的是敬畏。就连林傲帝、陈七、扶疏姐妹和卢苍等在幻境战场中与秦无业相遇的这群人，他们站在不远处，虽然没说话，但看向秦无业的神情已不同往日。这帮天才弟子在秦无业面前已经放下了身段和骄傲。苏诺也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但他隐藏在人群中，只偷偷看着秦无业，不敢再现身。秦无业收回目光，就着隐师递过来的水袋喝了几口水，冰凉的水划过火烧般的喉咙，带来一丝清明。现在什么情况？他问道。尹承志指向古镇平台，连忙道：静思师姐和几位大灵师境的师兄师姐在维持大阵，但其他那门师兄师姐们都潜伏在阵中，配合阴兵袭杀闯阵的敌人。秦无业顺着望去，只见静思安南盘膝坐在一块相对平整的青石上，脸色依旧苍白，但神情专注。他身前悬浮着一枚巴掌大小、通体银白、刻满复杂符文的玉盘，正是阴兵阵的核心阵盘之一。丝丝缕缕的冰蓝色灵力正从他指尖注入阵盘，维持着运转。在他周围还有另外4名气息沉稳，明显是大灵师境的内门弟子，同样盘膝而坐，各自操控着一部分阵基，额头见汗，显然并不轻松。静思安南似乎是感受到有人朝他走来，便睁开了眼，见到是秦无业，那双清冷的眸子微微颤动。醒了。静思安南声音透着疲惫，屈指一弹，把这丹药吃了吧。一道银白流光飞至秦无业面前，悬停不动，竟是一枚龙眼大小、通体浑圆、散发着浓郁药香和勃勃生机的淡青色丹药。丹体表面隐有云纹流动，灵气四溢。4品青玉回天丹。旁边识货的弟子发出一声惊呼，秦无业也是一怔。此丹对内伤有奇效，价值不菲。秦无业接过，触手温润，药力磅礴。他没客气，一口吞下。谢了。山脚下现在什么情况？静思安南略一沉默，语气凝重的低声回道：很糟糕，血煞宗的大部队赶过来了。他顿了顿，语气更加低沉。山下，血煞宗的精英，还有我们飞云宗的叛徒到了。带队的是血煞宗号称100人斩的库乌、大灵师3重境，还有叛变的张奎、王丽，都是大灵师1重境。我们大灵师境的师兄师姐都还在山上拼死搏杀，其他几人在这维持阵法，根本没有余力入阵杀敌。秦无业微微点头，看向阵法中的刘影石。鬼窟山脚下灰雾的边缘地带，黑压压的人马肃立，足有数百之众。为首3人气息最为恐怖，都是实打实的大灵师境。在这3人身后，泾渭分明地站着2拨人，一波是气息凶悍、身着血煞宗服饰的精英弟子，另一波则是神色复杂、穿着飞云宗服饰的弟子。库乌老大张奎对着库乌拱了拱手，语气带着一丝讨好和急切。这鬼窟山的阴兵迷魂阵被柳如絮那贱人用秘法强化过，如今虽只有几个大灵师境的弟子主持，但硬闯只会陷入鬼打墙，被阴兵和埋伏袭杀。废物！库乌冷哼，血煞宗养你们何用？连自家宗门的阵法都破不了。他血红的眼珠子扫过张奎、王丽等飞云宗弟子，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你们飞云宗的人对这阵法总该有点了解吧？别告诉我都是废物点心。王丽脸色有些难看，张奎则连忙陪笑。库乌老大息怒，这阵法确实是以阴兵鬼将为刃，以八卦迷踪为困，寻常手段难以强迫。废物！库乌不耐烦地啐了一口。就在这时，飞云宗弟子中一个面容阴鸷的青年眼珠一转，挤上前来，他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库乌大人息怒，小人对此阵略有研究。哦。库乌血红的眼珠转向他，带着审视说。对方清了清嗓子，指着灰雾说道：此阵核心在于阴兵鬼将受阵盘操控，神出鬼没，难以捕捉。然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贵宗的血煞居灵大法专善居灵控鬼，正是此类阴煞之物的克星。若由大人您亲自施展，以无上血煞之力强行镇压，控制阵眼核心区域的阴将统领，再辅以强大力量于阵法生门节点以点破面，必可撕开缺口。他越说越顺，眼中闪烁着一种病态的光芒，仿佛看到了自己献祭立功的前程。库乌眯起眼睛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子。你叫什么？对方心中一喜，腰弯得更低了。回前辈，小人秦墨，乃允星城秦家子弟，家父秦阔与贵宗素有往来。秦家。库乌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好，很好，秦家是我们自己人。他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拍了拍秦墨的肩膀，力道大的让秦墨一个趔趄。小子脑子挺活络，这法子听起来有点意思。秦墨脸上刚露出狂喜之色，下一秒
库乌那只拍在他肩膀上的大手猛地一翻，如同铁箍般瞬间扣住了秦墨的脖子，速度快如闪电。前辈。秦墨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化为无边的惊恐和难以置信。他拼命挣扎，灵师境的灵力爆发，却如同蚍蜉撼树，根本无法挣脱那只血色大手。点子不错。库乌咧着嘴，笑容狰狞而残忍，如同看着一只待宰的鸡鸭。不过嘛，老子这血煞聚灵大法想要发挥最大威力，正好需要一个人来做血影子。你这灵师境的修为刚刚好。不！秦墨魂飞魄散，发出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库乌前辈，我是自己人啊，秦家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你不能啊！凄厉的惨叫戛然而止。库乌眼中血光大盛，五指猛地收紧，咔嚓！同时一股浓郁的血色煞气从他掌心疯狂涌入秦墨体内。秦墨的身体如同充气般剧烈膨胀，皮肤下血管根根爆突，呈现出诡异的黑红色，双眼瞬间被血丝充满，突出眼眶。血煞聚灵大法祭灵！库乌狂吼一声，将秦墨那膨胀到极限，如同人形炸弹般的身体抛向半空悬浮。布阵！是！他身旁的血煞宗弟子立即回应，熟练地在四周围坐，10数道血煞之力轰然集中在秦墨身上。部分飞云宗弟子看着这一切，眼里都露出一丝不忍，但更多的是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做那只出头鸟。1刻钟后，一道粗大的血色光柱冲天而起，狠狠撞入前方的灰色雾墙。雾墙剧烈波动，内部传来无数阴兵鬼将凄厉的尖笑。不好，阵法被撼动了！山腰祭坛上，其中一位大灵师境的师兄猛地睁开眼，脸色骤变，操控阵盘的手指剧烈颤抖，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其他几人也是先后睁开眼。他在强行控制鬼将统领。另一名师姐惊骇道：灰雾剧烈翻腾，隐隐可见雾中无数阴兵的动作变得迟滞混乱，甚至开始互相攻击。在阵法中伏击的飞云宗弟子暴露了位置，一条由血色煞气强行开辟的通道正在灰雾中迅速成型，直指山腰。通道快成了，随我杀上去，留活口炼药！库乌狂笑着，血刃一挥，率先踏入血色通道。张奎、王丽等人紧随其后，杀气腾腾。山腰之上，残存的飞云宗弟子脸色煞白。一旦通道稳固，敌人精锐长驱直入，他们必死无疑。让我试试。此时，一个戴着兜帽的蒙面男子从众弟子中走出，站在秦无业身旁。秦无业转头看去，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穿着打扮。陈七。陈七微微对着秦无业点头，然后看向静思安南等人。他托举着一个古朴铜盘说道：这是我师父传承给我的下品法宝元辰盘，或许我可以用秘法驱使其加持在古阵上，增强阴兵鬼将的抵抗之力，从而破了对方的阵法。陈七继续说道：但我修为低微，还需各位师兄师姐助力，才能催动元辰盘。静思安南等人闻言不由得目光一闪，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正当静思安南要开口时，一个身影猛地窜到前面。对，陈七可是我们林家人，他的阵法术在咱们宗同辈之间要说第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他一定能行。林傲帝被众人瞩目着，一脸激动，仿佛是自己本事一般，连笔带画。陈七从小跟随他师父学习阵法，师父可是出了名的阵法大师，他师父传承的法宝绝对靠谱。闭嘴！秦无业和静思安南竟默契的异口同声。林傲的饿得吓了一跳，真就闭上了嘴。静思安南瞄了秦无业一眼，随即看向众人：各位师兄师姐，事不宜迟，咱们速速动手吧。陈七盘坐在地，双手死死抵住悬浮的元辰盘，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他身旁的静思安南脸色苍白如纸，冰蓝色灵力源源不断注入阵盘，试图稳住摇摇欲坠的古阵。噗！操控另一处阵基的大灵师境师兄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晃，嘶声道：阴江统领要失控了！库乌的血煞之力太强。话音未落，下方灰雾深处骤然传来一声凄厉非人的尖笑。一道浑身缠绕浓郁血煞之气的庞大鬼影，绿色双瞳瞬间赤红如灯，竟挣脱古阵束缚，裹挟着腥风猛地扑入一处雾霭弥漫的乱石堆。啊！惨叫声接连响起，埋伏在那里的几名内门弟子瞬间被撕成碎片。坚持不住了！陈七声音发颤，元辰盘嗡嗡悲鸣，光芒急剧暗淡，最多还能坚持半刻钟。他眼中满是无奈，修为的鸿沟绝非一件法宝和些许技巧能够弥补。半刻，这2个字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平台上每一个幸存弟子的心上。刚刚因秦无业苏醒而燃起的一丝微弱希望，瞬间被这冰冷的现实碾得粉碎。数百张年轻的脸庞上血色褪尽，只剩下恐惧的灰白和麻木的呆滞。
山下写煞宗凶徒的狞笑和同门临死前的惨嚎依旧在耳边回荡。阵法若破，你们立刻往山顶撤。一位大灵师境师兄猛地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从后山断崖下那条隐秘兽径走，能逃多少是多少，我们几个给你们断后。他身旁的另外3位师兄师姐同时睁眼，眼神疲惫却燃烧着同归于尽的决绝。断后2字更是重于千钧。不，师兄师姐，我们不走。熊魁第一个炸了毛，这个铁塔般的汉子双眼赤红，猛地捶打着自己结实的胸膛，发出砰砰闷响，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俺老熊这条命是捡回来的，要死一起死，跟这帮狗娘养的拼了，死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对，拼了，跟他们拼了。逃？往哪逃？老子受够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死就死。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平台上瞬间群情激愤，绝望点燃了最后的血气。少年少女们纷纷拔出残破的兵刃，一张张染血的脸庞上写满了不甘的疯狂。连向来怂包惜命的林傲帝都梗着脖子，拿着他那把缺了口的折扇，眼神坚定，悲壮却又透着一股令人心碎的徒劳。以卵击石，结局早已注定。静思安南看着眼前这群少年同门，清冷的眸子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和疲惫。他刚想开口呵斥，让他们认清现实，保存火种，留得青山在，待日后替他们复仇，但目光却无意间扫过人群中那个刚刚苏醒的少年秦无业。他正皱着眉头，死死盯着下方灰雾中那条越来越清晰，如同伤口般裂开的血色通道，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一直在关注秦无业的尹承志见状，忽然猛地一激灵，声音带着破釜沉舟的激动：无业兄弟，你那个能控制鬼将的小铃铛法宝还能用吗？刷刷刷！这一声令数百道目光瞬间聚焦在秦无业身上，带着难以置信的希冀。那些曾孝敬过秦无业5万灵时才得以安全上山的弟子们，更是眼睛瞪得溜圆。死去的记忆疯狂攻击他们。对啊，怎么把这茬忘了？这小子手里有个邪门玩意儿。秦师弟，靠他再试一次吧。无业师兄，用铃铛跟那库屋斗法。对对对，控住那些阴兵，反杀他们。嘈杂的呼喊声中，秦无业缓缓转过身，虽然脚步还有些虚浮，但那双眼睛在众人目光注视下，重新燃起了一丝熟悉的近乎赌徒般的疯狂光芒。他吐出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浊气，摊开手掌，摄魂铃赫然静静躺在掌心。他早就想到要如此做，只不过精神力已然透支，得想个办法。转机，或许有。秦无业环视着一张张急切的脸，一字一顿道：想活命，那就把你们的精神力借给我，助我摇动此铃。借力。短暂的死寂后，是山呼海啸般的回应。借，老子这条命都是你救的，精神力随你抽。秦师兄，拿去，都拿去。秦无业，虽然平时挺看不惯你的，但不得不说你倒也有些本事，算我林傲第一个。熊魁更是嗷一嗓子，蒲扇大的巴掌猛地拍在自己光秃秃的脑门上，发出响亮的一声：老大，俺先来，不够再抽。生死关头，无人犹豫。静思安南第一个响应，轻斥一声，大家护住心神，意念集中，随即抬手点在眉心，引出一道冰蓝色的丝线，纯净的精神力瞬间涓涓流向秦无业身上。紧接着，那4位维持阵盘的大灵师境师兄师姐，他们咬牙分出一缕缕或强或弱的精神力光流。随后是雷子、尹承志、尹师、扶疏姐妹、卢仓，平台上所有尚有余力、意志未溃的弟子，无论男女，无论强弱，纷纷效仿，刹那间成百上千道五颜六色或粗或细的精神力光束，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向秦无业。秦无业身体巨震，脸色瞬间变得潮红，额角青筋暴突，仿佛一个被强行灌入过量气体的皮囊。识海中，震天关虚影微微摇荡，发出一声低沉嗡鸣，棺盖缝隙间透出混沌光芒，疯狂梳理，压缩着这突然涌入的驳杂精神力洪流。啊！秦无业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眼白瞬间布满血丝，仿佛承受着千刀万剐之痛。这种承受着数百人精神力的方式，谁也没试过。秦无业，你若是不行，别逞能。静思安南出声提醒，否则你极易遭到反噬，精神崩溃。继续。秦无业厉喝，随即转头给了他一个微笑。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说罢，他猛地将摄魂铃高举过头，摇动，叮铃铃铃，不再是清脆的铃响，而是一声仿佛来自九幽黄泉的沉闷而悠长的鬼笑。一层肉眼可见的灰白色涟漪，以秦无业为中心，猛地扩散开来，狠狠撞入翻滚的灰雾之中。下方，
那条即将彻底洞穿灰雾的血色通道骤然一滞，灰雾深处原本因血煞居灵而动作迟滞、互相撕咬的阴兵鬼将身形猛地凝固，无数双空洞的眼眶齐刷刷转向山腰方向。下一刻，如同被注入了狂暴的指令，所有阴兵鬼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利嘶吼，放弃了对峙，放弃了混乱，化作一道道灰黑色的死亡洪流，发疯般扑向血色通道，扑向那些刚刚踏入通道、猝不及防的血煞宗弟子。啊！怎么回事？这些鬼东西疯了！库乌大人，控制不住了！惨叫声、冰刃碰撞声、血肉撕裂声瞬间取代了库乌得意的狂笑。血色通道剧烈扭曲，血光被汹涌的灰黑色浪潮疯狂挤压、撕扯。刚刚还气焰嚣张、冲入阵中的血煞宗精锐，瞬间陷入了阴兵狂潮的汪洋大海。库乌脸上的狞笑彻底僵住，取而代之的是疑惑震惊。不可能！谁？是谁在破我的血煞居灵？给我滚出来！库乌和护阵的弟子疯狂催动血煞之力，试图重新掌控局面，但那摄魂灵音却死死压制着他与阴兵统领之间的精神联系。山腰上，秦无业如同狂风中的枯树，身体剧烈摇晃，七窍都渗出了细细的血线，但他依旧高举着手。身后是数百名同门弟子咬紧牙关，榨干最后一丝精神力支撑着他。这是一场意志与修为的惨烈拉锯，时间在每一秒的煎熬中流逝。平台上的弟子一个接一个因精神力透支而软倒在地，静思安南和几位大龄师境师兄师姐也摇摇欲坠，脸色白得像死人。秦无业更是成了血人，唯有那双眼睛燃烧着近乎偏执的火焰。小兔崽子，敢跟我斗法，找死！库乌看清了为首的秦无业，仰头对着他大喊，紧接着再次释放出更多的血煞之力与此对抗。就在所有人都感觉油尽灯枯、摄魂灵音即将断绝的刹那，孽障！飞云宗启容儿等血煞妖邪撒野，一声清冷的厉喝，如同9天惊雷撕裂长空，轰然降临鬼窟山。紧接着是数道强大无匹的气息，如同煌煌大日，瞬间驱散了山间弥漫的阴寒与绝望。柳如絮、厉沧海，还有数位气息渊深、伤痕累累却杀意冲天的内门长老，如同神兵天降出现在古镇平台的上空。他们身后是更多浴血奋战后幸存下来的内门精英弟子。厉长老扫了一眼，便迅速锁定了半山腰古镇前的秦无业，见其状态惨烈，心里也不由一愣，看向血煞宗这群贼子的怒意更甚。柳如絮银颊染血，左臂无力垂着，但眼神锐利如鹰隼，手中长枪直指下方混乱的血色通道，声音带着刻骨的恨意与威严。古宏伟、血枭已然伏诛，尔等血煞爪牙，还不速速俯首就擒！轰！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下，库乌猛地抬头，听到柳如絮这句话，脸上的惊骇瞬间化为无边的恐惧，最后一丝抵抗意志彻底崩溃。撤！快撤！库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破阵擒敌，血光一卷，第一个如同丧家之犬般掉头，朝着山外亡命飞遁。主将一逃，军心彻底崩溃。跑啊！其余血煞宗弟子更是魂飞魄散，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丢盔弃甲，狼奔使突。张奎、王立等飞云宗叛徒也想混入人群逃窜，却被反应过来的内门弟子瞬间围住，当场擒获。平台上死寂，紧绷到极限的弦骤然松开，扑通扑通扑通，劫后余生的弟子们如同被抽掉了骨头，成片的瘫软在地。短暂的呆滞过后，是压抑到极致的呜咽，最终汇聚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嚎啕痛哭。我们得救了！啊！爹娘，我不想修仙了，我想回去种田。张师兄，他为了救我牺牲了。王师妹呢？王师妹，我的道侣，他就在我眼前被杀了，都死了，都死了啊！残阳如血，映照着鬼窟山满目疮痍。山风吹过，带来浓郁的化不开的血腥味和焦糊味。昨日还在为外门大比名次较劲，为琐事嬉笑打闹的同门，此刻已化作冰冷的尸体，永远留在了这片染血的山林。这些大多只有16、17岁的少年少女，第一次如此赤裸裸地面对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悲痛如同决堤的洪水，淹没了整个山巅。秦无业也脱力地重重坐倒在地，手中的摄魂铃暗淡无光。他大口喘着粗气，看着周围哭成一片的同门，看着远处堆积的同门遗体，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疲惫席卷全身，隐湿红着眼圈，默默递过水囊和手帕替他擦拭血汗。熊奎跪在旁边，抱着头，肩膀耸动，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飞云宗赢了，但这惨胜浸透了太多鲜血。飞云殿废墟之上，硝烟尚未散尽，萧天恒勾前的身影盘膝而坐，气息孱弱。他身前古宏伟的本体在地面留下一滩刺目的
尚在微微蠕动的污浊血泥。血枭长老则倒在远处，半边身子焦黑，胸口一个透明窟窿，气息全无，死状凄惨。萧天恒轻咳一声，嘴角溢出一缕暗红血液。他浑浊的目光扫过废墟，扫过被解救下来气息奄奄的4位太长老，扫过劫后余生互相搀扶的陆长老、韩长老等人，最后落在气息同样虚浮的宗主穆清寒身上。小师妹，你过来，有件事要告诉你。萧天恒的声音轻微。穆清寒一怔，随即走过去，蹲下身子，轻轻扶住萧天恒的手臂，眼中满是关切。大师兄，你先休息，有什么事情等伤好了再说。萧天恒轻轻摇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不，这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他微微一顿，目光变得深邃。小师妹，你就不好奇是谁在藏龙渊将我救下的吗？穆清寒秀眉微蹙，随即又缓缓舒展。大师兄不说，自有你的道理。无论你因何缘由归来，只要你能活着，便是我飞云宗之福。萧天恒笑着，神色复杂。你呀，还是这般通透。不过，就不想想你能重新找到我，是因为谁？穆清寒思索片刻，突然杏眼一亮。你是说厉沧海？是他救了你？萧天恒微微点头，神色凝重。正是他救了我，而且也是他故意放出消息，让你知道我还活着。穆清寒心中一颤，顿时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不可能，300年前厉沧海还未出世，他怎么可能就得了你？更何况如今他的修为也不过才……说到这里，他突然住口，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萧天恒看着他震惊的神色，轻叹一声：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厉沧海此人远比你我想象的要深不可测，但你不用担心，他若是想对飞云宗不利，就不会让你找到我了。可嗨！萧天恒剧烈咳嗽起来，身躯止不住的颤抖。此件事了，我能做的便只有这些。他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仿佛解脱般的笑意。小师妹，宗门交给你了。下一刻，在所有人震惊、悲痛的目光注视下，萧天恒的身躯开始散发出柔和而神圣的纯白光芒。那光芒越来越盛，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身影渐渐变得透明、虚幻。大师兄！穆清寒失声惊呼，想要紧握对方，却被一股柔和却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开萧天恒的身影，在光芒中微微颔首，目光似乎穿透了虚空，看到了很远的地方。最终，光芒冲天而起，如同逆流的星辰直入九霄。光芒散尽，原地空无一物，唯有一片洁白的云絮缓缓飘落消散。一代传奇，萧天恒重伤羽化，就此归天。短暂的死寂后，是压抑到极致的悲戚。这位500年前便已名震四方，于危难之际归来力挽狂澜的大师兄，以如此方式落幕，令人扼腕。穆清寒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在睁开时，眸中只剩下冰冷的决断与肃杀。传令！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外门长老刘崇山、罗红，内门长老罗忠、钟天禄等人勾结血煞宗，叛宗事上，即刻起诛其3族。所有参与叛乱的弟子、执事，无论内门外门，一律严查，按宗规论处，绝不姑息。冷酷的清除行动迅速展开。飞云宗内外，血雨腥风再起，与血煞宗及叛徒勾结的陨星城势力迎来灭顶之灾。秦家府邸被攻破，火光冲天。参与密谋的直系、旁系族人被一一揪出，血染长街。家主秦云这个老狐狸，竟能在飞云宗一战中全身而退，最后关头更是如同人间蒸发，带着少数心腹和家眷不知所踪。传闻他逃往黄都，投奔了势力更为庞大的秦氏主家，寻求庇护。还有秦家旁支秦烈，因在外执行任务，侥幸逃脱此劫，得知秦家所作所为后，不敢回宗，至此杳无音信。另外，在秦无业的力保之下，他的兄弟秦毅得以免于此难。苏家更惨，根本无需飞云宗亲自动手，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赵家、林家、叶家等陨星城其他几大世家，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第一时间扑了上去。苏家府邸被洗劫一空，灵矿、店铺等产业被瓜分殆尽。所有苏姓族人，无论老幼妇孺，尽数被屠戮一空，斩草除根。昔日耀虎扬威的苏家，一夜之间从陨星城彻底除名。苏阔的尸体被发现在飞云殿废墟一角，身首异处。这一战，飞云宗元气大伤，原本3万内门精锐，仅存1万挂零，8万外门弟子含杂役伤亡，失踪叛逃者近半，只剩3万余人。而当初参加外门大比第3关幻境试炼的1800余名弟子，最终活着走下鬼窟山，只有837人，战损远远过半。宗门上下处处缟素，哀声遍野。3日后，内门演武场，
气氛肃穆而沉重。参与第3关试炼的800多名外门弟子列队而立，宗主穆清寒高居主位，虽脸色苍白，却威仪不减。柳如絮、厉沧海、陆长老、韩长老等仅存的几位核心长老分坐两侧。穆清寒玉手一挥，说道：“把叛宗者带上来。”一队执法弟子押着数十名被捆缚的结结实实、面如死灰的人走上台前，为首的正是张奎、王丽、苏烈阳、赵伟哥等叛变的弟子头目。他们被执法弟子按在地上，看着昔日同门义愤填膺的目光，感受着周遭令人心悸的杀意，一个个吓得屎尿齐流，丑态百出。宗主饶命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被长老们给蛊惑了啊！张奎第一个哭喊出声，声音中满是恐惧和绝望。苏烈阳也是急忙辩解：“宗主，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说我是苏家人，必须听他们的，我是被迫的啊！”赵伟哥更是声嘶力竭：“宗主，我冤枉啊！我跟秦无业只是有点私人矛盾，谁知道苏烈阳他们竟然跟血煞宗勾结？我要是知道，就是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些家伙哭喊哀求，什么理由都搬出来了，可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的话。在场所有弟子看着他们的目光都充满了仇恨。要不是这些人临阵叛变，飞云宗死伤怎会如此惨重？甚至就连刚刚归来的太上长老萧天恒都因为重伤不治，羽化归天。这些叛徒死1000次10000次都不足惜，都给我闭嘴！穆清寒神色冰冷，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你们犯下的罪孽，就算说破天也休想洗脱。张奎，身为内门叛变长老之子，仗势欺人，欺压同门，你岂会一无所知？王丽，内门弟子，却与血煞宗暗中勾结，出卖宗门利益。苏烈阳，身为苏家嫡系，非但不尽心为宗门办事，反而助纣为虐，与血煞宗狼狈为奸。赵伟哥因一己私怨，便不顾大局，甘当他人走狗。还有你们！穆清寒一一历数这些人的罪状，每说一条，那些叛徒们的脸色就惨白一分。说到最后，他们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个个面如死灰，瘫倒在地。穆清寒玉手一挥，论罪当诛，斩！执法弟子手起刀落，寒光闪过，噗噗噗，一颗颗头颅滚落在地，鲜血喷溅在演武场的青石板上，刺目惊心。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可看着这一幕，在场所有人却没有一个觉得他们可怜，只觉得这样让他们死得太痛快，太便宜他们了。秦无业站在队伍前列，看着苏烈阳那颗滚到自己不远处的头颅，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惋惜和肉疼。可惜了，百炼血脉是好东西，战斗越久越强，就这么浪费了。他暗自嘀咕，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吞噬的本能在蠢蠢欲动，却又被理智死死压下。这众目睽睽之下，他敢动一下试试。至于场上仅剩的最后一名叛宗者苏诺，穆清寒宣布：苏诺，你泄露刘长老玉牌，但主动告发刘崇山之行，功过相抵，且未直接加害同门燃其身负苏家血脉，难脱干系。即日起废去修为，逐出飞云宗，终身不得再入宗门。苏诺麻木着，一动未动。对于这种结果，他反倒想一死了之。执法长老上前，二话不说，直接废了他的修为。他终是痛哭出声，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痛苦至极。苏诺艰难地缓缓抬头，看向秦无业，眼中充满了痛苦、不甘、绝望，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眷恋和不舍。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滑落，滴在青石板上，消失不见。秦无业无动于衷，眸中一片冷漠。他的确有害自己之心，也的确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可那又如何？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如今他修为已废，被逐出宗门，从此便是天各一方，再无交集。秦无业收回目光，心中一片平静。苏诺脸色惨白，想说些什么，始终没有说出口。他在执法弟子的押送下，失魂落魄地离开山门，背影消失在茫茫山道。等待他的将是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余生。处决结束后，穆清寒的声音再次响起：此番宗门大变，血煞宗来犯，虽损失惨重，但飞云宗传承1000年，绝不会因此覆灭。今日在座的各位皆是我宗的功臣，当论功行赏。众弟子闻言，纷纷满含期待地抬头看向台上。外门大比第3关试炼被迫中断，穆清寒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演武场上空，带着一种沉甸甸的疲惫。经长老会决议，凡通过第2关试炼的弟子，皆可进入内门。此言一出，下方并未出现想象中的狂喜喧哗。经历了生死，看过太多的死亡，一个内门弟子的身份似乎已不足以冲淡心头的阴霾。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不少弟子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非常之时，名次难定，奖励暂且压后发放。穆清寒继续说道。其实穆清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此战他们胜了，但血煞宗仍是在大长老的协助下打开藏宝阁，抢夺了他们不少灵气珍宝功法，损失惨重。众人依旧沉默，无人有异议。谁还有心思在乎这些奖励？但是穆清寒话音一转，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危难之际，易见人心，亦显忠勇。有功者不可不赏。他微抬下巴，示意身旁的柳如絮。柳如絮随即踏前一步，展开一份卷轴，朗声念道：内门弟子静思安南，于鬼窟山临危受命，主持阴兵古阵，护佑同门，鏖战强敌。赐玄冰玉髓1块，3品玉髓丹3颗，寒玉灵液1瓶，中品灵石100枚，准入寒玉洞修炼10日。静思安南上前一步，躬身行礼，宠辱不惊，清冷的脸上并无太多波澜。谢宗主，谢长老。接着又有数十名在守护宗门各处与叛徒搏杀中表现突出的内门弟子被点到名字，获得丹药、灵石或进入特定修炼秘境等奖励，沉重的气氛稍稍活络了一些。外门弟子熊魁，柳如絮的声音再次响起。正低头抹着眼泪的熊魁猛地一哆嗦，茫然四顾，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俺老熊，战时勇猛无畏，激励士气，赐淬体2品灵丹、虎骨状血丹10颗，中品灵石50枚。熊魁愣了2秒，随即巨大的身躯激动地颤抖起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瓮声瓮气地吼：谢宗主，谢长老，俺老熊以后一定给宗门卖命。憨态引得旁边人一阵轻笑。陈七，柳如絮看向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关键时刻献宝助阵，力抗强敌，功不可没。赐3品运神丹1瓶，玄阶极品正道典籍，星眼录踏本1份，中品灵石80枚。这份奖励明显比熊魁丰厚许多，尤其是那本镇道典籍，价值非凡。陈七默默上前，兜帽下的眼神闪过一丝光亮，郑重行礼：谢宗主，谢长老。林傲帝林傲帝还在跟旁人炫耀陈七是自己的人，没想到下一个人竟是自己。他连忙屁颠屁颠地窜到前面，脸上混杂着欣喜和得意。虽亦有微功，赐1品聚气丹1瓶，下品灵石300枚。柳如絮念得有点勉强。林傲帝虽然感觉这奖赏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英姿，但毕竟也有份，美滋滋地领了，嘴里还嘟囔着：嘿嘿，真有我的。林傲帝啊，林傲帝，你果然是天选之子，惹得旁边的雷子等人直翻白眼。尹承志、雷子等数十人于血战中奋勇杀敌，同样赐奖。念到名字者无不振奋，大家脸上露出了昔日的笑容。最后柳如絮的声音陡然拔高，目光落在前方一人身上。秦无业出列。全场霎时寂静无声，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这位脸色苍白但英姿依旧挺拔的少年身上。于生死存亡之际，不惜性命动用秘法，力挽狂澜，救我宗门数百弟子于绝境，更与灵师境强者斗法周旋，为援救争取时间，居功至伟。柳如絮的声音带着由衷的激赏。次第接下品功法玄刚诀踏印玉简1枚，4品上等丹药喜脉丹1枚，3品运神丹3枚，中品灵石200，准入宗门灵元秘境核心区域修炼半月。呼，这份奖励之丰厚，远超之前所有人。纵使是宗主的亲传弟子静思安南的赏赐也略有不及。喜脉丹，那可是可以令自身血脉有几率升一个品级的灵丹。还有玄刚诀，宗门3大秘境之一的灵元秘境。这种奖赏相当于就是默认了秦无业就是外门大比的魁首啊。演武场上无数道目光充满了钦佩、感激、震撼、复杂。这个修为不过领土9重，甚至没有血脉之力的少年，此刻在众人心中形象无比高大。短暂的寂静后，演武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由衷的喝彩。秦师兄，当之无愧；无业师兄，好样的，实至名归。没他，我们早死在山脚下了。秦无业，我服了，算你厉害。这一刻无需排名。秦无业已是这800多幸存外门精英弟子心中当之无愧的无冕魁首。秦无业上前平静地收下储物袋，脸上却没什么狂喜，反而带着点肉疼。这要是折算成灵石的有多少？够200万吗？他短暂思绪后躬身行礼：谢宗主，谢长老。穆清寒看着他微微颔首，随即目光扫过全场，语气依旧严肃：入内门非是终点，而是起点。强敌环伺，宗门需尔等尽快成长。尔等须知，我飞云宗立宗之本根基所在便是飞云诀。
欲修宗门之高法，必以此诀为基。尔等皆言已过考核，想必飞云诀前5层早已烂熟于胸。那是自然，每日苦修，不敢懈怠。5层，我第6层都快摸到门槛了。众弟子纷纷应和，信心满满。穆清寒目光如电，好，那本座便抽查数人，验看尔等根基是否扎实。他目光扫视，接连点了几名弟子上前，或运转灵力展现飞云诀特性，或口述心法精要，皆对答如流，表现上佳。秦无业站在人群前，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妙。飞云诀，那玩意儿他压根没正眼瞧过。他悄悄往厉长老身后缩了缩。秦无业这副细微的动作，怎能逃过一直留意他的厉长老？厉长老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带着几分不可思议：“小子，你该不会没练吧？”秦无业干笑2声，眼神飘忽。这一幕正好落在穆清寒眼中，他眸光一凝，威严的声音响起：“秦无业，弟子在。”秦无业心头一跳，上前来为本宗及诸位同门演练一遍飞云诀，展示你如今境界。穆清寒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唰，全场目光再次聚焦。秦无业身体一僵，硬着头皮再次走到场中。他深吸一口气，摆了个架势，然后就僵住了。1吸2吸3吸，整个演武场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神从期待渐渐变成了惊愕和不可思议。穆清寒的眉头缓缓蹙起，一股无形的压力弥漫开来。秦无业听不懂本座的话吗？秦无业放弃了挣扎，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回禀宗主，弟子不会。哗啊！武场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懵了。厉长老心里的想法得到验证，心里只能暗暗骂：什么？不会？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天才吗？我的天，他居然不会飞云诀，那他平时练什么？此战最大的功臣，搅动风云的秦无业，竟然不会飞云宗最基础的入门功法。高台上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不会。穆清寒的眼神冷了下来。秦无业，你是觉得我宗的飞云诀粗陋不堪，入不得你眼吗？还是说……他的声音陡然带上了一丝凌厉的杀意。你也如同那些被处决的叛徒一般，心怀二志，另有所图。这话太重了，弄不好护宗功臣就变成叛宗者。厉沧海脸色一变，赶紧上前数步，挤眉弄眼的对着秦无业使眼色，嘴唇无声的快速蠕动。混小子，快认错，快说你在练，快啊！秦无业心头也是一凛，知道这顶帽子扣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连忙躬身，语速飞快：宗主明鉴，弟子绝无此意，更无二心。弟子只是之前忙于修炼他法，一时疏忽了基础。穆清寒死死盯着他看了半晌，那目光仿佛要将他灵魂刺穿。他自然已从柳如絮、厉沧海那得知秦无业修炼的那些怪异功法和灵火是跟魔宗有些相似，所以他才会如此敏感。最终穆清寒冷哼一声，语气稍缓，却依旧冰冷如刀：好，本座姑且信你一次，念你护宗有功，特许你1个月时间。1个月内若不能将飞云诀前5层融会贯通展示于本座面前。他目光扫过秦无业手中刚刚得到的丰厚奖励，非但取消你内门弟子资格，今日所赐奖励也一并收回。听清楚了吗？弟子明白。秦无业连忙应下。处理完秦无业这档子意外后，至此这场席卷整个飞云宗的血腥风暴终于缓缓落下帷幕。但劫后的喘息并未持续太久，人群还未散去，飞云宗山门前突然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数艘装饰各异却都透着强大气息的华丽飞舟毫不客气地撕开云层，悬停在了飞云宗那残破的山门上空。允星宗副宗主岑苍、镇天宗长老吴镇海，邪门下弟子，特来慰问飞云宗诸位道友，恭贺贵宗平定内乱。飞舟上2位人影悬空而出，声音洪亮且带着毫不掩饰的戏谑和优越感，如果滚雷般传遍整个飞云宗。紧接着一道道身影鱼贯而出，他们身后跟着一群衣着光鲜、气息不俗、脸上带着倨傲与审视的年轻弟子。在这2艘飞舟之后，还有3辆艘紧接而来，皆是来自允星郡其他2流宗门的长老及弟子。一时间，飞云宗内无论是忙着收拾残局的长老，还是聚集在演武场的弟子们，纷纷变了脸色。护阵长老和弟子们纷纷踏剑驱兽，冲上高空，在护宗大阵周围严阵以待。正在高台上主持大局的穆清寒、柳如絮、厉沧海等长老对视一眼，身形晃动间也来到了高空之上。内门的护宗大阵一直开着，双方隔着那层流转着淡淡灵光的光照，隔空对峙。穆宗主，岑苍面带虚伪的关切笑容，声音洪亮：听闻贵宗遭逢大难，
同道中人深感痛心，特携门下弟子前来慰问，此乃我允星宗一点心意。他一挥手，身后弟子捧上几个礼盒上前。吴镇海也皮笑肉不笑的接口，很是直接。是啊，穆宗主节哀。飞云宗经此一役，想必实力大损啊！哼，不知这允星郡3大宗门之位，可还坐得安稳？若是力有不逮，也该早些让贤，免得徒惹人笑柄啊！他话音一落，身后其他宗门之人也纷纷阴阳怪气的附和。哎呀，听说死了好几万人呢，可不是吗？元气大伤了。这3大宗门的位子，光靠那几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家伙撑着，怕是悬喽。就是，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穆青寒面沉如水，静静听着这些刺耳的慰问，淡淡一笑。哼，竟然是岑副宗主和吴长老亲自前来，飞云宗真是受宠若惊啊！至于我宗的位置是否坐得安稳，就不劳诸位费心了。你们有这份闲心，还是多操心自家宗门吧。他语气冷淡，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飞云宗弟子耳中，让他们那因为连番大战而暗淡的眼神又亮起了些许光芒。此时此刻，绝不能被这些人看扁。穆青寒目光冰冷地扫过对面那些面露讥讽的所谓同道，心中却是另一番计较。虽然岑仓和吴镇海也不过灵尊1、2重景，并不比他强，但他们带着其他2流宗门的人过来，想必没那么简单。岑仓眼中闪过一抹阴冷，却呵呵一笑。穆宗主此言差矣，这3大宗门之位，如今可不是你穆宗主一人说了算的。今日我等前来，可是代表了整个允星郡的正派宗门。如今局势动荡，一切都有可能，不是吗？说到这，他话锋一转，淡淡笑道：再说了，我等同门道友远道而来，穆宗主难道不请我们落地坐坐，喝杯苓茶？这就是贵宗的待客之道吗？这话一出，他身后的弟子们纷纷附和，面带讥笑。飞云宗众人皆是面色一沉，穆青寒更是眼中闪过一丝凌厉。他冷冷道：本宗近日事务繁忙，需整顿宗门，不便待客。诸位若是真有心，改日再来吧。吴镇海哈哈大笑，目光扫过下方依旧可见战火痕迹的山门，嘲讽道：整顿内务，飞云殿都没了，我看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吧。哈哈，他身后那些弟子也跟着大笑起来，毫不掩饰对飞云宗的蔑视。飞云宗弟子们一个个气得脸色铁青，双手紧握，强忍着心中怒火。那吴镇海见目轻寒不语，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图穷匕现。我等远道而来，是想通知你们飞云宗，允星郡1年1度的星途争锋赛将提前至1个月后举办。为表同道之意，我等还特意带来了门下几位不成器的弟子，想借此机会与贵宗今年的新生天才弟子们切磋交流一番，也好让允星郡的诸多同道看看，如今的飞云宗新生代的力量是否还担得起3大宗门的威名。穆宗主，意下如何啊？刺耳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充满了赤裸裸的轻蔑和挑衅。这哪里是雪中送炭，分明是趁你病要你命，是落井下石，是来踢馆，是来狠狠踩飞云宗这头病虎一脚，然后想要彻底将他从3大宗门的位置上踹下去。穆青寒寒眸猛地一缩，绝美的容颜上布满寒霜。柳如絮、厉沧海等在场长老脸色亦是铁青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非洲悬空，投下的阴影如同巨兽的利爪，死死攫住残破的飞云宗山门。岑仓虚伪的慰问与吴镇海图穷匕现的挑衅，如同淬毒的冰锥，狠狠扎在每一个飞云宗弟子心头。穆青寒面沉如水，衣袂在烈烈山风中纹丝不动，仿佛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他身后柳如絮强压着沸腾的怒意，悄然上前半步，声音细若蚊呐，却带着刀刃般的锋利。宗主，三思，这群豺狼分明是来趁火打劫。我们外门弟子现今能入内门的仅800余人，其中大半还是老生。今年的新生精英折损严重，剩下那些大多伤势未愈，如何应战？此刻拉他们出来，无异于送死。他的话语急切，目光扫过下方演武场上那些尚显稚嫩，不少还裹着纱布的身影，眼中痛楚难言。岑仓耳力极佳，将柳如絮的话听了个分明，朗声大笑，响彻演武场。刘长老此言差矣，切磋交流点到即止，只在让年轻后辈互相砥砺，何来趁火打劫一说？莫非？他话锋一转，脸上讥讽之意更浓。贵宗当真连几个像样的新苗都拿不出手了？若是怕了，说一声便是，我等掉头就走，绝不纠缠，免得传出去说我们欺负一个老弱病残的宗门。哈哈哈，无耻！柳如絮再也按捺不住，柳眉倒竖，银牙紧咬，尔等行径与趁人之危的宵小何异？何来脸面妄称同道？吴镇海怪笑一声，阴阳怪气的接口：我等同道忧心飞云宗后继无人，特携门内不成器的小辈前来切磋印证，以正允星郡视听。
若贵宗连这点胆气都无，闭门谢客，呵呵，只怕这允兴郡3大宗门的名头，恐怕就得挪地方，让给真正有实力的宗门了。身后那几个二流宗门的长老立马纷纷附和。我看飞云宗这一辈是没人了，这个位置就应该让给我们苍岩宗，还3大宗门呢，笑话。严长老，我觉得我们落峡谷更适合这个位置。我飞云宗传承1000年，岂是你们这些歪瓜裂枣能比的？穆清寒缓缓抬眸，视线如实质的寒芒扫过对面非洲上那一张张幸灾乐祸的脸，声音压过了所有的嘈杂。飞云宗应战。宗主。柳如絮心头一震，穆清寒却猛地一挥袍袖，斩钉截铁，开阵，放他们进来。柳如絮如鲠在噎，但还是重重点了头。嗡！护宗光幕一阵波动，裂开一道巨大的门户。岑苍、吴镇海等人脸上的得意更盛，带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如同巡视自家领地般，大摇大摆地降落在演武场另一端。紧随其后的便是4家二流宗门苍岩宗、岁月门、落峡谷、金阳堡。齐代队长老个个气息沉凝，眼神闪烁，望向飞云宗的目光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觊觎。双方人马泾渭分明，气氛顿时剑拔弩张。吴镇海志得意满，大步上前，率先说道：穆宗主痛快。既如此，规矩也简单，我6大宗门各出1名新生弟子，1对1车轮战，胜者留，败者下，直到一方6人静默。如何？公平合理，也免得说我等仗着人多欺负贵宗示弱。他特意在示弱2字上加重了语气。可穆清寒只回了一个字，目光已转向身后的柳如絮，速去挑选6名新生精英出战。柳如絮暗叹一声，知道已无法挽回，只能转身，身影如电般掠向弟子队列。他手中调出一枚玉简，紧急调阅着新生弟子名录。这仔细一看，他的心更是沉到谷底。这800多人中，只有300多人是本届星途，而这300人里，修为达到灵视境的不足50人，其中灵视2重境的仅5人。更让他心头滴血的是，这5人中有3人伤势较重，根本无力出战。灵视1重境者，状态完好的不足10人。柳如絮一边盘算，目光一边在下方人群中飞速扫视，片刻便点出了5人，还差1人。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人群最后方那里，秦无业正被雷子、尹承志、尹师、熊魁等人围着，不知在嘀嘀咕咕些什么。这小子还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仿佛眼前这关乎宗门荣辱的场面与他无关。秦无业出列！柳如絮喝道。秦无业一愣，抬头望来，指了指自己鼻子。出列！柳如絮再次重复命令。秦无业懒洋洋地分开人群走过来，站到柳如絮面前。柳长老。柳如絮看着他，语气严肃中带着一丝无奈。此战你顶第6个位置，虽然你只有领土9重境，但你底牌众多，手段诡异。此战虽非正式的星途争锋赛，但关乎宗门颜面，我们绝对不能输，明白吗？秦无业眨眨眼，没立刻答应，反而嘿嘿笑了声，一脸市侩的直接问：刘长老，打赢了有奖励吗？灵石、丹药、灵宝。此言一出，周围瞬间一静，不少弟子，尤其是没选中的那数十个灵视境星途，都愕然地看向秦无业。柳如絮的脸瞬间黑了下来，声音带着一股怒气说道：秦无业，此乃捍卫宗门尊严之战，匹夫有责。你身为飞云弟子，受宗门栽培，值此危难之际不思报效，竟只念私利，成何体统？哦。秦无业应了一声，脸上那点期待瞬间消散，恢复了那副懒洋洋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还微微侧身，似乎打算退回去。弟子修为低微，恐难当大任，还是让更有觉悟的师兄弟上吧。抓紧时间回去参悟飞云诀，要紧，毕竟宗主只给了弟子1个月期限。开玩笑，这种毫无意义的比斗，他秦无业才不会白费力气。虽然这3日在震天关内疗伤已经好了七七八八，完全有能力应战，但万一真输了，他这个领土9重境岂不是成了背锅的？吃力不讨好啊！他第一时间就想明白了。秦无业此言一出，旁边几位没被点到名的弟子立即站了出来。方才他们还对其有一些敬意，此刻呢，荡然无存。我来。旁边一个名叫王铁柱的壮汉忍不住率先出声，他冷冷瞥了秦无业一眼，朗声道：宗门荣辱当前，某人竟只想着奖励，简直不知所谓，毫无宗门大义。刘长老，让我来。我虽只有灵视1重境，身上有伤，但我身负4品磐石血脉，防御无双，有把握耗死他们一个。王铁柱的话引起了不少弟子的共鸣，看向秦无业的目光都带上了几分鄙夷和不耻。就是，我上我也行。刘长老，选我吧。
我愿为宗门死战。飞云宗不缺有骨气的人，刘长老，我也愿出战。还有我。又有几名灵氏一重境的弟子被激起了血性，纷纷请战。王铁柱的带头赢得一片叫好和钦佩的目光，无形中将秦无业置于尴尬境地。秦无业浑不在意，诸位师兄弟不必争了。这时又有一人站了出来，愕然是参战的其中一名灵氏2重境弟子，名叫孙威。他环视众人，最后目光挑衅地扫过对面6大宗门的弟子，声音拔高，带着一股狂气。对付这群土鸡瓦狗，何须那么多人？弟子一人足矣。今日便让这些井底之蛙看看什么叫一穿六，保管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跪地求饶。一穿六，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飞云宗弟子惊愕之余，又隐隐生出一丝期盼。允心宗、震天宗那边则爆发出哄堂大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狂妄，不知死活的东西！飞云宗果然穷途末路，只能靠吹牛壮胆了。柳如絮眉头紧锁，孙威的狂言让他不安，但此刻士气可用。他目光在请战的几人脸上扫过，最终还是停留在秦无业身上。此子虽然市侩，但那份临危不乱的邪性和层出不穷的手段，或许才是真正的变数。不必争了。柳如絮压下纷乱，果断下令，出战第6人便定下。他顿了顿，看向秦无业，秦无业，你顶上。他目光严厉地逼视着秦无业，随即看向这6人。至于奖励，若尔等能胜，本长老自会向宗主禀明功绩，必有后赐。若因你们未战或懈怠而败，哼，后果自己清楚。秦无业眼睛微微一亮，这才咧嘴一笑，露出白牙。有长老这句话，弟子定当尽力而为。临时，哦不，宗门荣光重于泰山。王铁柱等人闷闷哼了几声，显然对秦无业这种唯利是图很是不屑。柳如絮被他这转折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强忍着不再看他，挥手让6人上前。演武场中央迅速被清空，飞云宗6人一字排开。对面6大宗门选出的6名新生精英也昂首阔步地踏入场中，气势汹汹。岑苍与吴镇海对视一眼，眼中尽是得意与轻蔑。吴镇海清了清嗓子，开始介绍几方代表。允心宗楚雕，灵氏2重境，身具5品烈风阴血脉，身法如电，爪裂金石。一个身形瘦高，眼神如鹰的青年微微颔首，嘴角噙着冷笑。震天宗石破，灵氏2重境，6品撼山原血脉，力大无穷，全可开杯。一个身高近2米，肌肉虬结如铁塔般的壮汉低吼一声，双拳对撞，发出沉闷的金石之声。接着是苍岩宗、岁月门、落霞谷、金阳堡的代表，清一色的灵氏1重境，实力虽不如前2人耀眼，但在2流宗门中已属顶尖，显然都是精心培养的种子。反观飞云宗这边，当他们感知到秦无业那领土9重境的气息时，瞬间引爆了更大的嘲讽狂潮。领土9重，我没看错吧？飞云宗真是无人可用啊，这种货色也敢拉出来，真是笑掉大牙了。啧，看来传言不虚啊，飞云宗真是被血煞宗打残了，连个像样的新生都凑不齐。我看啊，这3大宗门的名号今日过后就该摘牌了，连2流都勉强。喂，小子，待会儿打不过记得早点认输，别被打得哭爹喊娘，丢人现眼啊。其他几个2流宗门的弟子也纷纷跟着起哄，言语刻薄至极。飞云宗弟子们气得脸色铁青，却无可奈何，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出战的6人身上。就连高台上穆清寒的指节也微微攥紧泛白。第一场，飞云宗孙威对阵允心宗楚雕。柳如絮强压怒火宣布，第一个出战的正是豪言要1穿6的孙威。他大步流星踏入场中，身上灵力爆闪，6品血脉之力激发。楚雕冷笑一声，身影竟在眨眼间消失，在出现时已在孙威身后，手中短笔闪烁着幽蓝寒光，快如闪电般刺向他后心。小心！有人惊呼。孙威猛地转身，同样抽出随身匕首格挡。按理说他的反应绝对不算慢，但他还没意识到对方烈风阴血脉带来的强大加持。这种血脉之力除了能让速度增幅之外，还有一个技能，便是音效。当金铁交鸣。与此同时，楚雕张口突然发出音效之音，短促尖锐，音波攻击，震荡精神力。本来参加幻境战场的新生出来后都需要一段时间休养，除了养伤之外，最重要的是精神力恢复。孙威还没完全痊愈，此刻又毫无防备，被这一声音效震得眼前一黑。就是这短暂的刹那失神，楚雕的匕首锋芒直取对方咽喉。下一刻，孙威恢复视线，但已经来不及躲开了。住手！柳如絮脸色大变，娇喝一声，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快若闪电般冲向场中，素手轻扬，一道灵力劈链破空而去，直卷楚雕。楚雕不得不收手，身形暴退。柳如絮一把将孙威救下，带回飞云宗阵营，交给旁边候着的弟子。孙威吓得脸色惨白，不由冒出了冷汗。柳如絮怒视对面的岑苍：“岑长老，不是说好了点到为止吗？怎么还下杀手？”岑苍故作惊讶：“下手重了？怎么可能？楚雕向来有分寸的，死不了吧？”楚雕也冷笑一声：“哼，战场之上，刀剑无眼，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吴镇海和其余宗门长老纷纷附和：“就是拳脚无眼，这是战斗本能反应，很正常，很合理吗？自己不行还怪别人，真是笑话。唉，飞云宗弟子不行啊，哈哈哈！还大言不惭地说要一穿六，我看啊，应该是楚师兄一人就能把你们全干趴下。废物！”楚雕看着孙威不屑地啐了一口，对着飞云宗方向勾了勾手指，下一个。预想中的僵持并未出现，谁也没料到这6人当中，明面上最强的孙威竟然在2招之内就败了。虽然对方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败了就是败了。第二个出战的是同为灵士2重境的赵峰，他深吸一口气，压下伤势带来的滞涩感，迎上场中的楚雕。赵峰身法灵动，剑光如雨，将飞云诀的云卷云舒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两人缠斗了数十回合，场中水气弥漫，剑气纵横。赵峰担心楚雕还有后手，作战相对谨慎，多以防守为主，但渐渐的力有不逮。就在他好不容易主动发起进攻的刹那，胸口处被青石留下的暗伤猛地一阵剧痛，灵力运转瞬间一滞。楚雕眼中金光一闪，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一道刁钻剑法射出，狠狠刺在赵峰旧伤之上。噗！赵峰如遭重击，喷出一口淤血，脸色惨白如纸，踉跄后退，手中长剑几乎脱手。楚雕欺身而上，一掌印在他肩头，将他打得倒飞出去，败下阵来。全场死寂，飞云宗阵营一片愁云惨雾。对方连败2人，气势如虹，这还怎么打？难道真要被此人一穿六钉死在耻辱柱上？就这？楚雕冷笑收手，哼，飞云宗所谓的天才也不过如此。他的目光扫在其余4人身上，眼神轻蔑：“你们几人可以直接投降了，省得浪费时间。”巨大的压力如同山岳般压在每一个飞云宗弟子心头。穆清寒端坐高台，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这时几道身影迅速围到即将上场的钱小刀、周岩、蓝采儿和秦无夜身边。各位师弟，形势危急，尽力而为，莫要勉强。出生之人正是静思安南，他先手一翻，掌心出现几颗碧绿色的丹药，这是2品固元丹，能暂时压制伤势，稳定灵力波动，快服下。他依次分发给钱小刀3人，最后也给了秦无夜1颗。秦无夜接过，随手一翻，放进须弥戒中。谢了，静思师姐。静思安南见秦无夜并未服用，刚想对他说话时，身旁有一人忽然冒出，悄咪咪地走到秦无夜身旁。此人趁人不注意，飞快地往秦无夜手里塞了一颗荔枝大小、赤红如火、散发着奇异药香的丹药，低声道：“无夜，这是我刚炼成的3品爆灵丹，副作用比暴血丹小很多，你小心用。”秦无夜转头一瞧，此人眼里满是担忧和紧张，正是秦毅。哟呵！秦无夜捏着那圆润药丸，惊讶的上下打量秦毅：“可以啊，小子，3品灵丹都能炼了，没拿错吧？别又是上次那种毒药玩意儿。”他可是知道秦毅的毒咒血脉，炼毒要比炼灵丹要厉害得多。秦毅瞬间闹了个大红脸：“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次不小心拿错的，这颗绝对没问题。”秦无夜哈哈一笑，拍了拍对方肩膀，将爆灵丹收好。行，我当然信得过你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何况是自家兄弟给的。但这种比试还不至于让他浪费丹药，留着给震天关吞噬不好吗？就在这时，场中再次传来惨呼：第3场钱小刀败，第4场周岩惨败，第5场蓝采儿败，飞云宗5战皆败。整个演武场，飞云宗弟子痛苦地低下头，不忍再看。柳如絮脸色煞白，双拳紧紧攥着。高台上的穆清寒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显然也是头疼。旁边的厉沧海倒是显得从容许多：“宗主不必太过忧心。”厉沧海笑盈盈地安慰道：“我家那小子还没上，胜负未定呢。”穆清寒睁开眼，微微侧手看向对方，想到大师兄圆寂前对他说的那番话：“小师妹，厉沧海，此人远比你我想象的要深不可测。”他现在看着对方仍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只感觉有些割裂。他到底是谁？当真是隐藏了修为，来我飞云宗究竟是何目的？
但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在此道破，只是顺着对方的话问道：厉长老，你为何如此看重秦无业此子？就算他悟性再高，但你也应当知道，古往今来，身无血脉之人，修为只会停滞在灵途境，无法寸进。再过2年，同龄人便可将他完全超越。厉沧海眉头一挑，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宗主，这世间之事往往出人意表，许多看似绝不可能的事，往往暗含玄机。秦无业这小子身上的能量，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人。穆清寒黛眉微蹙，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难道你想帮他重新觉醒血脉不成？厉沧海一愣，很显然他根本没想过这茬。但作为秦无业的师傅，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只能故作高深的尴尬一笑，捋了捋不知何时已经没了的胡须，慢条斯理道：若是有机缘，倒也不是不行。穆清寒似笑非笑：哦，厉长老交友遍天下，我听说你跟元始宗的吴老怪是旧时老友，还都认识枫丹国丹凤宗的那位丹道圣者，我倒觉得你可以请求对方炼制一枚玄血换脉丹。玄血换脉丹，8品灵丹，能让修士重新觉醒血脉之力。嗨嗨，厉沧海差点被口水呛到，嘴角微微抽搐。宗主说笑了，这玄血换脉丹虽不及9转魂帝圣丹，但能炼制8品灵丹的能者，在大英皇朝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我只是与那位圣者有过一面之缘，哪有那么大面子啊？穆清寒轻轻一笑，没有再说什么。此时台下传来一片哄笑，只见秦无业已走入场中。哈哈哈哈！灵土9重，你们是没人了吗？找个小丑上来逗乐。灵土9重，我半年前就不是这个境界了，这废物上去怕是连1招都撑不住吧？赶紧认输，别浪费大家时间了。我看那小子腿都在抖了，别吓尿裤子啊！估计是飞云宗知道必败无疑，随便派个人上来走个过场罢了。飞云宗滚出3大宗门，此人我认得，是允星城秦家人，不堪一击。楚雕斜睨着秦无业，眼神轻蔑到了极点，仿佛连多看对方一眼都脏了自己的眼睛。飞云宗不过如此，还有谁？难道就剩这个灵土9重的废物了吗？他懒洋洋地抬起手，冲秦无业勾了勾手指，狂傲道：赶紧过来，老子一拳送你下去，陪你那些废物师兄。这3大宗门的位置，你们飞云宗可以腾出来了。在无数道或怜悯、或鄙夷、或幸灾乐祸的目光聚焦下，秦无业慢悠悠地活动着脖子，发出咔吧2声轻响。他无视对方的叫嚣，无视漫天嘲讽，一步步无比从容地往前再走了几步。他看向对面气焰嚣张的楚雕，以及其身后那些狗仗人势的2流宗门弟子，嘴角微微翘起。赶时间是吧？行，那你们6个一起上吧。全场哑然无声，所有人都像被掐住了脖子，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那个坚挺的身影。狂，太狂了，狂得没边了。一个灵土9重境，竟然要挑战6个灵师境，其中还有2个灵师2重的，找死！楚雕勃然大怒，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老子一爪就能捏死你这只臭虫！他身影再次闪动，比之前更快，手中化掌为爪，带着刺耳的尖笑，直取秦无业咽喉。他要一招秒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就在对方即将集体的刹那，叮铃铃，一声沉闷悠长，仿佛来自9幽地狱的鬼笑骤然响起。摄魂铃，无形的灰色涟漪以秦无业为中心，瞬间扩散开来。扑到近前的楚雕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神变得空洞迷茫，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梦魇，动作戛然而止，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什么法宝？岑苍、吴镇海等长老豁然起身，满脸骇然。秦无业眼中金光爆射，哪里还有半分懒散？他右手并指如剑，指尖一点凝练到极致的灵力光芒吞，即将洞穿楚雕的丹田，显然是打算废了对方。给我住手！话音未落，岑苍身形已出现在演武场中心，他抬手便是一道青芒，后发先至，击偏了秦无业必杀的意志。秦无业没有强行出手，见势不对，立即撤退。刘长老匆匆赶来，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怕秦无业这小子犯起混来，不管不顾的再次以命换命。岑苍摇晃着楚雕，却见对方眼神涣散，神志不清，吓得他赶忙拿出一粒灵丹塞入对方口中。楚雕可是他们今年看中的几个苗子之一，不能有事，不然他回去定是没法交代。楚雕打了个激灵，脸色涨红一片，猛地喷出一口浊气，这才恢复了明智。他看到眼前的岑苍，顿时吓了一跳。师父，我这是怎么了？刚刚他感觉自己似乎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岑苍脸色阴沉的可怕，怒视秦无业，尔等卑劣小辈，胆敢使用诡异法宝偷袭！秦无业瞥了他一眼，刚想开口，刘长老哼了一声，抢先道：
岑长老，这比试的规矩是你定的，当时可没说不能使用法宝。刚刚你家徒弟使用秘术偷袭，岑长老可是笑得合不拢嘴。怎么？只允许你们玩阴的，不允许别人使用别的手段？哼，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罢了。刘长老一直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仅实力强劲，嘴皮子用起来也是厉害得很。岑苍脸色铁青，他确实没法反驳。可一想到自己刚刚还信心满满，觉得楚雕能够横扫飞云宗6人，结果转眼就被对方一个领土9重境的弟子偷袭得手，这种落差实在让他无法接受。怎么？岑长老莫非还想替你弟子出手不成？柳如絮寸步不让，气势凌厉。陈仓闻言，心中一凛，他自然不可能再次真的对秦无业出手，否则那可就真把两宗仇怨摆在台面了。而且他也能感受到周围其他宗门投来的异样目光，显然都在看着他如何处理此事。最终岑仓只能含恨带着楚雕下场。吴镇海见状，表面上也是一副很气愤的样子，走过来安慰岑兄不必气馁，后面还有我弟子识破呢。楚贤侄赢下5场已是立了大功。这番话听似安慰，实则却是幸灾乐祸，抬高自己弟子。他们两宗平日关系也就一般般，要不是飞云宗出了这么一大摊事，他们也不可能联手同盟。所以他并不愿意看见楚雕能够一人战胜飞云宗6人，这样的话他们震天宗的话语权就少了。此刻楚雕落败，正好轮到自己的弟子识破上场，那最后的功劳就落到自己震天宗头上了。想到此处，吴镇海看向自己弟子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岑苍闻言，哪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冷哼一声，带着楚雕回到座位，开始帮其恢复状态。飞云宗弟子们从绝望到惊愕，再到燃起一丝希望的眼神，都聚焦在场中那道挺拔的身影上。秦无业虽然痞气十足，看起来不太靠谱，但关键时刻却总能带来意外之喜。刚才那摄魂灵的奇袭简直是大快人心。柳如絮快步走到秦无业身边，素手微抬，似乎想拍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但最终只是停在半空，化作一声低沉的告诫：赢得好，但不可大意。下一场是震天宗的识破，6品撼山元血脉，不仅肉身防御力惊人，精神力也远比楚雕坚韧稳固。你那法宝的奇效对他未必奏效。秦无业自信一笑：刘长老放心吧，他的盾再硬也比不过我的矛。紧接着震天宗方向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吼！如同巨猿捶胸，一个铁塔般的身影轰然砸入场中，正是震天宗的识破。近2米的他，古铜色的皮肤下仿佛蕴藏着爆炸性的力量。识破眼神睥睨着秦无业，如同俯视蝼蚁。飞云宗的小崽子，靠偷袭赢了一场，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你那破铃铛，给我挠痒痒都不够格。老子站在这里让你打，你能破开老子一层油皮，老子跟你姓。他双拳对撞，发出当的金石交鸣之声，无形的气浪卷起擂台上的尘土。他身后的震天宗弟子和其他宗门看客爆发出更响亮的哄笑和助威声。石师兄，捏碎他，让他知道什么叫撼山之力。飞云宗的废物，滚下去吧。柳如絮脸色一寒，退出场外，冷声道。第2场秦无业对识破。开始2字刚落，秦无业身上的懒散瞬间消失殆尽。他动了，这一次他不再有任何试探，也不再依靠摄魂灵的奇轨，他要的是摧枯拉朽的碾压，是毫无争议的震慑。兽神宗雷影纷纭。秦无业心中低喝，身影骤然变得模糊不清。刹那间，擂台上仿佛同时出现了7个秦无业，刷刷刷刷刷刷。6道与秦无业本体一般无二，缠绕着刺目白色电弧的分身凭空出现，瞬间占据了识破周身所有闪避空间。狂暴的雷光噼啪作响，将整个擂台映照得一片惨白。什么？识破瞳孔骤然收缩，这是什么诡异身法？7个人，每个人气息都如此真实，他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彻底扰乱了他的感知，根本无从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他下意识地怒吼一声，双臂交叉护住头胸要害，土黄色的厚重灵力瞬间透体而出，在体表形成灵力护罩撼山盾。这是他血脉天赋带来的最强防御，自信能硬抗灵氏3重境的全力一击。就在他灵力护罩成型的刹那，6个秦无业已然近身。爆！秦无业本体心中意念一动，围拢在识破周围的6道雷影分身，其核心处蕴含的一丝精纯剑灵雷力骤然被引爆。滋啦轰隆，一连串沉闷如滚雷，却又刺耳如万鸟齐鸣的爆裂声。6团刺目的白色电光几乎同时炸开，狂暴的电流瞬间交织成一片恐怖的电网，将识破和他周身的空间完全笼罩。识破身上的撼山盾剧烈波动，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更可怕的是，
那无孔不入的雷电之力瞬间穿透护罩，狠狠轰击在他的肉体上。啊！石破发出麻痹痛苦的叫声，他只感觉全身每一寸肌肉、每一条神经都在被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同时穿刺、撕扯、灼烧。麻痹、剧痛、灼热感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所有的感官，庞大的身躯剧烈地抽搐起来，引以为傲的力量和防御在这雷电麻痹之下形同虚设。就是现在，石破的防御已然破开，秦无业眼神冰冷，右拳紧握，崩山拳破月，没有花哨的技巧，只有最纯粹、最狂暴的力量倾泻，拳出如陨星坠地，快如奔雷，重于万钧。拳风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结结实实地轰在了石破交叉格挡的双臂正中。轰咔啦啦，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响彻云霄。咔嚓，一声仿佛是金铁被硬生生砸断的脆响，清晰地传遍整个演武场。石破那引以为傲的撼山盾如同被重锤砸中的琉璃罩，应声而碎，化作点点土黄色的灵光碎片四散飞溅。恐怖的拳劲去势不减，穿透破碎的护罩，狠狠印在石破交叉的双臂之上。噗！石破双眼猛地突出，布满血丝，口中喷出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他的双臂臂骨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断裂声，超过2米的庞大身躯如同被攻城巨锤正面轰中，双脚离地，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带着凄厉的破空声向后倒飞出去。轰隆！石破的身体重重砸落在数十丈开外的场边，将坚硬的青石板砸出一个大坑，烟尘弥漫。他躺在坑中，双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胸口塌陷下去一大块，鲜血不断从口鼻中涌出，已然彻底昏了过去。生死不知，整个演武场陷入了绝对的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无论是飞云宗弟子，还是对面6大宗门的所有人，包括岑苍、吴镇海等长老，脸上的表情都如同凝固了一般。刚才还聒噪的震天宗弟子，此刻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张着嘴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只剩下满眼的骇然与难以置信。领土9重，一招秒了石破，一拳正面击溃了拥有6品血脉、灵氏2重境，以防御强悍著称的石破。这怎么可能？咕咚，有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短暂的死寂过后，飞云宗阵营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赢了，秦师兄赢了！我的天，一拳就一拳啊！秦师兄威武，秦师兄无敌啊！看到了吗？废物，谁才是废物？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飞云宗弟子们压抑了许久的屈辱和绝望，在这一刻彻底发泄出来。熊奎激动得满脸通红，嗷嗷直叫，大手狠狠拍打着旁边同样傻眼的尹承志和雷子的肩膀。看见没？看见没？俺老熊就说咱老大是最厉害的，我果然没看错人。灵氏2重算个鸟啊！一拳就一拳，太痛快了！他看向秦无业的目光充满了狂热的崇拜，仿佛在仰望一尊战神。尹承志和雷子被拍得龇牙咧嘴，却也顾不上疼，眼中同样闪烁着激动与敬佩的光芒。尹师站在一旁，小手捂着嘴，美眸异彩连连，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来。静思安南清冷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动容，他那双冰湖般的眸子紧紧盯着场中收拳而立的秦无业，秀眉微蹙，似乎在重新评估这个师弟的实力极限。刚才那瞬间爆发的6道分身和雷电麻痹的手段，以及那蕴含崩山裂月意志的一拳，都让他感到了强烈的威胁。这绝不是领土9重该有的力量，他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角落里的秦毅紧张的手心全是汗，此刻终于长长松了口气，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由衷的笑容。他看着秦无业的身影，眼中充满了信任和羡慕。他一直都相信自己这个兄弟注定不凡，而许久未见的殷红玲不知从哪赶了来，刚好看见这一幕。他红润的小嘴微张，漂亮的杏眼里满是惊愕和浓浓的兴趣。反观允心宗、震天宗以及其他几个宗门，则是一片压抑的沉默。方才那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吴镇海失声叫道：领土9重怎么可能有如此战力？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术，一定是……吴镇海面如死灰，浑身都在发抖。石破可是震天宗新生代的招牌之一啊！他连忙冲上前将石破救出，一连塞了几颗灵丹，并为其护住新脉震天宗的其他弟子也是围了上来，七手八脚的帮忙。吴镇海怒视前方的秦无业：小子，你敢胆伤我弟子，找死！怎么？柳如絮再次站出来，他此刻只觉得扬眉吐气，腰杆都挺直了几分。吴长老，你震天宗弟子学艺不精，肉身孱弱，扛不住我宗弟子一拳，就想以大欺小，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名门正派风范。你！
吴镇海气得浑身发抖，还想说些什么，但见石破微微转醒，知道此刻替其疗伤要紧，免得伤了根基，只好先行退下。秦无业轻轻甩了甩手腕，这击败石破只是信手拈来的小事，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施展雷影风云，直接硬破其防御都可。不过这几天在震天关内修炼，他对于雷影分云这一招式有了新灵感，那就是在雷影分身中注入更多的剑灵雷力，然后在敌人接近时故意引爆，造成麻痹效果，这样出其不意，能够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他将这招称之为雷击，取身合为，引雷击敌之意。他目光扫过对面剩下的4个宗门代表弟子，这4人脸上早已没了先前的倨傲，只剩下惊惧和不安。在秦无业目光扫来时，甚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赶时间是吧？秦无业的声音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平淡。那你们4个一起上吧。此言一出，再次引爆全场。这句话甚至比刚才那一拳造成的冲击力更大。对面阵营瞬间炸了锅，却是敢怒不敢言。那4名弟子更是脸色涨红，这在他们看来是赤裸裸的羞辱。他们可都是各自宗门精挑细选的星途精英，灵视一众境中的佼佼者，如今竟被一个灵途9重的弟子如此轻视，简直到反天罡。好得很。苍岩宗长老怒极反笑，柳长老，这可是你弟子亲口说的，待会儿你们飞云宗败了，可别不认账。柳如絮眉头紧蹙，心中同样惊讶于秦无业的狂妄。他知道秦无业强，但一人独占4个状态完好的灵视一众，这风险太大了。他下意识地看向秦无业，眼神中带着询问和担忧。秦无业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嘴角微翘，带着一丝懒洋洋的自信。放心，刘长老，对付这些土鸡瓦狗，人多也只是多几堆垃圾而已。你那4人气的七窍生烟，少废话，成全他。落峡谷的女弟子娇斥一声，4人瞬间达成共识，同时跃入场中，呈扇形将秦无业隐隐包围，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一时间，场中灵力激荡，杀气腾腾。在刘长老退出场外后，秦无业也是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兽神宗雷影纷纭，故技重施，6道雷霆残影再次出现，比刚才更加凝实，速度更快，试图将冲上来的4人分割开来。小心他的分身和雷电金阳宝的弟子厉声提醒，4人立刻相互靠近，结成防御阵型，灵力护罩全开，警惕地盯着周围的残影。然而秦无业这次的目标并非麻痹，他要的是绝对的混乱和破绽。雷击爆，6个分身核心的雷灵力再次被引爆，但这一次秦无业对雷电的控制更为精妙，爆炸的威力被刻意分散引导，形成一道道细密狂暴，如同蛛网般交织闪烁的电流乱流，瞬间充斥了4人周围所有空间。滋啦啦，刺耳的电流声密集响起，4人撑起的灵力护罩被无数细小却狂暴的电流疯狂冲击侵蚀，发出令人牙酸的滋滋声，光芒剧烈闪烁，明灭不定。不好，稳住！岁月门弟子大吼，试图稳住身形。该死，这电流太烦人了！苍岩宗弟子挥舞兵器格挡电流，狼狈不堪。我的灵力运转不畅。落峡谷女弟子花容失色，金阳宝弟子咬牙硬撑，护罩摇摇欲坠。就在4人被这无处不在的雷击电网弄得阵脚大乱的瞬间，秦无业的真身动了，如同融入雷光的一道暗影。崩山拳叠浪，这一次不再是追求极致破坏的破月，而是速度更快、爆发更迅捷的叠浪。他的身影在4人之间鬼魅般穿梭，每一次闪现都伴随着一道沉闷如雷的拳影。砰砰砰砰，4声几乎不分先后的闷响，4道身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以比石破更快的速度惨叫着从4个不同的方向倒飞出去，狠狠地砸落在擂台边缘，翻滚着滑出老远，个个口喷鲜血，挣扎了几下，竟无一人能再站起来。干净利落，一击制胜，全场再次死寂。如果说击败时颇是震撼，那么一息之间轻描淡写的放倒4个灵视一众，简直就是神话。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再次涌来。飞云宗赢了，赢得酣畅淋漓，赢得扬眉吐气。陨星宗、震天宗等6个宗门的气势彻底被击溃。废物，一群废物！吴镇海忍不住低声咆哮。见此，高台上的穆清寒、厉长老等人也是飘然落下。岑苍强压下翻腾的气血和精目，声音干涩地对穆清寒道：穆宗主，贵宗真是藏龙卧虎，一个灵途境弟子竟有如此手段，佩服佩服。吴镇海脸色铁青，接口道：今日是我等叨扰了，不过穆宗主也别高兴得太早，今日来的不过是我等宗门星途中的一部分，
真正最强的几人正在闭关冲击灵氏3重境，1个月后的星途争锋赛才是见真章的时候。届时，希望贵宗这位奇才还能有今日这般好运。他特意加重了奇才和好运2字，充满了怨毒。穆清寒目光扫过岑仓等人，带着一丝胜利者的漠然与警告。飞云宗的山门随时恭候。送客。临走前，楚雕在岑仓的救治下勉强清醒，得知秦无业1穿6的战绩，同样惊愕万分。他挣扎着用尽力气对着场中的秦无业嘶吼道：秦无业，你休要得意，今日之辱，1个月后的星途争锋赛，我楚雕定要你10倍偿还。秦无业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楚雕那张扭曲的脸上，声音平淡无波，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寒意。好啊，到时候我照样一招击毙你。你！楚雕气得差点吐血，被身旁的同门死死拉住。我们走。岑仓再也无言停留，铁青着脸，一挥手，带着门下弟子和满心的耻辱，灰溜溜地登上飞舟，匆匆离去。来时是有多气势汹汹，走时就有多狼狈不堪。看着飞舟消失在天际，演武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秦无业瞬间被狂喜的飞云宗弟子们包围了，欢呼声、赞美声、崇拜的目光几乎将他淹没。刚才那些因为秦无业讨要奖励而有所微词的弟子，此刻也心悦诚服，满脸敬佩。不论是外门还是内门弟子，天才2字已经是所有人心中对秦无业的唯一标签。秦无业心中却是一片澄澈。经过这2场实战，他对自己灵途13重境的实力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付灵氏2重境，只要不是遇到那种高品阶血脉极端克制或者拥有强力法宝的，他完全可以做到碾压。这种力量带来的掌控感让他心中大定。就在这时，高台上传来穆清寒清冷威严的声音：肃静。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穆清寒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秦无业等6名出战弟子身上，朗声道：此战扬我宗门之威，所有出战弟子皆有功勋，论功行赏。柳如絮再次上前，朗声宣布奖励：孙威、赵峰、钱小刀、周岩、蓝采儿各自2品回春丹1枚，中品灵石30枚，准入百草园药浴3日，疗伤固本。秦无业居功至伟，力挽狂澜。赐地心淬灵乳1瓶，3品顶尖淬体灵液，中品灵石50枚，准入灵元秘境核心区域修炼时间再增5日。这份奖励足以让任何内门弟子眼红。秦无业接过储物袋，脸上并未有多少狂喜。孙威、赵峰等5人此刻也上前领赏。他们看着手中远不如秦无业丰厚的奖励，再想想自己刚才的表现，脸上都有些火辣辣的。孙威更是直接上前，将储物袋递向秦无业，羞愧道：秦师兄，此战全赖你力挽狂澜，我等寸功未立，受之有愧。这些灵石丹药理应归你。其他4人也纷纷附和，欲将奖励让出。秦无业眼睛一亮，嘴上连连摆手：唉，使不得使不得，诸位也是负伤奋战，岂能没有赏赐？同门之意，共同进退，这是大家应得的。说着，手却已经无比自然地伸了过去，稳稳接住了孙威等人递过来的几个储物袋，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众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再看看秦无业那坦然的笑容，一时竟无言以对。周围弟子们也是看得目瞪口呆，想笑又觉得不合适。柳如絮实在看不下去：肃静，赏赐已毕，今日之事尔等也看到了，强敌环伺，同道亦非善类。1月之后便是允星郡1年1度的星途争锋赛，此赛事乃大英皇朝各郡宗门间新入门弟子的盛事，旨在挖掘新秀潜力，但更是奠定各宗门地位的关键之战。他目光扫过下方800多名新晋内门弟子，声音带着凝重：对我允星郡而言，唯有在此赛中夺得前3甲的宗门，其门下星途精英方有资格进入允星海玄秘境修炼的资格。允星海玄，人群中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显然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神秘之地。不错，柳如絮肯定道：允星海玄乃是我允星郡所辖范围内灵气最为浓郁的天然秘境，没有之一。其核心区域灵气浓郁程度远超外界10倍不止，更蕴含一丝本源之力，在其中修炼1日，效果堪比外界苦修10日乃至半月。对于突破瓶颈、夯实根基都有着难以估量的益处，甚至有机会参悟天地奥妙，获得非凡机缘。其效果远非寻常灵丹苦修可比，此乃我辈修士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他顿了顿，语气更加严肃：此次我宗遭逢大劫，元气未复，外界虎视眈眈，尔等身为宗门未来希望，更当勤修苦练，在这星途争锋赛上为我飞云宗打出威风，争得这进入秘境的资格。能否把握住这鱼跃龙门的机遇，就看尔等这1个月的努力了。
他目光灼灼地扫过下方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至于参赛的30名人选，宗门自有考量，尔等不必忧心。现在，所有人立刻回去疗伤修炼，养精蓄锐。散。柳如絮话音落下，演武场上气氛肃穆而昂扬。经历了鲜血洗礼的弟子们眼中燃起了新的斗志。人群渐渐散去，熊奎、尹承志、尹师、雷子等人簇拥着秦无业。老大，你太牛了！熊奎激动的手舞足蹈。秦兄，这次多亏你了。尹承志由衷道谢。老大，你那一拳，雷子也是跟着熊奎改变了称呼，双手比划着，眼中满是崇拜。尹师站在一旁，俏脸微红，眼中也满是钦佩的笑意。秦无业笑着摆摆手，行了行了，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些客套话。他话锋一转，掏出几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之前换进战场，多亏各位帮忙，这些零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老大，秦兄。熊奎等人立刻急了，连连摆手后退，使不得，绝对使不得，俺们帮你那是应该的，怎么能收钱？就是，老大你再说这话，咱们跟你急了。雷子瞪着眼，一副你敢给我就跟谁急的样子。站在人群边缘的扶叔姐妹和卢仓更是连连摇头，缩着脖子拒绝。开玩笑，连熊奎这憨货都这么说了，他们哪敢收？没看熊奎那铜铃大的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吗？他们三人跟秦无业并无太多交情，见此也是赶紧道别离去。看着众人真挚而坚决的态度，秦无业也不强求，笑着收回了袋子。行，那我记下了，以后有事吱声。这番举动更让熊奎等人感动，同时也让秦无业在新晋弟子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远处的殷红林刚想走过来祝贺，却见静思安南先他一步向前，他不由顿住了脚步，带着笑意的嘴角也是缓缓收敛，心中不知所想。随着静思安南走来，周围无论是兴奋议论的弟子，还是匆匆离去的伤者，都不由自主停下了动作，目光被牢牢吸引，并下意识地向两侧退开，为他让出一条通路。这位最年轻的内门师姐同样声名远扬，同为16岁的年纪，修为便已达到了灵视5重境，堪称宗内同辈最强。而且更主要是她那绝世无双的美貌，身姿纤细挺拔，双腿修长，如雪中青玉竹，又似9天仙珠。一身淡蓝衣裙，极尽简约，却勾勒出巨玲珑的曲线，走动间仿佛步步生莲。最令人屏息的是她的容颜，眉若远山寒带，带着一种天生的清傲，眼眸是极淡的琉璃色，澄澈剔透，眸光流转间清冷的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琼鼻精巧挺直，唇瓣是极淡的樱花色，形状完美，此刻微微抿着，更添几分疏离。乌黑如墨的长发仅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松松挽起，几缕碎发垂落颊边，平添了几分少女的柔婉，却无损那份浑然天成的清冷。关于她的身份，在飞云宗内早有各种版本的揣测，最广为流传的便是她不仅是穆清寒的亲传弟子，更可能是私生女那枚眼间的几分神似，还有一脉相承深入骨髓的清冷与孤高，让这种猜测显得尤为可信。另一种猜测则是关于她的姓氏静思，有人说她是隔壁静思国静思贵族的族人，不知何原因流落于此，但这些无人敢求证，更无人敢宣之于口议论。这份隐秘如同烙印在众人心底的敬畏，让她本就超然的地位更添一层神秘的光环。秦无业也终于有机会真正地仔细地落在这位师姐身上。之前皆是战斗之间相识，他并未过多注意到此女的美貌，此刻近在眼前，那份冲击力还是排山倒海般袭来。但不同于穆清寒那种久居高位，执掌生杀予夺的威严与压迫感，更也不同于震天关内那3位大龄仙女姐姐历经岁月的绝代风华。静思安南的美更年轻，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少女出战的惊鸿，也更令人心生爱怜。秦无业心中暗赞，果然不负盛名。静思安南在秦无业面前约3步处站定，那双琉璃色的眸子平静地落在他身上，眼神清澈的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打量一件值得研究的器物，而非一个刚刚力挽狂澜的同门。他微微颔首，声音带着一丝属于少女的尚未完全褪去的微凉质感。秦师弟，只此3字，就已令周围的空气因他的存在而安静了几分。熊奎、尹承志、雷子等人更是大气不敢出，连尹师眼中也只剩下了纯粹的惊艳与敬畏。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和秦无业身上，屏息等待着这位师姐的下文。秦无业迅速收敛心中那点涟漪，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恭敬笑容，抱拳回礼。静思师姐，姿态不卑不亢，目光坦然，并未因对方的绝世荣光与强大修为而有丝毫失态。静思安南的眸中终于露出一丝赞赏的笑意。恭喜秦师弟，你今日的表现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他说话永远言简意赅，这一句已是对于秦无业最大的褒奖。秦无业，多谢师姐，
秦某不过侥幸。静思安南，星途争锋赛将至，我可是期待师弟能够带领我们飞云宗夺得魁首呢。若是能够进入秘境修炼，或许你就能早日突破至灵师境。秦无业再次抱拳，多谢师姐鼓励，秦某定当尽力。静思安南微微点头，语气中透着认真。接下来1个月，我将会闭关冲击灵师6重境。秦无业有些疑惑，这位漂亮师姐为何要跟他说这个？他人同样不解，但静思安南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骄傲和执着。他自幼便被誉为天才，从未在同辈中遇到对手，未尝一败。觉醒的极品血脉更是仅次于圣脉。对于秦无业曾经拥有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雷圣脉，16岁初便已达到灵师6重境，名动大英皇朝这一点，他心中多少有些在意。那份深藏骨子里的要强也是被激发了出来。秦无业闻言也是真心实意的祝贺。那秦某在此先恭喜师姐了，以师姐的天赋和实力，突破灵师6重境定是手到擒来。静思安南嘴角勾起一抹清浅的笑意，承你吉言。就在双方欲要告别离开时，秦毅从远处跑来，他脸色沉重，走到秦无业身前，递来一枚身份玉牌和一些遗物。无业，这是陆明川师兄的遗物。陆师兄在守护山门时，为掩护同门撤退，力战殉宗。我刚才帮忙时才发现的。什么？秦无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众人也是愣住了。他默默地接过那枚冰冷的玉牌，上面熟悉的名字此刻显得如此刺眼。陆明川是他进入飞云宗第一个认识的人，那个温润如玉、数次对他释放善意的师兄，就这么没了。秦无业沉默片刻，说道：“他的墓在何处？”飞云宗后山。此时此刻，埋葬了无数为了宗门而战亡的同门。秦无业在一处僻静的山坡上找到了陆明川的墓碑，在秦毅、熊奎等人的帮助下，他也找到了朱大福遗骨的下落。他将其埋葬在陆明川墓旁挨着。秦无业亲自买来灵酒、灵果和几样他们生前可能喜欢的大猪蹄子等吃食，满满的摆放在坟前。他拍开一坛灵酒，将清冽的酒液缓缓洒在坟前，将陆明川的遗物烧毁。这些遗物是陆明川生前收集到的关于秦苏两家谋害朱大福的证据。陆师兄、朱胖子、秦苏两家已灭，宗门保下了。至于那逃掉的秦云，日后我定会清算。秦无业给自己端了一碗酒，声音低沉，带着一丝苍凉。两位一路走好。熊奎和雷子在一旁，因为秦无业的兄弟秦毅猛然落泪。祭奠完毕，熊奎带着哭腔说道：“老大，咱回去好好休息吧，咱俩洞府说不定挨着呢。”秦无业点点头，刚想迈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内门，我好像还去不了。熊奎一愣，为啥？说完，自个也是想起来了。他一拍脑门，对啊，老大，你还没学会飞云诀？那你现在岂不是咱们飞云宗有史以来最强的外门杂役弟子？秦无业没好气的一脚踹在他屁股上，滚蛋，赶紧回去修炼。熊奎揉着屁股，嘿嘿笑着跑开。尹承志等人也随即告辞。秦无业倒也无所谓，洞府不过是栖身之所罢了。他有镇天关在手，在哪修炼不是修炼？他独自一人慢悠悠地朝外门山头走去。刚回到洞府，正准备查看最近的收获，门外阵法的禁制就被触动了。秦无业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他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师傅厉沧海。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厉沧海看起来风尘仆仆，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那几缕标志性的山羊胡子竟然秃了。师傅，您这是忙着修缮宗门，胡子都让火燎了。秦无业一脸惊奇地指着厉沧海的下巴。厉沧海没好气的一巴掌拍掉他的手，闪身进屋，反手关上门，隔绝了外界探查。臭小子，没大没小，为师这是为了宗门殚精竭虑，你懂什么？他下意识地想捋胡子掩饰尴尬，结果摸了个空，更是郁闷。实际上，厉沧海的胡子是他与刘崇山、罗红等人对战时被对方剑气硬生生削掉的。师徒俩互相打趣了几句，气氛轻松不少。厉沧海收敛笑容，自顾自地在石凳坐下。你小子今天倒是风光得很啊，一穿六，够狂。语气听不出是夸是贬。秦无业嘿嘿一笑，给厉沧海倒了杯水。那必须的，不能给师傅您老人家丢脸不是？少评了。厉沧海接过水杯，正色道：无业，今日找你有几件要紧事。师傅请讲。秦无业也认真起来。第一，星途争锋赛，你必须全力以赴，杀进前3。那陨星天池对你至关重要。厉沧海语气凝重，那地方除了对修炼有莫大好处之外，甚至能让血脉品级得到提升，而你也有可能再次觉醒血脉，这机缘不容错过。再次觉醒血脉，秦无业心中一动。
他郑重点头：“师傅放心，弟子必当竭尽全力。”第二，厉沧海看着秦无业，犹豫了一下，才缓缓道：“无业，你卡在灵土9重境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必你也清楚，身无血脉的修士，终其一生也无法踏入灵世境的门槛，更遑论达到更高境界，凝聚真元，感悟天地法则，成就修仙之道了。你想改命，重新觉醒血脉，是唯一的出路。”秦无业面色沉凝下来，这同样是他心头最大的隐忧。震天关能吞噬血脉，增强战力，却无法赋予他真正的可传承可晋升的本源血脉。他的灵图13重是震天关带来的力量积累，可以碾压普通灵世境，但那终究不是真正的灵世境，无法精神力实质化，无法御气飞行，无法凝聚灵力防护赵若。再往更高境界来说，灵力就无法转化为真元，就意味着无法修炼更高阶的功法，无法感悟天地法则仙路，自然而然便就此断绝。他之所以能修炼那3门仙术，是因为3位女帝给予他的仙灵本源之力，但要将这3门仙术的所有招式都学会，他也必须要将修为晋升到一定地步才可实现。秦无业眼中闪过一丝幽光，试探着问：“师傅，您的意思是让我找个人把他的血脉包了，重塑到我身上？”他自然想到了自己被剥夺圣脉的事。厉沧海闻言脸色一僵，抬手就给了秦无业一个暴力：“混账东西，整天想什么呢？那是魔道邪宗的夺脉溶血禁术，血腥残忍，天理不容。再说了，能找到与你自身特性完美契合的血脉，本就是万中无一，哪有那么容易的？”厉沧海同样想到秦无业的遭遇，语气稍缓，但该说的还是要说。就算找到了，施展此术的条件极为苛刻，不仅需要数位修为通天的强者护法，更是要耗费无数天才地宝、高阶灵丹辅助，过程凶险万分，九死一生。你以为谁都能像血煞宗魔头那样随便融合血脉提升品级？那也是有一定代价的。提升血脉品级，正道之法唯有依靠秘境奇遇、高阶洗脉丹或者自身血脉的深度觉醒，休要再动这些歪门邪道的念头。秦无业揉着脑袋，一脸无奈：“哦，知道了。”厉沧海叹了口气：“为师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解决之道。第一，为师近期要离开飞云宗一段时间，前往枫丹国，那里有一位丹道造诣通天的故友，或许能为你求到玄血换脉丹，若能求得此丹，你觉醒血脉便指日可待。”枫丹国，玄血换脉丹。秦无业猛地一惊。厉沧海点头，继续道：“但此丹极其珍贵，炼制材料稀有无比，那位故友肯否炼制，亦是未知之数。若此路不通，那便只有第2条路，争夺即将问世的陈虚令。”陈虚令？秦无业疑惑，对这个名称感到陌生。没错，厉沧海语气带着一丝敬畏。陈虚灵帝乃是千年前纵横天玄大陆，几乎触摸到灵仙、地仙境界的绝世强者，不仅战力通天，一手炼丹术更是冠绝古今。传说他已能炼制蕴含上界仙灵之气的地丹，虽非真正的仙丹，但对下界修士而言，哪怕得到一丝仙灵之气洗礼，也是逆天改命、脱胎换骨的莫大机缘。陈虚灵帝陵墓隐匿于虚空处，每5年限时开启一次。开启之日，会有50枚传承令从陵墓中飞出，散落在天玄大陆各处，引来无数强者疯狂争夺。最终持令者可在3个月后进入陵墓参与传承争夺。厉沧海看着秦无业，语重心长：“若能得其传承，获得他的丹道衣钵，炼制出能让你重塑血脉的丹药，也未必不可能。”秦无业消化着这惊人的信息，缓缓点头：“原来如此。”厉沧海见他反应平淡，不由一愣：“小子，你就这反应？那可是仙灵之气，地丹，丹道灵帝的传承，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秦无业咧嘴一笑，笑容带着几分少年的洒脱：“师傅，我明白，不过您老也别太拼了，丹药也好，仙气也罢，都没有您的老命值钱。您要是有个3长2短客死他乡，弟子我可就真成孤家寡人了。”呸呸呸！厉沧海气的胡子没了，抬手就要再敲。混小子，就不能盼着我好？秦无业敏捷地躲开，嘿嘿笑着。厉沧海放下手：“好了，此事我自有分寸，你少操心。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好伤，练好飞云诀，被战争封赛，其他的有为师在。”厉沧海说完，转身开门欲走，又忽然停住，脸上略带一丝不好意思的纠结神色，问道：“可那个无业啊，为师还有一事，你那摄魂灵怎么回事？为师记得当初给你的时候，它就是个凡铁铸的破铃铛啊，怎么到你手里就成法宝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该不会自己真打眼了吧？把宝贝当垃圾送出去了？他身上可都没几件能拿得出手的法宝啊，穷得很。秦无业心头警铃大作，连忙捂住自己的须弥戒：“师傅，
您该不会是想收回去吧？这可是您亲手送出去的拜师礼。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厉沧海老脸一红，放屁！你师傅我是那种人吗？为师就是好奇，纯粹好奇。这破铃铛，嗨嗨，这摄魂铃在你手上，怎么就脱胎换骨了？秦无业这才松了口气，嘿嘿笑道：“这个嘛，弟子也不清楚，可能是弟子天赋异禀，与他有缘，或者是他被弟子的王霸之气感召，觉醒了。”厉沧海，他狠狠瞪了秦无业一眼，知道问不出什么，没好气的摆摆手：“罢了罢了，既然在你手上能发挥奇效，那也是他的造化，你就好好用吧。不过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你体内那诡异的灵火，尽量少用，非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暴露。为师总觉得有点不安。天才遭人妒，昔日有人觊觎你的天雷圣脉，今日难保不会有人盯上你这古怪的力量。尤其是血煞宗，他们此番谋划失败，损失惨重，定会卷土重来，你要多加小心。”秦无业心中一凛，郑重应道：“弟子明白。”最后，厉沧海走到门口，赶紧把飞云诀给老子练会了，别给为师丢人。是，保证完成任务。秦无业点头如捣蒜，厉沧海满意的点点头，这回真要走了。师傅，等等！身后的秦无业突然叫住他，厉沧海眼皮一跳，一股熟悉的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果然，秦无业搓着手，一脸羞涩的开口：“那个弟子还有一事相求。”免谈。厉沧海是也不听了，直接拒绝，抬脚就要溜，但被秦无业抱住了腿。“别啊，师傅，弟子这次是真的遇到难处了。”秦无业耍起了无赖：“不多，就借200万下品灵石。”200万！厉沧海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声音都变调了：“你小子当为师是家里有矿的吗？为师辛辛苦苦为宗门干活，每个月的供奉才区1万下品灵石，为了还柳如絮那丫头的7品月华续命丹和夜明寒夜，我可是赔上了一件极品灵器，外加100万灵石的老本。我收你为徒，真是上辈子造了孽啊！”厉沧海痛心疾首，秦无业心里微微不忍，但还是摇晃着厉沧海的大腿：“师傅，您可是我最亲最近的师傅啊！弟子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在这世上可就您一位亲人了。您忍心看着弟子为了一点修炼资源发愁吗？待弟子以后强大了，赚了大钱，一定100倍1000倍的孝敬您老人家，给您养老送终。”停！厉沧海听得头皮发麻，赶紧打断他这越说越离谱的话：“养老送终？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行了。”他深吸一口气：“灵石，为师是真没有了。你小子要那么多灵石干嘛？该不会是在外面养了个小情人吧？修仙一途，资源固然重要，但你现在这境界还用不着动辄花100万灵石。别好高骛远，当务之急是夯实基础。宗门奖励你的灵元秘境修炼资格，好好利用，那里面的灵气够你消化一阵子了。走了。”厉沧海生怕秦无业在纠缠，身影一晃，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跑得比兔子还快。秦无业看着师傅消失的方向，无奈的摇头：“唉，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他回到屋内，重新启动阵法，盘膝坐下，开始盘点自己如今的家底，意识沉入储物空间。灵气，飞云佩，摄魂铃，原有下品灵石约5万，外门大笔奖励，地阶下品功法玄钢诀拓印玉简1，4品上等丹药喜脉丹1，3品运神丹3，中品灵石200，相当于2万下品灵石。今日一川6战绩奖赏，3瓶顶尖淬体灵液的新淬灵乳1瓶，价值约数万下品灵石。中品灵石50，相当于5000下品灵石。还有静思安南给的2品固元丹1，秦毅给的3品爆灵丹1，孙威5人让出的奖励2品回春丹5，中品灵石150，相当于5万下品灵石。其他的便是准入灵元秘境核心区域修炼时间，一共20天，折算下来，下品灵石大概有5万加2万加5000加1，5万等于9万，加上喜脉丹、运神丹、地心淬灵乳、固元丹、爆灵丹、回春丹这些丹药，全部折算成灵石，撑死也就再多个30万，距离200万还差着160多万的巨款。秦无业盘着这个数字，愁眉苦脸，这点东西全喂给震天关，估计也凝聚不出半滴仙灵露啊。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本玄钢诀上，这玩意儿是好，但对我来说就是鸡肋，不如换成灵石。秦无业眼睛一亮，地阶下品功法怎么也值个180万吧。同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殷红灵，
这位师姐当初在他与陈子安的赌盘上出手阔绰的样子历历在目，想必是个不差钱的主。说干就干，秦无业立刻起身，简单洗漱一番，换了身干净的弟子服，便通过传音玉简尝试联系殷红玲。传音玉简光芒闪烁，却久久没有回应，看来是在忙。也罢，直接去玉衡峰找他吧。他走出石屋，辨认了一下方向，便朝着内门区域，更确切地说是朝着玉衡峰的方向走去。一路上，飞云宗上下依旧是一片忙碌景象，空中不时有内门师兄师姐御剑飞过，行色匆匆，忙着修缮各处破损的建筑和阵法。地面上，杂役弟子们也在清理废墟，搬运材料。整个宗门百废待兴，根本没人有闲工夫理会秦无业这个名人的问怒。他花了将近2个时辰，才一路打听，七拐八绕地走到玉衡峰的山脚下。看着眼前云雾缭绕，灵气盎然，高耸入云的山峰，再想想自己只能靠2条腿爬上去，秦无业第一次对御剑飞行产生了强烈的渴望。看来不突破到灵视境，连赶路都吃亏啊。他叹了口气，认命地开始攀登。好不容易来到玉衡峰半山腰的弟子聚居区域，秦无业很快感受到此峰与外门区域的巨大差别，那就是女弟子好多啊。他拦住一位看起来面善的女弟子，客气地询问：“这位师姐，请问殷红灵殷师姐的洞府在何处？”那女弟子本来行色匆匆，闻言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秦无业几眼，忽然眼睛一亮：“呀，你是秦无业师弟？”这一嗓子引得附近的几个女弟子纷纷看来。秦无业？哪个秦无业？就是今天在演武场一拳打飞震天宗撼山原壮汉那个。在哪？快让我看看！呼啦一下，周围好几个路过的玉衡峰女弟子都围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秦无业，叽叽喳喳，热情无比。真是秦师弟，秦师弟你好厉害啊！秦师弟你怎么来我们玉衡峰了？秦师弟今天在擂台上太帅了。殷师姐的洞府我知道，我带你去。我也去。一时间莺莺燕燕，香风扑面。秦无业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女儿国。这些师姐们热情似火，拉着他胳膊就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还兴奋地讨论着今天演武场上的战斗，目光灼灼，仿佛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般，引得路上其他男弟子纷纷侧目，眼中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秦无业虽经历过男女之事，但在男女感情上完全是个生瓜蛋子，面对这种阵仗顿时有些手足无措，额头微微见汗，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着应付，心中哀嚎：救命，我只是想找个师姐谈个买卖而已啊。好不容易在众女的护送下抵达殷红玲那精致雅致栽满奇花异草的洞府门前，秦无业感觉自己像打了一场硬仗。通报之后，洞府立马门开，殷红玲斜倚在门框上，一身红衣如火，看着被一群师姐妹簇拥略显狼狈的秦无业，神情微动，但很快收起那一丝异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眉眼弯弯，带着几分促狭：哟，稀客啊，秦师弟这是专程来找我？秦无业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让殷师姐见笑了。殷红玲挥挥手，驱散了意犹未尽的师姐妹们，将秦无业让进洞府。洞府内布置华丽，灵气盎然。殷红玲慵懒地坐在软榻上，拖着香腮，饶有兴致地看着秦无业：说吧，找我什么事？总不会是专门来看我的吧？秦无业开门见山：确实有事想请教师姐。是这样，他将喜脉丹和那枚玄刚诀的拓印玉简放在桌上，表达了想换取灵石的意思。之所以把喜脉丹一起拿出来，是想能不能卖个高价，比震天关直接吸收要更好些。殷红玲听完，拿起那颗散发着柔和光晕的喜脉丹把玩一下。秦无业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殷红玲，这喜脉丹你不留着自己用吗？秦无业一脸嫌弃：洗啥脉？我连血脉都没有，洗个锤子哦。殷红玲略显尴尬的点头，他倒是把这茬给忘了，随即又拿起那功法玉简瞧了瞧，可惜啊，秦师弟，这2样东西对我也都没什么用啊。秦无业一愣，殷红玲解释道：我可是8品血脉，想要洗炼提升，至少需要7品以上的洗脉丹才有效果，这4品洗脉丹对我没用，洗不动。至于这玄刚诀，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秦师弟胆子不小啊，宗门赐予的核心功法严禁外传私授，被发现了，轻则废掉修为，逐出师门，重则直接嘎擦清理门户。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所以我买了也没用啊。我建议你这功法还是自己留着吧，别动卖的心思了。秦无业闻言，脸上难掩失望。这样啊，看来这发财之路是堵死了。下山去方氏卖喜脉丹太麻烦，而且未必能卖出高价，实在不行只能直接让震天关吞了。他收起东西就想起身告辞：那打扰师姐了。哎，别急着走啊，
殷红玲却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巧笑倩兮，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不过呢，如果你愿意拿另外一件东西来换，我倒是可以给你零食，而且价格嘛，包你满意哦。秦无夜疑惑，什么东西？殷红玲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带着一丝诱惑。你那个摄魂铃，怎么样？只要你肯卖给我，我给你300万下品零食。不，500万，500万总行了吧？500万。秦无夜的心脏不争气的猛跳了一下，加上他现有的零食丹药，差不多能凝聚3滴仙灵露了。这诱惑太大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左手食指上的须弥戒，看着殷红玲那双充满期待的漂亮眼睛，秦无夜内心挣扎了足足3息，最终他还是艰难地摇了摇头，眼神恢复清明。抱歉，殷师姐，这摄魂铃多次救我于危难，对我意义非凡，我不能卖。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摄魂铃能引动震天关内的残魂神魄，定是不凡之物。要真为了眼前的500万灵石给卖了，自己以后绝对会后悔。殷红玲眼中闪过失望，但并未太过意外。他撇撇嘴，忽然也翻手取出一个铃铛。这个铃铛同样是金色，但色泽更加纯正明亮，造型也更加古朴大气，上面雕刻着玄奥的云纹，散发出的气息中正平和，带着一股清新镇魂的意味，与摄魂铃的阴冷诡谲截然不同。喏，你看。殷红玲晃了晃手中的金色铃铛，发出清脆悦耳、令人心神宁静的叮铃声。这是我家祖传的法宝清心经文铃，同样有摄魂安神之能，克制魂术之效。我就是好奇，是你的摄魂铃厉害，还是我这清心阵魂铃更强？他有些跃跃欲试地看着秦无夜。秦无夜眼皮都没抬一下。师姐，没必要吧？既然买卖不成，那师弟我就先告辞了。他可不想在这里跟对方斗法宝。殷红玲见他态度坚决，有些意兴阑珊地收起清心铃。好吧好吧，不过秦无夜，他叫住走到门口的秦无夜，语气忽然变得有些低沉。我可能要离开飞云宗了。秦无夜脚步一顿，回头疑惑道：离开？为何？殷红玲站起身来，透过窗户望着洞府外飘过的云雾，轻声道：是我父亲，他听说了血煞宗袭击飞云宗的事，担心我的安危，已经派人来接我了，让我回冠清郡。哦。秦无夜点点头，那也好，回去更安全，以后有缘再见。他这轻飘飘，仿佛只是听到邻居要搬家的平淡反应，让殷红玲心头莫名的有些失落和烦躁。他看着秦无夜转身又要走，终于忍不住追出门外，喊道：喂，秦无夜。秦无夜再次停下，回头微皱眉头，又疑惑地看他。殷红玲咬了咬下唇，似乎下定某种决心，看着他的眼睛认真说道：你有没有想过也离开飞云宗？要不你跟我去冠清郡吧，我们殷家在冠清郡说一不二，你想去哪个宗门修炼就去哪个，不想去也行，就留在我们殷家。我们殷家的修炼资源绝对不比任何大宗门差，以你的潜力，我父亲一定会倾力培养你。秦无夜这次是真的有些惊讶了，他沉默片刻，摇了摇头，露出一个疏离而礼貌的微笑。殷姑娘美意，无夜心领了。我不过一介没有血脉的灵徒修士，何能受此厚待？飞云宗于我有收留栽培之恩，师长待我不薄，同门亦多照拂。我在这里挺好，不敢奢求他处富贵。不，殷红玲急切地打断他，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得出来，你绝非池中之物，即便没有血脉，你也不会甘心就此平庸一生，否则你也不会如此拼命地赚取灵石。你是想凑够钱去买能让你觉醒血脉的丹药，对不对？你跟我回殷家，我跟我父亲说，他一定有办法帮你。我们殷家有这个能力。秦无夜的笑容淡了些，语气却更加坚定。谢过殷姑娘厚爱，但你我非亲非故，如此重恩，秦无夜无福消受，也受之有愧。他再次抱拳，告辞。看着秦无夜毫不犹豫转身离去的背影，殷红玲眼中闪过一丝挫败和委屈。他忽然提高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其实我之所以必须离开飞云宗，并非全然因为血煞宗，而是我父亲他要我回去嫁人了。秦无夜脚步猛地一顿，这次是真的愣住了。他缓缓转过身，有些错愕地看着殷红玲。殷红玲眼圈微微发红，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和倔强。我不想嫁给那个人，所以我逃到了允星郡，逃到了飞云宗，躲了1年多。可现在我再也找不到理由留下了。山风拂过，吹动两人的衣袂。秦无夜看着眼前这个平日里骄纵任性，此刻却显得格外脆弱无助的红衣少女，心中微微叹息。他思索片刻，带着一种劝慰式的疏离。殷姑娘，你容颜绝世，家世显赫，能娶到你的人必是天大的福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许也并非全无道理。福分。殷红玲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声音再次拔高，带着浓浓的委屈和不甘。我才不要这样的福分。他看着秦无业那张俊朗却写满平静的脸，那句在心底盘旋了许久的话终于冲口而出。秦无业，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有意思，跟我回应家，我们成婚吧，这样我就不用嫁给那个人了。秦无业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成婚，他不过是来谈个买卖，怎么谈着谈着把自己给谈进去了？看着殷红玲那充满期待甚至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眼神，秦无业只觉得头皮发麻。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斩钉截铁地摇头拒绝。殷姑娘，万万不可，婚姻大事岂能如此儿戏？况且你我相识日短，彼此了解不深，更谈不上情意相投，此等提议恕无业无法从命，告辞。说完，他不再给殷红玲任何说话的机会，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去，速度比来时快了数倍，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赶。殷红玲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秦无业的身影迅速消失在蜿蜒的山道尽头。山风吹干了眼角的湿润，只剩下满心的失落和空茫。他喃喃自语，声音轻的仿佛只有自己能听见。秦无业，你我还会再见面吗？山风呜咽，无人回应。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不可见，唯有玉衡峰顶的云雾依旧悠悠荡荡，聚散无常。许多年以后，秦无业回忆起这段短促的往事，只有一首词能表达那刻心情。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当时只道是寻常，再回首已是万水千山，物是人非洞府内。秦无业看着桌上一堆家当，叹了口气。200万灵石的目标遥不可及，但日子还得过，修炼不能停。他心念一动，开始分拣。飞云佩、摄魂铃、玄钢诀、踏印玉简、3品运神丹3枚，3品爆灵丹1枚，这些是宝贝或暂时有用的，得留着。其他的都吞了吧。唤出胸口的震天关虚影，开关吃饭。秦无业仔细感应着关内空间的变化，灵气补充是有了，但杯水车薪，远不如想象中汹涌。那口神秘古井中，灵液依旧只是浅浅一层，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他的目光落在那片1亩3分地的灵田上，光秃秃的黑土，看着就浪费。对啊，秦无业眼睛一亮，光靠吞成品丹药灵石消耗太大，不如买点灵药种子自己种，以后自己学点炼丹术，自给自足，细水长流才是王道啊！越想越觉得可行，炼丹师可是修仙界公认的财神爷，最富有的就是这帮炼丹和炼器的了。想到就做，秦无业立即起身，又出了洞府，朝着外门灵田堂的方向走去。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皱紧了眉头。记忆里那片郁郁葱葱、划分整齐的灵田山和谷地，此刻如同被巨兽蹂躏过一般，焦黑遍地，坑洼不平，领土翻卷，灵气稀薄混乱。原本的灵田堂建筑更是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一个穿着杂役弟子服饰、脸上沾着黑灰的年轻人正吃力地清理着碎石。秦无业走过去，客气问道：“这位师弟，打扰了，请问灵田堂现在还有灵草种子出售吗？”那杂役弟子闻声抬头，认出秦无业，先是激动的眼睛一亮：“无业师兄。”随即想起秦无业的问题，脸色瞬间垮了下来，沮丧中带着愤恨：“种子？无业师兄，你看这。”他指着这满目疮痍，我们灵田堂是外门被祸害的最惨的地方，血煞宗那帮龟孙不仅把堂内存的丹药灵草抢了个精光，连山上山下这些好不容易培育的灵田都给毁了，掘地3尺啊，简直丧心病狂。他咬牙切齿，拳头捏得发白。秦无业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果然连地下的灵脉节点似乎都被破坏了不少，灵气溢散严重。那现在想买种子可有什么去处？秦无业问。山下方士肯定有，但宗主下了禁令，严禁弟子私自下山，也不许外人上山，说是防备血煞宗余孽渗透。杂役弟子挠挠头，要不师兄您去内门的灵草堂问问，那边或许还有点存货，就是价格可能贵些。也罢，只能如此了。秦无业点点头，谢过对方，转身朝内门区域走去。内门灵草堂附近建筑损毁相对轻些，秩序井然许多。刚走到灵草堂所在的百草峰半山腰，远远就听到一阵喧哗喝骂声。秦毅，你个秦家余孽，还有脸来灵草堂？就是，看看你这张脸，跟你那勾结邪魔的族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要不是你们秦家勾结血煞宗，宗门会遭此大难吗？我们王师弟、李师兄他们都死在血煞宗手里了，都是你们秦家害的。滚出飞云宗！你们秦家人都该死！你怎么不去死啊？只见灵草堂门口空地上，
5、6个身着内门服饰、气息不弱的弟子正围着一个身材瘦弱的身影唾沫横飞地责骂着被围在中间低着头的人，正是秦毅。他脸色苍白，嘴唇紧抿，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恶意，只是把头颅埋得更低，双手局促不安地绞着衣角，嘴里嗫嚅着：“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参与，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道侣的命你赔得起吗？我师兄弟的命你赔得起吗？为首一个身着锦袍、面相略显刻薄的青年一脚踹在秦毅的腿上，滚出飞云宗！别脏了这块地！秦毅踉跄着后退几步，差点摔倒，脸上满是惶恐和无助。还敢躲？赵莽见状更怒，抬手就是一拳，我让你躲！眼看这一拳就要捶在秦毅脸上，一只修长有力的手突然从旁伸出，如同铁钳般牢牢抓住对方的手腕。那青年一惊，用力想抽回手，却纹丝不动。他怒目圆睁，看向来人。秦无业面无表情，手腕一抖，一股沛然大力涌出，将对方推得噔噔噔连退好几步，才稳住身形。秦无业，那人看清，眼中闪过一丝忌惮，随即又被更浓的嫉妒和厌恶覆盖。他站稳身形，指着秦无业鼻子骂道：“怎么，想替这秦家余孽出头？哦，我差点忘了，你秦无业也是秦家人，最近风头出惯了，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敢管老子的事？”他身后的几个狗腿子反应过来，虽然对秦无业的名头有些发怵，但在大哥的带头下也纷纷鼓噪起来。一个刚入内门的新徒担子，领土9重的废物，也敢管内门师兄的事？我看你们秦家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秦无业，别以为打赢了几个外来的软脚虾就能在内门横着走，赵师兄可是0式5重境的高手，我告诉你，内门的水深着呢，识相的赶紧滚开，否则连你一起教训。为首男子更是上前一步，趾高气扬地报上名号。忘了自我介绍了，小子，你给我听好了，老子是允兴郡仲盐城赵家赵莽。秦无业语气平淡：“哦，赵家，赵伟哥那个蠢货是你亲戚，难怪一股子蠢味儿。”你！赵莽气得脸色涨红，放屁！谁跟那废物是亲戚？我们主家跟分之早就分清楚了，你别把那蠢货跟我扯上一块。赵莽觉得秦无业话里藏刀，他可不想跟叛宗的赵伟哥有任何关联。无业，这时秦毅微微拉住秦无业的胳膊，压低声音：“我们快走吧。”秦无业眉头一皱，他这兄弟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懦弱，姿态放得太卑微，所以从小就被人欺负个不停。他甩开秦毅的手，声音冷了下来：“别人都骑到头上拉屎撒尿了，还要忍？秦毅，你姓秦没错，但秦家做的孽跟你有什么关系？宗门都没定你的罪，轮得到这群阿猫阿狗来审判？敢欺负我兄弟，就得付出代价。”他目光如电，扫过赵莽几人：“现在给我兄弟道歉，然后滚蛋。”道歉？赵莽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夸张地笑了几声：“让我们给这个孽种道歉？秦无业，你是不是出风头出傻了？一个连血脉都没有的领土废物，也敢在内门撒野？就算静思安南都不敢如此狂妄。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真当这飞云宗是你家开的？”他狞笑着对身后几人吼道：“动手，给我废了他！”但赵莽身后一名弟子有些犹豫地凑近，低声说道：“赵师兄，他毕竟是宗内红人，真打残了，长老怪罪下来。怂货，怕他作甚？”赵莽厉声打断：“出了事老子顶着！”几个跟班被他一击，又想到赵莽在宗内的关系不浅，眼中凶光毕露，灵力开始涌动。然而就在他们刚要有所动作的瞬间，秦毅动手！秦无业一声低喝，竟是抢先发难，目标直指赵莽。崩山拳破月，带着沉闷的风雷之声悍然轰出。与此同时，一直低着头的秦毅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辉芒。他双手飞快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股阴冷诡异带着腐朽气息的墨绿色灵力瞬间弥漫开来。毒咒蚀骨藤，数条由纯粹毒灵力和诅咒之力凝聚而成的墨绿色藤蔓，如同毒蛇般破土而出，迅疾无比地缠向另外4人的脚踝。太快了，出人意料。谁也没想到秦无业如此不讲武德，说打就打，更没想到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只会道歉的秦毅，竟也敢出手，而且还拥有如此诡异难缠的毒咒血脉能力。砰！被秦无业盯上的赵莽仓促格挡，却感觉一股远超领土9重的恐怖力量汹涌而来，双臂剧痛，整个人被轰得倒飞出去，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差点撞在灵草堂的石柱上。啊！什么东西？被墨绿毒藤缠住脚踝的弟子惊骇欲绝。那毒藤不仅坚韧异常，
更是疯狂地侵蚀他们的护体灵力，一股股阴寒恶毒的诅咒之力直往骨头缝里钻，让他们半边身子都麻痹僵硬，动作瞬间迟缓。啊！我的灵力，我的骨头好痛啊！秦毅虽然只有灵士一重境的修为，但6品毒咒血脉本就不是寻常修士能够觉醒的能力，在偷袭的状态下施展，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起码现在他能以1人之力牵制住4人。废物！赵莽又惊又怒，他完全没料到秦毅还有这一手，更没料到秦无业的力量如此霸道。他怒吼一声，灵氏5重的气势轰然爆发，灵力汹涌澎湃，凝聚成一只巨大的岩石巨拳，带着碾碎一切的威势，狠狠砸向秦无业喊山拳。拳风呼啸，势大力沉，这一拳若是砸实了，灵氏3重也得重伤。秦无业敏锐异常，在岩石巨拳临身的刹那，身形诡异一扭，兽神宗步法发挥到极致，险之又险地擦着拳风避开，同时反手一拳轰向赵莽的肋下。赵莽战斗经验丰富，立刻便招格挡。砰！2股力量碰撞，气浪翻卷。赵莽只觉得手臂一阵酸麻，心中骇然，这小子力量怎么如此之大？秦无业也是气血翻涌，暗道灵氏5重果然有点东西，单靠肉身和灵力硬汉有点吃亏。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秦无业身法诡异，崩山拳刚猛霸道，兽神宗飘忽不定，虽境界不如，但凭借强悍的肉身力量和精妙的技巧身法，竟与赵莽打得有来有回，短时间难分高下。而另一边，秦毅依靠诡异的毒咒藤蔓不断骚扰牵制，但也是逐渐不知4人中有人已经破了他的术。而这边的动静自然引起周边弟子的围观，众人看着场中激斗，无不目瞪口呆。我的天，这秦无业也太凶悍了，竟然能和赵师兄硬刚，他真的是灵土9重，这力量怪物吧？赵莽师兄可是灵氏5重啊，竟然拿不下一个新入门的弟子。还有那个秦毅，平时不吭不响的，竟然觉醒了这么歹毒的血脉咒术，好邪门啊！那毒藤看着就瘆人，他们俩配合起来好强。秦家人一个比一个邪乎，混蛋，给我死来！赵元昊彻底暴怒，被这2个小辈逼到如此境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双目赤红，体内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震散了秦无业分身电弧，双手掐诀，一枚金光灿灿、符文缭绕的巨印虚影在他头顶凝聚，狂暴的威压弥漫开来。金灵镇山印，给我镇压！轰隆！巨大的金印带着碾碎山岳的气势，朝着秦无业和秦毅当头砸下。这是赵家秘传的玄阶极品灵术，小心！秦毅脸色煞白，感受到那恐怖的威压，声音都变了调。秦无业瞳孔一缩，这玩意的威力绝对达到了灵氏5重巅峰，应接绝对受伤。他心念急转，正准备调动一丝焚天蓝焰或者噬心魔焰对抗放肆，都给老夫住手！一声蕴含着强大精神威压的怒喝如惊雷般炸响。只见一位身着青袍、面容古板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场中，袖袍猛地一挥，嗡！一股柔和却沛然不可遇的巨力涌出，半空中那气势汹汹的金灵镇山印如同撞上了无形的壁垒，噗的一声，符文溃散，瞬间消散于无形。赵莽更是闷哼一声，脸色一白，被这股力量反震得倒退数步。同时，老者另一只手虚空一按，秦无业和秦毅也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自己定在原地，无法再出手。此人正是灵草堂长老孙不惑。混账东西！宗门遭逢大难，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上下同心，共克时艰之时。你们倒好，不思修炼，不思重建，竟敢在灵草堂前公然内斗，成何体统？孙不惑须发接张，怒视在场所有人，目光尤其严厉地扫过赵莽几人。赵莽，你身为内门老弟子，灵氏5重修为，不思引导师弟，反而带头欺凌同门，谁给你的胆子？孙长老！赵莽被训斥，脸色难看，梗着脖子辩解，是这秦家余孽先动手挑衅。闭嘴！孙不惑厉声打断。秦毅之事，执法堂早已查明，他与秦家叛逆毫无瓜葛，入宗以来更是勤勉修炼，安分守己。宗门的判断，难道还不如你赵莽一张嘴？还是说，你们这些世家子弟真当飞云宗是你们逞威风的地方了？赵莽被堵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孙不惑又看向秦无业和秦毅，语气稍缓但依旧严厉。还有你们，遇事不知上报长老，反而以武力解决，尤其是你秦无业，仗着有点本事就敢对师兄动手，宗规何在？秦无业抱拳，不卑不亢。长老明鉴，是赵师兄等人先辱骂殴打秦毅在先，弟子劝阻无效，被迫自卫。孙不惑冷哼一声，自卫？我看你打得挺欢。此事双方都有过错，但念在血煞宗之祸刚过，
尔等心绪难平，这次便从轻发落。赵莽，你们5人身为内门老生，带头挑事，罚你们去后山废丹洞清理积存废丹残渣10日，现在立刻去，再敢生事，严惩不贷。秦毅、秦无业，你们2人协助清理灵草堂10日，立刻执行。再有下次，定不轻饶。废丹洞那地方恶臭扑鼻，残渣还带有毒性，清理起来又脏又累还危险，绝对是苦差事中的苦差事。赵莽几人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却不敢反驳。秦无业和秦毅也只好应下。还不快滚！孙不惑一挥袖袍，赵莽怨毒地瞪了秦无业一眼，带着几个跟班悻悻离去。临走前的眼神显然把这笔账牢牢记在了秦无业头上。秦无业浑不在意，等赵莽他们走远，才走到秦毅身边。没事吧？秦毅摇摇头，脸色有些苍白，低声道：谢谢，又给你添麻烦了。自家兄弟不说这些。秦无业轻捶他的肩膀，看向灵草堂无奈一笑，看来咱俩要在这当10日苦力了。秦毅却有些着急，不可，你现在要备战星图争霸赛，只有1个月时间，十分紧迫，怎么能把精力浪费在这种事上？秦无业洒然一笑，无妨，修炼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况且也难得多跟你聚聚。说到这，他转移了话题。话说回来，你来灵草堂干嘛？哦，我是来买灵种的。秦毅回道，说着又怔愣起来，你别扯开话题。随即他拽着秦无业径直走向灵草堂。秦毅和负责此事的师兄一番交涉，最后在秦毅强烈的请求下，他自己已在这里干1个月，并给对方500下品灵石为代价，让秦无业得以离开。秦无业也说不动秦毅，这小子比他还固执，就接受了这个安排。离开前，他也购买了几种常见的1品灵药种子、止血草、凝露花、地根藤等和一些种植所需的肥料，价格果然不便宜，花了他近万下品灵石，让他肉痛不已。与秦毅分别后，秦无业立刻返回自己洞府，他心念沉入震天关，将购买的种子和肥料小心地播撒在那片1亩3分地上。关内浓郁的灵气似乎让种子异常活跃，刚一接触土壤，便隐约散发出一丝微弱的生机。做完这些，秦无业总算感觉踏实了点，这可是未来的灵石田啊！退出震天关后，秦无业没有耽搁，他整理了一下，决定先去灵元秘境，把宗主奖励的20天核心区域修炼时间用掉。前往内门深处的灵元秘境入口，需要穿过一片灵气氤氲的山岭。行至半途，一道清冷如霜雪的身影出现在了前方小径上，竟是静思安南。他依旧一身淡蓝衣裙，容颜绝世，气质清冷出尘，此刻正驻足望着远方云雾缭绕的修炼山峰。静思师姐，好巧！秦无业停下脚步，抱拳行礼。静思安南收回目光，落在秦无业身上，微微颔首。秦师弟，你可是要去灵元秘境？正是，师姐这是要去寒玉洞。秦无业记得对方的奖励是去寒玉洞修炼。静思安南应了一声，冲击第6重境，需借助寒玉洞的冰魄之力稳固根基。他顿了顿，灵元核心区域灵气精纯磅礴，对你稳固修为、冲击瓶颈或有裨益，好好把握。多谢师姐提点。秦无业诚恳道谢。对了，静思安南清冷的面容闪过一丝无奈，我姓氏是静，不是复姓静思，以后叫我静师姐或者安南师姐便可，但不可叫静思师姐。他心里也是有些郁闷，虽然他已经跟所有见过面的人都解释了一遍，但大家都还是叫他静思，有时候还挺烦的。秦无业显得有些意外。啊，你不是复姓静思吗？我还以为跟静思国那个静思贵族一样的复姓呢。静思安南秀眉微蹙，似乎对此事颇为介意，声音都提高了几分。我爹姓静，我娘姓思，我叫安南，不行吗？非得是静思一族的人才能叫静思啊？秦无业这才明白自己无意中踩了个雷区，他摸了摸鼻子，歉意一笑。抱歉，是在下唐突了，只是静思一族名声太大，下意识地以为师姐跟他们有关系。静思安南语气稍缓，无妨，很多人都有这个误会，我只是不希望别人因为我的姓氏再有所误解。秦无业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之后两人并无太多寒暄，点头示意后便各自朝着不同方向走去，直到天色渐黑，秦无业才走到目的地。灵元秘境入口位于天书峰后山一处灵气氤氲的峡谷内，秘境四周守护阵法森严，由3名气息沉稳的内门弟子和一名叫做李枯荣的长老看守。验明身份和修炼令牌后，守护弟子恭敬地放行，并提醒道：核心区域的灵泉眼是秘境根本，切莫靠近泉眼中心，以免引动地脉灵气暴动。秦无业点头应下，走入秘境门户，穿过一层水波般的禁制，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巨大溶洞，洞顶垂下无数晶莹剔透的钟乳石，将整个空间映照得如梦似幻。一条潺潺流淌
散发着浓郁乳白色灵雾的溪流贯穿整个洞穴，溪流的源头便是一处汩汩涌出乳白色灵液的泉眼，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好地方！秦无夜眼睛一亮，这里的灵气纯度确实远超外边。他立刻在溪流旁寻了处平坦的玉石台盘膝坐下，观摩飞云诀要领，开始引导那精纯的灵气入体。灵气如潮水般涌入经脉，奔腾冲刷。若是普通灵土久重，此刻早已被撑得经脉胀痛，需小心翼翼炼化。但对于拥有气海和震天关淬炼过的强悍肉身的秦无夜而言，这点冲击力也就挠痒痒。飞云诀基础功法虽不深奥，但作为宗门标志性功法，其立意与构筑却颇为精妙。云无常形，风无定势，剑如流云，身似飞絮，重意不重力，雾里藏风，云中引沙。玉简中的文字与意念图像在秦无夜识海中流淌。10日之后，秦无夜便将飞云诀前3层修炼至大成，第4、5层也是囫囵吞枣，了解了个大概。这速度若是传出去，足以让大部分弟子惊掉下巴。忽秦无夜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竟也带着丝丝缕缕的乳白灵雾。他缓缓收功，站起身来，却是眉头紧皱。不行，还是太慢了。虽然功法学了大半，但吸收灵气的进度太慢了。这灵泉灵气固然精纯，但总量似乎被死死限制，或者说它温和流淌的速度根本满足不了它气海那如同饕餮般的吞噬需求。在震天关内可以毫无禁忌地吸收转化的灵气，效率比这强太多了。秦无夜有些意兴阑珊。20天，靠这速度顶多稳固一下修为，想提升境界难。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那汩汩流淌的泉眼，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要是把这整个灵泉都吸进震天关里呢？这念头一起，如同野草般疯长，但很快被他强行压下。不行，动静太大，一旦震天关暴露，麻烦就大了。不能收走，那就换个吸法。秦无夜眼中闪过一丝狠色和期待。说干就干。秦无夜全力催动藏仙诀中的吞天引，轰！一股比之前狂暴100倍的吸力，骤然以秦无夜为中心爆发开来，不再是温和的引导，而是如同巨鲸吞海，饕餮进食。那浓郁如实质的乳白色灵气，如同找到了宣泄口，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巨大白色气旋，疯狂地朝着秦无夜体内倒灌而入。哗啦啦，原本潺潺流淌的灵溪流速骤然加快，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泉眼处涌出的灵液也被拉扯着，形成一道水柱，源源不断地投入秦无夜头顶的漩涡。整个溶洞开始微微震颤，洞顶的钟乳石簌簌落下碎石粉末。怎么回事？有敌袭？地动了？不对，是里面的灵气波动。有人强行掠夺灵泉本源。快禀报李长老！守在秘境入口的弟子脸色大变，急忙冲入洞中查看。只见核心区域，秦无夜如同一个人形漩涡，疯狂吞噬着海量灵气，岩洞内灵气浓度急剧下降，灵溪近乎干涸。守护泉眼的阵法光芒明灭不定。住手！秦师弟，快停下！两人惊骇欲绝，急忙大喊。秦无夜此刻正处于一种玄妙的状态，磅礴精纯的灵气涌入体内，被藏仙诀疯狂炼化，融入四肢百骸，滋养着每一个细胞。震天关也在微微震颤，主动帮他分担着无法立即转化的灵气洪流。咔咔咔，仿佛某种无形的壁垒被磅礴的力量冲击得布满裂痕。轰！一股远比之前更加强横的气势从秦无夜体内爆发开来，他终于突破到了灵图14重境。与此同时，那口灵泉眼仿佛被榨干了最后一丝力气，涌出的灵液彻底断流，只剩下一个干涸的石坑底部残留着一点点浑浊的泥水。整个岩洞的灵气骤然跌落至低谷。完了，灵泉枯竭了。两个守护弟子面无人色，差点瘫软在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如狂风般卷了进来，正是闻讯赶来的秘境守护长老李枯荣。他一看那干涸的泉眼和枯竭的灵溪，在感受着洞内稀薄的灵气，眼前一黑，差点背过气去。秦无夜，你在干什么？李枯荣惊怒交加，厉声喝道：我的灵泉啊，一滴都没了！李枯荣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扑到泉眼旁，双手颤抖地摸着干裂的石壁，老脸煞白，浑身都在哆嗦。完了，灵泉枯竭了，我怎么跟宗主交代啊？他简直要哭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一个灵途境的肉身怎么可能吸干一口灵泉？他不会被撑爆吗？秦无夜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心中又喜又忧。到底要怎样才能突破这灵视境？难道真的要再次觉醒血脉之力才行吗？他猛地扭头，双眼泛着泪花，瞪着刚刚收敛气势，一脸茫然站起身的秦无夜。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他痛心疾首，指着泉眼和灵犀，手指都在哆嗦。这可是宗门的根基之一啊！你这是要断了秘境的根吗？秦无业一脸无辜和后怕。李长老，弟子只是想好好修炼，冲击一下瓶颈，没想到这灵气它不听使唤啊！弟子感觉体内灵气汹涌澎湃，好像差点就突破到灵视境了，可惜，还是失败了。他语气充满了沮丧和遗憾。周长老看着他这副突破失败、痛心疾首的表情，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他冲到泉眼旁，不死心的用手拼命挖着干涸的坑底，指甲都劈了，终于在最深处碰到了一点湿润。还有灵泉，没断根，天佑我飞云宗啊！李枯荣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激动的老泪纵横，小心翼翼地用玉瓶接着那涓涓细流，生怕浪费一滴。他猛地抬头，指着秦无业，悲愤交加：“秦无业，你小子就是个灾星，刚进来不到半月就把灵泉给吸干了。你知道这要恢复需要多久吗？10年，至少10年。要是真断了根，老夫非扒了你的皮不可！滚，给我滚！”秦无业被李枯荣连推带搡，骂骂咧咧地请出了秘境。守护的弟子看着秦无业离开的背影，议论不已。我去，吸收这么多灵气，撑也撑死了吧？他能活着真是奇迹。什么怪物啊！不过搞出那么大的动静，竟然还没能突破至灵视境，真是可惜了。你懂什么？没有血脉，终究是镜花水月。你们俩别聊了，李长老要在里边哭死了，咱赶紧进去安慰他老人家吧。次日，秦无业把他那群小伙伴召集过来。老大，你不是才去灵泉秘境修炼10日吗？怎么就出来了？熊魁嗓门最大，最好奇，率先发问。秦无业随口搪塞：提前结束修炼了呗。那灵泉小气巴拉的，不够劲儿，活动筋骨就出来了。众人虽然不信他的话，但看他确实生龙活虎，也就没有多问。尹承志这时问道：秦兄，你召集我们来此是有什么事吗？秦无业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我的确有事想问问你们。现在为了备战星途争锋赛，我得想办法搞点灵石。你们几个有没有什么赚灵石的门路？帮我想想。赚灵石？几人一愣。熊魁，老大你还缺灵石？宗主不是刚赏了你那么多？尹承志，对啊，秦兄，你要那么多灵石做什么？雷子，老大，你该不会是想买法宝吧？尹师也眨着大眼睛，充满好奇。这个山人自有妙用。秦无业神秘兮兮的摆摆手，别问那么多，就说有没有路子吧。几人面面相觑。熊魁忽然一拍大腿，压低声音，带着点贼兮兮的兴奋：俺倒是有个主意，就是有点。哦，快说。秦无业来了精神。熊魁凑近几人，压低声音说道：俺听一个负责清理战场的师兄说，在后山清理血煞宗杂碎尸体的时候，发现有些家伙身上藏着些没被搜走的好东西，特别是那些小头目。虽然宗门明令要上缴，但嘿嘿，总有漏网之鱼不是？而且后山那么大，犄角旮旯多的是，咱们去捡漏，运气好，说不定能找到值钱的玩意儿，拿到山下黑市。捡漏，摸尸，这主意好是好，但你能想到的，那帮清理战场的师兄早就这么干了。尹承志、雷子等人也是说出同样的意思。那怎么办？咱们现在又下不了山，宗内平日的奖赏任务也都全部暂停了，根本没赚灵石的门路。熊魁无奈说道。但他这话倒是给了尹承志一个想法，他连忙接着说道：魁兄这么一说，我倒也有个想法。宗内的奖赏任务是暂停了，但宗门外有一处地方可一直都有，那就是落风镇。落风镇，秦无业来了兴趣。尹承志点头。落风镇位于黑风林边缘，是进出那片凶险森林猎妖、探险、试炼的必经之路。靠着这得天独厚的位置，他早已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繁华大镇。镇中鱼龙混杂，各方势力都在此开辟产业，设立据点。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万宝阁的分号聚宝轩。聚宝轩不仅买卖各种修炼资源，更常年挂着各种悬赏任务，猎杀指定妖兽，采集珍稀灵药，缉拿通缉要犯，护卫商队，应有尽有。报酬多以灵石结算，是散修和下山历练的宗门弟子赚取外快、磨砺自身的主要去处。雷子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那地方热闹得很，任务也多。不过他浓眉一拧，看向秦无业：老大，宗门最近可是下了禁令，咱们也出不去啊。哼！熊魁闻言，比雷子还大的大手拍在胸口，发出沉闷的响声，脸上带着几分得意。你当我老熊在外门混这些年是白混的？
禁令是死的，人是活的。后山猴见那条采药小径，守卫轮换时有个小空档，俺们外门弟子偷偷下山采买点私货，都走那儿。小心点，准成。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秦无业身上。临时压力山大，时间又只剩20天左右，眼下似乎只有下山找活这条路可走。秦无业目光扫过眼前几人，心中迅速权衡，风险自然有，但收益值得一搏。他果断拍板，好，事不宜迟，准备一下，今晚就走。老大英明。熊奎兴奋地低吼，我也去。尹承志和雷子异口同声。枯燥的修炼哪有下山闯荡来的刺激，更何况是跟着秦无业。我也想去。尹师怯生生地举起小手，小脸上满是向往。不行。这次是3人同时开口。秦无业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小师，你留在山上，我们此行目标不小，人多反而容易暴露。你修为尚浅，山下太危险，而且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顿了顿，继续忽悠，替我们留意山上动静，若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们。你就是我们在山上的眼睛和耳朵。尹师小嘴撅得老高，满是不情愿，但看到秦无业认真的眼神和其他3人附和的点头，只好闷闷地哦了一声，小声道：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早点回来。尹承志溺爱地撸了撸尹师的脑袋，笑道：乖，哥帮你买糖糕回来。一听到糖糕，尹师眼睛顿时亮了，连忙嗯点头。夜色掩护下，4人如同狸猫般悄无声息地穿过猴界那条隐蔽陡峭的小径，成功避开了巡逻弟子的视线，踏上下山的路。数日后，落风镇那高耸的由巨大铁木和岩石垒砌的镇门出现在眼前。镇内喧嚣的人声混杂着各种灵药、妖兽材料、食物乃至汗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让在压抑宗门待了许久的4人精神一振。镇中眼前的景象与飞云宗的肃杀悲凉截然不同。街道宽阔，人流如织，两旁店铺林立，旌旗招展。武器铺里叮当作响，灵药铺前飘散异香，酒楼14人声鼎沸，还有摆摊吆喝的散修出售着刚从黑风林里搏命的来的材料，仿佛飞云宗那场惨烈的大劫难与这座为冒险者而生的繁华边镇毫无关系。人们脸上带着或兴奋、或疲惫、或警惕的神色，谈论着黑风林的收获、新出现的妖兽踪迹，以及飞云宗悬赏血煞宗余孽的消息。彼时的4人已经换上了寻常衣服，掩人耳目，看不出是飞云宗的弟子。哇，糖人儿！雷子眼尖，指着路边一个吹糖人的摊子，口水差点流下来。先填饱肚子再说。熊奎的肚子适时地发出一阵雷鸣，他揉着肚子，目光贪婪地扫过旁边飘着浓郁肉香的烤肉摊，就连一向沉稳的尹承志看着街边刚出炉、灵气四溢的灵骨酥饼，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秦无业无奈一笑，知道兄弟们憋坏了，大手一挥：走，吃饱喝足，再去聚宝轩。少年心性，劫后余生，又久未来繁华之地，小小的放纵无可厚非。一顿风卷残云，4人摸着滚圆的肚子，心满意足地走向镇中心最气派的建筑之一聚宝轩。聚宝轩独占镇中心最气派的3层楼宇，飞檐斗拱，门口蹲着2尊不知名凶兽石雕，獠牙狰狞。里边更是人声鼎沸，比外面街道还要热闹几分。巨大的任务玉壁占据了1楼一整面墙，上面密密麻麻滚动着各种任务信息，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代表着不同的难度等级。看，任务分级。尹承志指着玉壁旁的一块说明牌 ，F 地级是灵途径可接，多是些鸡毛蒜皮或猎杀一阶妖兽。F 级任务0058号，李家寻走师黎奴雪球，酬劳500下品灵石地级任务9527号，清理西郊鼠妖巢穴一阶初期，3人以上组队，酬劳100下品灵石，人地级任务9599号，采摘10株石骨草，酬劳300下品灵石地级任务2858号，击杀铁背豪猪一阶后期，取完整獠牙，酬劳600下品灵石。熊奎咂咂嘴，这地级任务杀个妖猪才600，还不够塞牙缝呢。雷子皱眉，这 F 级地级任务的悬赏也太抠了。尹承志继续读着任务规则， C 级任务就需要灵视5重境以上带队才能接， B 级要灵视境， A 级大灵视境， S 级往上则是灵宗境大佬们的专属了，基本不会全部公开挂出来。秦无业心中盘算着，他们4人明面上只有熊奎达到了灵视1重境，他和尹承志是灵途9重，雷子灵途8重，这意味着他们能接的最高任务只有 D 级，想碰 C 级以上的，除非找到愿意带他们混的强力队伍或散修高手。正当4人专心致志研究任务栏时，突然一声大喝，闪开！雷子被一群人猛地推开，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尹承志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扶稳，但雷子心中的怒火却已被点燃。干什么？没长眼睛啊！
那为首之人闻言，猛地转头，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容。对方笑起来的眼角带着4、5道深深的皱纹，像是鲨鱼一般，充满了危险和戾气。而且他们这几人身上穿着的衣衫虽不破旧，却脏兮兮的，上面还沾着不少泥渍和血迹。显然，这群人常年在刀尖上舔血，性情极为凶悍。你说什么？找死！那人一个箭步冲上来，出手便是杀招。雷子脸色大变，他不过灵徒8重，怎么可能躲得过？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秦无业身形一晃，已挡在雷子身前，抬手便挡住对方攻势。砰！双方气息激荡，令周围的空气都猛地一沉。旁边的修士们闻声看来，皆是纷纷惊呼。那凶悍也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惊异。自己虽未用上5成力，但自己灵氏8重的实力也绝非是区区灵徒9重能轻易抵挡的。他眯起眼，仔细打量着秦无业。多年在刀尖舔血的日子，让他十分谨慎，没再出手。秦无业同样一触即分，面带笑意说道：“兄弟，有话好说，别这么大火气。”那人嗤笑一声：“哟，哪来的小娃娃？毛长齐了没有？就敢来聚宝轩接任务？灵徒9重，啧，这是哪家放出来送死的公子哥吧？黑风林的妖兽可不像我会手下留情。”他身后几个跟班哄笑起来，目光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带着毫不掩饰的戏谑。熊魁牛眼一瞪就要发作，被秦无业不动声色地按住肩膀。这种无谓的口舌之争毫无意义。这时玉臂顶端红光一闪，数条新任务刷出，字体猩红刺目。 C 级剿灭血煞宗弟子据点，疑似5人，最高灵氏3重，地点黑风林外围杖鼠谷，赏金15000下品灵石。待接 B 级击杀血煞宗外门执事血手屠刚，灵师1重境，地点近期出现在洛风镇西300里附近，赏金5万下品灵石。已接 C 级飞云宗这次是真发狠了，有人低声议论，悬赏力度前所未有啊！血煞宗这次捅了马蜂窝，可不是吗？飞云宗发布大量的清剿任务，够血煞宗那帮孙子喝一壶的，这对咱们散修是好事啊！悬赏高，机会多，以前哪有这么多灵石好赚？也得有命赚才行。血煞宗的功法诡异，同阶对战往往更胜一筹。就在这时，任务玉臂顶端再次一阵光芒闪烁 ，B 加级紧急悬赏，目标击杀血煞宗弟子血魁师梁科，罪行。近日，洛风镇周边村庄有大量平民及低阶散修失踪，疑似与此疗有关。对方意图以人血精气炼制血魁丹，冲击灵师境。地点有发现其出现在洛风镇周边村镇活动，提供确切线索者额外赏1万下品灵石。修为灵氏9重境，极度凶残，功法诡异，善血遁与控尸之术。悬赏10万下品灵石，击杀并带回其头颅。要求需3人以上组队，且需有灵氏9重境以上强者带队，限时3日内完成。哗！任务一出，大厅瞬间炸锅，就连刚才与秦无业他们发生矛盾的这帮人也被此任务吸引住了。10万灵石，10万，大手笔啊！血魁师，灵氏9重巅峰，还绑架平民炼制血魁丹，冲击灵师，这他妈的太不是人了！这邪修是铁了心要突破了。灵氏9重的血煞修士配合邪功，寻常灵师1重都未必能稳胜吧？是啊，这活儿有点烫手。没灵师带队，谁敢接？议论声中，一个孤傲的身影排开众人，径直走向柜台。此人一身玄黑衣衫，身形瘦削，背负一柄裹着灰布的长条形兵刃，面容冷峻，眼神锐利如鹰隼。他声音不大，却清楚地传到柜台后的管事耳中。这任务我接了。管事抬头打量着他，阁下修为灵氏9重。黑衣青年淡漠道：“管事，实力倒是达标了，不过此任务雇主要求必须完成，至少需要3人组队，你再找2人来吧。”青年淡然说道：“我1人足以杀他。”管事一愣，随即摇头，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劝解：“道友，不是在下小觑你，咱们同阶修士对上血煞宗这种邪修，胜算不高，何况对方正在炼制血魁丹，若是近日真的突破至灵师境，你单独1人恐怕有去无回了。”青年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显然对这繁琐的规矩和实力质疑感到不耐。这时，刚与秦无业他们发生冲突的那帮人等凑近前来：“兄弟，血煞宗的人不是你灭的，你一个人吃不下。”为首男子嗤笑：“我灵氏8重，加上我们黑狼小队3人，都是灵氏1重的高手，不如我们组队，接了这任务，赏金3-7分，你3我们7，如何？”青年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吐出一个字：“滚！”
你……那男子脸色一僵，有些恼怒。我们烈风团跟你组队吧。我们5-5分。另一个小团队的头领喊道。46，你6我们4，如何？我们37，我们只要3成。有人更狠，但青年对这些提议充耳不闻，目光依旧冰冷，仿佛在看一群聒噪的苍蝇。他的骄傲显然不允许别人分走奖赏。就在众人僵持，管事掩面露难色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1成。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开口的竟是刚才被他们嘲笑的那个看起来年纪小，只有领土9重修为的青山少年秦无业。哪来的野小子，滚一边去！领土境还是4个，也敢掺和必加急任务，8成是哪个小宗门偷跑出来的愣头青，找死！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大厅里响起一片哄笑和嗤鼻声。黑衣青年也在秦无业4人身上扫过，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不屑。领土8重，领土9重，领土9重，零式1重这样的组合，在他眼中与蝼蚁无异。1成。黑衣青年面无表情，你们连1成都不配。他顿了顿，似乎想到什么，随即又说道：每人500灵石，任务你们无需出手，跟着看着，别添乱。事成之后拿钱走人。若非需要凑人数满足聚宝轩那死板的组队要求，他根本不会正眼看这4人。熊奎、尹承志、雷子3人面面相觑，每人500，4个人加起来才2000灵石，跟10万比起来简直是打发叫花子。但不用动手，白捡500灵石，还能给自己添加一个战解，之后回宗门还能够吹嘘一番。这点让几个少年都有点小激动。3人目光转向秦无业，带着询问。秦无业心中念头飞转，震天关对血煞之气似乎格外偏爱，那血魁丹听起来就不是凡物。跟着去，或许有机会。他迎着黑衣青年冷漠的目光点了点头，成交。黑衣青年似乎有些意外秦无业答应的如此干脆，但也仅此而已。他不再废话，径直走向管事办理接取手续。秦无业4人赶忙跟上，无视周围看傻子般的目光。管事看着这支实力悬殊离谱的队伍，嘴角抽搐一下，最终还是按规定办理手续，将一枚记录任务信息和追踪法门的玉符交给黑衣青年。青年接过玉符，看也没看秦无业4人，只冷冷丢下一句：明日辰时镇西门集合。迟到不等。秦无业对其抱拳谢道：多谢前辈与我们组队，敢问前辈尊姓大名？青年转头看向秦无业，停顿片刻，说道：战狼冷风。说罢转身便走，身影很快消失在聚宝轩门口的人流中。嘿，这家伙够狂啊！熊奎对着那背影挥了挥拳头。灵式9重对上同境界的血煞宗邪修，真能行吗？尹承志眼中带着忧虑。管他呢，反正咱们就是去看戏的，白捡500灵石。雷子倒是心大，已经开始盘算500灵石能买哪些好吃的了。秦无业望着冷风消失的方向，眼神深邃。这个青年剑客像一把藏在破旧剑鞘里的绝世凶兵，锋芒内敛，却煞气逼人，不太简单。走吧，找个地方落脚，养精蓄锐。秦无业收回目光，当先向外走去。白捡的灵石，他更期待的是那所谓的血魁丹，还有那血煞宗邪修本身能给他的震天关带来多少惊喜。次日辰时，洛风镇西门，初升的日头刚给城墙垛口镶上金边，冷风的身影已如标枪般定在城门外。悬衣附件，周身寒意比清晨的薄雾更浓。秦无业4人赶到时，只迎上他毫无波澜的一瞥，仿佛在看4件会喘气的行李。上车。冷风抬脚坐上路边一辆破旧的马车，4人连忙跟上。马车一路颠簸，驶向西南方向的村落。沿途所见，田地荒芜，房屋破败，偶有村民缩在窗后张望，眼神金黄如受惊的兔子。行至一处名为柳溪村的地方，众人下车查探，去问问。冷风抛下指令，自己则暴毙倚在一棵枯树下，闭目养神，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秦无业4人硬着头皮走向最近的一户人家，刚靠近那低矮的土坯院墙，只听哐当一声，院门被从里面死死拴上。门缝里，一只浑浊的眼睛惊恐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即消失。老乡，开门，打听个事。熊奎的大嗓门响起，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连村道上的几只兽鸡都惊慌地扑棱着翅膀逃开。整个村子仿佛被无形的恐惧攥住喉咙，门窗紧闭，偶有孩童啼哭，也立刻被粗暴地捂了回去。连续问了几家，皆是如此。邪了门了，都哑巴了不成？熊奎气得直跺脚，不是哑巴，是吓破了胆。秦无业低声道，目光掠过几户人家窗棂上残留的暗红发黑的污渍，以及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腥甜铁锈未血的味道，早已沁入这片土地的骨髓。最终
还是一个蜷缩在村口草垛旁饿得皮包骨的老乞丐。在雷子色过去几块灵骨饼后，才哆嗦着指向西北方向，声音细若文瑞：“没活人了，都抓走炼油了。荒原，枯骨荒原，他肯定在那。枯骨荒原。”四人看向冷风，他早已睁开眼，鹰隼般的目光掠过老乞丐指向的方位，一言不发，率先坐上马车。接下来的路途成了纯粹的折磨。熊奎、雷子他们几次想搭话，都被对方冰冷的眼神逼退。马车一头扎进那片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地，灰褐色的沙土中散落着兽骨，枯树如鬼爪般刺向铅灰色的天空。马车行至一片沙丘时，拉车的老马口吐白沫，轰然倒地，抽搐几下便不动了。四人只得徒步。毒辣的日头晒得人头晕眼花，脚下的沙砾滚烫。一日一夜过去，除了啃干粮和用皮囊里有限的水润干裂的嘴唇，便是无休止的跋涉。冷前辈，咱到底往哪儿走啊？雷子喘着粗气，嗓子也冒火。熊奎也忍不住嘟囔：“是啊，连个鬼影子都。”话未说完，一股森然寒意骤然降临。冷风冰冷的视线扫过，瞬间冻住熊奎后半截话。他缩了缩脖子，再不敢吭声。入夜，众人在沙丘背风处歇脚，篝火摇曳，映着冷风轮廓分明的侧脸。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灰布囊，解开系绳，几只油光水滑、鼻头粉红的小兽滋滋叫着钻了出来，绿豆眼闪烁着灵性的光。寻地鼠，尹承志低呼。冷风不答，只屈指一弹，几点肉眼难辨的微光没入几只小鼠体内。小兽们鼻翼翕动，原地转了几圈，随即嗖地窜出，分成几个方向消失在黄沙之中。他忽然跟秦无业交换传音号，在此等候，若有异动，传音联系。说罢，剑光一闪，人已御空而去，消失在沉沉夜幕中。等待漫长如年。秦无业盘膝调息，熊奎和雷子百无聊赖地数沙子，尹承志则警惕地巡视四周，直至日出又日落。傍晚，传音愈减陡然震动，冷风冰冷的声音传来：东北30里，一处峡谷。四人狂奔，终于在天黑时分赶到了目的地。黄沙褪去，眼前是一道深邃幽暗的巨大峡谷裂口，形如大地狰狞的伤疤。冷风饮在一块巨岩后，对跟上来的四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秦无业屏息望去，峡谷深处一点诡异的暗红光芒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摇曳。借着那红光，隐约可见峡谷底部一处人工开凿出的巨大平台。平台中央赫然矗立着一尊数人高的3足青铜巨鼎，鼎下幽绿色的火焰无声燃烧，鼎口翻滚着粘稠如血浆般的液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甜与浓烈煞气。鼎深刻满扭曲的符文，此刻正贪婪地汲取着活人的生气。平台四周100余人如牲口般捆缚在地，面色灰败，气息奄奄。一根根细长的黑色导管从他们心口或眉心刺入，另一端连接着巨鼎。随着鼎中血液的翻滚，这些人身体便肉眼可见得干瘪一分，生命精气被源源不断地抽走，汇入鼎中，凝结成一颗在血雾中沉沉浮浮、鸽子蛋大小、通体暗红如凝固血块般的丹丸。血魁丹。鼎旁盘坐着一个干瘦如骷髅的身影，披着猩红斗篷，周身环绕着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的血煞之气，正是血魁师梁科。他枯爪般的手正掐着法诀，操控着鼎下幽火，脸上带着病态的狂热，显然已至炼丹的最后关头。成了，血魁丹成了！哈哈，林师敬，道爷我成了！梁科沙哑的狂笑在死寂的峡谷中回荡，格外瘆人。冷风眼中寒芒暴涨如实质，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冰锥刺入秦无业4人耳中。梁科，交给我！你们救人！话音未落，冷风的身影已如一道撕裂夜幕的黑色闪电，直扑平台中央的梁科。腰间灰布炸裂，一柄通体漆黑、剑身狭长如墨玉的长剑发出刺耳狰鸣。谁？梁科惊觉，猛地抬头，猩红斗篷无风自动，枯爪一挥，数道粘稠的血色匹链带着刺鼻腥风，如毒蟒般驶向冷风。破！冷风一声冷斥，墨玉长剑挥出，剑光凝练如一线，瞬间将袭来的邪芒斩碎。去势不减，直刺梁科心窝。梁科怪叫一声，身形诡异地平移数尺，险险避过要害。他惊怒交加，枯爪连挥，平台四周堆积的几具干尸竟摇摇晃晃站了起来，眼窝燃起绿火，嘶吼着扑向冷风。区区尸魁也敢挡我！冷风剑势如狂风骤雨，墨玉剑光所过之处，扑来的尸魁如朽木般被斩得4分5裂。救人！秦无业低吼一声，4人如同离弦之箭冲向那些被束缚的村民。熊魁力大，怒吼着挥舞大刀，砍向捆缚村民的黑色导管和锁链。尹承志和雷子则背起昏迷者向外转移。混乱中，
秦无业的目光死死锁住悬浮在大鼎正中的血魁丹。平台中央，两大高手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剑光纵横，血影翻飞，气劲碰撞的闷响在峡谷中不断炸开。冷风一剑斩碎最后一具尸魁，剑气直逼梁科面门。梁科嘶吼着喷出一口精血，身上血盾红芒暴涨，硬生生挡住剑锋。咔嚓，冷风长剑破盾，自己也被血煞之气侵入肺腑，吐出一口鲜血。梁科同样惨哼一声，胸口被剑气洞穿，血如泉涌。小贝，是你逼我的。梁科发出夜宵般的厉笑，眼中闪过疯狂。他猛地推开冷风，冲入大鼎，试图抓住刚刚凝成的暗红血魁丹。不好，冷风瞳孔骤缩，墨玉长剑化作一道惊鸿，立马跟上。电光火石间，早已蓄势待发的秦无业先他们一步动了。雷闪，他几乎以瞬移般的速度掠至大鼎之上，一把抓向血魁丹。丹丸入手滚烫，鼎中暴力的血煞之气冲出，震得他眼前发黑。小畜生找死！梁科目眦欲裂，一掌拍来。秦无业眼神狠绝，他无视那令人作呕的血腥与煞气，更无视了梁科拍来的致命一击，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直扑那翻滚着粘稠血浆的巨鼎。扑通，他竟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那滚烫、粘稠、散发着浓烈死亡气息的血色浆液之中。找死！梁科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狞笑一声，毫不在意。这鼎中血煞之气何等霸道，灵师境以下沾之即死，何况是主动跳进去。这小子就当作是血魁丹的收支肥料吧。他不再关注秦无业，转身迎向后方冷风的一击。无业兄弟，老大，老大！正在救人的尹承志、雷子和熊奎三人大惊失色，惊呼出声，直欲冲入救人。都给老子死！梁科竟在此时爆发，枯瘦如骷髅的手掌血气萦绕，化作一道血浪，如怒龙般撞向冷风。冷风汇聚全身灵力，一剑劈出，剑气撕裂血龙，但仍有余威落在冷风身上。他被震飞数丈，狠狠摔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显然是受了伤。余波冲击，尹承志三人也被震得连退数步，东倒西歪。梁科击退冷风，状若癫狂。哈哈，小辈们来得正好，都变成我的尸魁吧。他不再留手，既然血魁丹已成，这些人一个都别想走。他枯爪一挥，一道血色光环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血魁术百尸夜行。那些还未来的即被救出的村民身体猛地一颤，眼中燃起诡异的绿光，随后一个个浑身青筋暴起，发出不似人类的嘶吼，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为狰狞可怖的尸魁。过去杀了他们！梁科一招手，新炼成的尸魁们便如潮水般向尹承志三人涌去。快走！冷风大吼一声，挥剑斩向扑来的尸魁，为三人断后。尹承志、雷子和熊魁呆呆看向那翻滚着血色浆液的大鼎，心中悲痛欲绝，大喊着秦无业的名字。回应他们的只有愈发汹涌的尸魁浪潮。走！冷风再次暴喝。三人咬紧牙关，眼中满是不甘与仇恨，一边抵挡着尸魁的攻击，一边向后退去。梁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他不再关注这些蝼蚁般的存在，而是将注意力放在眼前实力最强的冷风身上。小辈，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血煞宗真正的血魁之术。他枯瘦的手掌再次挥动，伴随着刺耳的尖笑声，三具浑身裹满黑色毒纹、双眼绿油油的尸魁凭空出现。这三具尸魁与先前的平民尸魁截然不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明显更为强大，显然是经过特殊炼制的高级尸魁铁甲毒尸魁。冷风面色骤变，他认出这是血煞宗独有的高级尸魁，不仅防御力惊人，还身带剧毒，极难对付。但此刻已容不得他多想。冷风一咬牙，墨玉长剑剑光暴涨，主动迎向。大战一触即发，双方你来我往，斗得难解难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冷风逐渐落入下风。梁科的血魁之术诡异莫测，尸毒如枯骨之躯，不断侵蚀冷风。冷风面色惨白，但他咬牙坚持，剑法越发凌厉。即便一直被压制，但他并非泛泛之辈，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和精湛的剑术，终于让他找到梁科的破绽。冷风瞅准时机，身形一闪，墨玉斩。他低吼一声，墨玉长剑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剑劈向梁科。梁科猝不及防，被这一剑劈得倒飞而出，撞倒在身后的小尸魁身上。而冷风也趁机发动反击，剑光如电，将剩下的最后两具铁甲尸魁劈得粉碎。数十回合过后，两人竟都已是重伤之躯。梁科喘着粗气，脸上满是惊怒与怨毒。对方虽然没有太过厉害的招式，但每一招每一式力道吓人的很。他被困在灵氏九重境20数年，自认灵氏境下无人能敌，却没想到今日竟在这无名小辈手中吃了大亏。冷风同样不好受，
他强忍着伤痛站起，墨玉长剑拄地，冷冷地看着梁珂，却在这时异变陡生。跳入鼎中沉寂半刻的秦无夜，并未如梁珂所想那样已经化为脓血，藏仙诀吞天引在他双手之间疯狂旋转，鼎中粘稠如浆的血煞精华，连同那颗尚未被梁珂吞服的血魁丹，尽数被其吞噬。吼！秦无夜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双目赤红如血，狂暴无匹的能量在他体内炸开，如同无数把烧红的钢刀在经脉中疯狂搅动，皮肤寸寸皲裂，血雾弥漫，一股前所未有的蛮横霸道的恐怖力量也在这极致的痛苦中疯狂滋生。轰！滔天血煞戾气将周遭零零散散的尸魁硬生生冲碎，秦无夜的身影从血浪中冲天而起，灵图15重，